清玄大陆东域二流小宗门玄霄宗陈西峰上一个昏暗洞府里，林阳抬起一双老眼，看了一眼满是锈迹的烛台上，第3根计时香已经点燃，这就意味着还有1个时辰，他就要弃绝身亡了。玄霄宗把寿元不多的弟子都提前安排到陈西峰居住，并赐予3根送魂香，送他们上路。香灭之时，就是生死道消之际。洞府很是阴暗潮湿，石壁上布满了水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林阳慢吞吞挪动着有些佝偻的身躯，朝着那个烛台走去，站在烛台下，注视着青烟缭绕的送魂香，心里苦楚不已。宗门无情呐，他为宗门呕心沥血一辈子，老了无用后就送他3根送魂香，让他提前几年离世，免得消耗宗门资源。他知道宗门这送魂香里含有毒素，3根香尽，他也就得走了。林阳苦笑着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喃喃自语道：哎，修炼了89年，卡在炼气巅峰，筑基无望，寿元将至，回天无力，不甘心呐。身世未明，情人离弃，师尊嫌弃，宗门无情，老无所养，此生悲苦凄凉。他看到装香灰的炉子已经满了，就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拿起那个香灰炉，想把炉子里的香灰倒掉。谁知那香灰炉的2只耳朵已经掉落，锋利的炉子缺口划破了他的手指，一股血从手指溢出，染红了半边炉壁，血液被香灰炉快速吸收，随即炉子就化作一道金光，没入林阳的识海。林阳呆愣在那里，懵逼了，这是几个意思？这破炉子竟然跑到他识海里去了。没一会，他识海里就传来了一个幼稚的童音：你有没有搞错？天生混沌神体都不知道去激活，修炼了8、90年，还是一个炼气巅峰，真的是一个蠢货。林阳闻言吓了一跳，喝道：谁？是谁在与我说话？他急忙扫视了一下洞府，洞府里除了一张石床，一个蒲团，还有就是那个烛台了。那童声又在他识海里响起：是我啊，就是刚才吸了你鲜血的那个6界第1神炉啊。林阳感知了一下，发觉他已经与识海里的那个破炉子建立了初步的心神联系。原来这破炉子是一件天地至宝，叫做混沌炉，在上古大战中被打掉了2只耳朵和3条腿，炉子口还缺了一个小口子，掉落到了一个下位面，历经了几万年后才被一个低级别修炼世界的飞升修士带到玄霄宗。后来那个飞升修士寿元耗尽，就与林阳一样，被宗门赐予3根送魂香，陨落在这个洞府里。混沌炉就被当作一个香灰炉，一直待在这个昏暗的洞府里，直到林阳的到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炉子竟然还产生了气灵。临死前意外得到一件神器，莫非要转运了？林阳隐隐有着这样一种预感。听到破炉子说他还是天生混沌神体，林阳一时惊骇不已，急忙问道：我只是一个阳灵根修士，怎么就变成混沌神体了？气灵很是不屑地说道：这个位面也就是一个终极修炼位面而已，修为最高也不过化神巅峰，我估计你们这个修炼位面连混沌神体都没听说过。出生在这样一个层次不高的位面，无人识得混沌神体，以至于埋没了，真的是可惜。要是你出生在一个高级别位面，有着大成渡劫修士，就能看出你是天生神体，要是能得到宗门大力培养，你早就结丹或结阴了。林阳也知道清玄大陆是一个中等修真位面，修士的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最高境界就是化神了。他确实从没听说过混沌神体，于是就问道：气灵前辈，那要怎么做才能激活混沌神体？气灵看到林阳被他唬住，颇为得意，装腔作势地说道：真的是笨死了，去双修啊，找一个阴属性女修双修一次，就能激活混沌神体。神体激活后筑基，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也不至于在这里等死。林阳更是不懂了，双修一次就能激活神体，激活神体后就能筑基。他虽然没有道侣，曾经也与宗门太上长老的夫人应霞鬼混了10几年。应霞就是一个阴属性体质女修，而且妩媚妖娆，美若天仙，曾经隔3差5的经常来找林阳双修。只是后面几年林阳无法筑基，容貌衰老，满身皱纹，应霞才没有来找他。10几年下来，他与应霞双修没有1000次，也有800、900次，也不见激活什么神体。这气灵难道是在骗他？气灵看到林阳那腹呆愣样，就咯咯笑了起来。小子，你是不是在想，你早就不是童子身，双修了无数次，混沌神体也没激活，就认为我骗你，是不是？林阳吓了一跳，这炉子不会连他心里想什么都知道吧？这也太恐怖了。气灵接着说道：那是因为你们那些双修功法都是垃圾，混沌神体乃6界第1神体，万年难遇，这个位面上的那些什么垃圾功法怎么能推得动混沌神体？连混沌神体都无法推动，你就是双修1万次也无法激活神体。我现在就送你一部修炼功法吧，你自己去找个阴属性女修双修一次就行了，我身体还没有恢复，需要静修，没事别打扰我。气灵的话音刚落，林阳的识海里就多出许多信息来，他急忙盘坐在蒲团上整理这些信息，发现气灵送给他的这部功法叫做混沌霸体诀，像是一部炼体功法。林阳就运转功法实验了一下，发觉这功法非常强大，而且很是适合他修炼，就像是给他量身定做的一样。他启动功法后，功法就能自行运转，不用他特意去操控。这是什么品阶地功法？
难道超越了天阶？羚羊知道功法分天、地、玄、黄4个级别，清玄大陆最高级别地功法才是玄级功法。他心里一时就火热起来，功法启动就能自行运转，这可省心不少。双修时就不用去运转功法分心，可以尽情享受修炼带来的乐趣，同时还能达到修炼的目的，真的是一举两得。而且纪灵还说，运转混沌霸体诀与阴属性女修双修，一次就能激活神体，筑基就是水到渠成之事。筑基后那就有了200年寿元，那他就可以再活100年。有了这么一个活命的希望，羚羊觉得时来运转，一时激动不已。他抬头看了一眼烛台上的送魂香，又是一段烟灰掉落下来。时间又过去了1刻钟，现在他距离死亡只有13刻的时间了。羚羊一时就着急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去哪里找个阴属性女修来双修一次呢？这时洞府的石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身姿玲珑、容貌艳丽的女修携带着一阵香风款款走进洞府。香风钻进羚羊的鼻腔，羚羊深吸了一口气，心里一阵的悸动，抬头看去，穿着一身浅紫色紧身衣裙，身材凹凸有致，曲线玲珑的映霞站在了他的面前。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似乎噙着泪花，湿润而明亮，娇嫩洁白的脸颊挂着一丝忧伤。他娇唇轻启，轻轻地叫了一声羚羊。羚羊看到楚楚动人的映霞，心里激动不已，上天不灭他羚羊啊！就在他正愁找不到阴属性女修激活混沌神体时，这个映霞竟然送上门来，来得也太及时了。羚羊决定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拿下他，与他双修一次。他稳了稳心神，很是感激地说道：映霞，谢谢你还能来看我，我很感动。映霞抬头看了一眼烛台上的送魂香，眼神里飘过一丝的挣扎，但随即就掩饰过去，拿出一条手帕轻轻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略带忧伤地说道：羚羊，在你弥留之际，我肯定会守在你身边的，我会陪着你走完这最后的一个时辰，毕竟我俩也有着10多年的情谊。你我虽然没有道侣身份，但是也保持着道侣的关系，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离开呢？羚羊心里暗暗发笑，这女人真的会装。羚羊被宗门赶到这里都有10天了，这10天来没见到她露过一次面，偏偏在这最后的一个时辰里来猫哭耗子呢装慈悲。羚羊相信这女人肯定是在玩什么心计，或者是有什么阴谋。不过羚羊并不在乎她玩什么心计，来了就好，来了她羚羊就有了活命的机会。映霞在抹了一把眼泪后，就伸出那双白净细嫩的玉手，帮羚羊整理了一下衣服。她拍了拍羚羊身上的灰尘，轻声问道：羚羊，10年前我离开你，你恨过我吗？羚羊摇了摇头，说道：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恨不恨呢？你不是我的道侣，没有那个义务，毕竟你陪了我那么多年，也给了我不少的温暖快乐，此生我还是很感激你的。我一生清苦，两手空空，临终前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遗留给你。映霞，对不起。映霞闻言愣了一下，神情很是有些犹豫，她有些不忍心伤害羚羊，说她对羚羊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毕竟同床共枕那么多年，与羚羊双修几百次，也睡出一些感情来了。她名义上是太上长老夫人，可是太上长老是化神修士，不是在闭关修炼，就是出去寻找飞升机缘，根本就没有心思和时间陪她。羚羊才是她的事实上的男人。可是当她想到今天来这里的任务时，心思又坚决起来，因为如果她不对羚羊狠一点，死的就是她映霞。她对羚羊的行为很是恼火，都要死了还紧紧抓着那件玉佩不放手，让她很是为难。心里虽然很是恼火，但映霞表面上装着一副很是感动的神态。她轻轻抚摸着羚羊那清瘦而满是皱纹的脸颊，说道：我与你在一起本就不图你什么，羚羊，如果你有什么未了心愿，都可以给我说，我一定努力帮你去做。羚羊心里一紧，来了，这女人要表明她来这里的目的了。羚羊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突然他心里一惊，莫非这个映霞这个时候来看他，目的是为了他母亲的那块玉佩？羚羊准备试探一下，就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母亲离开后没几年，我父亲就离开了，在这世上我没有一个亲人，也就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如果说有……羚羊的话还没说完，映霞把羚羊搂在怀里，打断他的话，说道：羚羊，你不是还没找到你的母亲吗？我可以帮你找，你把你母亲离开前送给你的那个信物交给我，我穷尽毕生精力也要帮你找到母亲。映霞的目的果然是玉佩。羚羊清楚地记得他6岁生日那天，母亲把一块玉佩融入他的胸口，对他说道：羊儿，以后如果你想娘亲了，有着这玉佩就可以去玄灵大陆，到了那里你就能找到娘亲了。羚羊当时不懂他母亲话里的意思，但他记住了母亲的话。1个月以后，他的母亲就突然不见了，一直到现在，羚羊都没有得到他母亲的一点消息。玄灵大陆，羚羊后来听他师父说过，是一个高位面大陆。清玄大陆的修士修炼到化神巅峰后，就必须要飞升到玄灵大陆去修炼，否则一生修为就卡在化神巅峰，无法突破，直到寿元昊净身死道消。莫非他母亲的这玉佩与飞升有关系？这是他母亲留给他唯一的念想，羚羊不想交给任何人。你活，玉佩活；你死，玉佩死。这是他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羚羊觉得映霞这女人也太可恶了，连他母亲给他那件信物都想要夺走。不过羚羊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他现在必须趁着这个机会与映霞双修一次，激活混沌神体再说。既不答应又不拒绝，这样就能拿捏住映霞，让映霞为了得到玉佩，必须要与羚羊做出交易。于是羚羊伸出那只枯老的手，轻轻抚摸着映霞的后背，轻声说道：“映霞，要说心愿，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和你再亲热一次，能不能给我最后一次？至于玉佩，事后我会给你的。”映霞闻言身体一震，本能的一把推开羚羊，看着羚羊那张苍老的满是皱纹的脸，流露出一股厌恶的情绪来。他没有想到苍老的连走路都喘气的临死之人还有这种想法，这个羚羊可恶。但是想到自己的任务，映霞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如果他没有完成任务，他死的肯定要比羚羊还要悲惨得多。不过在没有得到玉佩前，他不得已要低下身段讨好羚羊。羚羊娘亲留给他的那块玉佩是融进了羚羊的身体里，只有羚羊自愿才能剥离出来。一旦羚羊身死，那块玉佩也随着羚羊身体死去而消失，不然羚羊早就没有命了。映霞在10多年前开始接触羚羊时，还不知道羚羊身上有着那枚特殊的玉佩，那时他的目的是吸取羚羊身上的阳气，所以他与羚羊交往了10多年。后来羚羊寿元将近，慢慢老去，映霞就再也没有来找羚羊了。就在前段时间，他接到了一个任务，要他想办法夺取羚羊身上的玉佩。对方为夺取羚羊的玉佩设立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让映霞来执行，所以映霞才过来看望羚羊。现在羚羊提出要和他双修，映霞很是有些犹豫，他不由得看了一眼那张有些肮脏的石床，还有羚羊那苍老的躯体，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么脏的床，这么老的人，他有些难以接受。可是不与羚羊交易，他就得不到玉佩，完不成任务，他会死得很难看。映霞犹豫了好一会儿，权衡利弊，最终下定决心答应羚羊。这种事情闭着眼睛忍受一会就好了。他走到石床边，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条洁白的床单，铺在了石床上，然后走到羚羊身边，流露出娇羞的表情来，轻轻拍打了一下羚羊，嗔骂道：“看你这身体，衰老的行动都不变了，还想着这事，真是没有个正经。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我就了却你这个心愿吧。事后你就把玉佩交给我，我再去替你完成找到你母亲那个心愿，让你去了那边也安心些。”羚羊听到映霞答应了他的请求，一时激动不已。他身体虽然佝偻苍老，但此刻他的心跳却异常有力，很是兴奋地说道：“谢谢你，映霞，快点扶我起来。”映霞把羚羊从蒲团上搀扶起来。当两人来到石床边时，羚羊一个踉跄，没有站稳，将映霞一起带着倒在石床上。羚羊走路不稳，但是做事还是挺机灵的，他一个翻身就到了上面，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轻声问道：“映霞，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映霞强忍着心里的不爽，挤出一丝笑容来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快点，别浪费时间了，你的时间不多了。”羚羊抬头看了一眼烛台，送魂香只剩2/3了，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了点头，混沌霸体诀就自动运转起来。他搂紧映霞，就把嘴唇凑了过去。映霞本能的扭头躲开，可是想到自己的任务，不得已又扭转过来，被动的配合着羚羊。顿时羚羊身上就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混沌能量来。映霞忍不住深吸一口，把这股混沌能量吸进腹腔。天哪，羚羊，你怎么有着这么纯正的阳气？你是不是在修炼什么功法？羚羊没有理会映霞的问题，而是按部就班的修炼来，以免被映霞打乱节奏。随着功法的运转，他的手掌上渗透出一股浓郁的混沌能量。没一会儿，这股混沌能量把映霞全部都包裹了起来。映霞感到自己就像是沐浴在阳气的海洋里，舒爽的微微颤抖了起来，眼神里满是异彩。他想不到这个濒临死亡的羚羊还有着这么强大的阳属性能量，比起以前他年轻时都要强悍的太多太多。映霞与羚羊交往了那么多年，他都没有体验到今天羚羊带给他这种极致的修炼愉悦。他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飙升，修为也在慢慢精进。映霞不知道的是，羚羊这是在麻痹他，让他放风警惕。他完全没有想到临死的羚羊还会对他发起攻击，也就没有采取防备措施。羚羊突然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一股奇异的力量从他体内涌出，映霞一下子就从云端掉入到冰库。他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的阴属性能量不受控制的外泄。映霞大惊失色，想要挣脱，却发现自己的灵力正在被疯狂吞噬，而且羚羊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那股能量竟然可以压制住他的阴属性能量，让他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怎么可能？羚羊只是一个炼气巅峰，怎么能压制住他这个筑基中期修士？随即他就明白了，不是羚羊的实力压制住他，而是羚羊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能量压制住了他身体里的能量。天地未开，混沌一团，混沌分阴阳，阴阳化五行，阴阳两气是由混沌之气孕育而生，阴属性能量天生就被混沌能量克制的，这与血脉压制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映霞太大意了，被羚羊的混沌之气冲进了他的身体里，压制住了他的灵力，让他失去了反抗之力。如果不让羚羊的混沌之气进入他的体内，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他筑基中期的实力，
伸出一根手指都能摁死羚羊。随着体内能量的流逝，印霞惊恐地发现，羚羊那布满皱纹的皮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光滑，它那佝偻的腰背也挺直起来。印霞咬着银牙，眼神变得阴狠起来，心里暗暗骂道：羚羊，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本来我想让你快乐离去，没有想到你还要咬我一口，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他挺起上半身，伸手就缠住羚羊的后脖颈，然后就对着羚羊的嘴唇就亲了上去。羚羊想不到印霞在这个时刻还需要亲吻，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就配合起了。印霞心里一阵冷笑，就咬碎一颗牙齿，把牙齿里事先藏好的专克阳属性能量的毒素全部吐进羚羊的口腔里。这种毒素带着一股香甜滋味，很是好闻。进入羚羊的嘴巴里后，羚羊忍不住就吞咽下去。印霞舌头搅动了一下，感知羚羊嘴里已经没有了毒素，显然是全都吞咽了下去。他便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羚羊正沉浸在混沌神体激活的过程之中，突然感觉自己身体里的阳气运转起来很是卡顿。虽然混沌霸体诀还在加速运转，但是阳气就像是被冻结了一样，慢慢停滞，不再流动。羚羊随即就明白了，刚才印霞吐进他口腔里的那股香甜能量，应该就是冻结阳气的运转的特殊能量。他想不到这个印霞来见他一个临死之人，还准备了这样的底牌。修真界人性险恶，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一个没有注意就中了别人的险招，往往是一个失误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羚羊本以为自己掌控了局面，已经压制住了印霞，没有想到一个失误就错失了大好局面，被印霞逆风翻盘。如果再多坚持1刻钟就好了。世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后悔药，只有残酷的现实，血淋淋的教训。印霞感觉到羚羊停止了吸收她的灵力，就知道毒素起效果了。她伸手就把羚羊从石床上推了下去，然后她就急速从床上爬起来，满脸阴沉地盯着摔倒在地板上的羚羊，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像是要喷出火来。他堂堂一个筑基修士，竟然中了羚羊这个苍老临死的炼气修士的阴招，还差点就成了羚羊的修炼炉鼎。羚羊坐在地板上，感觉自己变得年轻了许多，应该不会马上就死去了。他也不知道混沌神体激活了没有，就急忙用意念沟通混沌炉。混沌炉气灵那幼稚的童声只说了3个字：看炉壁。羚羊闻言一愣，看炉壁几个意思？羚羊随即就内视自己的身体，感应识海里出现了一股信息来。他梳理信息后才明白，他的混沌神体激活刚刚超过3成，还有7成没有激活，但是就这3成就已经具备了解毒功能，形成了混沌神体的第一个初始能力，百毒不侵。果然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他感觉到体内的阳气又自行运转起来，显然体内的毒素已经被混沌神体自行清除。羚羊一时激动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继续装着体内阳气被冻结的样子，流露出一副惊慌的神态来。他想看看在他中毒后，这个印霞会暴露出怎样一副嘴脸。印霞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瘫软在地上的羚羊，眼中最后一丝伪装也彻底撕碎。他捡起地上的衣裙，一边穿着衣裙一边说道：羚羊，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你还是把玉佩交给我吧，这样你还可以体面的离开人世，不要逼我做出过分的事情来。羚羊没有吭声，他知道印霞马上就要露出真容了。等穿好衣服后，印霞就流露出一副很是得意的神情来，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早过来，而是在你临死前的一个时辰才过来吗？羚羊也很疑惑，他傻愣愣地盯着印霞，期待他的解释。印霞整理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接着说道：现在你也蹦跳不出我的手掌心了，告诉你也无妨，在你到来之前，这个洞府就被人布置了一个玻璃大阵，而那3根送魂香并不是宗门的送魂香，而是清玄大陆东域3大宗门之一玄阴宗的离魂散。羚羊闻言惊骇不已，那3根送魂香是玄阴宗的离魂散？怎么可能？羚羊想不到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了玄阴宗。清玄大陆分东西2域，东域有3个一流宗门，分别是玄阴宗、青蓝宗、洛尘宗，这3大宗门分管整个清玄大陆东域。而在这3个一流宗门下面，还有着很多大大小小的2流、3流宗门。羚羊所在的玄霄宗就是青蓝宗辖区内的一个2流宗门。青蓝宗与玄阴宗向来都不对付，这个印霞是玄霄宗的太上长老夫人，怎么与玄阴宗牵扯上了关系？他很是疑惑地问道：印霞，你怎么与玄阴宗牵连上了？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玄霄宗是青蓝宗的附属2流宗门，玄阴宗的离魂散怎么可能出现在青蓝宗的地盘上？莫非你是玄阴宗的卧底？如果印霞真的是玄阴宗的派到玄霄宗的卧底，那玄阴宗也就太可怕了。印霞闻言就咯咯笑了起来，说道：聪明，可惜晚了，我这么年轻，甘愿嫁给一个2流宗门的太上长老，我图什么？图的就是搜集化神长老研究的飞升法门，与你双修，也是为了吸收你的阳气而已。印霞的话就像是一声震雷，在羚羊的脑海里炸响，震得他差点都要猛晕过去。连一个2流宗门的化神长老身边都安排了卧底，那印霞的幕后之人布局的阴谋该是多么的恐怖。印霞看到羚羊呆愣在那里，就像是傻了一样，就知道羚羊被他的身份怔住了。他笑了笑，继续说道：离魂散结合玻璃大阵
是专门用于玻璃修士体内无法取出的法宝。只有在你吸收了2根离魂散的烟雾后，启动玻璃大阵，才能把玉佩从你身体里剥离出来。来早了，你还没有吸人离魂散的烟雾，启动玻璃大阵也枉然。来晚了，你就死了，也失去了剥离玉佩的初衷。所以，我只能是在你燃起第3根离魂散后才赶过来。这样不但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启动玻璃大阵，也容易从你的身体里剥离出玉简来。应霞看了一眼烛台上的离魂散，发现只剩下半根了，距离羚羊死亡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于是就威胁着说道：“如果你不配合交出玉佩，我只能是启动玻璃大阵了，这样你会生不如死。”应霞的话包含太多的信息了，羚羊大脑里一时都消化不下这么多的信息，在他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疑问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很是得意忘形的应霞，接着又问道：“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与我双修一次，而不一开始就启动玻璃大阵，直接剥夺我的玉佩？”应霞闻言打了一个寒战，他没有想到羚羊会问这个问题，很是没有底气的说道：“我启动玻璃大阵？我？”羚羊冷笑一声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玻璃大阵？那是要血迹才能启动，你应霞是用来剥离我身上玉佩的一个工具而已。你背后的人要你血迹玻璃大阵，你为了活命不得已接受与我双修，让我主动交出玉佩，这样你也不用血迹启动大阵，就可以直接得到玉佩。我说的没错吧？”应霞被羚羊识破算计，便不再装了，就哀求道：“羚羊，启动玻璃大阵，你死，我血迹后也活不过几年，这是一把双刃剑。看在你我双修10多年的份上，你就救救我吧，我不想死。你寿元将近，反正就要死了，那玉佩留着也会随着你的死去而消失的，还不如送给我，救我一命。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来这里祭拜你好不好？”羚羊叹息一声问道：“那你可以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吗？还有他为什么一定要得到我的这块玉佩？”应霞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玉佩的作用，似乎与清玄大陆的飞升有关。你也知道，自从天路关闭后，清玄大陆的化神巅峰修士就失去了飞升的机会了。但是那些化神巅峰修士不甘心就这么待在清玄大陆等着寿元耗尽，他们一直都在想办法飞升。”羚羊似乎明白一些，他的母亲很有可能去了玄灵大陆，而留在他身体里的玉佩肯定和飞升有关。应霞看到羚羊沉思不语，接着劝说道：“羚羊，我劝你还是直接交出玉佩吧，这样大家都好。我身后的势力你得罪不起，我也不忍心害你，再怎么说你也算是我应霞的一个男人，我俩同床共枕那么多年，多多少少还是有着一点情谊的。”羚羊看得出应霞是别人的一个工具人，知道的也不多，他叹了口气，他知道应霞知道的也不多，再问下去也没多大意义。混沌神体还没有完全觉醒，他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快速激活神体，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他冷笑一声就站了起来，眼神冰冷地注视着应霞，说道：“这些年你一直在猜捕我，今日该轮到我了。”应霞想不到羚羊还能站起来，呆愣愣地看你羚羊，惊骇地问道：“羚羊，你怎么还能站起来？你没有中毒？”应霞看到羚羊站起后，就朝着他缓缓走了过来，惊叫道：“你站住，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吓得他急忙运转功法，想用自己筑基的实力压制住羚羊。运转起功法后，应霞才发现他根本就调动不了丹田里的真元，刚才羚羊输进他身体里的那股混沌能量还在他的体内没有消散，一直都在压制住他的灵力，功法也运转不起来。现在他就是一个没有一点修为的凡人一样，想反抗都反抗不了。羚羊一把就抱起应霞，然后就运转混沌霸体诀开始修炼起来。随着羚羊功法的运转，应霞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能量在飞速流失，他惊恐不已，大声求饶道：“羚羊，不，我不想死啊！羚羊，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来夺取你的玉佩的呀，我真的没有害你的心。”可是羚羊并没有理会，而是加快了功法的运转，他很快就要激活神梯了，怎会在这个时候停下？烛台上的离魂散突然加速燃烧，转眼间只剩最后1/4。应霞看到自己的境界很快就跌落到了筑基2层，他很不甘心就这么被羚羊吸走他的修为，辛辛苦苦修炼了几十年，都在为羚羊做嫁衣。他发下狠心，准备启动玻璃大阵，与羚羊同归于尽。于是心里默念法诀，就咬破舌尖，朝着洞府的顶部喷出一口血雾，娇喝一声：“祭阵起！”随即应霞发出凄厉的惨叫，啊！他整个人顿时就萎靡下去。紧接着，洞府四周的石壁上发出一阵一阵耀眼的光芒，朝着羚羊的身体射去。光芒射在羚羊的身上，让他感到有着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胸口肌肤里的那块玉佩微微发热。除此之外，他的身体没有一点异常。应霞看到羚羊不但还在修炼，而且还加快了修炼的速度，一股一股的混沌能量撞的羚羊沉浸在修炼的之中，并没有理会玻璃大阵的运转。大阵仍然在运转，而羚羊身上的那块玉佩也没有剥落下来。应霞很是惊奇，问道：“羚羊，怎么你没事？玻璃大阵还有离魂散怎么就失效了？”羚羊冷笑着说道：“我的体质百毒不侵，我吸进身体里的离魂散的毒素早就被我的身体消除掉了，没有了离魂散的玻璃大阵也就是一个摆设而已。”应霞这才恍然大悟，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计到羚羊天生神体，百毒不侵。他的毒药还有离魂散的毒对羚羊无效，以至于整个计划全都泡汤。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只能是任由羚羊修炼。突然，羚羊大吼一声，浑身的气息暴涨，他的脑海里发出了一声轰鸣声，整个人就像是脱骨换胎一般。那苍老的气息慢慢褪去，脸上的皱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容缓缓呈现。没过几十个呼吸，羚羊的形象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刚20出头的英俊青年，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浓浓的阳刚气息，那一头白发也变得漆黑而富有光泽，披散在雄厚的肩膀上，剑眉星目，目光犀利而深邃，皮肤洁净而富有光泽，看起来比起他在20岁时还要俊朗几分。混沌神体的激活已经触发了天道异象，山洞外面，羚羊还不知道他混沌神体激活引发的天地异象引起了东域的3大宗门和玄霄宗的高度关注。玄霄宗的宗主任天宇抬头看向天际，顿时就露出一副惊诧的神情来，嘴里喃喃自语道：“陈西风，难道有天才异宝现世？”话音未落，他就一个闪身，朝着陈西风飞去。东域3大宗门之一的青蓝宗，缥缈峰山，圣女青灵儿的耳边突然就响起了师傅清明道人的声音：“灵儿，玄霄宗出现了天地异象，估计是哪个天才弟子禁忌引起的，你速速去一趟玄霄宗，把那名弟子带回缥缈峰来。”青灵儿抬头看向天际，娇唇轻启，缓缓吐出4个字来：“天降异象。”他没有多说什么，就拿出一艘小飞舟抛向空中，飞舟迎风渐长，眨眼间就变成一艘冲锋舟大小模样。青灵儿登上飞舟，就朝着玄霄宗陈西风飞去。洞府里，应霞瘫软在石床上，精神萎靡，神情呆愣。他看着羚羊越变越年轻，心里嫉恨不已。羚羊的这些变化都是用他多年的修为换取来的，他能不嫉恨吗？他躺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感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虽然虚弱，但还是筑基修为没有跌破到炼气期。幸好羚羊结束了修炼，不然他的修为跌落到炼气期是必然的。羚羊在最后时刻还送给了他一股精纯的能量，吸收完这点留在他身体里的能量后，应霞的境界堪堪稳住在了筑基1层。他原本已经修炼到了筑基5层，算是筑基中期。羚羊的这一次修炼直接就让他掉了4层境界，这让应霞肉疼不已，要把这4层修为补充回来都不知道要多少年时间。羚羊没有去理睬应霞，而是站起身来，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那充盈澎湃的力量，心里欣喜不已。他感知了一下身体，发现自己的身体不但变得强壮健硕，似乎身体都长高了1寸。石海里的那个混沌炉与他的心神联系，比起以前来变得更加的紧密，就像是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他又查看了一下石海，发现石海里又多出一部功法信息来，这是混沌炼气诀。他想不到激活混沌神体后还收获到了一部炼气功法，现在他就有了2部适配混沌神体修炼地功法了，一部混沌霸体诀是炼体功法，一部混沌炼气诀是法修功法。羚羊以后就可以法体同修，打破清玄大陆修士2选1的修炼体系。就在羚羊心情舒爽之际，一个很是好听的少女声音在他的识海里响起：“小子，是不是双修1次就激活了混沌神体？我没骗你吧？”羚羊很是惊诧，这混沌炉气灵的声音怎么从童声变成了一个少女的声音了？难道这混沌炉也会随着混沌神体一起成长的吗？羚羊内试了一下识海，发现混沌炉虽然还是那富破落样，少了3足2耳，炉口还缺失了1块，但是颜色不再是以前那么灰不拉几的了。现在炉身隐隐泛着一层紫金光泽，看起来顺眼多了。他很是有些惊疑，就用意念沟通珠儿，问道：“珠儿，你的声音怎么都变了？还有，混沌神体完全激活后，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筑基？”筑基对于羚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关乎他的寿元。气灵珠儿那清冷的声音在羚羊识海响起，混沌炉和混沌空间都是与混沌神体一起成长的，以后随着你混沌神体的晋级，我也能够一步步成长起来。小子，混沌神体刚刚觉醒，尚未晋级，你不要过于得意。神体激活仅仅具备疗伤治病、百毒不侵、克制阴邪之能，还无应敌之术。小子，竖起耳朵听好了，我只说一遍，以后不再重复。日后神体每晋级1层，自会赋予你一项新神通。眼下你该着手筑基事项，等筑基成功后，才能开启神体自带的混沌空间。筑基后，你才进入混沌空间，吸纳其中初始混沌之气，推动神体蜕变晋级。说着说着，珠儿的声音陡然凝重起来。混沌神体筑基恐怕会引来劫雷，你务必准备周全。若到时手忙脚乱、应付不暇，就别再来问我，我还要沉眠休养。羚羊听着这不再稚嫩的女声，确实顺耳了许多，只是那话语间透出的那种疏离感，还有那老气横秋的语气，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羚羊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心里想到：罢了罢了，何必与一个气灵置气？珠儿似乎知道他心里所想，那轻柔的女声再次响起：这就对了，不要与我一个气灵置气，否则你会很难过的。羚羊懵了，这个死气灵会读心术？珠儿没有理睬羚羊的惊讶，继续说道：如今我记忆残损，诸事模糊，帮不了你太多，睡眠的时间多，个清醒的时间太多。若想让我记起更多，你需帮我寻回卢尔、卢族还有卢口
那块残缺碎片。说着说着，珠儿的声音慢慢消失，好像就沉睡了过去一样。珠儿的话虽然带刺，但是对林阳的一番指导，还是让他受益匪浅。混沌空间，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林阳向往不已，他恨不得立刻一探究竟。可惜珠儿说得明白，非筑击不得其门而入。他凝神内视，炼气巅峰的瓶颈果然已松动，筑基的契机就在眼前。想到筑基可能引来的劫雷，林阳决定先处理印匣，再寻觅一处隐秘的地方筑基，以保安全。目光转向床上瘫软无力、气息奄奄的印匣，林阳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锐利。这个女人的背叛与加害，是导致他陷入绝境的直接元凶。混沌神体觉醒带来的不只是力量，更让他彻底看清了眼前的危机与敌我。他一步上前，五指如钩，带着一丝混沌能量的凛冽气息，精准地扼住了印匣纤细脆弱的脖颈，将他如带在羔羊般从床榻上提起。窒息感让印匣几乎昏厥过去，苍白的脸上瞬间被极致的恐惧和痛苦占据，双脚不停地下蹬。林阳的力量让印匣感受到了死亡的临近，大脑里的意识已经开始散乱。林阳看了一眼快要窒息过去的印匣，手指的力量稍微放松了一点，说：“你的主子是谁？他还有什么后手？”若有半字虚言，林阳的声音冰冷刺骨，让人印匣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印匣被掐得眼球突出，在他心里，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在林阳松开手指后，便大口大口的吸气，换了好一会，才结结巴巴的说道：“主人是玄阴宗的。”他挣扎着想要吐露那个让他敬畏又恐惧的名字来。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撕裂了洞府的宁静，洞口的巨石瞬间炸成漫天齑粉，狂暴的气浪裹挟着碎石烟尘，像刮起一阵飓风一般席卷而入。林阳只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狠狠撞在胸口，他不得不松开印匣，整个人冲击得如同破麻袋般离得飞起，最后重重砸在坚硬的洞壁之上。噗！喉头一甜，鲜血狂喷而出，胸口传来撕心裂肺般的剧痛。剧痛中，混沌神体应激而发，一股温热的暖流迅速流转全身，护住心脉脏腑，飞速修复伤势。若非神体觉醒，这一击之下，林阳已然粉身碎骨。烟尘弥漫中，一道淡蓝色的虚影在破碎的洞口缓缓凝聚，须臾间化作一位身着如山、面容白净的中年书生模样。虚影虽淡，却散发着磐石般的威压，沉沉压在林阳身上。林阳呼吸困难，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林阳的体内发出嗡的一声响，混沌神体的自动护主功能再一次被激发，他的身体里透出一股股混沌能量来，在身体的表层形成了一层坚韧无比的混沌能量屏障，堪堪抵住了那几乎将他碾成肉泥的恐怖威压。林阳趁机喘息，挣扎着想要站起，心中已是惊骇翻腾。这个书生虚影竟然是化神修士的神念化身，即便只有本尊1-2成威能，也绝非炼气期的林阳可以抗衡。书生虚影淡漠地扫了一眼的倒在地上的印匣，声音冰寒的不带一丝情感，呵斥道：“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回去后再慢慢收拾你。”他袖袍随意一挥，一枚小巧玲珑、符文流转的玉盘虚影一闪而逝，散发出一阵玄奥莫测的空间波动，一道柔和的蓝光瞬间将印匣笼罩，空间如水纹一般扭曲变形。一个呼吸过后，印匣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传送阵盘，林阳瞳孔猛然收缩，这等稀世珍宝，此人竟用来接引一个失败的妻子，其底蕴之深，来头之大，远超想象。书生虚影的目光终于落在林阳身上，他那淡漠的眼底掠过一丝审视的诧异，说道：“有趣，区区炼气，竟能在玻璃大阵下安然无恙，神魂无损，吸了离魂散，非但未死，反而返老还童。更奇的是，还能抗住我的威压。”他的眼神变得饶有兴致，如同在打量一件稀世奇珍一般，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玩味的弧度，说道：“也罢，省了玻璃的麻烦，连人一并带走，回去后再慢慢研究。”林阳眉心里传来了一阵剧痛，这是混沌神体对危险的预警。他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恐怖的存在，大脑急速运转，试图寻找一线生机，同时厉声喝问：“阁下究竟是谁？为何设此毒局来害我？”聒噪！星号书生虚影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天威，将死之魂也配问无知名讳。他不再废话，抬手虚抓，一团极度凝练的阴寒能量在他的掌心汇聚，瞬间化作一条晶莹剔透的冰晶锁链，闪电般射向林阳。锁链位置，恐怖的寒意已席卷整个洞府，地面、岩壁瞬间凝结出厚厚的幽蓝玄冰，空气中发出咔咔的冻结脆响。林阳体表的混沌护体屏障剧烈波动，发出刺耳的哀鸣。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灵力乃至思维都要被这股极寒彻底冻结。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连动用意念都很是艰难。珠儿，林阳在识海中嘶吼，一个炼气小修士如何能够抵抗得了化神大能的手段？林阳已经处在穷途末路之际，只能求助于混沌炉气灵珠儿了。他身体已经像风中残烛，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珠儿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急促和虚弱，断断续续的响起：“撑住，引混沌之气注入胸口的玄天玉佩，快！”他的声音几近于无，显然虚弱到了极点。生死关头，林阳不管不顾，近乎自毁般榨干了体内刚恢复的一丝混沌能量。
强行灌入胸口肌肤里的那枚玉佩之中。顿时，一股灼热感猛地从胸口爆发，一道纯净的青色火焰从玄天玉佩中急窜而出。书生虚影的冰晶锁链一触及这混沌青焰，便发出嗤嗤嗤的锐响。深蓝的冰晶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消融气化。书生虚影那淡漠的脸上露出了惊愕的表情来，失声问道：“此乃何种异火，竟能焚化阴明能量？”火焰触碰到蓝色锁链，蓝色锁链就立即被消融，化作星星点点的光斑，消失在洞府里。而那朵青色火焰并没有消失，发出一声啾的叫鸣声，就化作一只青色火鸟，朝着书生虚影猛冲而去。书生虚影躲闪不及，被青色火鸟袭中。啊！书生虚影发出惨叫，大声喝骂道：“羚羊，你敢焚烧我的神殿虚影，你找死！你给我等着！”他话还没说完，虚影便被青色火焰烧成了虚无。看着眼前的情景，羚羊惊讶的都合不拢嘴巴，这是什么鬼？他胸口的这块青玉还能吐火？那朵青色火焰焚灭了书生虚影后，绕着羚羊飞了一圈，又钻进羚羊胸口那块玉佩中。母亲留给他的这块青色玉佩，羚羊曾经也输入元气试验过，也用神魂力勘察过，都没发现异样。没想到输入混沌能量，玉佩里面竟然飞出一只青色火鸟来，奇了怪了。他用意念问珠儿：“我那块玉佩是怎么回事？”珠儿那好听的女声响起：“我只知道那玉佩叫玄天玉，其他的都忘记了，以后恢复记忆后自然知道。不过我跟随了好几任主人，你算是最差的一个了，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我。”羚羊无语，这气灵毒蛇，以后羚羊都有些不想搭理这气灵了。突然洞府外传来一声长啸：“何方高人敢擅闯我玄霄宗？”元婴巅峰的宗主任天宇御剑而来，身后跟着3位金丹巅峰长老。任天宇4人飘落在羚羊的洞府门口，他们来迟了一步，并没有看到书生虚影。任天宇看到坐在地上的羚羊，穿着的是玄霄宗弟子的服饰，就喝问道：“你是哪个山峰的弟子？怎么会在晨曦峰？这洞府口炸裂成这样是怎么回事？”任天宇一上来就向羚羊提出3连问，弄得羚羊都不知道要先回答哪个好。羚羊自然认得任天宇是玄霄宗宗主，自然不敢怠慢。他刚想开口回答，突然感觉到炼气巅峰的瓶颈被一股强悍的力量冲破，丹田里的灵气开始液化。混沌神体完全激活后，经过刚才的战斗，羚羊运用了灵力，他再也压制不住修为，已经自动开始筑基。羚羊来不及回答任天宇的问题，急忙吞下一颗筑基丹，以加速丹田里的元气液化的速度。这颗筑基丹他都存了70多年了，没有想到今天终于用上了。唯一遗憾的是，他身上没有剩下几块灵石，无法为筑基提供大量的灵气。以前准备筑基的资源，在后面这几年衰老后，无法再赚灵石，都养老用的差不多了。羚羊身上没有了灵石，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筑基。顷刻间，天上的乌云翻滚，像是沸腾起来，大片大片的黑色云朵都急速朝着晨曦峰的山顶聚拢过来，天色也慢慢变得昏暗阴沉，就如黑夜提前来临。看着天上的乌云越聚越多，任天宇大声喝道：“他要筑基了，还会引来劫雷！”所有人后退300丈。昏暗的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条雷龙在云层中若隐若现。看着天空上的雷龙，任天宇瞳孔收缩，惊叫道：“化形雷劫，这怎么可能？在清玄大陆，一般修士筑基都不会有劫雷出现的，只有结丹时才会降临3道劫雷。”任天宇想不到这个小子筑基都有劫雷降临，那这小子什么天赋？玄霄宗出现了这么一个天赋妖孽的弟子，他怎么就没听人有听说起过？任天宇扭头看向身后的3个金丹修士，问道：“你们3个谁知道这个弟子是哪个山峰的？”3个金丹修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像羚羊这种一生无法筑基的修士，玄霄宗并不少见，也没有谁会去关注一个无法筑基的废材弟子。看着那条凶悍的雷龙朝着他猛冲而来，羚羊心里有些没底，急忙用意念问混沌炉：“珠儿，你是6阶第1神炉，本事大，可不可以帮我抵御1道或2道劫雷？”珠儿冷哼一声，骂道：“真的是一个没用的软蛋，连筑基雷劫都害怕。劫雷是天道给修士的考验，也是天道对修士的褒奖。如果你连劫雷都承受不了，那活着也就是浪费修炼资源，还不如被劫雷劈死。自己的因果需要自己来扛，扛得过就得到天道赐予的能量，修为精进；扛不过就生死道消，别再浪费修炼资源。”羚羊想不到这个气灵这么的毒舌，以后没事还是尽量少招惹他。不过珠儿说的也有道理，连天道的考验都要逃避，还修什么仙呢？羚羊一时就明悟了，劫雷是每一个修仙者必须要经历的劫难，是磨练修士意志、考验修士心性重要一环。如果采用作弊的方式逃避雷劫，那渡劫就失去了意义。躲得了初1，躲不了15，筑基不死，金丹也逃不过被劫雷劈死。羚羊一时心智就坚定起来，他要用自己的意志和身体接受天道对他的考验，就是被劈死了也无怨无悔，反正他也到了寿终正寝之际，能在劫雷下活下来就是赚了。轰隆隆的一声巨响，雷霆轰然劈下，羚羊所在洞府瞬间化为齑粉，雷龙轰击在羚羊的身上，把他击倒在地，身上的衣服和毛发都被雷火烧了个精光，皮肤也一片漆黑皲裂，那流出来的血液
瞬间就被蒸发成干硬的血斑。羚羊已经处在了临死的边缘，因为他丹田里的元气在抗击第一道劫雷过后已经消耗已尽，而储物戒指里又没有灵石来补充灵气，在缺乏灵气来源的情况下，仅仅是凭着刚刚激活的混沌神体，羚羊是绝对抗不过下一道劫雷。羚羊看到储物戒指里连一颗灵石都没有了，他很是绝望。他想着向任天宇借一些灵石，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可是他受伤太重，发出声音很是微弱，根本就穿透不了那么远。他多次呼叫，任天宇他们都没有听到，他们三个在讨论着什么，根本就没有认真查看过羚羊的糟糕状况。羚羊还是炼气期，神识太弱，还无法施展传音入命，只能是干瞪眼。想到自己刚刚摆脱了寿元将近的困局，现在又处在了筑基劫雷下的危险境地，羚羊不由得感叹命运多舛。他内视了一下石海里的混沌炉，混沌炉似乎正在沉睡，叫醒珠儿，珠儿也无法给他灵石。在这种情况下，羚羊正在度筑基劫雷，又能去哪里寻找灵石来补充灵气？由于他是神体筑基，消耗的灵石量要比普通的修士筑基多得多。通过刚才的灵气消耗，他大致估算了一下，这次筑基起码需要1000枚灵石以上，也许1000枚灵石都不够。羚羊在玄霄宗做一个外门弟子，1个月的月历才15块灵石，1000块灵石对于羚羊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第二道劫雷还在酝酿，就像是一把悬浮在羚羊头顶上的利剑，随时都可以剥夺他的性命。任天宇4人并没有注意到羚羊缺少灵石筑基，看着倒在地上浑身漆黑的羚羊，任天宇就用神识粗略探查了一下他，发现羚羊还有气息，顿时就松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没死就有希望。一位金丹巅峰长老皱着眉头问道：宗主，这是什么灵根引发的雷劫？另一个金丹修士摇了摇头说道：应该是极品变异灵根，不然也不会出现天地异象。任天宇看了2个金丹修士一眼，说道：劫雷化形，那是极品变异灵根在结丹时才会出现的天地异象，此子筑基就出现了劫雷化形这等天地异象，如果他能扛过雷劫，那是我们凌霄之福。任天宇扭过头对一个金丹修士说道：长句，你速速回宗门人事堂查明这名弟子身份，同时让丹哥把最好的疗伤丹药送到这里来，一旦雷劫结束立即抢救。那个叫长句的金丹巅峰修士领命后就转身御剑朝宗门人事堂飞去。任天宇他们自然看不出这是混沌神体引发的天地异象，所以他们都很惊讶。在清玄大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混沌神体筑基，所有人都误以为羚羊是某种极品特殊灵根。这时一道亮丽的青色身影从空中翩然而下，衣袂翻飞如碧波荡漾，眨眼间就飘落在任天宇3人前面。来人正是青蓝宗圣女青灵儿。任天宇看到青灵儿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涌上心头。青灵儿莫非是被天地异象吸引过来，要与玄霄宗抢人才吗？他们这些二流宗门往往很难留得住人才，宗门里一旦出现天赋异禀一点的弟子，就会被上面一流宗门挖走，所以任天宇对青灵儿的出现心里很是抵触。清玄大陆修炼资源的分配是按参加东域宗门比赛的弟子排名来分配的，哪个宗门的弟子综合实力排名靠前，分配到的修炼资源就多。现在青蓝宗来玄霄宗抢人，任天宇自然是不高兴，虽然心里抵触，但是任天宇表面上还是不敢怠慢。他与2个金丹修士急忙上前行礼：玄霄宗宗主任天宇，欢迎圣女驾临玄霄宗。青灵儿只是金丹巅峰修为，但是她是青蓝宗圣女，在青蓝宗的地位和身份都要高出任天宇一头。作为青蓝宗下属宗门的宗主，任天宇见了青灵儿是要行礼的。青灵儿轻轻挥了挥衣袖，轻声说道：玄霄宗出现天地异象，我奉师尊之命前来查看，不必多礼。任宗主，这是你宗门是哪个天才弟子在镀金丹雷劫？任天宇一时语塞，竟然应答不上来，就是能答上来他也懒得搭理。青灵儿虽然身份地位高，但是在清玄大陆宗门圣女大多都是没有实权，所以他还管不了任天宇这个下属宗门的宗主。青灵儿看到任天宇沉默不语，微微一笑说道：看来任宗主对宗门之事不是那么的尽心，宗门里这么一个妖孽弟子，宗主都不知道情况，真的是让人吃惊。站在一旁的金丹修士急忙解释说道：圣女，那个弟子不是渡劫丹雷劫，他是在渡筑基雷劫。青灵儿闻言惊呼起来：他是在筑基，不是结丹，筑基还能降落化形雷劫？怎么可能？青灵儿急忙用神识查看了一下还躺在地上的羚羊，他的脸唰的一下就红到了脖颈，因为羚羊身上的衣服和毛发都被雷火烧了个精光，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男人身体的青灵儿一时羞得满脸通红。不过羚羊带给他带来的震撼马上就取代了羞涩，这个家伙真的是在渡筑基雷劫吗？青灵儿不由得感叹起来，筑基都会降下化形劫雷，这是怎样一个妖孽？如果把他收入宗门，肯定算是大功一件。青灵儿便很是认真地查看了一下羚羊的身体状况，他发现羚羊的情况很是糟糕，身边竟然没有一颗灵石，没有灵石筑基，还降落化形雷劫，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灵石都没有，还筑什么基？这是在找死吗？一时他的眉头紧蹙，心中不免怒火上涌，这个凌霄宗是怎么回事？这么一个妖孽弟子筑基，
竟然连灵石和疗伤丹药都没有给他配备。但这毕竟是玄霄宗的事情，他也管不住，人家想怎么做都与他青灵儿没关系。想到师傅要他把这个小子带回缥缈峰，青灵儿一时头都大了。这个家伙没有灵石就筑基，难道要带他的尸体回青兰宗吗？看到情况紧急，他咬着嘴唇，就狠下心来取下自己的储物戒指。他有些心疼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储物戒，用意念打开戒指后，就把储物戒指朝着羚羊扔了过去。他想，如果羚羊死在劫雷下，那他这些灵石就让师傅给他补充回来。他这是在替师傅做事，也是为宗门做事，总不能亏本。羚羊正在为没有灵石感到绝望时，耳畔突然传来了一个很是轻柔的女声：“接住我的储物戒指，里面有灵石和丹药。”青灵儿抱怨着说道：“你这个家伙也真是的，连灵石都不准备就开始筑基，你是看不开想寻死路是不是？如果你筑基成功，别忘了还我灵石。”羚羊听到灵石2字，心里一阵狂喜，伸手就抓住漂浮在他面前的那个精致小巧的储物戒指。拿到储物戒指后，他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姿窈窕、凹凸玲珑的美女正在看着他微笑。他自然认识青灵儿，这个高高在上的青兰宗圣女，平时都是一副高冷的形象，没有想到她也来到了这里，而且还主动借给他灵石。羚羊无法传音，就冲着青灵儿点了点头，表示感激。他从青灵儿储物戒指里取出1000灵石，堆放在身体的4周，然后就刻盘坐下来，运转混沌炼气诀。随着功法的运转，灵石里的灵气都被羚羊抽了出来，那浓郁的粘稠的灵气聚在一起，朝着他汇集而去。在羚羊的头顶上方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从百会穴灌入到他的身体里。有着灵气灌入，羚羊的经脉得到了灵气的滋润，变得异常的活跃起来，而且急速膨胀变大，以最快的速度把灵气输入丹田里，丹田也跟着膨胀了一圈。在筑基丹的作用下，加速把元气压缩成液态。修士在炼气期，丹田里的元气都是气态，筑基就是把气态元气转化为液态元气，让丹田能够储备更多的元气。由于混沌炼气诀是超过天阶功法的存在，特别强劲，而且吸收灵气的速度非常快，同时在丹田里液化元气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10多分钟后，羚羊感觉自己的丹田虽然比起以前扩大了1倍，元气液体已经装了小半的丹田，只有装满整个丹田才算筑基成功。筑基时丹田扩展的越大，能装下的元气越多，筑下的基础就越好，战斗的能量就越强。丹田里装了小半液态元气，他身体周围堆放的灵石已经耗费了大半，被抽空灵气后的灵石都变成了白色粉末，散落一地。羚羊又从青灵儿的储物戒指里取出500灵石，堆放在身体周围。羚羊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吸收灵气了，因为第2道劫雷已经孕育而成。他运转混沌炼气诀，调动丹田里的元气来运养身体的肌肉和骨骼。这个时候他必须把身体里所受的伤都修复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下一道劫雷的到来。混沌神体虽然吸收了不少雷能量，但是羚羊的身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混沌神体还没有晋级到第1层，只是身体的强度比起渡劫前强悍了许多。这时天空中雷声轰鸣，电光闪耀，乌云都已经压到了山顶，整个山峰都变得漆黑一片，仿佛就像是末日就要来临一般。突然天机闪过一道紫色光亮，朝着羚羊直击而去。青灵儿尖叫一声，天呐，竟然是紫色雷霆，竟然是传说中的紫色雷霆！轰隆隆的一声巨响，整个晨曦峰都晃动起来。玄霄宗那些跑过来看热闹的炼气弟子被震得稳不住身子，纷纷摔倒在地上，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少轻伤。他们想不到来看个热闹也有风险。雷声过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劫雷的中心处，他们都想看看这个还没完成筑基的小修士会不会被这传说中的劫雷劈成一堆焦肉。紫色雷霆劈落的刹那，羚羊全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被紫色雷霆击倒在地上，全身的肌肤几乎全部都被紫雷烧成了漆黑一片，意识已经变得有些模糊，处在临死的边缘。炼体炼气2部功法同时疯狂运转，抵御着紫雷能量的对他身体的肆虐。吃啦一声响起，在暴躁的紫雷能量的肆虐下，他左肩一块血肉被雷光撕开，露出他那泛着金光般的骨骼，一种剧烈的疼痛感差一点让他痛得昏迷过去。这时羚羊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他似乎回到了童年，母亲把他搂在怀里，哼唱着童谣。他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很想就这么睡去，永远睡在母亲的怀抱里。突然他胸口的玄天玉颤抖了一下，羚羊的耳边像是传来了母亲的呼喊，叫他快点醒过来，不要沉睡过去。羚羊心里一惊，意识一下就清醒过来，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渡住击雷劫，不是躺在母亲的怀里，如果就这么沉睡过去，就永远醒不过来了。在大兽降临之前又活了过来，还没有活多久，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一道紫雷还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在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下，羚羊咬着牙坚持着，只要坚持下去，紫雷能量在混沌神体的吸收下就会越来越小，他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大，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在羚羊身上的紫色雷霆能量被混沌神体吸收已经超过了1半，对身体的伤害已经慢慢减弱。羚羊已经挺过来了，用不了多久他的身体就会全部恢复，
在吸收了紫雷能量后，他的骨骼由金色变成了紫金色。只要给羚羊时间，羚羊就可以把紫雷摧毁的身体全部修复。但是还有最后一道劫雷还没落下，劫雷会给羚羊时间吗？他在与时间赛跑，抢在第3道劫雷来临前修复好身体，他就能活下去，否则他就会死在第3道劫雷下。然后就在羚羊的身体只修复了20%时，天空中的雷鸣声再次响起。羚羊知道他已经没有时间了，第3道劫雷马上就要落下。他想不到第3道劫雷竟然来得这么快，上天给他开了一个玩笑，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但是这希望也只是昙花一现，身体还没恢复，第3道劫雷就接踵而来。这是在宗门里的玄霄宗弟子都被羚羊的雷劫吸引了过来，他们都站在远处观望羚羊渡劫，一个个都紧紧屏住呼吸，双手握拳，看起来比羚羊还要紧张。有些人认识羚羊，只是好奇羚羊怎么变年轻了。有一个望星峰的弟子问站在他旁边的弟子道：“渡雷劫那人很像是宗门废柴羚羊。”另一个弟子接嘴就大声惊呼起来：“天呐，真的是废柴羚羊！90多岁筑基还引来这么吓人的雷劫，天道是不是弄错了？别瞎说，我听师傅说化形劫雷只有极品变异灵根的修士破境才会出现，说不定羚羊是一个天才。”众人闻言都哄堂大笑起来，紧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嘲笑的声音：“哈哈哈，90多岁的筑基天才，玄清大陆仅此一人，说不定还会被一流宗门抢走。”就在这些玄霄宗的弟子都在议论纷纷时，任天宇心里忐忑不安。自青灵儿到来后，任天宇心里一直都是七上八下的，很是不平静。他一直都在想办法，怎么才能够把羚羊留在玄霄宗，而不被青灵儿带走。雷劫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如果羚羊死在劫雷之下，那他与青灵儿只是白看了一场戏。一旦羚羊活了下来，玄霄宗就要做好与青灵儿抢人的准备。玄霄宗这些年来没有招收到一个有天赋的弟子，人才缺乏，每年的东域宗门弟子大赛成绩很差，分配到的修炼资源就越来越少，宗门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强者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强大。如果能把羚羊留在玄霄宗，凭着羚羊筑基引来化形劫雷这种天赋，在3个月后的东域宗门弟子大比上，肯定能够进前100名。现在青灵儿过来抢人，玄霄宗还能够留下羚羊吗？看着落下来的紫色雷霆，青灵儿一双美目瞪得大大的。他以为羚羊会在紫色雷霆落下后就会死去，他的灵石也会跟着打了水漂，只能回去向师傅讨要，因为那紫色雷霆就是他这个金丹巅峰去扛也会扛不住的。紫色雷霆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结丹雷劫，只存在于传说中，在清玄大陆还没有劫雷降临紫色雷霆的记载。他对羚羊很是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天道竟然为他开了在清玄大陆降落紫色雷霆的先例。如果羚羊能度过雷劫，那他以后的修炼之途将会变得更加的宽阔，前途不可限量。可是羚羊能活下来吗？当紫色雷霆散出时，青灵儿惊奇地发现羚羊竟然盘坐在那个深深的雷坑底部，正在修炼，似乎伤的不是特别重。这个看起来很是年轻的小修士，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凭着筑基都还没完成的躯体，硬是扛下了连金丹修士都难以扛下的紫色雷霆。难道他是铜皮铁骨吗？他不明白羚羊是怎么做到的。青灵儿一时就对羚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急忙传音给羚羊：“坚持住，不要倒下，我的灵石，你一定要活了还我。”羚羊听到青灵儿的传音，心里一暖，这是90年来羚羊听到最暖心的一句话了，心里感动不已，同时也信心满满，不管怎样一定要活下去。当青灵儿听到天上又传来了雷声的轰鸣声时，他的一颗心油悬了起来。看样子羚羊的身体还没完全修复，他能扛下第3道劫雷吗？羚羊抬头看了一眼天际，发现乌云间出现了一头紫金色麒麟状的雷霆，又是劫雷化形，只是这次不是乌龙，而是化成了紫金色麒麟。在经历了前2道劫雷后，羚羊不再害怕，他知道不管他害怕不害怕，劫雷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要落下来的。既然躲不开，那就来吧。虽然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是在吸收紫色雷霆的能量后，羚羊感觉自己的混沌身体离晋级第1层又近了一步。也许在他吸收这第3道劫雷能量后，如果不死，混沌神体必定可以晋级到第1层。这时天空上的乌云突然晃动了一下，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声响起，一只紫金色麒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羚羊猛冲下来。围观的玄霄宗弟子都发出了一声惊呼声，看着从天而降的紫金色化形雷霆，青灵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就是他这个金丹巅峰也抗衡不了这样强悍的化形劫雷。青灵儿不知道羚羊前世是不是得罪了天道，这一世只是助个机，天道这般的责难他，不但降下化形劫雷，还降下传说中的紫色雷霆。然而在雷霆落下之后，出现了让所有的人都惊掉下巴的一幕。这第3道劫雷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似凶猛无比，落在羚羊身上时却没有一点声响。羚羊坐在雷坑底部，稳如泰山，连身子都没有晃动一下。羚羊原本以为这第3道劫雷会比前2道更加的凶险强悍，他也做好了陨落的准备，没有想到这第3道劫雷
竟然是天道赐予他的一团巨大团能量。由于是天道赐予，所以羚羊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这团紫金色能量落在羚羊的身上，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疯狂地吞噬这股无比精纯紫金色能量。随着紫金色能量被疯狂吸收，羚羊体表皲裂的焦黑皮肤开始寸寸剥落，露出底下泛着紫金光泽的新生肌肤。他体内骨骼发出炒豆般的爆响，混沌神体终于在这股能量的加持下晋级到了第一层。在混沌神体晋级到了第一层后，丹田里的元气顿时就沸腾起来，那些已经变成液态的元气就像是一锅煮开了水一样，在丹田里不停地翻滚，堆放在他身体四周。那些灵石里的灵气加速涌入羚羊的丹田，在混沌炼气诀和筑基丹的共同作用下，元气液化的速度非常快。没用多久，羚羊就感到丹田里发生了胀痛感，紧接着体内就传来了一声轻响。羚羊感觉丹田里已经储满了像水一般的元气，而且这些元气不再沸腾，变得异常平静。这时珠儿的声音变得异常的激动：“小子，你还真的是一个大气运之人，竟然是完美筑基。”羚羊有些不太理解，问道：“什么是完美筑基？”珠儿很是得意地解释道：“筑基的品质分上中下三品，而完美筑基是在上品筑基上跟你的修炼意图扎下了良好的基础。完美筑基的修士大多数都具备越一个大级别挑战的能力。筑基初期可以挑战金丹初期，小子，以前我小看你了。”羚羊闻言也很高兴，这个珠儿总算说了一句人话。这时天上的乌云慢慢散出，天空也恢复了蓝天白云，呈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羚羊此刻感觉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混沌神体晋级第一层后，他的经脉比原先拓宽了10倍不止。他急忙内试试海里的混沌炉，发现混沌炉不再是以前那种土灰色，而是呈现出紫金色，炉身还泛着一层薄薄的道晕，那面炉壁呈现出许多文字来。混沌神体晋级到第一层，混沌空间已开启。混沌神体第一层实力相当于金丹中期，这样羚羊就开启了法体同修。现在他法修的境界是筑基初期，由于是完美筑基，所以具备越级挑战的能力。以他筑基初期的实力，可以与金丹初期的修士相抗衡。而他的体修境界是混沌神体第一层，体修实力相对于金丹中期。在清玄大陆，体修没有统一的境界划分，而且体修的境界也无法查看，所以羚羊的体修境界就是他的一张底牌。在别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筑基初期修士，但是他的体修境界达到了恐怖的金丹中期，这样羚羊就在敌人面前隐藏了实力，这对他以后的战斗非常有利。羚羊最关心的是混沌神体晋级后增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能力，可惜的是混沌炉壁上并没有说明。突然他的识海里多出一些信息来，他急忙盘坐下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混沌神体还真的增加了一种新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混沌神体增加了自动护体的反弹功能，只要混沌神体不是受到利器攻击，在混沌神体可以承受范围内都可以反弹对方的攻击力。羚羊对这个自动护体反弹对方攻击的能力非常满意，这种反弹能力不但让自己不受到别人攻击的伤害，还可以反过来击伤敌人。现在混沌神体已经晋级，混沌神体自带的混沌空间已经开启，他也可以进入混沌空间了。羚羊很想进入混沌神体自带空间里看看，可是想到玄霄宗那么多人都在看着他，也就打消了进入空间的想法，等有时间了再慢慢探索。羚羊缓缓睁开双眼，看到青灵儿正微笑着朝他走了过来，看着青灵儿那绝美容颜，一时有些呆愣。他刚想站起来迎接青灵儿，想表示一下感谢，青灵儿传音嗔骂道：“劫雷都结束这么久了，你还不穿上衣服，光着身子舒服吗？”青灵儿骂完就转过身去，羚羊这才想起刚才雷火烧光了他的衣服，一时竟然忘记自己还没穿衣服这事了。他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急忙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套玄霄宗弟子服来穿上。由于他激活了混沌神体，身体比起以前长高了1寸，又健硕了许多，那套衣服根本就穿不进去，他只好把衣服系在腰间，当做了一条短裙，样子很是滑稽。这时被任天宇派回宗门调查羚羊身份的那个长巨带着一个金丹初期老头急匆匆赶了过来，两人从飞剑上飘落下来，长巨就推了一下金丹初期老头。金丹初期老头慌张地跑到任天宇面前，躬身行礼说道：“望新风执事赵鹏举见过宗主，那个正在筑基的弟子是我徒弟羚羊。”任天宇表情平淡看了一眼，说道：“既然是你徒弟，等会你就劝劝他，让他留在玄霄宗，不要让圣女给拐到青兰宗去了。只要他不愿跟着青灵儿去青兰宗，我玄霄宗可以给他一个亲传弟子名额。”这时任长巨看到青灵儿朝着羚羊那边走了过去，也就急忙对赵鹏举说道：“快点过去，别让青灵儿抢先了。”当青灵儿转过身来，看到羚羊把衣服当作裙子系在腰间，那样子说有多滑稽就有多滑稽，青灵儿忍不住就咯咯大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纤细的腰肢完成一道优美的弧线。片刻后，他才站直身子，向羚羊伸出一只白洁娇嫩的玉手，说道：“给我。”羚羊一时弄不懂青灵儿什么意思，一双眼睛呆愣愣地盯着青灵儿，有些摸不着头脑。青灵儿看到羚羊这么呆头呆脑的，觉得很是好玩，就嗔骂道：“你怎么就这么笨？
你拿了我的储物戒指，你难道不打算还给我了？里面还有着我许多私人物品的，不能给你看。林阳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他想不到自己这么不足用，见到青灵儿就发懵了。青灵儿在关键时刻借给他零食，就算是林阳的救命恩人，林阳对青灵儿自然就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急忙拿出青灵儿那个小巧精致的储物戒指，双手拿着递给青灵儿，说道：“很是感激圣女，在关键时候能主动借给我零食，以后我会尽快还上的。”青灵儿收起储物戒指，轻声说道：“恭喜你，筑基成功。”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很是惊奇地问道：“你认识我？”林阳点头说道：“我是玄霄宗弟子林阳，当然认识圣女。上次你来玄霄宗，我站在远处看了你一眼的，你那高傲清冷、娇艳亮丽的形象，在我心里就如高高在上的仙子一般，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记住你了。”青灵儿听了林阳夸赞她像仙女一般漂亮，心情很是美丽，笑着露出2颗小虎牙来，美眸中闪过一丝欣喜，说道：“你这人看起来呆头呆脑的，想不到还挺会说话。我是被你筑基引起的天地异象吸引过来的，奉师尊之命前来邀请你加入青蓝宗。”就在这时，任天宇带着林阳的师傅赵鹏举朝着林阳这边跑了过来，两人的身后还跟着林阳的小师妹静雯。林阳看到赵鹏举和静雯，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可以说，在玄霄宗，林阳第一讨厌的人是静雯，第二讨厌的人是赵鹏举。他不明白宗主把赵鹏举和静雯带过来是什么意思。那个小师妹静雯凭着自己长得漂亮，得到师傅和几个师兄呵护，很是自傲霸道，平时对林阳特别嫌弃，经常冷嘲热讽，朝林阳是宗门废柴。最过分的是，他看到林阳就吐口水。有一次师门聚会，林阳碰巧站在他旁边，他当时板起脸骂林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意往他身边贴，害得那些师兄师姐都以为他林阳喜欢静雯，想追静雯，搞得林阳很是恼火。从那以后，林阳总是远远躲着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而师傅赵鹏举也非常看不起林阳。赵鹏举平时对弟子训话时，总是拿林阳做反面例子，说什么不要像废柴林阳那样，下辈子都筑基不了。林阳跟了赵鹏举20年，他只是传授给林阳一点点基础的修炼法门，从没认真指导过林阳。林阳后来索性就再也不去听他授课，自己去宗门藏经阁学习修炼功法。要不是宗门规定不准改变师门，林阳早就另选师尊了。不过说实话，也没有一个师傅愿意教导林阳这样一个无法筑基的修炼废材。他在玄霄宗80多年，只有开始那几年还算过得舒心，后面就经常被人嘲笑和谩骂了。在他的记忆里，就没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就在林阳回想起过去那些让他憋屈的往事时，一个强势而尖锐的女声响起：“林阳，你这个废柴，傻傻的呆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点过来向宗主和师傅行礼！”林阳看到静雯快步走到他前面，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指着林阳的鼻子大声呵斥。他依旧穿着那身鹅黄色长裙，下巴高高扬起，眼神中流露出那种常见的蔑视。而赵鹏举则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灰白长须随风飘动，眼中满是复杂神色。他看了一眼林阳，厉声喝道：“你这孽徒，还不快过来拜见宗主！”林阳嘴角微微上扬，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若是从前，他必定会诚惶诚恐地跑过去行礼。自从宗门送给他3个送魂香后，他就不再是玄霄宗的弟子了。3根送魂香就意味着林阳与宗门恩断清绝。玄霄宗的那个废柴弟子林阳已经死去，现在的林阳天生混沌神体，还是一个完美筑基的天才妖孽了。静雯见林阳不动，眼中闪过一丝恼怒，怒吼道：“林阳，你聋了吗？师傅叫你过来，你听到了没有？”青灵儿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红唇微抿，似乎在强忍笑意。任天宇看到赵鹏举师徒在呵斥林阳，就很是恼火地瞪了静雯一眼，心里暗暗骂道：“这对蠢猪师徒，老子叫师徒俩过来，是帮我用师徒情分感动林阳，让林阳留在玄霄宗。妈妈批的，你俩这种态度，这不是在拆我的台，要把林阳逼走吗？”他轻咳一声，走到林阳身边，和颜悦色地说道：“林阳，恭喜你筑基成功。”林阳这才缓步向前，走到任天宇面前，向任天宇拱手行了一个晚辈礼，而不是弟子礼，然后又转身走到距离赵鹏举2丈处停下，拱手打招呼道：“赵前辈，多年不见，别来无恙。”林阳没有叫赵鹏举师傅，而是改口叫前辈，也就是说，他与赵鹏举已经没有师徒情分了。赵鹏举脸色一沉，怒喝道：“孽障，你叫我什么？是想欺师灭祖吗？”林阳呵呵一笑，说道：“欺师灭祖？那我请问赵前辈，你传授给了我什么修炼功法？在什么时候指导过我修炼一次？既没传我功法，又没指导过我修炼，何来师徒情分？又怎能说的是欺师灭祖？”赵鹏举被林阳的问得哑口无言，他大脑里急速运转，想找出曾经教导过林阳的实力来反驳林阳。可是他想了半天，愣是没有想出自己教导过林阳一次的情景来。这时他才想起，自己确实没有重视林阳，也没有教过他什么。平时林阳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弟子，没有一点存在感。静雯看到师尊无话以对，脸色一变，喝道：“林阳，你这是什么态度？师父含辛茹苦教导你那么多年，你就这样忘恩负义？教导？”林阳眼中寒光一闪，
是把我用作反面教材来教导你们吧？围观的玄霄宗弟子开始窃窃私语。这些年来，赵鹏举却时常在公开场合贬低羚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赵鹏举看到羚羊当着宗主和宗门这么多弟子的面顶撞他，一张老脸觉得没处搁，愤怒道：孽障，你敢如此侮辱师尊，今日为师就要清理门户！赵鹏举怒喝一声，金丹初期的威压骤然爆发，抬手便朝着羚羊打出一掌，掌风呼啸间竟隐隐有风雷之声。围观众人惊呼出声，羚羊一个刚刚筑基的小修士，怎么可以抵挡得住金丹修士的一击？任天宇看到赵鹏举出手教训羚羊，脸色大变，急忙喝道：住手！赵鹏举，你想做什么？然而已经晚了。砰一声闷响，赵鹏举的凌厉掌节结实实拍打在了羚羊胸口上，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就连青灵儿也看得目瞪口呆。这一掌速度并不快，羚羊完全可以避开。所有的人都不明白羚羊为什么不躲开，而是选择用身体硬扛金丹初期修士赵鹏举的这一击掌力。就连赵鹏举都懵逼了，他没有击伤羚羊的本意，掌力也只是用了70%功力，只是面子上过不去，一时恼怒想教训一下羚羊而已。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缓缓打出来的这一掌，羚羊竟然选择不躲避，直接用身体承受下来。羚羊这是什么意思？是想找死吗？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赵鹏举发出啊的一声惨叫，整个人就倒飞出去，重重摔在5丈开外的地上，嘴角溢出血迹来。而羚羊依然站在原地，连一脚都没动一下。这怎么可能？静雯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围观的玄霄宗弟子一片哗然，一个个都呆愣住了。赵鹏举以金丹初期的实力打了羚羊一掌，羚羊没事，反倒是赵鹏举倒飞受伤，这是一个什么道理？赵鹏举找谁去说理？羚羊也有些意外，他想不到混沌神体的这个自动护体反弹功能真的是太爽了，简直就是一个装逼的利器。青灵儿看到这种诡异的情景，美眸中闪过一丝异彩，随即他就明白了，这个家伙还是一个体修，而且体修的实力已经不弱于金丹初期。他在心里嘀咕道，这个家伙有意思，如果把他招进青蓝宗，那宗门就捡到宝了。任天宇眼中金光爆闪，惊骇地叫出声来，体修，法体同修。他吞咽了一下口水，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羚羊留在玄霄宗。如果羚羊能够留下来，凭着羚羊这堪比金丹的体修实力，在半年后东域宗门大比中夺得一个好名次应该没有问题，这样就可以为玄霄宗迎来一个很好发展机遇。羚羊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缓步走向倒地不起的赵鹏举，每一步都仿佛他在众人心上。他看到一眼还坐在地上疗伤的赵鹏举，语气很是平静地说道，赵前辈，你打我这一掌，我受下了，算是还了你当年的收徒之恩，从此我俩两清，再无瓜葛。说完，他再也没有看赵鹏举一眼，便转头看向静雯，脸上流露出玩味的笑容来，说道，至于你。静雯看到羚羊朝他看来，下意识后退了2步，惊恐地喝问道，羚羊，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羚羊突然笑了，说道，放心，我还看不上你这个垃圾货色，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抬手一挥，就朝着静雯打出一道混沌能量。混沌能量在半空中化作一只闪着紫金色光芒的手掌，朝着静雯的脸上抽去。啪！羚羊的凌厉手掌抽在静雯的左脸上，抽得静雯倒飞出去。她精心打理的发髻应声而散，长发披散下来，在空中飘散，然后就重地摔倒在地上，左脸迅速肿胀起来，浮现出一个红肿的巴掌印。羚羊走到静雯身边，看着倒在地上的静雯，冷笑一声，说道，这一巴掌是还给你这些年来涂在我身上的口水，如果你还不满意我的这一巴掌，我不介意癞蛤蟆吃一次天鹅肉。静雯被一个废柴抽了一巴掌，她一时羞愤欲死，但是看到羚羊那犀利的目光，心里打了一个冷战。任天宇见状，怕羚羊受不住手把事情闹大，就急忙上前拉住羚羊。任天宇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看向羚羊，声音低沉而诚恳，羚羊，玄霄宗确实亏欠于你，这些年宗门未能识的真龙是老夫眼拙。他上前一步，袖中手掌微微发颤，却仍保持着宗主的气度，说道，但今日老夫以玄霄宗第37代宗主之名向你保证，若你留下，宗门藏经阁，禁地随你进出，药源千年灵药任你取用，你以后所需的修炼资源都由宗门提供。玄霄宗的那些围观弟子听了宗主的话，又是哗然一片，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铁公鸡宗主今天猛然变得这么大方起来。宗门亲传，修炼所需资源全由宗门提供，那就意味着羚羊以后就再也不为没有修炼资源而发愁了。这些玄霄宗弟子一个个都羡慕不已，他们没有想到曾经的宗门废柴，如今一步登天，成了宗门倾尽全力培养的妖孽了。羚羊摇了摇头，刚想开口拒绝，任天宇就挥手打断他，劝说道，羚羊，如果你跟着圣女想去加入青蓝宗，青蓝宗肯定开不出这么高的价格，不信你可以问问圣女。任天宇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看向羚羊，声音低沉而诚恳，羚羊，玄霄宗确实亏欠于你，这些年宗门未能识的真龙是老夫眼拙。他上前一步，袖中手掌微微发颤，却仍保持着宗主的气度，说道，青蓝宗资质妖孽的弟子很多，
筑基弟子中甚至都有东域排名前3的弟子。你加入青灵宗，还得从普通弟子做起。虽然你筑基带来了天地异象，但是也不可能直接就让你晋升为亲传，他们还要检查你的资质，对你进行考核。一流大宗不像我们玄霄宗这种小宗，宗门里的关系很是复杂，弄不好你卷入宗门的派系斗争中去，做了别人的炮灰，名为鸡头，不为凤尾，留在玄霄宗可以得到整个宗门倾力培养。林阳从没加入过一流宗门，也就不清楚一流宗门的一些规矩。现在听任天宇这么一说，也就有些犹豫起来。他看了青灵儿一眼，流露出询问的目光。青灵儿看到林阳朝他看来，他轻轻点了点头，说道：确实如任宗主所说，我可以保证你能加入青蓝宗，但是不能保证你能成为内门弟子，更无法保证你成为亲传弟子。青蓝宗的内门弟子、核心弟子和亲传弟子都必须要参加考核选拔的。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本事，就没有必要在乎初始身份，进入宗门后再参加宗门的考核，不就成了内门弟子、核心弟子或亲传了吗？青蓝宗是一个一流宗门，是玄霄宗这种2流宗门无法比拟的一个大的平台，不但可以拓宽你的眼界与格局，还给了你一个可以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林阳点头表示赞同，强者并不在乎什么初始身份，就算开始是一个杂役弟子，给他平台照样可以崛起。任天宇看到林阳被青灵儿说动了心，就急忙加大筹码，说道：林阳，如果你愿留在玄霄宗，我可以给你少宗主的位置。还捂着脸坐在地上的静雯听到宗主任天宇说要给林阳少宗主的身份，顿时就被怔住了。他怎么都理解不了任天宇为什么那么重视林阳，一个90多岁才筑基的废柴，就算他筑基带来天地异象，那也是废柴体质，谁又能保证林阳结丹会很顺利？他心里暗暗着急，希望林阳不要答应任天宇。如果林阳真的成了玄霄宗的少宗主，那林阳的地位比他师父还要高了。有着林阳在宗门里压着，他静雯这一辈子就别想报这一巴掌之仇了。林阳听完任天宇的话，思索了一会，说道：谢谢任宗主的抬爱，林阳很是感激。世界这么大，我想去闯闯。林道友。任天宇苦涩地改了称呼，是玄霄宗没这个福分。林阳转身看向青灵儿，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说道：那就麻烦圣女帮我向青蓝宗举荐一下。青灵儿嫣然一笑，明艳不可方物，这是自然，我就是奉师尊之命前来接你去青蓝宗的。林阳，你现在就可以与故人告别，去处理一些事情，可以等你1天时间。等你处理完事情后，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回青蓝宗。林阳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我都被人送来晨曦峰了，还有什么事没处理？该告别的早已告别，该处理的事也早就处理好了，我孤身一人，毫无牵挂，现在就可以跟着圣女离开。任天宇见事已至此，只得叹息一声，从袖中取出一枚储物戒。林道友，这里有些灵石和丹药，算是玄霄宗的一点心意。他日若在外遇到困难，玄霄宗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玄霄宗走出去的弟子。任天宇想到，既然留不住林阳，也没有必要恶语相加，送林阳一点礼物，也算留下一份善果。因为谁都不知道那片云彩会下雨。林阳略一迟疑，还是接过了储物戒指。多谢宗主厚礼。林阳想到自己身无分文，此去青蓝宗情况不明，前途迷茫，身边有点灵石也可解燃眉之急，心里也安稳一些。青灵儿看到林阳可以马上离开，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玉手轻抬，一道青光闪过，一艘精致的飞舟便出现在众人面前。走吧。他朝林阳示意道。林阳最后环顾了一眼晨曦峰，站在晨曦峰上，看着烟雾缭绕的玄霄宗，暗暗感叹一声，这个他待了90余年的地方，今天就要告别了。他又扫视了一眼玄霄宗的那些弟子，流露出复杂的表情来。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弟子们，此刻都低着头，不敢与他对视。林阳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这些曾经骂他是修炼废柴的宗门同僚，以后相见就是不在一个层次上了。且慢，小友请留步。就在林阳准备踏上非洲时，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只见一位白发老者踏空而来，正是玄霄宗的唯一的化神后期太上长老欧阳明瑜。林阳自然认识他，欧阳明瑜就是应霞的老公。在玄清大陆，一般2流宗门最高战力也就是一个化神修士，加上10多个元婴修士，而3大1流宗门每个宗门化神修士都有10个以上，具体到底有多少个谁都无法说清楚。在清玄大陆的飞升通道关闭后，修士修炼到化神巅峰就无法破境了，只能是卡在化神巅峰等待寿元将至。而修士修炼到了化神后，就不再理会宗门事务了。化神们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探寻飞升法门，寻求飞升之道，要离开这个清玄大陆，飞升到高级别的位面玄灵大陆去。欧阳明瑜很少在宗门露面，林阳在玄霄宗待了90余年，也只见过他2次。看到欧阳明瑜踏空而来，心里一阵的紧张。他不知道这个从不管事的太上长老跑来做什么，他急忙向前行礼，招呼了一声：欧阳师叔。欧阳明瑜摆了摆手，没有理睬任天宇。他那犀利的目光灼灼地盯着林阳，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子，才说道：小子，老夫观你体内灵力浑厚，根基稳固，绝非寻常筑基可比，你可愿拜入老夫门下？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就连林阳的师傅赵鹏举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静雯更是大脑短路，
都不明白宗主和太上长老怎么就这般的看重羚羊，一个90多岁才筑基的废柴，天赋再好，能够好到哪里去？欧阳明鱼在玄霄宗地位超然，自从他修炼道化神后，就没有再收弟子了，一心全都扑在寻找飞升机缘上。由于他懂得一点天机术，所以在玄清大陆化神修士当中，他的威望很高。也正因为这样，应霞背后的人才派应霞到欧阳明鱼身边卧底，以盗窃欧阳明鱼对飞升之谜的探索成果。只是欧阳明鱼人老成精，应霞在与他结为道侣20多年，都没能从他那里得到关键东西。后面欧阳明鱼干脆就不怎么理睬应霞，10多年都没有回宗门，导致应霞与羚羊勾搭在一起，天天跑到羚羊那里吸取羚羊的阳气。今天欧阳明鱼刚才外面游历回宗，他一进宗门就发现宗门的晨曦峰上出现了天地异象，他似乎捕捉到了一丝飞升的机缘，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隐隐觉得这天地异象似乎与飞升有所关联。他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宗门弟子筑基引来的化形劫雷，他便用神识在暗中观看了羚羊筑基的整个过程，觉得这个筑基小子很不简单，说不定与他寻找飞升机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霞背后的人那么重视玄天玉佩，羚羊认为母亲留给他的这块玉佩很有可能与飞升有关联。再说这个欧阳明鱼的道侣应霞与羚羊曾经有着那么长时间的瓜葛，羚羊在欧阳明鱼面前有些心虚，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就拒绝说道：多谢前辈厚爱，只是晚辈已经答应圣女。欧阳明鱼叹了口气，就摆了摆手说道：凡事都讲究缘分2字，你我既然无师图缘分，老夫也不强求，罢了罢了。说着他就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简扔给羚羊，这是老夫的传讯玉简，日后若有需要可随时联系。说完他身影一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青灵儿看到欧阳明鱼送传讯玉简给羚羊，还说可以随时联系，这是化神后期大能的传讯玉简啊。青灵儿想不到欧阳明鱼这么看重羚羊，心里很是为羚羊感到高兴，能得到化神大能的肯定，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羚羊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羚羊郑重接过玉简，朝着欧阳明鱼离去的方向再次行礼。羚羊也向任天宇躬身行了一个晚辈礼后，就登上飞舟。青灵儿掐诀催动，飞舟顿时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羚羊站在舟头，望着越来越小的玄霄宗山门，心中百感交集。怎么有些舍不得？青灵儿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旁。羚羊摇了摇头，苦笑一声，感叹道：只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青灵儿嫣然一笑，放心吧，青蓝宗才是你真正的舞台。青灵儿操控飞舟穿云破雾，速度极快。羚羊站在舟头，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罡风，心中思绪万千。青灵儿看到羚羊情绪不是很高，就想与他聊聊天，问道：羚羊，你刚才应接赵鹏举那一掌用的是体修功法吧？羚羊回过头来看了青灵儿一眼，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谎道：算是吧，我一直都在练体。青灵儿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说道：从小我特别崇拜体修，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是坚持不下去的。你的体修境界已经堪比金丹初期，可想而知你是一个多么能够吃苦的人，我特欣赏你的这一点。羚羊心里暗暗羞愧，他哪里苦苦修炼过体质，他天生混沌神体好不好？不过青灵儿的话还是让他非常的兴奋，被一个美女夸赞，羚羊肯定很舒心。青灵儿继续接着说道：羚羊，你竟然能反弹对方的攻击，这太骇人了。我觉得你站在那里不动，就把赵鹏举震飞出去，那样子真的是帅呆了。羚羊笑而不答，他自然不会透露混沌神体的秘密，也就没有向青灵儿透露。青灵儿看到羚羊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撅着嘴巴嘟囔了一句：真的是一个木头疙瘩头，无趣至极。羚羊讪讪一笑，转变话题问道：圣女，此去青蓝宗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青蓝宗的情况？青灵儿眨了眨眼，狡黠一笑说道：规矩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惹圣女生气，要想办法逗她开心。羚羊闻言一愣，惊疑道：啊，你们宗门还有这样的规矩？青灵儿看着羚羊那傻里吧唧的样子，咯咯笑得花枝乱颤，笑了好一阵子才停住笑，正色道：不逗你了，其实宗门的规矩都差不多，就是与任宗主说到那样。青蓝宗是大宗门，人事关系比较复杂一点，这一点羚羊自然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飞舟飞行了约莫2个时辰，前方出现一片巍峨群山，云雾缭绕间隐约可见亭台楼阁，仙鹤飞舞，那就是青蓝宗了。青灵儿指着前方说道。羚羊放眼望去，只见群山环抱中一座巨大的山门矗立云端，上面的巨幅横匾上书写着青蓝宗3个大字，比例雄浑，气势磅礴。羚羊心里暗暗感叹，一流大宗还是一流大宗，就这山门的气势与玄霄宗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飞舟在山门前降落，青灵儿收起飞舟，守门弟子见到青灵儿急忙跑过来行礼，两人齐呼道：恭迎圣女回宗。青灵儿微微颔首算是回应，然后就带着羚羊穿过山门，一进入青蓝宗，一股浓郁的灵气就扑鼻而来，眼前也变得豁然开朗。只见7座灵峰如利剑般直插云霄，峰顶隐没在一片云雾之中，白玉石铺成的阶梯大路蜿蜒而上，闪耀着银辉，就像是一条白龙盘踞在山体上。山道旁边有着一条清澈小溪，
水面漂浮着许多淡蓝色的灵莲，灵莲在水流的冲击下微微晃动，莲心泛着一层莹莹微光。羚羊的脚步踩在白色玉石台阶上，脚下便浮现出浅浅的符文来。羚羊一时惊骇不已，这整条山道竟然是由阵法构筑而成。青灵儿见到羚羊盯着地面出神，笑着解释说道：“这是登云道，取平步青云之意。新入门的弟子都要走完这999级台阶，算是第一道入门考核。”他忽然就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娇喝一声：“新晋弟子羚羊，入门考核。”声音刚落，青灵儿的身影就像是没入虚空一样消失不见了。突然，整条的石阶大道上泛起一阵银白色光雾来，羚羊的脚步猛然一顿，感觉脚下变得沉重无比，就像是陷在泥潭里一样，举步维艰。这是重力法则啊！羚羊惊叹一声，抬头望去，发现阶梯的尽头隐藏在云霞深处。要是每走一步都是这么的艰难，平常修士恐怕很难走完到石阶路的尽头。青灵儿不提前通知他，猛然间就让他进入考核程序，这给了羚羊一个下马威。羚羊决定要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考核，他不想依靠青灵儿找关系，把他安排进青蓝宗，这样的人情是很难还的。如果凭着自己的资质，就算通不过青蓝宗考核，去做个杂役弟子也无妨。青蓝宗也没有一个师傅是混沌神体，也就没有人能够教得了他。拜师没有意义，只要能够站在青蓝宗这个平台上，做什么弟子都无所谓。当他把脚步再一次踩在白色石阶上时，却发现体内混沌霸体诀自行就运转起来，一股混沌能量依附在他的脚上。那些看似玄奥的阵法威压，在混沌能量的抵制下，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他攀登起白玉阶梯，如履平的一般轻松。羚羊一边走一边观望着青蓝宗的风景，远处是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藏书阁，眼角上挂着的铜铃在山风的吹拂下叮当作响，荡开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灵气波纹。他转过一道月牙状的虹桥时，瀑布的轰鸣声就传入耳畔。他跟随着声音望去，只见百丈银链从那赤色崖壁上倾泻而下，在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竟有数十名弟子踏浪练剑，剑气搅动水幕，折射出七彩虹光，将半片天空都染得七彩斑斓。过了虹桥，天际就传来仙鹤的叫鸣声，一群一展进帐的雪羽仙鹤掠过羚羊的头顶，每只鹤背上都坐着一名彩衣女修，腰间玉佩叮咚作响。羚羊下意识按住被气流掀起的衣角。就在羚羊正在攀登白玉石阶山道时，青蓝宗缥缈峰的一个大厅里，坐着青蓝宗7位灵峰峰主。7位峰主有6位峰主的身后都站着一个筑基初期弟子，这些峰主带一个筑基弟子过来，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得意弟子在这个引起天道异象的羚羊面前露一手，以显示山峰威名。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通过灵力投影看着正在攀登青云路的羚羊。青蓝宗的弟子都是由7大灵峰培养，招收弟子都是由7大灵峰自行招聘。玄霄宗出现天地异象，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妖孽弟子，所以宗门特别重视。因为青蓝宗的宗主暂时不在宗门，就由青灵儿的师父青明道人暂代宗主，处理宗门事务。青灵儿把羚羊带回宗门后，青明道人特意为羚羊一个人开启了入宗考核程序。缥缈峰不属于7大灵峰，是青明道长的修炼之地，也是宗门圣女宫所在地。青明道人让7大灵峰的峰主亲自来缥缈峰观看羚羊的入宗考核。满脸胡须的开天峰峰主淼君，他捋了捋脸上的浓密胡须，向坐在主位上的青明道人拱了拱手，问道：“老祖，那个小子就是在玄霄宗引来天道异象之人？”青明道长点头说道：“出现天地异象后，我就让圣女去玄霄宗把他带了回来，你们7人好好查看一下他，有兴趣可以收为徒弟。”穿着一身火红色长裙，妖娆妩媚的玉女峰峰主红莲妩媚一笑，娇唇轻启，说道：“长得一表人才，英俊帅气，一看就知道是个天赋异禀的妖孽。如果灵根纯正，这个羚羊我玉女峰定下了。”登云路的尽头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的地面都是用青砖铺就。羚羊踏上最后一级白玉台阶时，显得异常轻松，不但没有气喘吁吁，额头连一滴汗珠都未渗出。他站在广场边，抬头望去，广场的边上是一座巍峨的宫殿，宫殿大门的横匾上写着3个黑色大字：策灵殿。大殿的门口站着7个气息强大的修士，5男2女，7人的眼睛都朝他看了过来，目光犀利的犹如7把利剑，仿佛可以看透人心。开天峰峰主淼君捋着满脸胡须，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说道：“这小子走的倒是轻松，灵力醇厚，根基扎实，是颗好修炼的苗子。”碧莲峰峰峰主一身翠绿衣裙的楚梅咯咯笑着说道：“长相清秀，身材匀称，形态洒脱，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俊美天骄。登云道的重力阵法对他似乎毫无影响，应该是一种特殊体质。”一派书生模样的青阳峰主吴云波扇了扇手里的纸扇，点头附和着说道：“体质确实特殊，走完登云路就没有停下来喘口气，很是难得。”青灵儿听到这些峰主都在夸赞羚羊，心里很是高兴。他从大殿里跑了出来，冲着羚羊眨了眨眼睛，招手说道：“羚羊，恭喜通过第1关，接下来是灵根和骨灵测试，请到大殿里来。”羚羊走到大殿门口，向7位峰主行了一个晚辈礼，便随青灵儿步入测灵大殿。测试大殿里，青明道长坐在高台中央的位置上，
冲着林阳点了点头。青灵儿轻声介绍说道：“那个是我师父，是青兰宗的太上长老，化神中期修为。”林阳微笑着向清明道人行了一个晚辈礼，以示尊重。殿内中央矗立着一块通体晶莹的测灵石，足有3人高，表面流转着七彩光晕。7位峰主依次落座于高台之上，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位引起天地异象的年轻人，而他们的那6个筑基弟子则在台下排成一排，观看林阳的测试。上前将手放在测灵石上，清明道人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林阳深吸一口气，缓步走向测灵石，他心里很是纠结，因为他害怕测灵石会测出他的混沌神体来，这样他的混沌神体就会彻底曝光。这里有着7大灵峰的人在看着，人多嘴杂，难免会传扬出去。混沌神体曝光，那林阳在清玄大陆就别想安心过好日子了。但是他考虑到清玄大陆还没人见过混沌神体，估计这测灵石就是检验出混沌神体来，这些人说不定也不知道。再说到了这一步，也由不得他不测试了。林阳于是就伸出手，就在他抬手即将触碰石面的刹那，体内混沌霸体诀突然自行运转起来。他心中一惊，但已来不及收手，手掌便贴在冰凉的测灵石上，一股混沌能量从手掌心就冲进测灵石里。1吸2吸3吸，测灵石毫无反应。殿内一片寂静，7位峰主面面相觑，脸上写满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淼君猛地站起，测灵石竟毫无反应。青灵儿脸色煞白，快步上前检查测灵石，自言自语地问道：“是不是测灵石出了问题？”清明道人抬手了抬手，说道：“测灵石无碍，灵儿退下。”就在众人都无法理解测灵石为什么没有反应时，突然测灵石发出一声轰鸣声，紧接着测灵石边上的9盏灵灯全部亮起，而且越来越亮，发出耀眼的光芒。腰间挂着个酒葫芦，满身酒气的赤阳峰峰主骨一刀瞪大眼睛说道：“怎么可能？9盏灯都亮起，而且是超过一般的亮，难道是9灵根体质？世上哪有9灵根修士？5行灵根都算杂灵根了，9灵根那还不就成了废灵根？如果林阳身上同时具备金木水火土5行灵根，还具备变异的冰雷风暗4种灵根，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杂灵根了。不过这世上还没有出现9大属性齐全的修士，如果林阳真的是9灵根，那他也算得上是第一个9灵根修士了。林阳也觉得奇怪，他怎么具备9种属性呢？清玄大陆修士多为5行灵根，极少有冰雷风暗4大变异灵根的修士，只具备1种属性的修士叫做单灵根修士，比如金灵根修士、水灵根修士。单一灵根的修士修炼天赋要高一些，提升修为要容易一些。其次是双灵根修士，具备2种属性灵根的修士叫双灵根修士，同时具备3种以上属性的修士叫杂灵根修士。这样的修士修炼的天赋比较差，连筑基都比较困难。天赋最高的就是单一变异灵根修士，比如冰灵根修士、雷灵根修士，还有阴灵根和阳灵根修士。这是从体质上的分类，不是灵根属性上的分类。林阳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点亮9盏灯，而且点的还是那么亮。测灵石的灯越亮，就代表灵根越纯正。淼君皱了皱眉头，问道：“小子，你是不是输入的灵力不够？快点加大灵力输出，别耽误时间。”林阳扭头看了一眼大胡子淼君，问道：“如果加大力量输出能量，把测灵石长爆怎么办？”他话音刚落，高台上的7大峰主都哈哈大笑起来，台下的那6个筑基弟子都笑弯了腰，青灵儿也忍不住咯咯笑个不停。淼君笑的声音很是洪亮，哈哈大笑着说道：“哈哈哈，小子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你筑基初期的那点力量，就是让你击打100次，也未必伤得了测灵石分毫。快点加大能量输入，撑爆了测灵石，不用你理赔。”林阳刚才输入混沌能量时，他明显感觉到这块测灵石有着要炸裂的迹象，所以他才留了手，只是输入一点点混沌能量。难道真的是输入的能量不够，从而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既然炸裂了测灵石，也不用他负责。林阳就加大混沌能量的输出，随着林阳加大能量的输出，测灵石就开始出现了许多细密的裂纹。突然，砰的一声响起，测灵石炸裂开来，一时碎尸4件。林阳的混沌神体护体功能自动启动，在身体的四周形成了一层紫金色能量屏障，挡住了溅来的碎石。吓得站在一旁观看的青灵儿惊叫一声，急速后退，同时打出一股古金丹灵力，防住了几颗飞溅而来的碎石。高台上的清明道人右手一挥，一道灵力屏障竖立在高台前面，把冲向高台的几颗碎石都挡了下来。站在高台下的那6个筑基初期修士，有2人被碎石击中，鲜血直流。7位峰主豁然起身，脸上写满震惊。测灵石是极品法宝，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损毁的情况。这开天峰峰主淼君胡须颤抖，测灵石竟然……赤阳峰峰主骨一刀身影一闪，出现在林阳的身前，一把抓起地上的碎石，很是认真地查看了一下，说道：“不可能，就算是元婴修士全力一击，也不可能毁掉测灵石。这碎石里竟然蕴含了一丝纯阳能量。”他扭头看了一眼林阳，问道：“小子，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林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没有回答古一刀的问题，而是转过身去，因为古一刀身上的酒味真的是太浓了，就像是从酒缸里抛出来的一样，熏得林阳难受。林阳都不知道这样一个酒鬼
一天要喝多少酒？这时，珠儿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一群蠢货！所有的属性都是从混沌中来，混沌生阴阳，阴阳分五行，五行化万物，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修什么仙？混沌能量可以无视任何规则，淹没一切物品，炸裂区区一块测灵石，有什么值得惊奇？羚羊闻言恍然大悟，他是混沌神体，具备所有属性，点亮9盏灯也不足为奇了。由于羚羊输入的是混沌能量，过于强悍，还真的把测灵石给撑爆了。他愣在原地，看着满地测灵石碎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清明道长气息暴涨，身形一闪出，就现在了羚羊面前。他枯瘦的手掌突然按住羚羊头顶，一股浑厚灵力瞬间灌入羚羊的体内。师傅！青灵儿惊呼一声，羚羊感觉到有一股暖流直接从天灵盖涌入，侵入他的体内。他下意识要运转混沌神体抵抗，突然就听到清明道长的声音：别动，我只是探查你的灵根，不会伤着你的。羚羊便放弃了抵抗，他也知道抵抗一个化神大能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他没有刻意抵抗，但是混沌神体的护主功能已经自动启动，引导着他体内的混沌能量朝着清明道人的那股能量包围而去。眨眼间，混沌能量就把侵入身体里的那股外来能量全部化解。清明道人脸色一变，因为他在羚羊的身体里感知到了一股非常强悍的能量，而这股能量竟然把他输入的能量直接消分解除掉，就那么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急忙收手后退，眼中闪过极为诧异的神色，随即清明道人就掩饰了心里的慌乱，喃喃自语道：奇哉，怪哉，老夫竟探查不出具体灵根属性。清明道人是不想别人知道刚才自己所探测到的情况，更不想把羚羊的特殊体质暴露出去，所以就撒了一个谎。虽然他也不知道羚羊那股能量是什么能量，但也知道羚羊的体质非常特殊。他心里暗暗感叹，筑基都能带来天地异象的人，必定是一个气运之子。7位封主听到清明道人说他都探测不出羚羊的灵根属性，一个个都吃惊不已。要知道，清明道人乃化神期大能，连他都探查不出的灵根，那必定是杂灵根无疑了。可是他们都不明白，一个杂灵根的灵力怎么会让测灵石都炸裂呢？这不合常理。这时淼军也站了起来，觉得事情并不简单，也想查个究竟。清明道长瞪了淼军一眼，说道：够了。淼军一愣，随即就坐了回去，传音闻古一刀，问道：古兄，查明了是怎么一个情况？古一刀看了羚羊一眼，又看了清明道人一眼，传音回答说道：可能是测灵石所用年限太久了点吧。清明道长回到高台上，摇了摇头，说道：先测古灵吧。羚羊苦笑不已，测古灵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会被淘汰。青灵儿带着他来到测灵石前，示意羚羊站上去。羚羊很是无奈地踏上测灵石，他刚一踩在测灵石上，测灵石就泛出一阵淡淡的蓝光，他身后的灵屏上就显示出一个数字来：96。青灵儿一愣，差点惊呼起来：天呐，羚羊的古灵竟然有96岁！在天才如过江之际的青蓝宗，100岁前化阴也大有人在，就是青灵儿古灵才67，就已经是金丹巅峰了，80岁以前进阶到元婴都有可能。这个羚羊看起来年年轻轻的，没有想到已经有96岁了。要是早知道羚羊96岁才筑基，青灵儿也不会带羚羊来青蓝宗。青云峰峰主胡云波扇了扇手里的纸扇，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还当是什么天才，原来是个96岁才筑基的废柴。玉女峰峰主红莲掩嘴轻笑，说道：老祖，您这次怕是误错天机了，96岁才筑基，还能天才到哪里去？青灵儿看到这几个峰主都质疑羚羊的天资，急得眼眶发红，说道：诸位峰主，羚羊在玄霄宗筑基时引动天地异象，怎会没有灵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灵儿，清明道人淡淡开口，测灵石都不会说谎，9盏灯亮，此子很有可能是杂灵根，96岁绝对真实。羚羊站在原地，面色平静，他早料到一旦检测古灵，他就没有希望。既然是杂灵根，按宗门规矩只能从杂役弟子做起。淼军摇头叹息，似乎为自己刚才的期待感到可笑。淼军冷哼一声，又补充了一句：我开天峰可不收杂灵根，我玉女峰也是，我青云峰对资质要求比较高，暂时不考虑杂灵根修士。7位峰主已经有3位峰主明确表示拒绝接收羚羊。碧莲峰峰主楚梅看了一眼赤阳峰峰主古一刀，说道：此子在登云道表现突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老古，你赤阳峰不是有体修功法吗？可以考虑一下。古一刀说道：此子筑基能引来天地异象，必定是一个气运之子，走体修一途太可惜了。青灵儿闻言心里一喜，急忙问道：古峰主，怎么说你愿意收羚羊为徒了？古一刀摇了摇头，说道：可惜宗门规定，杂灵根修士只能做杂役弟子，我爱能莫助啊。灵剑峰峰主也摇头叹息一声，说道：羚羊，我灵剑峰倒是想要一个专职管理灵剑的杂役，如果愿意来我灵剑峰做杂役，我可以接受。这时一直都没说话的落日峰峰主上官巡天突然就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吓得众人都朝他看了过来。上官巡天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开口骂道：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就知道灵根不灵根的，老子是5行杂灵根，不是也与你们一样修炼到了元婴巅峰？
你们难道就没有看到测灵时9盏灯光芒大盛吗？那就说明羚羊的每一种灵根都达到了极品的境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羚羊每个属性的灵根都是非常的纯正，是妖孽中的妖孽。一个筑基都能引来劫雷化形天才妖孽，你们都要嘲笑，也不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灵根，自己是垃圾灵根，还嘲笑别人，真的是可笑。上官巡天的话就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锤击在几个封主的心头。开天封封主秒君冷笑一声，喝骂道：上官巡天，你他妈的竟敢教训我们，你算哪根葱？你不看看你落日峰破落成什么样子了？宗门弟子大比，落日峰年年倒数第一，落日峰就像是一轮落日，再也升不起来了，你还有脸在这里瞎逼逼？上官巡天闻言就跳了起来，用手指着秒君喝骂道：落日峰宗门弟子大比倒数，那是因为我们落日峰是以炼丹为主，并不重视法修，你看不起我落日峰是不是？来来来，那我俩就过2招，我让你一只手不把你秒君打出尿来，我就不信上官。上官巡天霸气侧漏，浑身散发出一股威压来，指着秒君的鼻子喝骂。店内气氛一时凝滞，秒君一时语塞，憋得满脸通红。他不敢与上官巡天过招，这个上官巡天就是一个疯子，老是喜欢与人打架。上官巡天虽然是5行杂灵根，但是天赋逆天，元婴巅峰，可以吊打化神初期。秒君不敢应战，怕这个做事不计后果的疯子真的把他锤一顿，那他一张老脸就没地方搁了。但也不能输了气息，他不相信清明道人还在这里，这个上官巡天敢揍他。想到这里，秒君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厉声说道：你上官巡天厉害，我承认，我们6个都打不过你，你能干，可是又有什么用？宗门设立灵峰，目的是培养宗门弟子的，又不是比拼封主实力的。上官巡天看到秒君竟然敢站起来指责他，嘲讽他教徒无方，心头的一股怒火一下就飙升上来，他手掌一摆，朝着秒君就打出一股无声无息的能量。秒君还在冷笑，逼逼着说道：炼丹又不是你教的，是副封主莫老鬼负责教弟子炼丹，莫老鬼把落日峰打造成了青蓝宗的丹峰，而你呢？他的话还没说完，化神那超强的感知力已经感知到有一股危险的气息朝他袭击而来。秒君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上官巡天胆大包天，竟然敢直接就对他动手，这人真的就是一个疯子。他一时来不及躲避，急忙调动灵力，在身体的周围构建出一层灵力屏障。秒君的灵力屏障刚构建完成，上官巡天的能量就撞击在秒君的灵力屏障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灵力屏障瞬间就被轰得粉碎。那股巨大的冲击力把秒君冲击的朝后退了好几步，才堪堪稳住身子。上官巡天可不想这么轻易饶过他，紧接着又是一掌朝着秒君拍去。清明道人大声喝道：够了，上官巡天，你给我住手！清明顺手就打出一股化神之力，把上官巡天的掌力拦截下来。上官巡天看到清明道人出手了，也就没有再出手，便冷哼一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看了羚羊一眼，问道：小子，愿意去我落日峰吗？如果你愿意去我落日峰，我会把你当作亲传弟子看待。羚羊点了点，行礼说道：多谢封主收留，弟子愿意。上官巡天闻言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哈哈哈，好，跟我去落日峰，半年后的宗门弟子大比，你帮我把这6个山峰的弟子都给我打出尿来。秒君冷冷地说道：不用等半年以后了，我今天就带了一个筑基初期的弟子过来，是驴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看看我们开天峰的天才弟子怎么虐这个废柴。上官巡天闻言眼中金光暴涨，好，今日就让我看看你们开天峰的天才有多厉害。小子，给我打爆他们这几个狗蛋子，放心打，只要不打死我都给你兜住。羚羊微微一笑，几个筑基初期小修士而已，就是一起上，羚羊就是站着不动，用混沌神体的反弹能力也能毁掉这几个家伙。不过现在他还不想暴露他混沌神体的底牌，凡事留一手，让敌人摸不透自己真正实力，这样对自己有利。防人之心不可无。秒君冷笑一声，朝身后招了招手，赵吞出来领教领教这位引来天地一项天才的高招。一名身材魁梧、长相英俊的年轻修士从那6名筑基修士中站了出来，向秒君躬身拱了拱手，说道：师尊，一个杂灵根废柴还不配我出手。秒君哈哈一笑，说道：你难道就不会只用一只手虐他，上去一巴掌拍死他就行了，不用浪费时间。青灵儿急忙传音给羚羊说道：此人擅长开天峰的绝学开天掌，有着越级挑战的实力，你要小心。羚羊向青灵儿点了点头，表示感激。赵吞轻蔑地扫了羚羊一眼，冷哼一声，喝道：区杂灵根也配与我交手？羚羊平静地站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做了一个请出手的动作。清明道人一挥袖袍，说道：开始。赵吞双手掐诀，周身灵力沸腾，大喝一声：开天掌！一道金色手掌破空而出，带着灵力的威压直袭羚羊面门。这一掌之威已接近筑基中期。秒君哈哈笑道：对，就这样一巴掌拍死他。羚羊看着赵吞的金色掌印朝着他拍来，不急不缓，混沌炼气诀运转，从丹田里调动出一团阳气，阳气在空中化作一只灵力紫金色手掌，对着赵吞的金色手掌拍出。2只手掌拍击在一起，发出砰的一声灵力撞击声，赵吞的手掌印被拍散开来，化作点点金光，
消散在空中。羚羊的紫金色手掌凌厉不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赵吞的脸上拍去。赵吞看到自己的开天掌印被羚羊的凌厉手掌拍散，一时惊愣在那里，回不过神来。就在他呆愣的这一刹那间，羚羊的凌厉手掌重重地扇在了赵吞那张英俊的脸上。啪的一声响起，赵吞便倒飞起来，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后，撞击在大殿的一面墙壁上，然后从墙壁上滑落下来，摔倒在墙根的地面上，一动不动。墙面上留下一团暗红色血迹。羚羊嘴角微扬，笑着说道：“就这，开天锋的开天掌，未免也太弱了吧？”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站成一排观战的5个筑基弟子，看到羚羊一招就秒杀了赵吞，都被惊得合不拢嘴巴。一个穿着紫色衣裙靓丽筑基女弟子，看着羚羊扇赵吞耳光那帅呆了的动作，眉目中泛出一丝异彩来。她轻咬着嘴唇，目光全都聚焦在羚羊身上，看着羚羊那霸气的神态，心田里泛起了一丝涟漪。淼军猛地站起身，急忙朝着赵吞跑了过去，抱起已经昏迷的赵吞。他看了一眼赵吞半边浮肿起的脸，眼神冰冷地盯着羚羊，喝道：“弟子间相互切磋，你竟敢下此毒手，想找死！”上官巡天看到淼军想出手，就一个闪身站到羚羊身前，用手指着淼军喝道：“淼军，你动手试试！”清明道人急忙喝道：“都给我住手！弟子间比试法力，受伤是难免的。羚羊只是出手一次，并没有再次攻击，不算违规。”淼军冷哼一声，恶狠狠地看了羚羊一眼，抱着赵吞一个闪身就离开了策灵殿。青灵儿传音给羚羊说道：“羚羊，你以后小心这个淼军，他是大长老一伙的，此人心眼小，睚眦必报。”羚羊苦笑不已，还没加入青蓝宗就得罪了一个灵峰长老。上官巡天看到淼军离开，也冷哼一声，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羚羊负手而立，目光扫过其余5位峰主带来的弟子，说道：“你们一起上吧，这次我会手下留情，保证不打残任何一个。狂妄！玉女峰的女弟子刘子轩娇斥一声，让我来会会你。”刘子轩话音刚落，玉女峰峰主红莲就呵斥道：“子轩，师父在此，你岂敢自作主张？”刘子轩刚迈出一步，就听到师父的呵斥声，一时就定在那里，再也不敢上前一步。他有些撒娇的扭头看了一眼红莲仙子，满是期待的叫了一声：“师父，你就让我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小子吧，我不会让你丢面子的。”红莲仙子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呵斥道：“退回去！”刘子轩撅着嘴巴，很是不高兴。他瞪了羚羊一眼，传音给羚羊说道：“小子，别太狂了，今天算你运气好。”哼，然后就扭头退了回去。他看不惯羚羊那份狂傲，想修理教训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虽然羚羊秒杀了赵吞，但刘子轩自认为自己比赵吞强了不止一筹。羚羊听到刘子轩的传音，很是无语，看来这个小丫头与他较上劲了。他抬头再次看向那5个筑基弟子，突然他发现其中的那个紫衣女弟子一双美目正在注视着他。羚羊的目光与他的目光在空中相撞的那刹那，紫衣女弟子急忙低下头，神情很是慌乱紧张，那娇嫩白洁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来。羚羊也急忙收回目光，也觉得有些尴尬。他忍不住好奇，就用神识仔细查看了一下紫衣女弟子。他发现那紫衣女弟子长得清秀靓丽，那双美眸微微垂落，还不时忽闪着偷偷瞄他一眼。她那略带娇羞的神态很是可爱。羚羊收回神识，抬头看向红莲仙子，发觉这个女人身材真的是火辣，那股妩媚劲就像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一般，直诱人心。羚羊心里暗暗想到，这种女修大多都会媚术，以后的多加小心。其他的人看到刘子轩被师父喝退，也都没有吭声。红莲仙子喝退刘子轩后，暗暗松了一口气。他从刚才羚羊秒杀赵吞就看得出来，这个羚羊的实力起码在筑基后期以上。刘子轩虽然比赵吞强上一筹，也不是羚羊的对手。与其冲上去被羚羊虐，还不如做一回缩头乌龟。他玉女峰与开天锋又不是一个派系的，现在上官巡天已经护着羚羊了，红莲就没有必要为淼军去得罪上官巡天。上官巡天是宗主的师弟，他玉女峰还不想掺和到大长老与宗主的博弈中去当炮灰。清明道人看到上官巡天愿意接纳羚羊，事情就已经结束，不想再生事端，就说道：“好，既然上官峰主愿意收羚羊为徒，那考核程序就算结束，各位请回吧。”青云峰峰主吴云波这时站了起来，用手中纸扇指了指羚羊，说道：“宗门有规定，杂灵根弟子不能当宗门亲传弟子，甚至连外门弟子都不行，只能作为杂役弟子。上官峰主收羚羊为徒，这是破坏宗门规矩。”上官巡天闻言很是恼火，骂道：“什么狗屁规矩！我就是要改掉它，我就收羚羊为关门弟子，你能奈我何？”吴云波展开纸扇，扇了扇，不屑地说道：“我奈何你做什么？羚羊的身份入不了籍，没有身份名牌，你就是收他做徒弟，羚羊也不算是青蓝宗的弟子，不是青蓝宗的弟子就不能在青蓝宗长期居留，呵呵，身份还不如一个杂役弟子。”青灵儿真的是恨死这个假书生了，人是他带回来的，现在吴一波这么针对羚羊，明显就不卖他和他师父的面子。他很是恼火，指着吴云波问道：“吴峰主是什么意思？是想拆我和我师父的台吗？”吴云波呵呵一笑说道：“圣女，我这是为维护宗门的规矩，维护宗门规矩就是拆你的台。
难道圣女要置宗门的规矩不顾吗？我想老祖是支持我这个立场的。清明道人表情淡然，说道：凡事都有特例，当年上官巡天也是杂灵根，老宗主不是也收他做徒弟了吗？这是暂且搁置争议，还是等宗主回来后让宗主裁决吧。吴云波想不到一向不持立场的清明道人，这次站在了上官巡天这一边，不敢顶撞清明道人，心想宗主是上官巡天的师兄，羚羊拜师这事看来是无法阻止，这是他也帮不上淼军了。一旦羚羊成了青蓝宗的亲传，那淼军那徒弟就白给羚羊打了那巴掌了。羚羊通过刚才上官巡天与淼军的争斗，他看出来了，这个青蓝宗有着2个派系的斗争，而且斗得还挺凶的。他是不想搅和到青蓝宗的这些派系斗争里来。现在就算得罪了淼军，只要他不掺和青蓝宗的派系斗争，那也只是与淼军的恩怨，不会成为他那一派的敌人。虽然上官巡天现在护着他，谁又能说得准他羚羊不会成为上官巡天这一派人的炮灰？羚羊本来就没有打算拜师，担心混沌神体暴露，吴云波之言正合他的心意。于是羚羊就向清明道人和上官巡天分别行了一礼，说道：谢谢2位长辈的关爱，我自知还没有达到亲传弟子的能力，还是按着宗门规矩做个杂役弟子吧。上官巡天闻言很是吃惊，他想不到羚羊会选择做一个杂役，就问道：羚羊，你是认真的？一旦你做了杂役弟子，就无法成为我的弟子了。羚羊态度坚定，说道：我不想违背宗门规矩，让封主你为难。圣女也曾说过，强者不在乎初始出身，只要我自身强大，杂役也可成龙。如果我弱小，就是给我一个亲传身份，也是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清明道人很是欣赏的点了点头，说道：小子心性不错，杂役也只是一个初始身份而已，强者不可能一辈子都是杂役弟子，化龙也是必然。我很看好你，我希望在青蓝宗的在杂役弟子里，也能飞出一条搅动东域风云的巨龙。吴云波听到羚羊拒绝了做上官巡天的弟子，甘心做一名杂役弟子，心里也高看了羚羊一眼。他之所以反对上官巡天收羚羊为徒，就是不希望宗主一派又多了一个天才妖孽。开始是他受淼军的影响，对羚羊有所偏见，才讽刺羚羊。在羚羊秒杀赵吞后，他也看出羚羊的天赋异禀，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后起之秀。他当然不想羚羊做上官巡天的徒弟，成为宗主一派的人。吴云波扇了扇手里的纸扇，很是赞赏地看了羚羊一眼，说道：小子心性沉稳，不错不错。如果你只想做个杂役，我青云峰也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杂役，欢迎你加入青云峰。吴云波生性圆滑，很懂变通，在羚羊拒绝拜上官巡天为师后，马上就向羚羊伸出了橄榄枝。红莲仙子看到吴云波向羚羊伸出橄榄枝后，急忙说道：羚羊，来我们玉女峰吧，以你杂役弟子的身份，在我们玉女峰可以享受内门弟子的待遇。其他几个峰主都没有吭声，冷眼看戏。这种事情他们在宗门里见得多了，自然不想掺和。看到吴云波和红莲都向羚羊抛橄榄枝，上官巡正又气又恼，怒骂道：一群势利小人，刚才一个个嘲弄，现在又一个个招揽，还要脸部。他一把拉起羚羊，说道：羚羊，不用理睬他们，走，跟我回落日峰。说着他身影一闪，与羚羊2个人的身影就在测试殿里消失了。青莲儿本想劝说羚羊不要做杂役弟子的，没想到上官巡天拉着羚羊就离开了。青蓝宗7座灵峰呈北斗7星的形状分布，落日峰处在豆柄最末端摇光星的位置，而测灵点是在山门不远处，处在天玄天枢的中间位置，是北斗7星勺子的底部。距落日峰有着20多里地，可是上官巡天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拉着羚羊落在了落日峰顶。落日峰上云雾缭绕，一座古朴的石殿矗立在悬崖边上。上官巡天松开羚羊，指着那座石殿对羚羊说道：这就是落日峰我的峰主大殿。落日峰有前后2座山峰，这里是前峰，虽然比不上其他峰的奢华，但胜在清静。羚羊站在峰顶，环顾四周，只见杂草丛生，枯藤缠绕。远处一座灰褐色的石殿孤零零地矗立在悬崖边缘，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摇欲坠。殿前的广场上，石板缝隙间钻出野草，几块碎裂的炼功石随意散落，一阵风起，吹起飘落的一片片黄叶，在枯草中飞舞，最后都飘向那个废弃的广场。羚羊心里暗暗吃惊，这落日峰竟然破败成这样，也难怪别的山峰峰主都有些瞧不起他，便很是疑惑地问道：峰主，山峰的杂役弟子都住在哪里？我去管理处报道，以便分配工作。上官巡天摆了摆手，说道：我这前锋哪里有什么杂役弟子，除了你我，就是我的6个徒弟，以前7个人，你来了就有8个人了，他们都在刻苦修炼，为半年后的宗门弟子大比做准备。羚羊在测灵殿就听说过落日峰宗门弟子大比年年倒数第1，估计这几个弟子和上官巡天都憋足劲，准备今年打一个翻身仗，所以都很努力修炼。可是一共才6个弟子，怎么翻身？他很是不明白，这个上官巡天峰主为什么只招了6个弟子？他惊奇地问道：加上我一共才8个人，那他们说落日峰是青蓝宗的丹峰，那炼丹的弟子还有莫峰主他们在哪里？上官巡天朝着后面指了指，说道：莫老鬼他们在后峰，前峰只是我和6个徒弟修炼和居住的地方，后峰才是落日峰的主峰。由于我要为宗门开辟天路，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山峰，
没有时间打理，加上我也不喜欢带徒弟，也不愿管理那些琐碎事，所以这个前锋就变成你看到的这个样子。莫老鬼虽然是副封主，但是落日峰差不多就是他在管理，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宗门。羚羊释然，不过这样也好，起码清静。突然他记起上官巡天前面说他再踢开辟天路，难道这天路与飞升有关？于是就问道：峰主，你说开辟天路是指？上官巡天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说道：玄清大陆的飞升通道关闭后，化神巅峰修士无法飞升。一直以来，玄清大陆东域和西域的大宗门都在派人轮流打通天路，几千年过去了，没有打通。羚羊又想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那块玄天玉佩，不知道是不是与飞升的天路有关。看到上官巡天没有了聊天的兴趣，他就问道：峰主，我这个杂役弟子每天的工作是？上官巡天摆了摆手，说道：什么杂役不杂役的，在这里就没有杂役。这山上有着很多洞府空着的，你自己在山上找个洞府安顿下来，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待在洞府休息。跟着我，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再说你又没拜我为师，也不用受师徒那份规矩约束。说完，他身影一闪，就进了石殿，把羚羊一个人留在那里吹凉风。羚羊独自站在落日峰顶，望着眼前破败的景象，心中百感交集。以前缩在玄霄宗，接触面太窄，直到临死都没有听说过飞升的秘辛，更是没有打听到一点有关母亲的消息。看来他来青兰宗还是来对了。母亲能把玄天玉融入他的身体，就证明他母亲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很有可能与清玄大陆的这些大宗门有所交集。说不定羚羊就可以在青兰宗这样的大宗门里找到母亲的一些线索。要找到他的母亲，必须要去玄灵大陆，去玄灵大陆就要飞升，所以破解清玄大陆的飞升之谜，对羚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飞升对他来说还很遥远，目前最重要的是还是提升实力。他沿着山间小路缓步前行，寻找合适的洞府。一路上杂草丛生，石阶破损，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转过一个山坳，他突然发现一处隐藏在古松后的洞府。这洞府门前有一汪清泉，泉水叮咚作响，周围长满了灵花异草，与周围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这倒是个好地方。羚羊推开洞府石门，里面虽然积了些灰尘，但布局完整，石床、石桌、蒲团一应俱全。就这里了。他掐了个法诀，一阵清风扫过，洞府内的灰尘顿时被卷了出去。又从储物袋中取出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很快就将这个洞府收拾得焕然一新。忙完这一切后，他取下玄霄宗宗主任天宇临别时送给他的储物戒指。当时他不好意思查看里面放置了什么东西，后面也没有时间查看，于是就打开储物戒指，神识一扫，羚羊大吃一惊，一时心跳都加速了许多。戒指里竟然放了2000块灵石，还有2瓶疗伤丹药、2品复原丹、3瓶2品培元丹。羚羊一时兴奋不已，他想不到这个任天宇这么大方。他想到自己在玄霄宗做外门弟子时，1个月的月例才15块灵石，这2000灵石就相当于他11年的月例收入了。羚羊一直都在担心还不上筑基时借圣女青灵儿那1000多块灵石，现在有了这2000块灵石，还掉青灵儿的账后，还剩700多块，也足够他生活一段时间了。羚羊拿出10多块灵石，再在洞府里布置了一个简易阵法，然后就盘坐下来，准备进入混沌神体自带的混沌空间里看看。混沌神体晋级到第1层，就开启了混沌空间，从玄霄宗一路来到青灵宗。羚羊都没有时间，现在终于安定下来，有时间好好探查一下这个空间了。他便用意念沟通混沌炉的器灵珠儿，问道：珠儿，混沌空间在哪里？我需要怎样做才能进入混沌空间？很快，珠儿的声音便在羚羊的识海里响起。混沌空间就是混沌神体的自带空间，与神体是一体的，只要你意念一动，就可以进入混沌空间。你进入空间后，混沌空间就会化作一粒微尘，飘落在外面。微尘掉落在哪里，你从空间里出来时就会出现在哪里，所以你最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进入混沌空间。原来如此，羚羊顿时就明白了。他静下心来，心念一动，刹那间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一片灰蒙蒙的空间里。他身体的四周弥漫着浓浓的雾霭状的气体，阻挡了他的视线，只能看清楚身边方圆不到1丈的区域。他原本以为混沌空间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小世界，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没有一点生机，还是一片雾蒙蒙的荒芜空间。他一时很是有些失望，就问珠儿：珠儿，混沌空间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尿兜不生蛋的地方？珠儿的声音变得有些讥讽，毒蛇的本性又展露无遗。真的是笨小子，你看到的雾状气息就是传说中的混沌之气，还不快点盘坐下来吸收？难道你就没有感知到这混沌气息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吗？混沌之气是天地初开前出现的那团混沌能量，经过亿万年变化，已经非常稀有了。现在的6界，除了一些古老的秘境里可能还存有混沌之气，其他地方已经见不到混沌之气了。混沌空间这么多年只蕴养出来这么一点点混沌之气，那是异常的珍贵的，不要浪费。混沌之气对混沌神体大有益处。羚羊闻言急忙坐下来，运转混沌霸体诀，吸收空间里漂浮着的混沌之气。他刚吸入一丝混沌之气，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他的脑海。混沌初开，混沌分阴阳，阴阳化五行，五行生万物，万物天地中。
混沌神体乃天地之根，此空间随神体成长而扩展，可纳万物，可运生机。羚羊消化着这些信息，心中震撼不已。原来这混沌空间不仅可以储物，还能随着混沌神体的提升而扩大，甚至在未来能够孕育生命。他静下心来，开始专心吸收混沌之气。混沌之气比普通的灵气更加精纯，蕴含着天地初开时的本源力量，每一缕都蕴含着磅礴的能量。他的丹田之中，原本的灵力开始与混沌之气交融，逐渐化作一缕缕紫金色的混沌灵力，在体内流转不息。而混沌神体在混沌之气的滋润下，越发的强悍，体内那股混沌能量也从灰色变成白色，再变成金色，最后变成了紫金色。羚羊的骨骼从混沌神体晋级到第一层时的泛出金光光晕，现在已经紫金色的光芒了。这混沌之气果然不凡，羚羊心中惊叹。等羚羊看到空间里的浓雾气体全部被吸收完毕后，羚羊感觉自己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筑基初期的巅峰，筑基第3层，距离筑基中期只差临门一脚，是时候突破了。他运转混沌炼气绝诀，体内的混沌灵力疯狂涌动，朝着筑基中期的瓶颈冲击而去。轰！一声闷响在体内回荡，瓶颈应声而破，修为直接从筑基第3层冲到了第4层，进入到了筑基中期。羚羊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紫金色的光芒，整个人的气息比之前强横了许多。他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心中豪情万丈。突然，他身体里的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羚羊感觉到身体里的混沌能量变得暴躁起来，紧接着他的身体有些微微颤抖起来。在抖动了一阵之后，羚羊感知到身体的强度比起以前要强壮了许多，体内的混沌能量充盈的似乎要溢出到体外一样。羚羊知道混沌神体也晋级了，完美筑基的修士是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挑战的。羚羊现在都有着可以和金丹中期修士扳手腕的实力了。他记得混沌神体第1层的体修实力相对于法修金丹中期的实力，他很期待混沌神体第2层的实力到底达到了法修哪个境界。他内视了一下识海，发现混沌炉的一面炉壁上出现了2行字：混沌神体晋级第2层100%，神体第2层实力相当于法修金丹巅峰。羚羊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急忙查看混沌神体晋级到第2层后赋予了什么新技能。这时他的脑海里多出一股信息来，羚羊细细整理了识海里的信息，发现混沌神体晋级第2层赋予新技能竟然是神魂攻击。现在羚羊可以在识海里用神魂力凝聚出神魂针，对敌人发出神魂攻击。在清玄大陆还没有神魂攻击的法术，修士发动神魂攻击也只有修炼道化神后用元神离体进入对方的识海的方法来灭杀对方的神魂或者夺舍，这样存在着风险很大。一般的化神大能元神都不会轻易离体，更何况还要进入对方的识海作战。假如敌人的神魂强度高过自己，就有着自己元神被敌人灭杀的风险。现在羚羊有了这神魂攻击法门，在清玄大陆可以说是独此一份。他只要在识海里用神魂力凝聚出神魂针来，然后发出神魂针从对方眉心攻入敌人识海，就可以灭杀敌人的神魂。而且神魂针是由神魂力凝聚而成，无声无息，无色无形，可做到悄无声息的杀人，让人防不胜防。由于神魂针是由神魂力凝聚而成，能够凝聚出多少根神魂针与神魂力的强弱有着很大的关联。以羚羊现在的神魂力，也就只能凝聚出3根神魂针来。现在羚羊如果发出3根神魂力，那他的神魂力就会透支，必须要马上补充神魂力才行。所以为了不让神魂力透支，羚羊只能发出2次神魂攻击，能够发出2次神魂攻击就能击杀2名敌人，这样也够了。有了神魂攻击技能，羚羊也就多了一种对敌手段，也相当于多了一张底牌。不过神魂攻击是无法伤害到神魂力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现在羚羊的神魂力也就相当于金丹巅峰的强度，所以羚羊用神魂攻击还无法灭杀元婴修士。摸清楚了自己的实力后，羚羊心里也就有了底。在清玄大陆元婴以下，羚羊可以说不惧任何对手。现在羚羊的战力堪比金丹巅峰，但是他的法修境界只是筑基中期，混沌神体又是上古神体，清玄大陆的修士从没接触过混沌神体，还无法查看出来，这样羚羊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实力，在对敌时就可以迷惑敌人，做到攻其不备，一招制敌，有着天然的优势。突然空间里传来了一阵轰鸣声，顿时整个混沌空间就震动起来，震得他都有些站立不稳。难道混沌空间要爆炸了？吓得羚羊意念一动，就出了混沌空间。他一出空间，耳畔就响起了珠儿轻蔑的骂声：“真的是一个胆小鬼，小子，这是空间在进化，你害怕什么？”羚羊稳了稳心神，心绪这才平静下来。刚才那感觉就像是要发生地震一样。半个小时后，羚羊再次进入空间，他发现混沌空间不再是以前那个雾蒙蒙的现在，他的眼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眼前的浓雾已经退缩，只有空间的边缘才有着一层浓雾弥漫，在浓雾已经散开了的范围，已经变得清晰可见，呈现出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羚羊感知了一下这个明亮的区域，方圆差不多有3里地大小，他的脚下是一大片的青青草地，草地上点缀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朵，就如满天繁星，
散落在翠绿的脖颈上。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浓雾的边缘流出，蜿蜒流过草地，流入一个小湖泊里，然后再溢出湖泊，流进迷雾里去。小溪边上生长着一些散发着淡淡灵光的灵草。羚羊不懂灵药，也不知道这是一些什么炼制什么丹药的灵草。溪水清澈见底，水面上还泛着一层薄薄的灵气。远处有着2个小山峰，在一个山峰脚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小院落。羚羊估计那应该是混沌空间前任主人的院落。头顶上是一片蓝天白云，阳光温暖洒落，整个空间充满了勃勃生机。这怎么变成这样？太让人惊奇了，美的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羚羊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心里惊叹不已。珠儿的声音带着笑意传来，嗔骂道：“没见识，这有什么好惊异的？混沌空间本就是天地初开时的本源所在，自然蕴含着创造万物的力量。等你神体晋级到第3层后，混沌空间里就可以有蝴蝶、蜻蜓等昆虫类小动物了。随着你修为提升，这里会逐渐演化的越来越漂亮。等神体大成，混沌空间可以演化成一方世界。”羚羊闻言惊呆了，如果混沌空间可以演化成一方世界，那他不就成了造物主了？想想都让人激动。他感受了一下，空间里不但空气清新，而空间里所蕴含的灵气比起清玄大陆来浓郁了1倍都不止。如果在这里种植灵药，那灵药的质量肯定能够达到上品，甚至是极品。有了这个空间，他以后就是种植灵药都是一条发财致富之路，不愁没有灵石化。而且他还感觉到这个空间与他心意相通，空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受他的意念控制，这片空间就是他的地盘。羚羊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他一个意念就出现在了小山脚下的那个院落边上。溪水是沿着院落流过，溪水上有着一座古朴的小石桥，石桥上铺满了绿色的苔藓，穿过石桥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那个古朴的院落。院落前面有着一棵古老的大树，树下摆放着一张圆形的石桌和几张石椅。院落里有着3栋青砖红瓦的古朴房子，成品自行布局，每栋房子都有阵法加持，所以保持得很好，没有一点破败景象。每栋房子都有9个房间，羚羊查看了一下，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如果布置一些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住处了。羚羊很是兴奋地问道：“珠儿，混沌空间还有什么其他功能？”珠儿懒洋洋地说道：“现在告诉你太多也没用，等你修为提升后，自然会慢慢知道。不过有一点你现在就能用，混沌空间可以储存活物，你可以把灵药、灵兽，甚至是人带进来空间里来。带人进来的前提条件是对方神魂力比你弱，神魂力超过你的人就必须要对方不反抗，愿意进入空间。”羚羊眼睛一亮，说道：“那岂不是说我可以把敌人直接关进混沌空间里？”珠儿笑道：“神魂力比你弱的当然可以，神魂力比你强的你想都不用想，除非对方自愿或昏迷不醒。”羚羊很是满意的在空间里逛了一圈后，想到自己进入空间也有一段时间了，于是就心念一动，便出了混沌空间，重新回到了洞府之中。羚羊一回到洞府里，就听到了敲门声，这也真的是巧了。羚羊刚加入落日峰，也没有一个熟人，不知道谁会来找他。他一打开洞府的石门，只见一个17、18岁的女孩火急火燎地冲进洞府。女孩穿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头发扎着2根马尾，走起路来马尾不停地晃动。她也许没有想到羚羊会突然开门，就一头撞了进来，撞得羚羊后退了几步。女孩稳住身子后，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羚羊一番，才问道：“你就是新来的那个羚羊？”羚羊感知了一下她的修为是筑基初期，心里暗暗感叹，人家小姑娘17、18岁就已经筑基了，真的是让人羡慕。羚羊点了点头，说道：“我就是羚羊，不知师姐是。”少女顿时就露出一副欣喜的表情来，她拍了拍那并不丰盈的胸脯，说道：“早上我就来你洞府敲门，一直都没人应答，这是我第3次来敲你的门了，终于把你敲出来了。我叫刘小月，是落日峰的弟子，排行第6，你可以叫我小月师姐。”羚羊急忙拱手行礼，说道：“宗门杂役弟子羚羊，见过小月师姐。”刘小月摆了摆手，咯咯笑着说道：“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咱们落日峰的前锋就住着这么几个人，这里是不分杂役亲传的，你就别特意把杂役2字挂在嘴边。”接着刘小月就流露出一副着急的神态来，说道：“要是你还不开门，我都要砸你洞府的门了，快点跟我走，宗门有急事，师傅在宗门广场那边等着你呢。”宗门有急事？羚羊皱起眉头问道：“小月师姐，我只是一个杂役弟子，宗门有急事也轮不到我这个杂役弟子头上吧？”由于宗门广场在北斗七星的勺子中心位置，距落日峰比较远，小月就拿出一艘小飞舟，说道：“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昨天玄阴宗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宗门交流，要举行2宗弟子交流赛，听说昨天4场比赛，我们青蓝宗只赢了1场，丢脸了。”羚羊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刚加入青蓝宗，玄阴宗就派代表团来青蓝宗，莫非是针对他？这让他有着一种危机降临的预感。说到玄阴宗，羚羊就不由得想起那天在晨曦峰主见到的那个书生虚影来。这个玄阴宗的太上长老，为了得到他身上的玄天玉佩，竟然构建了玻璃大阵来，失败后又亲自显化虚影来夺取他身上的玉。羚羊认为他肯定是不死心，会有后续动作来针对他的。没有想到玄阴宗这么快就派人追到青蓝宗来了。
林阳相信玄阴宗这次派代表团来青兰宗，很有可能是针对他。刘小月跃上飞舟后，就向林阳招了招手，说道：“林阳，快点上来，师傅又发传讯来了，让你快点过去，别磨蹭。”林阳跃上飞舟，讪讪笑了笑，说道：“小月师姐还挺富有的哦，有着飞舟这么体面的代步工具。”小月白了林阳一眼，说道：“这飞舟也不是我的，是我们前锋6个弟子一起凑临时购买的，属于公共财产。落日峰距离宗门主要区域都比较远，有了这艘小飞舟就方便多了。”林阳点了点头，有些好奇地问道：“小月师姐，峰主怎么只收了你们6个弟子？是不是因为开辟天路没有时间？”刘小月摇了摇头，说道：“这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师傅他老人家个性洒脱，收徒随性，注重缘分，又不喜欢管理山峰。每次宗门招收弟子都是莫峰主出面，招收回来的弟子都是喜欢炼丹的。师傅虽是峰主，却不管山峰之事。落日峰在莫峰主的管理下，现在的落日峰已经变成了宗门的丹峰了。”林阳释然。刘小月说完，就从储物戒指里拿出几套杂役弟子服饰，还有一块身份名牌，递给林阳，说道：“前天圣女过来找你，可你闭关了，她给你办理好了杂役弟子身份名牌。”林阳很是惊疑地问道：“前天？你是说我闭关了3天时间？”小月点头说道：“是啊，整整3天了。我们前锋6个师傅的弟子，本想着与你聚相互认识一下的，看到你在闭关，也就没有打扰你了。”说到，他又递给林阳一个储物戒指，说道：“圣女说你身上没有灵石了，她让我把这个储物戒指也一起给你，说是借给你的，以后要你双倍还给她。”林阳接过刘小月递过来的储物戒指，心里一暖，心想这个青灵儿心还挺细的，想到自己筑基时就借了青灵儿的1000多灵石，如果要双倍还的话，他身上的2000灵石都不够还了。没用几分钟，飞舟就落在宗门广场外。广场一端的高台上，一边坐着7大山峰的峰主，另一边坐着6个穿着玄阴宗服饰的修士。刘小月和林阳一走下飞舟，上官巡天从高台上飘落到林阳面前，他向刘小月挥挥手，示意小月回去。小月很是不高兴地撅起嘴巴，拉了一下林阳的衣角，眼眶有些发红，低声说道：“林阳，我要回去修炼了，你要加油。”林阳很是不解，问道：“你不看比赛了？”小月忍着眼泪转身登上飞舟，说了一句：“为了半年后的宗门大比，我们落日峰的6个弟子都发誓这半年不休息。”上官巡天看到刘小月驾着飞舟离开后，就转过头来对林阳说道：“林阳，快点换上宗门服饰，参加与玄阴宗和洛尘宗弟子的交流赛，今天就看你的表演了。”林阳皱着眉头说道：“玄阴宗的代表团来青兰宗，弟子间的交流赛，那是亲传弟子们的事情，怎么还特意让我出赛？”上官巡天看了一眼林阳，笑着说道：“谁让你筑个基都要带来天地异象？人家长老点名指出，他们的弟子来青兰宗的目的，就是要挑战你这个筑基带来天地异象的妖孽。人家这点要求，我们也不好拒绝吧？”上官巡天感受到林阳的修为已经进阶到了筑基中期，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好家伙，闭关3天，修为就从筑基初期进阶到了筑基中期，他想不到林阳的修为增长得这么快，心里很是满意。落日峰有了林阳这个妖孽，以后在宗门弟子大赛中，落日峰就有可能摘掉年年倒数第1的帽子了。上官巡天心里高兴，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语气淡然地说道：“你来得正好，今天的筑基弟子交流赛马上就要开始，你就先在看台上坐一会，穿上宗门弟子服饰，等着宗门安排你上场。记住，能秒杀就不要拖延，赢一场宗门奖励灵石3000。”说完，上官巡天身影一闪，又坐回到了高台上。林阳闻言一时很是激动，赢一场就可以赚3000灵石，这买卖划算。现在他正缺灵石，青灵儿要他双倍还债，他还真的还不起。如果上台打败一个玄阴宗的弟子，就可以还清所有债务了。林阳混沌神体已经进阶到第2层，修为也进入到了筑基中期，他还没实战检验过自己的实力，他也很想通过几场实战来验证一下混沌神体的实战能力。现在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林阳也想试试身手。就在林阳在看台上想找个空座位时，耳边传来了青灵儿的声音：“林阳，这边，快到这边来。”林阳知道这是青灵儿在给他传音，他急忙顺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去，只见宗门贵宾看台那边，青灵儿正在向他招手。林阳对着青灵儿微微一笑，就朝贵宾看台那边走去。青灵儿看到林阳走了过来，很是高兴地拉着他说道：“进那个小包间，这边安静点。”林阳打量了一下这个贵宾看台，发现都是一个个隔离小包间，心里暗暗想到，宗门等级森严，就是观看比赛的看台也分3、6、9等。青灵儿把林阳拉进小包间后，就拍了拍身边的座位，笑着说道：“呆子，看什么看？快点坐下。”包间的位置不是很宽敞，2个人坐在一起稍微有点紧。林阳很是有些紧张地挨着青灵儿坐了下去。青灵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淡淡的清香钻进林阳的鼻腔，林阳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一时神情都有些恍惚起来。他感觉到青灵儿也有些紧张起来，那娇嫩的脸颊上都泛起了一层红晕来。一时2个人都没有说话。这个小包间里氤氲着一股暧昧的气息。这时比赛没有开始，整个广场上闹哄哄的，很多青兰宗的弟子在纷纷议论着昨天2大宗门炼气弟子的那4场交流赛。昨天真的是太憋屈了，玄阴宗只带来了5个炼气期弟子，就压得我们青兰宗所有炼气期弟子
都喘不过气来。就是在自家地盘上4战1胜3负，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本来安排好了的5场比赛，只比了4场就结束。不知道今天筑基弟子交流赛，宗门会派出哪几个弟子出赛？这个还用问吗？肯定是宗门筑基弟子前5的亲传弟子了。昨天丢脸了，今天肯定想挣回面子的。林阳听到这些议论声，便打破了沉默，扭头问青灵儿道：“圣女，昨天我们青兰宗真的输得那么惨？”青灵儿闻言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道：“可不是吗？玄阴宗这次来的5个炼气弟子都是妖孽，而青兰宗这几年就没有招到天赋异禀的新弟子。我们的炼气期弟子第1人被玄阴宗的炼气期排名第3名完虐。”就在这时，广场中央的擂台突然亮起一道光幕，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全场：“第1场，玄阴宗墨轩对阵青兰宗林海。”裁判声音刚落，看台上瞬间就沸腾起来，一些青兰宗的女弟子大声呼喊着林海的名字，激情昂扬，广场上的温度似乎都上升了几度。而一些男弟子纷纷讨论起来：“林海师兄可是宗门筑基第3，定能一雪前耻。”未必，那墨轩昨日就放出狠话了，说他10招内必败我宗任何筑基修士。林阳对这场比赛也很感兴趣。青兰宗派出筑基期实力排名第3的弟子迎战对方排名第4的弟子，想必对这场比赛期望很高。他听到这个对阵安排，心中微微一动，看来宗门是想先确保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青灵儿看了林阳一眼，介绍说道：“你别看那个墨轩的境界是筑基后期，他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林海虽有筑基巅峰的境界，但是想拿下墨轩也不会那么容易。”林阳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筑基修士放在眼里，他才不管他们越级不越级挑战，只要混沌神体一开，就能轻易把他们打出尿来。他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他，让他有着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目光扫过高台上玄阴宗的那名带队长老，发现那名长老也朝着他这边看了过来，那目光阴森犀利，看得林阳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他猜测不出这次玄阴宗将会以怎样的手段来对付他。擂台上，墨轩和林海已经站定。墨轩一身黑衣，面容冷峻，手中握着一柄泛着寒光的长剑，神情很是傲慢。而林海则是一袭青衫，面容俊朗，手中一杆银色长枪熠熠生辉，显得比较沉稳。比试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两人同时出手。墨轩的剑法凌厉狠辣，每一剑都带着森然杀意，那柄黑剑就像是一条舞动的毒蛇，朝着林海发出一次次突袭。而林海的长枪则如游龙般灵活，枪尖点出朵朵银花，将墨轩的攻势一一化解。两人你来我往，似乎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青灵儿拍手称赞，很是兴奋地说道：“林海的游龙枪法已经练到化境，这一场比赛赢得希望很大。”青灵儿的话音刚落，擂台上就发生了突变。墨轩突然变招，长剑上泛起诡异的黑芒，速度陡然提升3倍。林海猝不及防，右肩被划出一道血痕。看台上有人惊呼起来：“玄阴宗的绝学鬼影剑！”林阳看到林海受伤后气息不稳，神情也变得有些萎靡不振。他猜想墨轩的剑上有剧毒，林海受伤中毒，意味着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果然不出林阳所料，林海受伤后没有3个呼吸就打了个踉跄，一头栽倒在擂台上。有毒！青灵儿惊呼一声，裁判立即叫人把林海抬走，送去治疗。擂台下青兰宗弟子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怒不可遏，大声骂墨轩阴险狡诈不要脸。但是比赛规则没有禁止用毒，最终裁判判定墨轩获胜。卑鄙！青灵儿气得直跺脚。墨轩站在擂台上，用手指着看台上观战的青兰宗弟子，语气冰冷地说道：“毒也是一种攻击手段，能够被毒倒，就说明你们青兰宗的弟子太垃圾，排名第3就这个水平，呵呵。”接着他仰起头，用剑撑地，大声说道：“我墨轩现在手累，一个人挑战你们青兰宗的所有筑基弟子，凡是能够在我手上走过10招，就算我输。”墨轩的声音傲慢霸气，眼神里满是不屑与轻蔑。他这番挑衅的话语如同一把火，瞬间点燃了青兰宗众弟子的怒火。看台上顿时炸开了锅，有人拍案而起，有人破口大骂，场面一度混乱不堪。而更多的人都在大声呼喊着宗门筑基期弟子第1人罗雄的名字，要求宗门派罗雄上场，好好教训一下墨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林阳的目光却始终锁定在墨轩身上，他注意到墨轩在说这番话时，左手不自觉地摩挲着剑柄上的黑色纹路，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这个细节让林阳心头一紧，隐约觉得事情并不简单。这时林阳的耳边响起了上官巡天的声音：“林阳，你上场，废掉他。”林阳皱了皱眉头，也传音问道：“封主可以死活不论吗？”上官巡天说道：“最好不要直接弄死，免得麻烦，打残没有任何问题。”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全场，把青兰宗弟子的喧哗声压制下去。青兰宗下一个出战弟子落日峰林阳。这洪亮的声音一落，看台上青兰宗的那些弟子又沸腾起来。这些弟子一个个都被震撼得合不拢嘴巴。宗门怎么决定派一个落日峰的弟子参赛？落日峰只是一个炼丹的山峰，年年宗门弟子大比都是倒数第1，派落日峰的弟子上场是比赛炼丹吗？林阳他们连林阳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林阳进宗门也只有几个宗门高层知道，这些弟子
自然不知道落日峰还有羚羊这个人。一些弟子都纷纷打听羚羊是谁。青灵儿有些担心地拉了一下羚羊的衣角，说道：“羚羊，小心他墨轩那柄剑，有些诡异。”羚羊点了点头，就缓缓起身，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走向擂台。当他踏上擂台的瞬间，整个广场突然安静下来，随即广场上就爆发出一阵一阵的喝骂声，因为他们看到羚羊穿着的衣服竟然是青兰宗杂役弟子的衣服。一个杂役弟子跑到擂台上去，要与玄阴宗筑基期排名第4的墨轩比赛。这个杂役是疯了吗？在玄阴宗代表团的看台上，那10多个玄阴宗的弟子一个个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怎么都想不到青兰宗竟然派一个杂役来挑战他们玄阴宗的亲传，这个青兰宗在搞什么鬼？一个弟子说道：“让一个杂役弟子上场，青兰宗是疯了吗？”另一个玄阴宗弟子哈哈大笑说道：“哈哈，青兰宗是害怕了，怕墨轩师兄废了他们的筑基天才，所以才派个杂役弟子来送死。”擂台上，墨轩看清羚羊的服饰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眼中满是轻蔑，对着羚羊呵斥道：“一个杂役跑到擂台上来做什么？快点滚下去，不然我就把你丢下擂台。”台下玄阴宗的弟子也跟着哄笑说道：“莫师兄，下手轻点，别把人家杂役打残了。杂役是需要干活才有灵识修炼的，打残了就没法干活了。”哈哈哈哈！羚羊没有理睬墨轩和玄阴宗弟子的嘲讽，用神识扫视了一下高台上，发现淼君也正在盯着他看。淼君的脸上流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手指轻轻地敲击着座椅的扶手。从淼君那神态羚羊可以看出，淼君是想借助玄阴宗的手除掉他。当羚羊的神识扫过玄阴宗的带队长老时，羚羊发现他脸上很是平静，无喜无悲，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羚羊不知道这个老头对他有着这样的算计，玄阴宗派这么一个代表团来青兰宗，还刻意点名要他参加比赛，难道想在比赛中耍什么花招？这时裁判已经宣布比赛开始了，羚羊急忙收起心神，看了一眼墨轩。墨轩抬头看天都不看羚羊一眼，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说道：“小子，对付你这个筑基中期，我用一只手在3招之内就要你跪地求。”他话还没说完，突然发现羚羊的拳头已经到了他的胸口。墨轩没有想到羚羊一句话都不说，一上来动手，而且还是近距离的肉搏。墨轩被羚羊打得一个措手不及，没能避开羚羊拳头，砰的一声响起，墨轩只觉得胸口一痛，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最后重重摔在擂台边缘，口中鲜血狂喷，胸骨凹陷。羚羊甩了甩手，微微一笑，说道：“3000灵石入账。”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一招，仅仅一招，青兰宗的杂役弟子竟然秒杀了玄阴宗筑基期排名第4的天才。看台上，青兰宗的弟子们先是呆滞，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羚羊，羚羊，羚羊！”青灵儿激动地跳了起来，小脸通红，大声叫喊道：“羚羊，羚羊，你太厉害了！”高台上，上官巡天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突然，墨轩掉落在地上的那柄黑剑漂浮起来，黑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羚羊的身后就朝着他的脖颈挥斩而去。玄阴宗的带队长老眼神里流露出一丝阴冷，看台上的弟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法吓懵了。原以为墨轩身受重伤，比赛已经结束，没有想到墨轩的那柄黑剑竟然对羚羊发动了偷袭。这时裁判也反应过来，不过墨轩并没有认输，比赛也没有结束。武器在清玄大陆，各种类别的法宝、丹药、阵法、用毒等等手段都算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比赛限制法宝、用毒、用丹药，这对毒修丹、修阵修等等修士是不公平的。明知墨轩的那柄黑剑有毒，裁判也没有出手阻拦墨轩的黑剑，能不能躲过黑剑的袭击，那就要看羚羊的本事了。羚羊突然就感到眉心一阵剧烈的疼痛，这是混沌神体对危险发出的预警。他急忙一个闪身，险之又险地躲过黑剑的袭击，不过他的手臂上还是被剑刃划出一道口子，一股血流了出来，一股黑色的剧毒沿着经脉朝着羚羊的体内蔓延而去，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羚羊估计如果不加干涉，最多3个呼吸的时间，羚羊就会瘫痪。黑色毒素已进入羚羊的身体里，混沌神体的护体功能就急速启动，调动一股股混沌能量，就把侵入体内的毒素包裹起来，没用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把侵入体内的那点毒素全部化解掉。羚羊内视了一下身体，感觉毒素已经解除，就暗暗松了一口气。黑剑在一剑斩空后，就急速掉头，又朝着羚羊挥斩过来，灵活的程度不亚于一根水中的泥鳅，在空中不停地翻转腾挪，逼得羚羊不停后退。看到这柄剑这么有灵性，羚羊就知道黑剑是在受墨轩的意念控制。他本想着发出一根神魂针彻底灭掉墨轩，但是一想觉得在一个小小筑基修士动用神魂针不划算，只得再次躲开黑剑的袭击。那想这柄黑剑就如复古之驹一样紧紧追着羚羊不放。羚羊很是恼火，他还不相信自己对付不了一柄产生了灵智的剑，于是就一个闪身再次躲开黑剑的攻击，然后伸手就抓住黑剑的剑柄。黑剑被羚羊抓住后就激烈的挣扎抖动起来，发出呜呜的轰鸣声。羚羊知道这剑与墨轩有着心神联系，
如果不抹除掉墨轩留在剑上的神魂印记，他是收服不了这柄剑的。于是就意念一动，就把黑剑收进到了混沌空间里。黑剑突然凭空消失，墨轩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来。因为混沌空间与清玄大陆不是同一个空间位面，墨轩突然就与黑剑失去了心神联系，不管他怎么召唤，就是联系不上。他恶狠狠地盯着林阳，问道：“我的追影剑，小子，你把我的追影剑弄到哪里去了？”林阳嘿嘿一笑，说道：“墨轩，你要搞清楚，那已经不是你的追影剑，现在成了我的追影剑了。”墨轩冷哼一声，喝道：“小子狂妄，你被追影剑划伤，已经身中剧毒，还不快交出追影剑？你是想找死吗？”青灵儿看到林阳被黑剑划伤，心里担忧不已。虽然最后林阳没收了墨轩的黑剑，但是林阳肯定也是中毒了。刚才林海就是被黑剑所伤后中毒栽倒在擂台上的。林阳他会不会也像林海那样？上官巡天也紧皱着眉头，紧紧地注视着擂台上的动静。一旦林阳毒发倒地，他会第一时间出手救治。青蓝宗7个封主，只有开天锋主秒君一个人心里很是开心，端起茶杯微笑着抿了一大口。其他的封主都皱着眉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看台上的青蓝宗弟子一个个都屏着呼吸看着林阳，他们都不知道林阳在接下来几个呼吸后才会栽倒在擂台上。墨轩擦掉嘴角的血迹后就说道：“好，我看你怎么死。”于是他就开始数起数来，1、2、3，每数出一个数字，他点一下头，还用手指朝下虚点一下。林阳玩味地看着缓缓数着数的墨轩，猛地一巴掌就朝着他的脸呼去。就在墨轩数到10时，砰的一声，林阳的巴掌狠狠地击打在他的脸上。墨轩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破麻袋一样，在擂台上画出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后就摔落到擂台下的地面上。看到林阳那帅气的打墨轩巴掌的动作，看台上的女修弟子都惊呼起来：“帅，猛，我梦中的男修，经典！”林阳，清玄大陆的妖孽。墨轩阳躺在地上，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牙齿也掉了好几颗。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自己全身灵力都被那一拳打散了，连坐都坐不起来。这不可能！墨轩吐出一口血沫，眼中满是懊恼。丢人了！他墨轩凭借着法宝追影剑，在去年东域宗门弟子排名赛上，他取得了筑基组第7名的好成绩。一个东域排名第7的筑基后期修士，今天竟然被青蓝宗的一个杂役弟子秒杀。林阳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的让他绝望。墨轩一时都有些怀疑自己这个东域第7名的含金量了。经此一役，墨轩的道心都有些动摇了。林阳站在擂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平静的说道：“就你这点本事，还是玄阴宗筑基期排名第4？难道玄阴宗的天才是一堆垃圾吗？”听到林阳羞辱玄阴宗的话语，全场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蓝宗的弟子们激动的手舞足蹈，有人甚至把衣服都脱下来挥舞。林阳！昨天炼气组的比赛，青蓝宗4战3负1，胜的憋屈感一扫而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高台上，玄阴宗的代队长老鹰无央终于睁开了眼睛，眼中闪过一丝阴鸷。他手指轻轻敲击座椅扶手，传音给身旁的一个清瘦弟子，说道：“任天穹，该你出手了。包玉计划启动，你一定要按着老祖的交代完成宗门的任务。”那叫任天穹的筑基巅峰弟子鹰点了点头，向鹰无央行了一礼后，眼神闪过一丝忧伤和落寞，但是他很快就掩饰过去，转身朝着擂台走了去。他低着头，脚步沉重，情绪很是低落。他觉得上天不公，玄阴宗上万弟子，就他被玄阴老祖选做应天之子。当时他被选上时，还兴奋的睡不着。来青蓝宗前，他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应天之子，是书生老祖要他来青蓝宗做炮灰的。在裁判宣布林阳获胜后，青灵儿激动地冲上擂台，他一把抱住林阳的胳膊，美眸中满是异彩，说道：“林阳，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中毒了呢。”林阳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温软舒适，一股清香飘进鼻腔，有着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他很享受这种感觉。看着比他还激动的青灵儿，笑着说道：“谢谢圣女的关心。”林阳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青灵儿打断。他一把掐住林阳腰间的一块软肉，嗔怒道：“以后不准叫我圣女，要叫我灵儿，你记住没？”擂台下观战的弟子看到圣女青灵儿跑上擂台，还那么亲切地挽着林阳的胳膊，一个个都被震撼得瞪大了眼睛。一个男弟子生无可恋地感叹道：“完了，我梦中冰清玉洁的圣女沦陷了。”青蓝宗的那些男弟子看到林阳手臂把青灵儿的傲然都压扁了，心里都泛出一股酸意来，有着梦碎般的感觉。一个弟子很是羡慕道：“圣女挽着胳膊的那个人怎么就不是我呢？”林阳知道在这样的场合，青灵儿跑上来挽着他的胳膊，都不知道要为他拉来了多少人的嫉恨。此时肯定有着不少男弟子恨不能活吞了他。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时，林阳的耳畔就响起了一个传音：“小子，赶快离圣女远点，否则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林阳顺着声音看去，看到一个看起来26、7岁，气质很是阴柔的男修，正在用恶毒的眼光盯着他。林阳急忙问青灵儿：“灵儿，站在贵宾看台那边穿着白色衣服的那个年轻男修是谁？”青灵儿朝着贵宾席那边看了一眼，然后就抿了抿嘴唇，说道：“一个死皮赖脸的家伙，不用理他。不过
你也要小心他，尽量不要与他接触。这个人很坏的，人坏，修炼天赋确是不错。你别看他年轻，已经是金丹后期了。羚羊闻言顿时就明白，那人肯定在追求青灵儿。他心里想到，我就是不去接触他，今天过后，他都要来接触我了。青灵儿对羚羊这般亲热，那人吃醋了，说不定正在盘算着怎样敲羚羊的闷棍。这时，裁判走到羚羊身边，问道：羚羊，玄阴宗的筑基巅峰弟子天穹要上台与你交流切磋，你需要中途休息一段时间吗？青灵儿脸色一变，拉住羚羊的手，对裁判说道：肯定要休息了，与一个天才苦战一场，消耗太大，换人吧。宗门筑基期的弟子还有排名第一、第二的都没有上场呢。说完，青灵儿又扭头对羚羊说道：羚羊，别与他们打了，他们这是要用车轮战来耗你。羚羊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道：无妨，正好我也想多赚点灵石，我还欠着你的灵石没还呢。打赢一场宗门奖励3000灵石，这买卖划算。羚羊朝裁判微笑着点头示意，说道：不用休息，接着干。青灵儿看到羚羊不听他的话，撅着嘴巴狠狠地跺了一下脚，嗔怒道：你真的是不识好人心，我懒得管你。说着就气呼呼地跳下了擂台。裁判看到羚羊同意马上比赛，就大声喊道：下一场比赛，青蓝宗羚羊对战玄阴宗任天穹。裁判的声音一落，看台上又是一阵惊呼声。这个任天穹是玄阴宗筑基期弟子，排名第2，他们都想不到玄阴宗直接就派出了最强战力。玄阴宗筑基弟子排名第1没来青蓝宗，排名第2的任天穹就是最高战力了。羚羊刚才秒杀了排名第4的墨轩，玄阴宗不按常理派出排名第3的弟子出场，直接就让最高战力上台，可见殷无央对羚羊的重视，同时也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一旦任天穹战败，玄阴宗代表团就只能打道回府了。不说这些弟子看不懂，就是青蓝宗的7个灵峰峰主也都看不懂殷无央的这一操作，只有殷无央心里最清楚，他这也是迫不得已。羚羊站在擂台上，看着一个瘦削如竹竿的青年修士正缓步走上擂台，他每走一步，脚下的地面都会结出一层薄薄的冰霜，好强的寒气。羚羊眯起眼睛，感受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羚羊知道玄阴宗针对他的棋子出来了，在这个瘦竹竿身上肯定有着书生的布局，现在他还猜不出玄阴宗到底是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他，但是他相信书生在得到玉佩前肯定不会杀死他的，他死了，玄天玉佩也跟着消失。玄阴宗的计划很有可能是想把他掳走，打晕他，或者用传送阵盘，或者用他猜不出来的手段把他掳到玄阴宗，然后再慢慢剥离他身体里的那块玄天玉佩。既然玄阴宗想要掳走他，而不是在擂台上杀死他，羚羊就有了回旋的余地了。他一时就打起12分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挑战。为了保险起见，羚羊就传音给青灵儿，说道：灵儿，如果我在比赛中出现不可预知的意外情况，请你在第一时间带着我离开擂台。如果你有芥子空间，最好把我收进芥子空间里去，要保证我能够安全离开广场，你能做得到吗？青灵儿收到羚羊的传音，吓了一跳，很是担忧地问道：羚羊，是不是有人威胁你了？羚羊说道：我有着一种预感，接下来的比赛肯定会出事，你能不能保证把我安全带离广场？只要能够安全离开广场就行。青灵儿听到羚羊多次强调安全离开，就知道羚羊对此事特别重视，于是就说道：我答应你，如果我做不到，我可以请师傅出面，保证安全护送你离开，不过你要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听到青灵儿答应了他的请求，羚羊的心就踏实了几分。他在青蓝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青灵儿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青灵儿，希望青灵儿能够不负所托。当然，羚羊是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他这叫做有备无患，给万一留了一条后路。任天穹走到擂台中央，面无表情地看着羚羊，语气冰冷地说道：你就是那个筑基引起天地异象的气运之子吧？我任天穹就是专杀气运之子的，遇到我，你的气运就到头了。交出追影剑，我还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羚羊闻言忍不住笑了，他很是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任天穹，希望从他身上发现一点什么。任天穹看到羚羊在盯着他看，急忙扭过头避开羚羊的那审视的目光。羚羊发现任天穹除了目光有些呆滞外，神态也很是犹豫，表现得很是做作，像是很不情愿上场与他比赛一样。羚羊笑了笑，试探性地问道：你们玄阴宗这次派代表团来青蓝宗，特意点名要我参赛，目的就是针对我吧？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将要用什么手段来针对我，但是我知道你任天穹就是一枚棋子，是玄阴宗的炮灰。任天穹闻言心里一愣，他没有想到羚羊一眼就看破了玄阴宗的计谋，他很苦逼，想不到宗门为了达到控制羚羊这样一个简单目的，竟然愿意牺牲他这个天才弟子。难道羚羊身上的玉佩对玄阴宗就那么重要？任天穹不明白，在残酷的修真界，修士是最自私自利的，对于那些化神大能来说，飞升重于一切。如果能用一个宗门的代价来换取一个飞升机缘，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祭献宗门，更别说是牺牲一个小小的筑基天才了。任天穹没有回答羚羊的话，便冷哼一声，双手结印，便运转起功法来。随着任天穹功法的运转，整个擂台的温度骤然下降，
一层冰霜以他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寒冰玄功，这是下品地阶功法。看台上有人惊呼。林阳知道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大品阶，在清玄大陆，一般一流宗门最好地功法也不过是极品玄阶功法，而地阶功法是非常稀有的。这个任天穹修炼的竟然是地阶功法，看来玄阴宗筑基期前5的修士都有着自己的底牌。林阳这才明白，不能小看任何一个天才，但凡天才都有着自己的底牌。与墨轩一战，就是因为他轻视墨轩就被追影剑刺伤，幸好他天生混沌神体，要不然也像林海那样抱憾终身。随着任天穹功法的运转，眨眼间林阳感觉自己的双脚已经被冰霜冻住，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任天穹看到他的寒冰玄功已经起效，便趁机出手，打出一道凌厉的冰锥，朝着林阳急射而去。那冰锥发嗖的一声，空气都泛起一阵的波动，冰锥未到，一股凛冽的寒意刺得林阳脸上皮肤都隐隐生疼。他体内混沌霸体诀急速运转，紫金色的光芒从体内迸发出来，瞬间就震碎了束缚着他的冰霜。他侧身避开冰锥，同时反手一拳轰向任天穹面门。由于擂台空间的限制，林阳就充分发挥体修的优点，采取近距离肉搏战。任天穹显然没想到林阳能这么快就能挣脱玄冰的束缚，而且还对他发动了袭击，仓促间只能架起双臂格挡。砰一声闷响，任天穹被这一拳打得连退数步，双臂上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他感觉到有一条手臂很有可能骨裂了，看了一眼长肿的手臂，心中骇然。他想不到林阳的肉身力量如此般的强大，这一拳的威力远超他的想象。林阳刚才并没有动用全力，否则凭着混沌神体第2层可以媲美金丹巅峰的力量，一拳就可以打爆任天穹。林阳是想把任天穹逼上绝路，让任天穹露出底牌来。如果猛然一拳就锤爆他，那任天穹的底牌就无法展现出来了。他想看看玄阴宗的那个书生老祖到底在任天穹身上做了什么手脚。看到任天穹受伤，林阳便不给任天穹喘息的机会，又是一拳呼出。任天穹刚刚站稳身体，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阳的拳头已经到了他的面门。任天穹知道自己完了，这一拳下来肯定是要挂了。他一咬牙，身上突然就冒出一股烟雾来，而且这股烟雾竟然可以遮挡住神识的探查。转瞬之间，林阳和任天穹的身影就被烟雾笼罩住。浓雾的范围不大，只是刚刚笼罩住任天穹和林阳2人。擂台下的观众在烟雾中还能若隐若现看清楚2个人的身影。上官巡天皱起眉头，他也看不出任天穹在搞什么鬼，不过他并不担心，刚才林阳中了墨轩的毒箭都没事，就算那浓雾有剧毒，林阳应该也不会吃亏。不只是上官巡天一个人看不懂，现场除了殷无央，没有一个人明白是怎么回事。青灵儿看到林阳被浓雾笼罩住，他知道那浓雾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很想登上擂台查看看究竟，但是比赛还在进行，裁判也没有什么表示，青灵儿也没办法，只能干着急。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林阳这么的上心，一旦林阳遇到一点麻烦，他的心里就特别着急。林阳看到任天穹的身体里冒出一股浓雾来，开始怀疑是毒素，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躲开，但是混沌神体并没有向他发出危险预警，他也就没有躲避，打出的拳头没有停下，仍然朝着任天宇的面门冲击而去。这次林阳没有留手，如果任天穹还不展示后手，林阳就不准备给他展示了，给了他1次机会就不会再给2次。这一拳的力量足以打爆任天穹的脑袋。就在林阳的拳头即将击打在任天穹的面门上时，任天穹的眉心出现了一股能量波动，紧接着林阳就感到眉心一热，感觉有什么东西钻进了他的识海。但是此刻他无法顾及，如果在这个时候收回拳头，死的肯定是他，只能是不留余力，一拳重重的击打在任天穹的面门上。任天穹发出的一声，他的脑袋就像是点燃引线的爆竹，砰的就爆裂开来，鲜血溅了林阳一身。林阳的脸上满是任天穹的脑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直冲他的鼻腔，让他感到一阵的恶心。摸了一把溅在脸上的脑浆，手指像是触感到了一种细细滑滑的油脂物。林阳弯下身子，把手在任天穹的衣服上擦拭干净，顺手取了他的储物戒指。打爆任天穹后，林阳急忙内视自己的识海，想查清楚钻进他识海里的是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他的识海里就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声，哈哈哈，不错不错，小子，你这识海可比一般金丹修士的识海都要宽阔，差不多都有10丈方糖大小了，而且肉身堪比金丹巅峰，这身体条件比绝大多数金丹巅峰修士都要优质，哈哈哈哈。听到识海里的声音，林阳妈了，想不到进入他识海里的竟然是一个元神。元神修士只有修炼到了化神期才有元神，也就是说能够元神离体，最低的修为都是化神初期修士了。一个元神冲击他的识海里，无非是2个目的，一是要夺舍，二是想控制他的身体。化神元神一般都不会选择夺舍筑基修士，因为筑基修士的身体条件和神魂强度与化神相差太大，化神夺舍筑基就意味着化神元神要放弃自己许多的魂力和修为来适应筑基修士的识海和身体，这样太不划算。这时林阳才明白过来，原来任天穹的识海里
隐藏着一个化神大能的元神。刚才任天穹散出的迷雾只是一种隐蔽手段，目的是掩护元神从他的识海里出来时不被人发觉。元神出入识海都会引起的一阵神魂力波动，如果不用隔绝神识的烟雾掩盖，就很容易被青蓝宗的那几个元婴巅峰的峰主发现，散发出阻隔神识的烟雾，这样就可以做到让大能元神悄无声息地进入羚羊的识海，控制住羚羊的身体。玄阴宗的那个书生老祖在用剥离大阵都无法剥离出他身体里的玉佩后，就采取了这种的办法。如果元神控制了羚羊的身体，那融入他身体里的那枚玄天玉佩就很容易剥离出来。这一招够狠够准，直击羚羊的要害。估计羚羊的母亲都没有想到这个层面上来，否则他把玉佩融进羚羊身体时，肯定会留有防备元神进入他识海的后手。羚羊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一时就有些紧张起来。在这广场有着玄阴宗代表团那么多人，还有敌视他的淼军，还有那个刚才警告他离开圣女的青年金丹，一旦他陷入与元神大战，就无法顾及肉身，他的肉身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急忙传音给青灵儿，让青灵儿把他的肉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接下来羚羊要与冲进他识海里的元神有着一场生死大战。在羚羊在浓雾中与任天穹搏杀的同时，擂台下面青灵儿看到羚羊被烟雾笼罩住，隐隐有些担心。突然浓雾中传来了一声砰的响声，随即就有着血水溅出，随即空气中就传来了一股很是难闻的血腥味，一具无头身体就倒了下去。看台上观赛的弟子看到血雾四溅，一个身影倒地，发出了一阵惊呼声。他们虽然看不清楚羚羊的动作，也知道是羚羊一拳锤爆了任天穹的头颅。裁判看到情况不对，急忙打出一股劲气，把那烟雾吹散。浓雾散开后，青灵儿只看到羚羊傻愣愣地站在擂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边倒着任天穹的无头尸体。显然刚才羚羊的一拳打爆了任天穹的脑袋，但是羚羊为什么是那么一副呆愣表情呢？难道是吓傻了，或者是中毒了？这时青灵儿的耳畔传来了羚羊的声音，情况非常危险，尽快带我离开，最好帮我藏在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青灵儿知道这是羚羊的传音，羚羊能够给他传音，就证明羚羊没事。他来不及多想，几个飞步就跃上擂台，然后就拉着羚羊的手说道：“不要反抗。”青灵儿意念一动，就把羚羊收进了圣女戒中。青蓝宗的圣女有着一枚传承圣女戒，是一枚芥子空间，虽然空间不大，方圆也就3-4亩地的小空间，但是可以装活物，当然也可以住人。玄阴宗的带队长老鹰无央看到羚羊一拳打爆了任天穹的脑袋，就大喝一声：“小子找死！我抓你回玄阴宗活祭任天穹！”话音一落，他就朝着擂台冲了上去。上官巡天看到鹰无央朝擂台冲去，也急忙追了上去。由于青灵儿动身时间相对早了点，当鹰无央冲到擂台上时，青灵儿已经把羚羊送进圣女界空间里了。鹰无央看到羚羊被青蓝宗圣女收走，就拱手说道：“羚羊击杀我宗亲传弟子，请圣女把陆阳交给我，带回宗门处理。”青灵儿本想反驳，此时上官巡天也来到了擂台上，他急忙对青灵儿说道：“灵儿，你快回缥缈峰，这里由我来处理。”青灵儿点了点头，就要转身离开。鹰无央看到青灵儿想离开，就要过去阻拦，却被上官巡天拦了下来。鹰无央厉声喝道：“上官巡天，你敢阻拦我，你就不怕引起两宗发生冲突吗？”上官巡天冷哼一声，周身灵力涌动，喝道：“鹰长老，擂台比试生死自负，这是修真界亘古不变的规矩，你若想借此生事，那你只能是留在青蓝宗了。”这时除了开天峰峰主淼军，另外那5大灵峰的峰主都迅速围拢过来。青灵儿借机就拿出飞剑，就御剑腾空，情况出现了不可预计的变化。书生老祖原本的计划是想把元神送进羚羊的身体后，让任天穹与羚羊在擂台上纠缠一会儿，等到元神控制住羚羊的身体后再认输，这样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控制住羚羊的身体，神不知鬼不觉的。书生没有预料到羚羊过于强大，一拳就打爆了任天穹的头，这样元神还没来得及控制住羚羊的身体，任天穹就死了。圣女把羚羊收进戒指空间，元神就很有暴露的风险。鹰无央眼睁睁看着青灵儿已经御剑腾空，一时急得不行，必须要拦住青灵儿。鹰无央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他不管不顾，就朝着青灵打出一股能元婴之力，想把青灵儿击落。上官巡天看到鹰无央胆敢攻击圣女，一时暴怒，他大喝一声，浑身散发出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来，搅动的擂台都震动起来。他跃上空中，同时打出一股能量，把鹰无央的元婴之力拦了下来。鹰无央的元婴之力与上官巡天的能量撞击在一起，在半空中炸裂，轰的一声，火花四溅，鹰无央的元婴之力顿时就被轰散。上官巡天的能量团威势不减，继续朝着鹰无央冲击而去。擂台承受不住冲击，顿时坍塌，卷起滚滚烟尘。站在擂台上的几个峰主和裁判都纷纷御剑腾空，逃离擂台。鹰无央也被冲击的倒在擂台的废墟中，嘴角溢出一股鲜血。烟尘散去后，鹰无央很是不甘心地爬了起来，指着上官巡天威胁道：“你们青蓝宗保得了羚羊意识，保不了羚羊意识，此事我们玄阴宗绝不就此罢休。”说完，他就向玄阴宗代表团的人挥了挥手，
然后就带着代表团的人离开了青兰宗。上官巡天看到殷无央没有在无理取闹，也就没有阻拦，就这么看着玄阴宗的代表团离开。青灵儿神情很是紧张，她驾驭着飞剑，不时往后看，生怕殷无央追了上来。她加大对飞剑的灵力输出，飞剑就如一颗疾驶而过的流星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缥缈峰，降落在自己的修炼洞府前。青灵儿一颗心才安下心来。他师父青明道人是化神中期大能，就是借殷无央10个胆，他也不敢擅闯缥缈峰。青灵儿挥手开启洞府禁制，走进洞府，关好门后，就意念一动，就把羚羊从圣女界空间里抱了出来。羚羊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如纸。这是青灵儿的一个修炼洞府，平时他都住在圣女宫的，所以洞府里面的设施很是简陋，除了一张大床，一个蒲团，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青灵儿抱着羚羊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除了床上，他也没有别的地方让羚羊躺下。可是他还没交往过道侣，如果让羚羊躺到他床上，他觉得很是不妥。犹豫了一会后，青灵儿咬了一下嘴唇，还是把羚羊轻轻地放在他那张垫着粉色床单的大床上。羚羊，青灵儿叫了一声，羚羊闭着眼睛，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手指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他的呼喊。他发现羚羊的呼吸和心跳都很正常，应该没事。他便展开神识，想查看一下羚羊的识海。让他震惊的是，羚羊的识海竟然完全封闭了，他的神识根本无法探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羚羊是识海受伤，现在正在疗伤？青灵儿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羚羊在杜住积雷结束时用衣服当做裙子系在腰间的情景。当时羚羊能够在化形结雷和传说中的紫色雷霆下都能活下来，就凭这点就深深地吸引住青灵儿。羚羊那强大的体修，肉身可以反弹金丹修士赵鹏举的壮举就震撼青灵儿。青灵儿从小就崇拜体修，所以羚羊在他的心目中的形象很是高大。羚羊在关键时刻信任他青灵儿，以命相托，这让青灵儿很是感动。他既然把羚羊带回缥缈峰，便决定要好好照顾他，以不辜负羚羊对他的信任。他轻轻地抚摸着羚羊的脸，美眸中噙着泪水，气声说道：羚羊，你一定要活下来，我不许你死。看到羚羊没有反应，青灵儿急了，咬了咬嘴唇，就走到洞府外面，取出一枚传音符，向青明道人求助。师父，请您过来一下。青灵儿攥紧传音符，指尖因用力而发白。玄阴宗七人太甚。他声音颤抖，却字字如冰。羚羊若有3长2短，我必踏平玄阴宗山门。青明道人皱眉：灵儿，你乃圣女，要懂得隐忍。圣女又如何？他猛地抬头，眸中泛起赤色。他们敢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青灵儿腰间玉剑嗡鸣出鞘，一剑斩向远处云海。轰！剑气纵横10里，云层撕裂，仿佛宣泄着他滔天的怒意。一众缥缈峰弟子骇然仰望，窃窃私语。圣女竟为了羚羊。片刻后，洞府外就出现了一阵空间波动。青灵儿急忙迎了上去，把青明道人请进洞府。青灵儿急忙把青明道人拉到床边，说道：师父，你看看羚羊是怎么回事？青明道人面容沉静，伸手按在羚羊的额头上，片刻后眉头紧锁，说道：有元神侵入他的识海。元神？青灵儿倒吸一口凉气，那羚羊岂不是？青明道人摇了摇头，说道：看情况吧，不过10有8九，羚羊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一个化神的元神夺舍一个筑基修士，现在羚羊的识海已经自动封闭，外人也无法进入他的识海干预，只能靠他自己了，等待结果吧。青灵儿急得眼圈发红，问道：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可以帮到羚羊？云明道人思索片刻，说道：如果你想帮他，就确保他的肉身安全，给他活着留下一点希望。现在你必须马上把羚羊的身体送进圣女界，一旦发现羚羊被夺舍，就立即打碎羚羊的肉身，让元神无处藏身。元神没有识海的防护，暴露在外面，你就可以借助对玉女界空间的掌控，灭杀那个元神。青灵儿闻言一时就呆愣住了。从他师父的口气，青灵儿听得出羚羊活下来的几率很低很低。现在那个元神躲在羚羊的识海里，除非连同羚羊一起杀死，否则青灵儿也奈何不了那个化神元神。如果羚羊真的被夺舍，那他真的要击碎羚羊的肉身吗？青灵儿有些不愿去想下去。既然羚羊被夺舍，那羚羊的肉身就不是羚羊的了，而是他是海里那个元神的了。他要为羚羊报仇，一定要杀死那个元神。他咬着下嘴唇，连同他这张大床和羚羊一起收进圣女界空间里，然后扭头眼巴巴地看着青明道人，问道：师父，需要我进去看着羚羊吗？青明道长叹了口气，严肃地说道：夺舍战不是一时就能结束的，守着也没有意义。你待在他身边，说不定还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管是羚羊活下来，还是元神活下来，都会待在你的圣女界空间里，也跑不出来的。你的空间受你意念控制，如何灭杀，就看你这么处置了。如果活下来的是元神，你打碎羚羊的肉身后，把那个元神控制起来，交给我。此事非同小可，玄阴宗竟敢在我青兰宗内对我们的弟子下手，必须有个交代。青灵儿重点头：师父放心，如果元神真的夺舍了羚羊，我会好好折磨他一番的。进了我的圣女界，我就是不杀他，也要让他脱层皮。青明道人接着交代说道：不管谁活下来，
你都不要在第一时间放他出来，在圣女界空间里查明身份后再决定怎么处置。如果放他出来，化神元神夺舍成功后的实力，也不是你一个金丹巅峰可以抗衡的。我现在去必须召开宗门高层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就不留在这里陪着你了。清明道人交代清楚后，转身就离开了青灵儿的洞府。玄阴宗的一个化神元神悄无声息地夺舍一个青蓝宗弟子，这件性质非常恶劣。如果不是青灵儿把林阳带回缥缈峰，整个青蓝宗都会蒙在鼓里。这样，玄阴宗的化神就会以林阳的身份潜伏在青蓝宗，后果非常严重。细思极恐，清明道人都想不通，阴明宗这么做目的是为了什么？清明道人离开后，青灵儿就在洞府里盘膝而坐，思索着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情。他知道，现在林阳正在面临着一场生死大战。林阳的识海内，林阳的神魂看到一个半大老头模样的小元神，喝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闯进我的识海？”小老头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很是认真地打量着林阳的神魂，突然灵光一现，说道：“小友不要害怕，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只是我的肉身被毁了，暂时借你的识海藏身。”小老头元神看到林阳的神魂比较强大，如果与林阳苦战一场，会消耗他很多神魂力的。他肉身破碎后，这段时间元神没有肉身滋养，已经流失太多的神魂力了，自然不想再消耗神魂力与林阳大战一场。他准备好言迷惑林阳，骗取林阳的信任，然后再趁林阳放松警惕时一举拿下林阳。林阳自然不相信这个小老头的话，而是紧紧逼问道：“哼，说得好听，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说说吧，玄阴宗的书生老祖为什么不惜代价都要夺取我身上这块玉佩？”林阳一定要问清楚母亲留给他的玄天玉佩是不是与飞升有关，不然他死都不瞑目。元神看到林阳已经知道他是书生老祖派来的，也就不再装了。他捋了捋胡须，连连赞叹说道：“不错不错，神魂力强大的堪比金丹巅峰。如果我吞噬了这么一个强壮的元神，肯定可以弥补我这么多天来的消耗了。小子，原本我只想进入你的识海，控制住你的身体，然后剥夺你的玄天玉佩。现在我改主意了，乖乖让我吞噬吧。如果你不反抗，我加快吞噬速度，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痛苦。虽然夺舍一个筑基中期小修士有些亏，但是你的身体条件和识海以及神魂力强度都异常优秀，可谓是天赋逆天。能够得到这逆天的天赋，也足够弥补我的亏损了。以你这样的天赋，就是从筑基再修炼到化神巅峰，也用不了100年时间。”林阳看到小老头元神不再装了，就说道：“既然你都准备夺舍我了，那我的身体也就是你的了。看在我这具身体的份上，你可不可以让我死个明白？”小老头元神看了林阳神魂一眼，点了点头，说道：“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你无妨。我昆城化神初期10天前因探寻飞升机缘，在一个秘境里失去了肉身。元神逃回玄阴宗后，就寄养在一个弟子的识海里，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肉身夺舍。没有想到，前天书生老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进入你的识海，控制你的身体，剥夺你体内的玄天玉佩。真的是上天眷顾我昆城，给我找了这么一具纯阳体质的极品肉身，非常适合我的纯阳灵根属性。”说着，坤的元神呈指了林阳的识海，继续说道：“还有你这宽阔的识海，以后就是我的识海了。”哈哈哈哈！林阳看到这个昆城的元神并没有提及玄天玉佩，心里难免有些失望。突然，他发现混沌炉已经不在他识海里，那他跑到哪里去了？林阳感应了一下整个身体，发现混沌炉竟然躲到他的丹田里去了。林阳一时就有些生气，这个死炉子一直都是悬浮在他识海上空的，这次看到昆城的元神进来，竟然悄悄离开了识海，躲进丹田里去了。林阳一时很是生气，就用意念沟通混沌炉气灵珠儿：“珠儿，怎么回事？有敌人来了你不帮我，反而逃跑了？”珠儿不屑地冷哼一声，说道：“我只是一个炉子，又不擅长战斗，所以就把识海让出来，让你两人好好打一架，也免得我在识海里碍事。小子，我告诉你，我虽然是6界第一神炉，但是还没恢复，战斗的事以后你就别指望我了。我留在识海里，一不小心挨上元神一拳，我就得散架了。你天生混沌神体，不会还惧怕一个小化神元神吧？”林阳真的是无语，看来这炉子也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家伙，如果凡事都依靠他，自己连怎么死都不知道。林阳虽然也知道化神元神是很难对付，不过他也不甘心就这么被夺舍，准备与昆城这个元神殊死一搏。就算打不过昆城，自己是一个被夺舍的结果，林阳也要昆城没有那么好过。这时，昆城的元神已经不再与林阳多说废话了，他一扬手，一条漆黑的粗壮锁链朝着林阳的神魂缠绕而去。这是什么灵宝？一个元神施展出来都这么厉害？林阳的神魂急速闪避，但那黑色锁链如影随形，长长的链条就像是一条黑色长龙，搅动的整个识海都翻腾起来。林阳知道自己不是元神的对手，他想到混沌神体晋级到第2层后赋予的神魂攻击，就急忙凝聚出一根神魂针来，在躲过黑色锁链的一次攻击后，就发出神魂针，朝着昆城的元神急刺而去。嗤的一声，神魂针刺入昆城元神的胸膛，元神闷哼一声，感觉到胸口传来了一阵剧痛。由于林阳的神魂力与元神比起来显得太弱，虽然能够伤到昆城的元神，但是伤害到程度有限。元神顿时眉头紧蹙，大怒道：“小子，你竟敢伤我元神！
想不到你还会神魂攻击，我真的是小看你了。不过，你神魂力太弱，一根神魂针还无法威胁到我。昆城狞笑着掐诀，锁链突然分化成9条，化作囚笼，将羚羊团团围住。昆城的元神泛起贪婪的幽光，兴奋地说道：“小子果然不凡，不过神魂攻击技法等会就是我昆城的了。可惜你神魂力太弱，不然我今天还真的要栽在你手里了。”锁链猛然收紧，羚羊发出痛苦嘶吼，他感觉自己的神魂正在被撕扯，记忆碎片如雪花般飘散。哈哈，区区筑基修士也妄想反抗，这是魂链连元婴修士都挣脱不得，乖乖成为本座的养料吧。漆黑锁链如毒蛇般缠上羚羊神魂，羚羊体内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紫金色光芒。混沌神体在遭危险时，护体功能自主启动，混沌霸体诀就自动疯狂运转起来，一股紫金色能量冲天而起，原本平静的石海瞬间翻涌起滔天巨浪。那道道紫金色能量里闪烁着古老玄奥的符文，将漆黑锁链寸寸崩碎。昆城惊呼一声：“啊，这是紫金神纹！你竟是传说中的神体！”昆城骇然倒退，他知道能够发出神纹能量的都是传说中的神体。昆城虽然不认识混沌神体，作为一个化神修士，也从一些古籍里看到过有关神体的记载。神体不可夺舍，不管任何一种神体都是专属，有着专门匹配的神魂，天生克制一切元神，不可夺舍，这是天道规则。要是早知道羚羊天生神体，就是打死昆城，他也不会进入羚羊的识海了。夺舍一个天生神体，他的元神能够承受得起神体吗？这与送死没有区别，真的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昆城自投罗网，跑来送死。那神纹竟化作一条紫金龙蟒，鳞片闪烁着古老符文，蟒手狰狞，一口咬住昆城的肩膀。昆城发出凄厉惨嚎，元神之躯竟如蜡油般开始融化，被龙蟒撕扯下一大块魂体。羚羊冷眼注视，抬手一握，哗啦，神纹龙蟒猛然收紧，昆城四肢被搅得扭曲变形，魂体表面崩裂出无数细缝，黑红色的魂力如血浆般喷溅，最后连惨叫都扭曲成了无声的绝望。而元神的身体正在以肉眼的速度变小，他疯狂掐动保命法诀，却发觉自己苦修千年的魂力正被混沌神纹吞噬。羚羊的神魂沐浴在昆城的神魂力中，受损的部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突然，他羚羊的耳畔又响起混沌卢麒麟珠儿的声音：“小子，你疯了！吞噬元神哪有像你这样吞噬的？”珠儿没好气地骂道：“你这么囫囵吞枣一般的吞噬他的能量，把负面能量都一起吞噬进去了，你不怕以后影响你的道心？吞噬元神也应该有选择的吸取元神的正面能量，把他的一些负面情绪和龌龊思想都剔除掉，这样才有益无害。”羚羊心里一愣，想不到吞噬一个元神还有着这么多的讲究。看到羚羊突然就停止了吞噬，已经无法动弹的昆城就看到了希望，急忙求饶道：“小友饶命，老夫愿奉你为主，我知晓玄阴宗所有秘。”羚羊冷笑着说道：“不用了，吞噬了你的元神，你的记忆就是我识海里的知识，我想知道什么，随时都可以翻看你的记忆，这样不香吗？”昆城的元神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羚羊不再犹豫，按照珠儿的指导，开始有选择地抽取昆城元神中的纯净魂力。他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充满怨念和阴暗的记忆碎片，只吸收最精纯的能量。随着魂力的不断涌入，羚羊感觉自己的神魂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原本虚幻的神魂体逐渐凝实，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他的识海也在不断扩大，从原先的10丈方堂扩展到了20丈左右。现在他估计他的神魂力应该相当于元婴初期的神魂力强度。同时他感知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他的修为才堪进阶到筑基7层，还算是刚刚踏入筑基后期。昆城元神的正面能量还是太小了，只占这个元神能量的1/3都不到。羚羊看到缩小了一圈的昆城元神，心里暗暗可惜，要是把整个元神都吞噬掉，他的修为肯定会突破筑基巅峰，甚至可以结丹。这时珠儿的声音喝骂道：“小子，你在想什么？别分心，趁现在一鼓作气，把他的核心记忆也提取出来。化神修士的经验和见识对你来说可是无价之宝，这些记忆你不要继承。化神修士1000多年的记忆太过繁杂，免得对你有影响。提出他的记忆后，用神石包裹存储在识海里，需要的时候可以查找。”羚羊点点头，他毫不犹豫地催动魂力，动用搜魂术。昆城残存的记忆碎片在羚羊的识海里如走马灯一般闪过，他就开始筛选昆城的记忆。他看到了昆城修炼1000年的心得，看到了玄阴宗的诸多秘法，也看到昆城的许多炼丹心得。令羚羊激动的是，这个昆城竟然还是一个5品丹师，这下他发达了。清玄大陆只是一个修真的终极位面，最高修为只有化神巅峰，对应的丹师等级最高也就是5品丹师。这个昆城也算得上清玄大陆的丹道大能了。有了昆城的炼丹心得，羚羊以后学习炼丹就会轻松很多。这个炼丹的记忆，羚羊可以全部继承。羚羊很是兴奋地把昆城的炼丹心得全部剥离下来，融入到自己的记忆里，顿时他的脑海里就多出许多炼丹心得来。虽然羚羊从没练过丹，但是对炼丹的理解就像是自己经历了一样。以后他多去实践几次，很快就可以成为一名丹师。在清玄大陆，
丹师的神魂力强度与丹师品级一致，炼气期的神魂力强度只能炼制出1品丹药，算是1品丹师。筑基修士可以炼制2品丹药，金丹元婴化神修士分别可以炼制3、4、5品丹药，6品丹师到9品丹师只有高级别位面玄灵大陆才有。昆城的元神真的是一个大宝藏，林阳获益颇丰。由于记忆太过于杂乱，而且数量过于庞大，林阳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一查看，于是他就准备全部打包存储起来，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查看。突然，林阳在昆城的记忆深处发现了他母亲的身影，他急忙停止打包，很是认真地翻看那段记忆，发现他的母亲只是在昆城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个碎片画面，画面中他的母亲坐在一个小厅里，与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在喝茶，而书生的身边还坐着2个人。而昆城是从门口经过，他朝小厅里看了一眼，留下了林阳母亲的身影。仅仅只有这样一个画面。从昆城的记忆里，那个地方是宁都城的聚贤楼，这个地方林阳听说过。宁都城处在清玄大陆东域与西域交界处，清玄海的一个大型海岛上，那个海岛叫做秦州岛。接下来林阳翻找了很久，再也没有找到有关他母亲的记忆，由此林阳推算出他的母亲与书生肯定熟悉，而与昆城不熟悉，这样就可以确认他母亲与玄阴宗没有多少关联。虽然没有找到别的线索，能够确定母亲与书生认识，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林阳不急，他有的是时间，他知道母亲去了高位面的玄灵大陆，他只要解决清玄大陆的飞升之谜，到了玄灵大陆就可以找到他的母亲。现在林阳的目的与那些化神修士一样，要探寻飞升之谜，弄清楚玄清大陆的飞升通道为什么被关闭。而林阳与他们不同之处，就是查清楚玄天玉佩与飞升之谜到底有没有关系。林阳叹息一声，把昆城的记忆全部提出来打包存储好，然后就把只剩下负面能量的昆城元神扔进混沌炉里关押起来，等混沌炉恢复后就用来炼化成纯净能量。做完这一切，林阳心念一动，神魂回归身体，缓缓睁开了眼睛。因吴阳离开青兰宗后，就拿出传讯石向书生老祖详细汇报了比赛时发生的情况。玄阴宗后山的一个山洞里，书生听完殷无央的汇报，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手指紧紧捏住传讯石，咔嚓一声，传讯石被他捏得粉碎。他抬头看了一眼昆城的魂灯，并没有熄灭，便松了一口气。只是魂灯闪烁了几下，光线变得稍微暗淡了一些。书生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魂灯没灭，就证明昆城没死。昆城没死，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控制住羚羊。只要控制住羚羊，就可以从羚羊的身体里取下玄天玉佩。书生紧紧盯着昆城的魂灯，阴森森地说道：“昆城，你最好帮我夺回玄天玉佩，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否则你的女人就不是你的了。”书生没有把玄天玉佩与飞升有关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包括玄阴宗的化神。如果别的化神修士知道了玄天玉佩与飞升有关，对玄天玉佩的抢夺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现在羚羊在青兰宗，如果青兰宗的化神修士也知道这个秘密，那玄天玉佩就没有他书生的事了。书生也想跑出青兰宗，把羚羊掳回玄阴宗，可是他不敢。青兰宗有10多个化神修士，只要他在青兰宗一露面，就会有化神修士盯上他。书生很是憋屈，一个小小羚羊，他都没有办法得手。圣女界空间里，羚羊意识回归身体后，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床上还有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对这股香味很是熟悉，知道这是青灵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好闻的香味。他想不到这个青灵儿还挺会关心人的，让他躺在床上，还帮他盖上了被子。羚羊一咕噜爬了起来，查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他推开房门，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长满了各种灵草的花园。花园面积不大，只有半亩地大小。他散开神识查看了一下，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芥子空间，里面除了这个房间和这个小花园外，全是灵田，面积不大，也就是3亩地大小。灵田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灵草，数量不多，但是种类齐全。青灵儿盘坐在洞府里，心神不宁。他几次都想进入圣女界空间里看看羚羊，可是又怕打扰到羚羊与元神的战斗，让羚羊分心。他就一直这么盘坐着，坐了3天，可谓是度日如年。期间清明道人来看过他几次，看到青灵儿那呆痴的样子，不由得摇头叹了口气。青灵儿6岁就跟着他修炼，如今有60余年的时间了。青灵道人是看着他长大的，把他视为亲生女儿一般看待。看到青灵儿这么的难受，清明道长心里也不好过。他知道自己的这傻驼已经芳心暗许羚羊那个臭小子了。对于动辄几百上千岁的修士来说，几十岁的修士都是小孩子。在第3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洞府时，青灵儿突然感觉他的圣女界空间里有着一阵能量波动，他心里一喜，急忙睁开了眼睛。莫非是羚羊成功战胜元神了？青灵儿意念一动，心情很是急切地进入到了圣女界空间里。青灵儿一进来圣女界空间，他就看到羚羊正在灵田里查看灵草。青灵儿激动的就想跑过去扑进羚羊的怀里，大哭一场。他刚迈出2步，突然就停住了脚步。他记得师父说过，羚羊很有可能被元神夺舍了，必须要验证身份才能确认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羚羊。羚羊听到声响，
回过头来，当他看到青灵儿时，心里一高兴，就朝着青灵儿跑了过来，想要抱住青灵儿，庆祝一下他死里逃生后的喜悦。青灵儿看到羚羊张开双臂向他扑了过来，急忙大声娇喝道：“站住！你不要过来！”羚羊脚步一滞，随即就明白青灵儿担心他被夺舍，要确认他的身份了。羚羊笑了笑，说道：“灵儿，我打败了元神，我就是羚羊啊！不信你感知一下我身上的气息。”说着，羚羊就想走进青灵儿。青灵儿急忙警惕地后退2步，紧紧握住剑柄，声音有些发颤地喝道：“站住！你要是再向前走1步，我就不客气了。要是你夺舍了羚羊的身体，身体是羚羊的，那气息自然就是羚羊的了，但是灵魂就不是羚羊了。你以为我是小孩子？”青灵儿强忍着泪水，要是眼前的人无法拿出实质的证据证明是羚羊，青灵儿会毫不犹豫地斩杀他。羚羊很是无奈，说道：“我可以说清楚借了你灵石的数目，还有可重复一遍我俩在会青蓝宗途中在非洲上所说的话，这样可以吗？”青灵儿摇了摇头，说道：“你夺舍了羚羊，自然继承了羚羊的记忆，这些都不能证明你就是羚羊。”羚羊很是无语，不停地苦苦思索，都无法找到可以令青灵儿信服的证据，要他自己证明自己，真的是太难了。夺舍后元神会继承他的全部记忆，他就是说出与青灵儿之间的过往，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这让羚羊很是头疼。青灵儿看到羚羊一直都拿不出确实的证据，他绝望了，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抹了一把泪水，准备利用他是这个空间的掌控者的身份，击碎羚羊的肉身，把元神逼出羚羊的识海，然后狠狠地折磨这个可恨的元神。他咬了咬银牙，意念一动，利用空间规则就镇压了羚羊，然后就唰的一声拔出灵剑，准备击碎羚羊的肉身，逼出元神。羚羊看到青灵儿拔出灵剑，傻眼了，他知道青灵儿已经下定决心要斩杀他。这里是青灵儿的空间，是他的地盘，在空间里的一切都受他意念控制。羚羊就是青灵儿案板上的一块肉，只要青灵儿一个意念就可以控制住羚羊，他就算是想逃都没办法逃。吓得他急忙大声说道：“灵儿，不要急，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多想想好不好？”青灵儿冷哼一声说道：“给你10个呼吸的时间，你别耍什么花招，在我的空间里你就是一个囚徒。”羚羊大脑急速运转，突然他灵光一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骂道：“我他妈的真笨！”于是就急忙用意念沟通珠儿，把昆城的那个只剩负面能量的元神给我绑好送出来，我要用它来证明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珠儿没有吭声，但是羚羊感觉识海里有了能量波动，于是就意念一动，把捆绑成粽子状的昆城元神提了出来，丢在青灵儿面前。青灵儿看到躺在地上被束缚住的青兽元神小人儿，吓得回退了2步，惊疑地问道：“这是谁？”羚羊笑了笑，说道：“灵儿，这就是要想夺舍我的那个元神，叫昆城，是玄阴宗化神初期大能。灵儿，夺舍的元神被我捉住，他怎么还能夺舍我？我就是真的羚羊。”青灵儿望着地上被五花大绑的元神小人，眼中的警惕渐渐消散，他手中的灵剑微微颤抖，泪水再次涌出。“羚羊，真的是你？”他的声音带着哽咽。羚羊松了口气，露出温暖的笑容：“当然是我，这个老家伙想夺舍我，结果反被我困住了。你看他现在这副模样，哪还有能力夺舍我？”青灵儿终于放下戒备，灵剑当的一声掉在地上，他3步并作2步扑进羚羊怀里，紧紧抱住他，放声大哭：“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泪水打湿了羚羊的衣襟。羚羊轻抚他的后背，柔声安慰：“傻瓜，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过了好一会儿，青灵儿才止住哭泣，他紧紧抱住羚羊，生怕羚羊再次失去。羚羊轻轻帮青灵儿擦掉泪水，端详在青灵儿娇艳的脸蛋，心中便涌起一股浓浓的柔情。他低下头，嘴巴慢慢地朝着青灵儿那鲜嫩的嘴唇靠近过去。青灵儿感到羚羊的呼出的气息喷在他的脸色，有着一种暖暖的酥麻感，一股雄性荷尔蒙气息飘进他的鼻腔。他鬼使神差般的深吸了一口气，一时大脑就晕沉沉的，神情有些恍惚起来。他感到羚羊的嘴唇越来越近，近的几乎要贴在他的嘴唇上了。青灵儿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一般，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在这个紧张而又温馨的瞬间，羚羊的嘴唇终于轻轻碰触到了青灵儿的娇唇，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温暖，一种渴望多年的甜蜜。两人的气息交织在一起，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只剩下他们彼此的心跳和呼吸。青灵儿的心墙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感觉自己的力气像是被羚羊抽空了一样，所有的疑虑和恐惧都被羚羊的爱意所融化。他闭上眼睛，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份久违的温柔之中。就在羚羊的舌头即将撬开青灵儿的牙关时，青灵儿吓得急忙推开羚羊，惊叫一声：“啊！羚羊，你要做什么？”青灵儿惊恐地看着羚羊，一双美眸中满是惊慌。羚羊伸手把青灵儿搂入怀里，轻声说道：“灵儿，你怎么了？”青灵儿羞得满脸通红，声若蚊蝇地说道：“羚羊，对不起，现在还不可以，以后我们再这样好不好？我怕怀上宝宝。”羚羊很是无语，也哭笑不得。他凑近青灵儿的耳畔，轻声问道：“灵儿，你听谁说接吻就可以怀上宝宝的？”青灵儿闻言一愣，脸颊瞬间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连耳间都染上了绯色。青灵儿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搅着衣角，声音细得仿佛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清楚。是小时候一个玩伴告诉我的。羚羊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修真界很多女修一直都忙于修炼，有些人几百岁了没有交往道侣，对男女之事不懂。像青灵儿从小就跟着清明道人修炼，平时很少接触到男修，清明道人也不可能教导青灵儿有关男女之事。处在封闭状态下的青灵儿就更加的呆萌了。他轻轻捏了一下她的鼻尖，说：“傻丫头，亲嘴怎么会怀上宝宝呢？”说着，他温柔地捧起青灵儿的脸庞，看着她水润的眼眸中仍带着几分懵懂和羞涩，心中更添怜爱。羚羊柔声说道：“要不我慢慢教你真正的男女之事，好不好？”青灵儿睫毛轻颤，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推开羚羊：“不要！”那个昆城的元神还在看着呢。他羞恼地跺了跺脚，指着地上被五花大绑的元神小人。昆城的元神此刻正瞪圆了眼睛，流露出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青灵儿想到这个元神竟然想夺舍羚羊，也害得他跟着担心了3天3夜，一时就来了脾气。他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运转功法，用灵力凝聚出一条鞭子来，朝着昆城的元神就狠狠地抽了过去。昆城的元神满地打滚，不停地哀嚎求饶：“我的姑奶奶，不要打了，再打就要打死我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打了。”他身上的正能量都被羚羊抽走吸收，剩下的全是一些负面情绪。在受到青灵儿的鞭刑后，再也忍不住痛楚，意志就没有那么坚定了。青灵儿接连抽了10多灵力鞭子，才气喘吁吁地停下了手。羚羊看到全身都被抽得肿起来的昆城元神，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圣女，下起手来比他还狠。青灵儿抽了昆城一顿，也就消气了。他拉了一下羚羊的衣角，说道：“羚羊，我们出去吧。这几天我师父都过来看望我好几次了。”说着，他就拉住羚羊的手，意念一动，就出现在青灵儿的修炼洞府。羚羊与青灵儿刚出来，洞府外的静止便传来一阵波动。青灵儿急忙整理略显凌乱的衣衫，伸手拍打了一下羚羊，羞涩地骂道：“就怪你，你的手到处乱摸，你看看，把衣服都弄得皱成这样了。”整理好衣服后，他轻轻挥手，撤去静止。“灵儿，刚才我来看你，你不在洞府，是不是进圣女界空间捉拿住那个元神了？”清明道人还没进洞府，就在问结果了。青灵儿跑过去打开洞府的石门，把清明道人让了进来，叫了一声：“师傅。”清明道人一走进洞府，伸手打断青灵儿的话，一双目光紧紧地盯着羚羊，说道：“灵儿，为师不是对你说过，在没有确认羚羊是不是被夺舍之前，你不要轻易把他放出来吗？”灵气儿急忙解释道：“师傅，羚羊他没有被夺舍。”清明道人目光很是严峻地审着羚羊，语气很是严峻地问道：“何以见得？夺舍没夺舍是没法证明清楚的，除非是用召魂镜识别。灵儿，你别听他花言巧语。”青灵儿急忙从圣女界空间里把昆城的那个青兽元神提了出来，用手捏着说道：“师傅，你看。”清明道人目光一凝，盯着那团被灵力束缚的元神，眉头微皱：“这是昆城的元神，怎么被打成这样？而且身上全是一些负面能量。”羚羊急忙承认说道：“他已经被我吸走了正面能量。”清明道人感受了一下羚羊的修为，点了点头，说道：“还真的是一个气运之子。”清明道人从昆城元神被抓，羚羊没事，结合羚羊筑基带来天地异象，就知道羚羊是天生神体。作为一个化神中期修士，他自然知道神体不可夺舍，但是羚羊不说，他也不点名，心里暗暗为青蓝宗昭收到一个天生神体而高兴。青灵儿用力点头，将元神举到师傅面前：“师傅就是他要夺舍羚羊，现在元神都被我们抓出来了，这足以证明羚羊没有被夺舍。”昆城的元神此刻萎靡不振，见清明道人审视的目光，顿时瑟瑟发抖，道：“道长饶命！”清明道人冷哼一声，抬手掐诀，一道青光从指尖射出，在昆城元神上绕了一圈，说道：“这2天宗门高层会议一直都在讨论羚羊被化神元神夺舍这件事情，开天锋锋主秒君强烈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情。羚羊，你跟我一起去宗门大殿参加宗门会议，先不用把昆城的元神拿出来，试试那几个峰主怎么表演。”羚羊点头说道：“好，弟子听从老祖安排。”清明道人拉住羚羊和青灵儿2人，身影一闪就出现在宗门大殿里。清明道人让青灵儿去敲响青蓝宗大钟，9声钟声响起过后，没一会，不断有各峰长老御剑而来，还有宗门9大长老以及个堂主。在东域3大宗门，除了宗主是化神初期，其他个山峰峰主和宗门长老都是元婴巅峰和元婴后期。宗门的10多个化神老祖，除了闭关修炼，就是寻找飞升机缘，从不掺和宗门事宜。但是宗门里会有一个轮流值守化神，坐镇宗门，以护宗门安全。今年是轮到清明道人为值守化神坐镇宗门宗主不在宗门期间，就由清明道长负责宗门事务。羚羊注意到这些人一进宗门大殿，看向自己，先是一愣，随即就审视一番，有几个人还带着几分敌意。大殿内气氛凝重如铁，由于宗主还没回来，清明道人暂代宗主，端坐首位，左右两侧分立各峰主和各堂主。清明道人目光如炬地扫视着陆续进入的各位峰主和堂主。羚羊站在大殿一侧，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审视目光，
如同千万根细针扎在背上。林阳注意到左侧首位坐着一个白须清瘦老者，目光阴冷，表情严峻，而他身后站着的那个阴柔年轻修士，就是在比赛广场比赛时传音警告林阳远离青灵儿的那个白衣金丹后期修士。林阳猜测此人肯定就是大长老白景泉。开天锋主秒君坐在左侧第3个位置，他下手是书生打扮的青云峰吴云波，右侧首位是落日峰主上官巡天，因为他是老宗主徒弟，宗主师弟，在青蓝宗地位很高。诸位，清明道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今日召集各位，是为讨论玄阴宗元神夺舍灵阳一事。现在灵阳就站在这里，大家都好好看看，确认一下灵阳是不是被夺舍了。话音刚落，秒君捋了捋满脸胡须，冷笑一声，大声说道：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化神元神入青筑基修士识海，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大殿内顿时一片哗然。上官巡天猛地拍案而起，怒吼道：秒君，你休要血口喷人！现在没有确认，你就敢下结论？老祖不是已经说了，圣女已经抓住了夺舍元神，这就证明灵阳没有被夺舍。你故意颠倒黑白，想不是特意针对我落日峰弟子？大长老慢悠悠地敲了敲桌子，眼中却闪烁着算计的光芒，说道：一个化神元神进入一个筑基修士识海，呵呵，说没有被夺舍，这样的鬼话谁信？林阳知道他不过宗门两派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已。他加入了落日峰，大长老一派不希望看到宗主一派多了一个天才弟子，必定想方设法除掉他。至于他被夺舍了还是没有被夺舍，意义不大。明眼人都能看出，昆城的元神都已经抓住，也就没有了夺舍的根据。大长老一伙胡搅蛮缠，无非是想借机除掉一个筑基都带来天地异象的天才而已。青灵儿看到大长老白景泉和秒君两人明显针对林阳，很是恼火，质问道：昆城的元神就在我的圣女界空间里，你们说元神怎么夺舍？秒君耻笑一声，说道：就算真是昆城又如何？谁又能确定取舍林阳的就是昆城？如今又引来玄阴宗觊觎，分明是个祸害。依我看，就该当场诛杀，以绝后患。上官巡天气的胡子直抖，秒君，你是不是嫉妒我落日峰收了林阳这个天才妖孽，想除之而后快，残害宗门天才？你是何居心？这时站在大长老身后的那个阴柔青年哈哈大笑起来，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阴柔青年站了出来，向林阳招了招手，轻蔑地说道：林大妖孽，哈哈哈，我79岁就金丹后期，你96岁才筑基中期，现在是在世筑基后期了。96岁的筑基算哪门子妖孽？要不比试一下，我伸出一根手指就能摁死你这只蝼蚁。林阳知道他与青灵儿走得近，引起了罗晴天的嫉恨。这个罗晴天想要借此机会除掉他这个眼中钉，而大长老一派也想除掉林阳。林阳估计他们在来大殿之前就设计好了这个阴谋，通过弟子斗法的手段斩杀，谁也没有理由指责。林阳微微一笑，说道：如果摁不死呢？你是不是要自毁丹田向我谢罪？阴柔青年又哈哈大笑说道：我罗晴天如果不能用一根手指摁死你这个小筑基，我愿在宗门广场跪罪3年，惩罚自己有负师尊教诲之恩。林阳冷笑一声，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是信不过你们，输了你要我性命，赢了你的师傅和那个秒峰主又说我残害同门，输赢我都得死，我又何必与你比斗呢？大长老白景泉微微睁开眼睛，冷哼一声：斗法比试，生死有命，各凭本事，宗门高层都在此观战，谁敢耍赖，我白景泉第一个不答应。林阳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就笑了笑，说道：好，那我就来领教一下你这个70、90岁金丹大能的金手指。青灵儿急忙传音给林阳，说道：林阳，不要犯傻，修士施展法术与用几根手指无关，你不要被他骗了。这个罗晴天修炼的就是大长老的独门技法玄灵指，威力强大，他比你高了一个大境界，你打不过他的。林阳闻言心里一暖，他朝着青灵儿看去，看到青灵儿那副着急的模样，微笑了笑。青灵儿娇嗔地瞪了林阳一眼，继续传音说道：林阳，你要听我的话，不要与罗晴天斗法，知道没？不然我以后就不理你了。林阳向青灵儿做了一个鬼脸，传音说道：好，等会回去后我就亲你的嘴，让你有个宝宝，看你还敢不敢不理我。青灵儿跺了一下脚，气得转过身去，不再理睬林阳。看着林阳站出来要和罗晴天斗法，上官巡天一派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想不到林阳这么傻，竟然被罗晴天言语一激，就贸然与一个金丹后期的天才斗法，这不是找死吗？清明道长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觉得林阳太冲动了，心性不稳，就算天生神体也难成大器，如此不懂忍让，迟早会夭折。可惜了，天才只有成长起来才算天才。清玄大陆过早夭折的天才妖孽不胜枚举，多如繁星。秒君手指轻扣座椅扶手，脸上笑容满面。除掉林阳，就是能够狠狠打击宗主一脉士气，断其气运。不然以林阳的天赋，将来成长起来，必定是他们这一派的心腹大患。大长老面无表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似乎这事与他无关。几个中立派长老和凌峰峰主都静坐如山，态度漠然。青云峰峰主吴云波扇了一下手中纸扇，站了起来，说道：好，我来做裁判。他一挥纸扇，说道：比斗开始。吴云波话音一落，
罗晴天已狞笑着抬起右手，食指骤然绽放出一阵刺目白光，那指尖凝聚的灵力波动的威势，让在场金丹修士都感到心悸。上官巡天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为罗晴天的天赋感叹。金丹后期就把玄天只修炼到了第7重，妖孽啊！罗晴天的一指白光化作一柄白色利剑，搅得空间一阵晃动，朝着林阳的眉心刺去。林阳却纹丝不动，体内混沌霸体诀疯狂运转，瞳孔深处闪过一丝紫金色光芒，一股混沌能量从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弥漫在他的身体周围，眨眼间就形成了一层紫金色屏障，整个人看起来都泛起了一层紫金色光晕。同时他在识海里凝聚出2根神魂针来，一根神魂针朝着罗晴天的白光利剑迎了上去。神魂针无声无息，无形无色，就在白光利剑刺到林阳混沌紫金色屏障上时，与神魂针撞击在了一起。砰一声闷响，一时白光利剑被神魂针击溃，就像是一朵炸开的白色烟花，发出耀眼的光亮。大殿里所有的人都被惊得张大了嘴巴，他们都没有看清楚林阳是用神魂针撞击罗晴天的白光止境，以为是林阳的护体屏障挡住了白色利剑，这样就掩饰了林阳的神魂攻击这一张大底牌。同时林阳第2根神魂针也发射出去，朝着罗晴天的眉心急射过去。就在第2根神魂针发出的同时，林阳人影一动，一拳配合着神魂针朝着罗晴天的面门冲击而去。罗晴天还在为林阳挡下他的玄灵指而惊讶时，看到林阳的拳头朝着他击打过来，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林阳变招这么快，急忙手指掐印，准备再次施展玄灵指。体修的优点是出招快，但不擅长远距离作战；法修的优点是擅长远距离作战，但是掐印蓄力需要时间，变招慢。罗晴天掐印蓄力还没完成时，突然感到眉心一疼，紧接着识海里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痛得他无法忍受，不得不停止掐印，刚刚蓄起的法力被迫打断。而此时林阳的拳头也到了罗晴天的面门，由于识海疼痛难耐，神魂受伤严重，无法躲避林阳的拳头。砰的一声，林阳的拳头砸在罗晴天的面门上。由于金丹修士的肉身比较强大，再加上林阳的这一拳没有用全力，只是为了掩盖神魂针做出来的袭击，所以并没有打爆罗晴天的脑袋。但是罗晴天还是被这一拳砸得向后倒飞了出去。罗晴天飞了差不多有5-6米的距离后，就摔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一个回合，仅仅是一个回合，筑基后期秒杀金丹后期，这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大殿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罗晴天竟然败了，而且还是秒杀，被林阳一拳锤死，这怎么可能？淼君猛地站起身，胡须都在颤抖。大长老白景泉终于睁开了眼睛，眼中闪过一丝阴鸷，他缓缓起身，走到罗晴天身边查看。罗晴天此时面门凹陷，七窍流血，已经没有了气息。让白景泉吃惊的是，罗晴天的神魂破碎，连转世重生都没有可能。好狠的手段！大长老冷冷地看向林阳，语气阴森地说道：“同门切磋，竟下如此重手！”林阳不卑不亢地拱手，笑着说道：“大长老明鉴，罗师兄方才那一指，分明是冲着要取我性命来的。弟子只是自保，已算是手下留情了。放肆！”大长老怒喝一声，元婴巅峰的威压骤然释放。你可知残害同门是何罪？上官巡天身影一闪，就现在林阳身前，替他挡住了威压，喝道：“白景泉，你这是要当众行凶吗？斗法前你自己都说过，生死有命，各凭本事的话，现在又拿残害同门的说辞来当做遮羞布了。”白景泉瞪着一双老眼，怒吼道：“上官巡天，你落日峰的弟子杀害我徒儿，此事我白景泉绝不罢休。”他又向清明道人拱了拱手，说道：“清明老祖，林阳在光天化日之下残害同门，请把林阳交由执法堂处置。”林阳知道话语权都掌握在强者手中，规则也由强者制定，强者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无可争辩，这就是修真界的现实。大长老不理会事前所说的话，强行就给林阳定下残害同门的大罪。上官巡天哈哈大笑着说道：“方才罗晴天要一指摁死林阳时，你怎么不说他残害同门？技不如人输了，就要治人残害同门的罪了，这就是你白景泉的作风。我上官巡天话放在这里，谁要是治林阳残害同门之罪，我就灭他全家。”上官巡天一掌就拍在桌子上，砰的一声，桌子被他一掌就拍成了碎块。大殿内的气氛剑拔弩张，两派长老纷纷站起，眼看就要爆发冲突。就在这时，清明道大喝一声道：“都给我住手！”一股化神中气威压散发开来，把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他的威压之下。几个峰主和长老都感到胸口沉闷难受，呼吸困难。几息过后，清明道人才撤回威压，阴冷着脸环视众人一圈，说道：“我还在这里坐着，你们就要把宗门闹翻天，还把我这个老祖放在眼里吗？”大长老上前一步，拱手说道：“老祖，落日峰杂役弟子林阳。”清明道人摆了摆手，打断他，说道：“我已查明，林阳没有被夺舍，此事就此作罢，不得再议。至于昆城的元神，就由林阳处置吧。我们青蓝宗就当作不知道这事，以免与玄阴宗发生冲突。”白景泉很不甘心，争辩道：“可是林阳残害同门。”清明道人目光一凝，喝问道：“白景泉，你事先都说过生死有命，各凭本事，徒弟技不如人，
难道要本座做出违背良心去追究羚羊吗？如果宗门什么事情都不按规矩办事，任由你白景泉说黑就黑，说白就白，那青兰宗还是东域的一流宗门吗？大长老脸色铁青，却不敢再言。清明道人又看向羚羊，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说道：羚羊能在筑基期击败金丹后期，不愧是我青兰宗的天才妖孽。不过清明道人话锋一转，说道：羚羊在与同门切磋中出手过重，导致宗门天才罗擎天夭折，造成了重大后果，罚你去后山思过崖思过30天，以示警告。羚羊心知这是清明道人给他一个不痛不痒的处罚，来堵住白景泉一派的嘴。他立即因躬身领罚，说道：弟子领罚。说完，清明道人挥了挥手，说道：事后由执法堂押解羚羊去思过崖受罚，其他人都散了吧。众人陆续离开，大殿内只剩下了清明道人和羚羊2人。清明道人很是欣赏地看着羚羊，说道：羚羊，大长老一脉势力不小，今日你斩杀了他的关门弟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以后你要注意。羚羊有些疑惑地问道：老祖，大长老和秒峰主会亲自动手对付我吗？清明道长摇了摇头，说道：对付你一个筑基弟子，他们自持身份，还不至于亲自下手，不过找金丹巅峰收拾你那是一定的，在思过崖你也要小心他们安排人进去谋害你。羚羊躬身行礼，说道：弟子明白。清玄子满意的点点头。好了，羚羊你退下吧，灵儿那丫头和执法堂的执事在外面等着你的。羚羊告退后走出大殿，果然看到青灵儿在殿外焦急等待。羚羊，青灵儿看到羚羊从大殿里出来，跑过来很是欣喜地挽住羚羊的胳膊，眼神里满是崇拜，说道：羚羊，你太厉害了，只用了一拳就灭杀了罗擎天，我最是崇拜体修了，那力量感真的是帅呆了。羚羊看着青灵儿那兴奋激动的神态，心里也很是高兴，刚想说点什么，就看到青灵儿把昆城的元神提了出来。青灵儿把元神递给羚羊，说道：我本想留着这个元神再折磨几天的，既然你要去思过，就交给你关押他吧。羚羊点头点头，接过昆城的元神就扔进混沌空间里镇压起来，笑着说道：我还要他指导我炼丹呢，一个化神大能的元神就是一个活宝贝。青灵儿突然想起什么来，就摇了摇羚羊的手臂，羞红着脸说道：羚羊，你不是要去思过崖面壁30天吗？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胡闹！清明道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严肃地骂道：思过崖是受罚之地，岂能儿戏？灵儿，你随我回去。青灵儿很是不满地扭头看了清明道人一眼，嘟囔道：去思过崖的都是一些犯小错的弟子，又不是什么禁地。不过他还是不敢违抗师命，很不情愿地松开了手，撅着小嘴说道：羚羊，那我30天后去接你。羚羊点点头，问道：灵儿，你能不能借个丹炉给我用一下？我想在这30天里学习学习炼丹。青灵儿不是丹师，对炼丹也不感兴趣，自然没有丹炉。他一双美眸就朝清明道人看去，撒娇地叫了一声：师傅。清明道人看到青灵儿那撒娇的表情，就知道这徒儿胳膊开始往外拐了。他叹了口气，从储物戒指拿出一个丹炉递给羚羊，说道：30天后记得还给我。说完就带青灵儿离开了。羚羊收好丹炉，目送师徒2人离去，这才转过身来，向站在远处的执法堂的2名弟子招了招手，让2个执法堂弟子送他去思过崖。思过崖位于青兰宗后山，是一处被阵法笼罩的悬崖。羚羊刚踏入思过崖范围，就感到一股强大的禁制之力。3人站在蓝色的阵法屏障前，一个执法堂弟子拿出一块玉简，轻轻地靠在阵法屏障上。一会儿，屏障上就出现了一个可供一个人通过的口子。另一个执法堂弟子递给羚羊一块名牌，说道：进去吧，是67号思过洞，30天后有人来接你。进思过崖都是一些犯错不太严重的弟子，所以管理的没有那么严格，只要你不在里面打斗，是没人管你的。羚羊接过名牌，看了一眼名牌，是刻着672个字，微微一笑，就迈步跨进阵法屏障，走进思过崖。羚羊的面前是一条不到1丈宽的崖谷，崖谷的2边都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上开凿了一排排的石洞，每2个石洞相邻在一起，有着一条石阶梯通到崖谷底部。羚羊用神识扫视了一圈，发现这样的洞府多达500多个，而且大多数洞府里都有弟子在面壁思过。说是思过，其实只是换个地方修炼而已，唯一不同的是限制了自由，不能随便出入。看来每天都应该有弟子违背宗规被处罚到这里来思过吧。羚羊的67号思过洞是与68号思过洞相邻，这些思过洞没有石门，石洞内光线昏暗，只有一张石床和一个蒲团。羚羊盘坐在蒲团上，将清明道人给的丹炉取出放在面前。昆城前辈，出来吧。羚羊意念一动，将昆城的元神从混沌空间中放出。昆城的元神似乎又瘦了一圈，看起来神情有些萎靡不振。他看到羚羊时眼中闪过一丝惧色，害怕羚羊又要像青灵儿那样灵力边再抽他一顿，心里有些忐忑不安，问道：小子，你都吸走了我的正面能量了，我现在的实力已经与元婴后期差不多了，你还想怎样？羚羊微微一笑，朝着他前面的丹炉努了努嘴，意思是让昆城的元神教他炼丹。昆城吓得惊叫起来，浑身颤抖着大声说道：羚羊，你不会真的要拿我来炼丹吧？你又不会炼丹，天哪！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被羚羊放进丹炉里炼化，而羚羊又不会炼丹，如果炼上半天都炼化不了，那他就是生不如死，想想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急忙跪了下去，求饶道：“林大人、林前辈、林祖宗，我求你放过我吧，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才答应书生来谋害你的。”羚羊没有想到这个昆城误会了他的意思，一时哭笑不得。转念一想，觉得吓昆城也好，最好让这个昆城答应认他为主，这样他也多了一个忠诚的帮手。想到这里，羚羊就厉声喝道：“你一个全是负面能量的元神，除了炼化成纯净的能量供我吸收之外，留着你还有什么价值？快点自己跳进丹炉里去！”昆城闻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跪了下去，连连叩首说道：“林前辈饶命，我还有用，我精通丹道，可以教你炼丹，我还知道许多上古秘辛，可以为你所用，还有我现在只剩负面能量，只有恶念，没有善心，一些你不方便出面的事都可以交给我去做。”羚羊故作沉吟，手指轻轻敲击丹炉边缘，发出清脆的声响。“哦，你一个负面元神，我如何信你？”昆城急忙说道：“我可以立下灵魂契约，认你为主，只求留我一命。”羚羊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好，那你现在就签灵魂契约吧。昆城不敢怠慢，当即割裂一缕元神本源，以元神之力在空中勾勒出一个血色符文。我昆城今日立誓，认羚羊为主，永生永世不得背叛，如有违逆，元神俱灭。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血色符文化作一道红光，分别没入昆城和羚羊眉心。羚羊顿时感觉到与昆城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一念决定其生死。羚羊心里很是舒畅，有着一个化神奴仆，他在清玄大陆也就多了一张底牌。很好，羚羊满意的点点头。现在先教我炼丹吧。昆城如蒙大赦，连忙飘到丹炉旁。主人想学什么丹药？羚羊思索片刻，就从最基础的聚气丹开始吧。昆城元神小人眨巴着眼睛问道：“主人，你的灵火呢？灵药呢？”羚羊拍了一下脑袋，他只想着炼丹，竟然都不知道炼丹还需要火焰与灵药。他突然就想起了云霄宗陈西风，他的玄天玉佩中当时飞出过一只青色火鸟，不知道这只青色火鸟可不可以炼丹。于是他就把一股混沌能量输入玄天玉佩当中，眨眼间羚羊就感到胸口的玄天玉佩微微一热，紧接着啾的一声鸣叫，一只青色火鸟从玄天玉佩中飞了出来，它围着羚羊飞了一圈，最后停在了羚羊的手掌上。昆城看到青色火鸟，顿时就激动地惊呼起来：“天啊，这是地火，传说中高级别位面玄灵大陆才有的火存在，而且也是异常稀有，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地火，不枉此生，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对于一个丹师来说，拥有一朵高级别的火焰，那是梦寐以求的愿望。火焰的等级：凡火、真火、异火、地火、天火、神火6个等级，每种等级的火焰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小等级。在清玄大陆，最高级别的火焰是下品异火，传闻玄灵大陆才有中品以上的异火。昆城一时羡慕不已，想不到羚羊一个从没炼丹的小子，竟然有着一朵地火，虽然是下品地火，也是弥足珍贵的了。他吞咽了一下口水，说道：“炼丹第一步就是控火。”说着，他就把控火诀输进羚羊的识海，让羚羊慢慢练习控火诀。就在羚羊在撕过牙潜心学习炼丹时，大长老白景泉的洞府中召开了一场讨论他的会议。几名心腹长老齐聚一堂，开天风主秒君一只脚踩在板凳上，一只脚站着愤愤不平地骂道：“清明这个老不死，一直都不掺和宗门派系斗争，这次竟然站到了上官巡天那个阵容里去了。”白景泉瞪了一眼秒君，喝道：“不许妄言，坐下！”白景泉紧紧盯着秒君，继续说道：“今天之事，都是我受到了你和罗晴天这小子一面之词，差点酿成大错。清明这次这是袒护羚羊，并不意味着他就站在宗主那边。”青云峰主吴云波问道：“老大，何以见得？”白景泉吞咽了一下口水，有些责备地说道：“这事还是秒君的错，让我们错失了得到一个天才妖孽弟子的机会。如果秒君开始就不嘲笑和针对羚羊，我们也有着很大的几率拉拢到羚羊的，最起码不会逼迫羚羊到落日峰做一个杂役弟子。”白景泉又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从羚羊不肯拜上官巡天为师，只做一个杂役弟子，这一点可以看出，羚羊到现在都不想尽融入上官巡天的阵容，所以我们定下针对羚羊的计谋是一个大错误。”秒君有些不服气地说道：“那清明袒护羚羊又怎么说？难道又要怪我？”白景泉冷哼一声说道：“羚羊与清明道人的徒儿青灵儿好上了，你们说说，清明会不帮羚羊吗？再说清明这个人一心为宗门着想，羚羊是宗门天才，自然会受到清明青睐。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许针对清明师徒，否则就会自己替自己树立敌人。我们的老祖一直都在拉弄清明，你们不要破坏老祖大计。如果羚羊不针对我们，我们也不要针对他，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小事上耗费精力，不值得。我们的目标是宗门传承里的飞升机密，这是老祖交代下来的任务，不容更改。”秒君有些不甘心地问道：“老大，难道就这么放过羚羊？”白景泉眼中寒光闪烁，警告道：“秒君，我劝你最好不要与玄阴宗走得太近，宗门叛徒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宗门内都只局限于宗门，如果有谁想引入外部势力，就别怪我不客气。今天罗晴天这个畜生因争风吃醋，在我前面忽悠我，让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差点酿成大错，这事我会向老祖认罪。邈君闻言吓了一跳，后背冷汗直冒，他本能的把手伸进衣兜里，摸了摸刚才他的弟子赵吞给他的那瓶噬魂散，脑海里不由得想起那天鹦鹉央离开青兰宗前对他说的话，把羚羊弄晕送到玄阴宗，1颗凝神丹，20万灵石。邈君卡在元婴巅峰差不多300年了，一直无法突破元婴瓶颈，与他一起进阶到元婴的同门都晋升为宗门化神老祖，就是大长老白景泉都比他小200岁。在这一帮青兰宗的宗主和长老中，就算他邈君资格最老，如果在100年之内还无法进阶到化神，邈君就要寿元昊净身死道消。目前他迫切需要凝神丹来强化神魂，以促进元婴化神步入化神行列。凝神丹是4品丹药，在清玄大陆非常稀有，只有玄阴宗存有少量，在市面上一颗难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炼制凝神丹需要阴冥草，而这种阴冥草只有玄阴宗后山才生长，数量不多的几株。化神与元婴巅峰看似一步之遥，确实天差地别。进入化神就多了1000年寿元，元婴只有1000年寿命，化神后寿元就增加到2000年。化神的地位也是高高在上，是宗门的老祖，而他邈君一个老资格元婴巅峰，还要受白景泉这样的小辈呼来喝去的。邈君心里很是不平衡，外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羚羊一点都不清楚，他一直都在埋头学习炼丹。思过崖羚羊这边，羚羊练习了1个下午的控火术后，昆城元神就从藏着的储物戒指里拿出几株炼制聚气丹的灵药来。羚羊看到昆城拿出储物戒指，一时懊恼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元神还有着隐藏储物戒指的手段，早知道他就夺了昆城的储物戒指，这样他也就不缺灵石和灵药了。现在昆城认他为主，成了自己人，也就不好意思夺取他的储物戒指了。不过昆城这人实在，还贡献出灵药来给他练习炼丹，也算不错。昆城把灵药递给羚羊，说道：炼丹前你必须要认识灵药，懂得灵药的5行属性，把灵药投入丹炉的顺序要按着5行相生的顺序来，属性相克会炸炉的。你是海里不是有我炼丹的心得吗？自己去融会贯通一下，就可以试炼1炉丹药了。羚羊盘坐下来，认真梳理了一下昆城的炼丹心得，没用多长时间，整个炼丹过程就在他的脑海里成型。炼丹是从液化药材开始，然后是提纯、融合、分丹、凝丹、收丹，一共6个步骤。羚羊在心里反复练习几次后，就唤出青色火鸟，开始温炉，准备炼制1炉丹药。是试手，把丹炉加热均匀后，就进入液化药材环节。羚羊按部就班，液化好1株药材后，就用1个瓷瓶把药液装起来，再接着液化下1株药材。就在他液化到第3株药材时，由于没有控好火焰的温度，炉内的温度过高，刚刚液化好的药液气化掉了，丹炉里只剩下一些药渣，就这样浪费了1株灵药。昆城从储物戒指里又拿出一堆药材了来，说道：开始炼丹，掌控不好火候也是正常，慢慢来，报废几百株药材后，你就有经验了。羚羊闻言吓了一跳，问道：要报销几百株灵药，这得耗费多少灵石？昆城笑了笑，说道：丹师都是用灵石堆出来的，液化还只是炼丹的第1步，后面的环节更加的消耗灵药。我估计你把我储物戒指里的灵药全部耗费完了，都不一定能够炼制出1炉1品丹药来。羚羊闻言心里凉凉的，如此消耗昆城的灵药，他心里也有些尴尬。就这样，羚羊在消耗了30多株灵药后，终于凑够了1炉1品聚气丹的9种药液。接下来是下一个环节，提纯。提纯的精度高不高，直接决定丹药的品质。丹药的品质，也就是丹药的质量，也是有分类，分为普通丹药、精品丹药、极品丹药。而普通丹药、精品丹药、极品丹药是按丹药的质量来划分的。炼丹提纯药液，就是把液化好的药液中的杂质去除掉。药液的提纯度越高，1炉丹药承担的颗数就越多，丹药的品质就越好。最低的要求必须把提纯率达到60%以上才能承担。由于羚羊的神魂力强度比较高，堪比元婴初期的神魂力强度，所以他第一次炼丹，药液的提纯率最低都达到了3%，有些药液甚至达到了8%，这让昆城大吃一惊，觉得羚羊是一个炼丹天才。普通的丹师提纯率能够达到70%的都不多见。提纯药液这个环节不会出大问题，只是提纯率高低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融合药液，也就是把所有提纯好的药液融合在一起。融合对药材的属性理解要求比较高，同时对火焰的掌控要求更高，哪种药液先放，哪种药液后放都很有讲究，要按照5行相克相生来分配先后顺序，否则药液的5行属性相冲突就会炸炉。如果火焰控制不好也会炸炉。就在羚羊放进第4种药材时，一时火焰的温度没有控制好，丹炉里的药液就沸腾起来，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冲击力，砰的一声巨响，丹炉盖被冲到石洞顶壁，又反弹到地下，一时滚烫的药液四溅，吓得羚羊急忙运转混沌霸体诀，调动混沌能量，在身体里的四周形成一层防护光幕，阻挡住飞溅而来的药液。不过还是迟了点，有几滴药液溅到羚羊的脸上，顿时就烫出几个水泡来。羚羊这时才明白，丹师大多数人都是满脸麻子，估计是炼丹炸炉造成的。看来炼丹
也是一种危险活。林阳摸了摸脸上火辣辣的烫伤，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没想到炼丹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如此凶险。昆城飘在一旁，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主人，这才第一次炸炉而已。我当年学炼丹时，1个月内炸了30多次炉，整个洞府都被我炸塌了。”林阳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他运转混沌能量，脸上的烫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林阳看到一眼丹炉里空空如也，叹了口气，便又重新开始液化灵药。接下来的几天，思过崖67号洞府内不断传出爆炸声，起初周围的弟子还好奇地张望，后来都习以为常了。到了第8天，林阳终于成功完成了药液融合。看着丹炉内均匀混合的药液，他长舒一口气。主人，接下来是分丹环节。昆城提醒道，这一步需要精准的神识控制，将药液均匀分割。林阳点点头，全神贯注地操控神识。他的神识强度远超常人，分丹过程出奇的顺利。凝丹，随着林阳一声低喝，丹炉内的药液开始凝聚成型。青色火鸟在林阳的控制下，火焰忽大忽小，温度精准调控。丹炉内渐渐飘出一缕清香。收丹！林阳猛地一拍丹炉，炉盖飞起，6颗圆润的丹药应声飞出。他迅速取出一个玉瓶，将丹药全部收入其中。成功了！林阳兴奋地看着瓶中丹药，虽然只是最低级的聚气丹，但这是他亲手炼制的第1炉丹药。有了一次成功，林阳一时信心满满。他很是感激地对昆城说道：“昆城，你这10来天都陪着我炼丹，也辛苦了，你就回我的混沌空间休息吧。”昆城这几天陪着林阳炼丹，确实难熬，就点了点头。他拿出一个小储物戒指，把自己储存的1品灵药都装了进去，然后把储物戒指递给林阳，说道：“我所储存的1品灵药全都在储物戒指里了，戒指里还有几个1品丹药的配方，你自己慢慢练习吧。”林阳接过储物戒指，就把昆城送进了混沌空间里。由于炼制成功了1炉丹药，林阳一时干劲冲天，就开始清理丹炉，准备继续开干。突然，他的耳边就响起了珠儿那好听的声音：“垃圾，真的是垃圾中的废垃圾。”林阳皱了皱眉头，不明白这个破炉子又发什么疯了。小子，这种垃圾的炼丹方法你学得津津有味，这真的是白白浪费了你这副天生混沌神体，别再浪费时间了，我给你一部炼丹要诀吧。突然，林阳感到自己的识海里多出许多信息来，他急忙盘坐下来梳理这些信息。等林阳把这些信息全部梳理清楚时，激动的差一点跳了起来。珠儿给他的炼丹诀叫做混沌炼丹诀，其中记载的炼丹方法精妙绝伦。相比较起来，昆城的炼丹方法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而且混沌炼丹诀里还记载了许多丹方，从1到9品，各个等级的丹方都有。林阳对其中的1品养颜丹这个丹方很感兴趣，在他小时候，母亲就有1瓶9颗养颜丹。他记得有一个阿姨向他母亲求购1颗养颜丹，就给了他母亲2万灵石，这让林阳记忆很是深刻。现在看到养颜丹的丹方，他能不激动吗？如果他学会了炼制养颜丹，1颗就卖2万灵石，不想发财都难。林阳按着养颜丹的配方，在昆城给他的储物戒指里寻找炼制养颜丹的灵药，找了半天，养颜丹需要的12种药材，他只凑齐了11株，还差1株玉露草。玉露草，这在清玄大陆都比较罕见稀有。林阳的发财梦一下就碎火了，缺一味灵药，这个养颜丹也是炼制不成的。他把玉露草的图片再在脑海里过了几遍，一时就兴奋起来。他的混沌空间的小溪边生长的那种灵草，就是与丹方里玉露草的图片一模一样。林阳意念一动，就从混沌空间里采摘了3株玉露草出来。他认真研究了一下，发现药性和外形都与混沌炼丹诀里的记载相吻合。有了配方，也有了药材，林阳就准备开始用新方法炼制1瓶养颜丹。林阳在脑海里演练了10多遍混沌炼丹诀后，就准备炼制1炉试验一下。混沌炼丹诀是要求一次性液化药材，也就是说，把丹药配方里所有的药材一起放进丹炉里统一液化。而且更奇妙的是，液化和提纯同步进行，一般液化一边提纯。不过这对神魂力要求特别高，而且还需要掌握神魂力的精细运用。在神魂力强度方面，林阳堪比元婴初期的神魂力，炼制1品丹药绰绰有余。至于对神魂力精细运用方面，林阳都可以凝聚出神魂针，发动神魂攻击，这个精细操控神魂力也没有问题。这个混沌炼丹诀就像是为林阳量身定做的炼丹方法。做好炼丹前的准备工作后，就唤出青色火鸟开始温炉，然后就把炼制养颜丹的12种药材全部一起扔进丹炉里，一起统一液化。他分开神识，精细操作，一边液化一边提纯。没有1刻钟，林阳就完成了液化和提纯这2个步骤。如果按照昆城那样的方法炼制丹药，就是液化和提纯就差不多要1个时辰。用混沌炼丹诀节省时间不说，还不容易气化药液。林阳检查了一下提纯率，发现达到了89%到1%，这就意味着他的这炉丹药最低可以出丹9到10颗。如果提纯率达到90%，可以出丹10颗。1炉出丹10颗就是普通丹药的极限了。提纯率达到92%的话，就可以出丹11颗。1炉出丹11颗叫做精品丹药。精品丹药的效果比普通丹药要强上好几倍，而且单独很少，
不伤害身体。要是提纯率达到95%以上，一炉出丹可达到12颗丹药，出丹率12颗也叫满丹，极品丹药。这只是传说中的存在，清玄大陆还从没见到过极品丹师。羚羊在完成提纯后，接下来他就按着混沌炼丹诀的要求，一步一步认真完成所有操作。没有想到，最后在凝丹阶段把药液给烧糊了。羚羊叹息一声，准备从头再来。就在羚羊准备再次温炉时，耳边又响起了珠儿的骂声：“愚不可及！洞府里的灵气稀薄，道运缺乏，你就是再练100次也不可能成功的。你就不知道到洞府外面去炼丹？混沌炼丹诀炼丹是需要融入道运的，只是你太垃圾，还看不到道运。等你领悟到道运，也就可以炼制出极品丹药了。”虽然珠儿的话对羚羊帮助很大，但是羚羊很是接受不了，就骂道：“你个死炉子，夸我一句，你会死吗？一天不是用蠢货，就是用笨蛋来骂我，我都被你骂笨了。”羚羊愤愤不平，就提起丹炉，走到外面崖谷底部，架起丹炉就准备炼丹。看到羚羊跑到崖谷外面来炼丹，一时就引起了不少在思过崖面壁思过的弟子前来围观。一时这些人就都指指点点，纷纷议论起来。这个人就是住在67号洞府的那个杂役吧？一个杂役弟子还想做丹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是吗？你们没听到67号洞府里天天都传来炸炉的声音吗？都不知道浪费多少灵药了。这时维护思过崖秩序的2个执法堂弟子看到这边围拢了这么多人，也跑了过来查看究竟。当2个执法堂弟子看到是羚羊在炼丹，也就没有驱散围观弟子，而是留下来想看羚羊的笑话。这段时间羚羊经常炸炉，这2个执法堂弟子已经多次跑到羚羊的67后洞府查看情况，自然就认得羚羊。其中的一个执法弟子嘲笑着说道：“大家都安静一下，好好学习学习我们思过崖的丹道大师表演炼丹。”众人闻言哄堂大笑。羚羊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嘲笑，而是凝神静气，在心里再演练了一次用混沌炼丹诀炼丹的整个过程，然后就把12株药材一股脑的全部扔进丹炉里，开始液化提纯。羚羊的动作引得围观弟子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一个稍微懂一点炼丹的弟子大声喝骂道：“小子，你是炼丹还是在炒菜？就是炒菜放油盐也有个先后顺序。”另一个人则嘲笑说道：“这个杂役的家里是种植灵药的，灵药多了没地方摆放，也只能这样来糟蹋了。”此言又引得一众人哈哈大笑。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靓丽女弟子站得远远的，看着大家都在嘲笑羚羊，她撅着嘴巴嘟囔道：“羚羊，加油，炼制一炉丹药来，给我狠狠打他们这些人的脸。”羚羊对周围的人不理不睬，不闻不问，静心炼丹。提纯完成后，他检查了一下提纯率，这次竟然达到了90%，他一时惊喜不已。在接下来的凝丹分丹环节，他都稳打稳进，终于在众人的嘲笑中炼丹到了最后阶段。羚羊朝着丹炉打出收丹诀，丹炉盖子砰的一声打开，一股浓郁的丹药香味从丹炉里飘了出来，空气里就弥漫着很是好闻的浓药香味。围观的弟子都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香，这是什么品质的丹药？”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丹炉口，有着期待的目光，也有着嫉妒的目光。突然，一颗圆滚滚的丹药从丹炉里飘了出来，所有的人都发出一声惊呼。紧接着又一颗丹药飘出，众人又是一阵惊呼。接下来就是一颗接着一颗丹药，像是排着队一样从丹炉里飘了出来。一些人不由得数起数来：7颗、8颗、9颗、10颗。当数到10颗时，人群沸腾了。一炉出丹10颗丹药，就是连一些老丹师都做不到。羚羊一个小杂役弟子竟然一炉出丹10颗丹药，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不是亲眼目睹是羚羊炼制出来的，他们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那几个事先嘲讽羚羊的弟子低着头红着脸，一声不吭。羚羊用混沌炼丹诀操控着10颗养颜丹，悬浮在空中不停地翻滚，还一颗跟着一颗，沿着围观的人追逐了一圈，引得众人阵阵喝彩。突然，一个女弟子惊叫起来：“是养颜丹！天哪，真的是养颜丹！”女弟子的声音就像是一颗炸弹爆炸，震得所有的人都合不拢嘴巴，一个个都呆愣在当场，惊骇不已。养颜丹在清玄大陆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在拍卖会上曾经一颗就拍出28000灵石的天价，一个杂役弟子的月里也就是16块灵石。这个杂役弟子一炉养颜丹就出丹10颗，如果拿出拍卖，最起码也可以拍出20多万灵石，一下就发达了。由于清玄大陆玉露草稀缺，所以养颜丹有价无市，而养颜丹又是女修最为渴望得到的美容丹药。服用1颗养颜丹可以确保200年容颜不老，如果服用3颗就可以终生保服用养颜丹时年轻容貌。所以很多女修在满18岁后就非常渴望服用1颗养颜丹，让自己的容貌永远保持青春18的样子。羚羊没有理会这些人一惊一乍的，他拿出一个瓷瓶抛到空中，10颗养颜丹很是听话的依次钻进瓷瓶里。如此骚包动作又赢得众人一阵喝彩。站在远处的那个紫裙女弟子看到羚羊那帅萌的收丹动作，一双美目里满是异彩。羚羊似乎感应到了紫裙女弟子的目光，便朝着那边看了过去。这一看吓了羚羊一跳，这个紫裙女弟子就是那天在测灵殿偷偷看她的那位女弟子。
紫裙女弟子看到林阳朝她看了过来，急忙低下头，那娇嫩的脸蛋上绯红一片，一直红到了后脖梗。林阳心里一甜，觉得这个紫衣女孩好萌的，好爱害羞的，总是远远地关注着她，连靠近都不敢靠近她。突然一阵风起，撕过崖顶上，有着2道黑影飘落下来，眨眼间就落在了崖谷底部。围观弟子顿时就都慌乱起来，纷纷单膝跪地行礼，大声说道：“恭迎执法堂石堂主，恭迎落日峰莫峰主。”那个执法堂堂主石勇，林阳在宗门大殿见过；落日峰副峰主莫老鬼，林阳虽然多次听说过，但是从没见过他。林阳想不到自己炼制出一炉养颜丹，就引来了宗门的高层。林阳收起瓷瓶，不卑不亢地朝2位前辈行了一礼。石勇目光如电，盯着林阳手中的瓷瓶养颜丹：“你炼的？”回石堂主话，正是弟子所炼。林阳坦然答道。莫老鬼捋着花白胡须，眼中金光闪烁，伸出手说道：“林阳，拿你炼制出来的丹药给我看看。”林阳犹豫片刻，还是从瓷瓶里倒出一颗养颜丹，递给了莫老鬼。莫老鬼颤抖着手接过养颜丹，放在掌心仔细端详。只见丹药通体晶莹，表面有3道丹纹，药香浓郁却不刺鼻。3纹丹！莫老鬼失声惊呼道：“这怎么可能？这丹药竟然是传说中的蕴寒道蕴丹！”石勇闻言急忙把头凑了过来，2个老家伙的头就撞在一起，砰！莫老鬼被撞得后退了2-3步，不过他并没有计较，用一只手揉了揉脑门，不顾脑门似的疼痛，一双老眼紧紧地盯在手掌心的那颗3纹养颜丹上。石勇用2根手指从莫老鬼手掌心轻轻捏起养颜丹，把那颗养颜丹举起，迎着阳光放在认真端详。丹药在光线的映衬下，3道浅色的丹纹闪烁着荧光，随着光线和视角的变化，丹纹就像是流动的云朵，呈现出不同状态。石勇嘴里喃喃自语道：“果真是3纹丹，而且丹纹还可以流动，这是老夫这一辈子第一次见到3纹丹。”莫老鬼激动的胡须直颤，说道：“3纹丹乃普通丹药中的极品，只是比精品丹药差一点点。青兰宗历派1000年，从未有人能炼制出纹丹。”围观弟子一片哗然，那个紫裙女弟子更是捂住小嘴，眼中异彩连连。普通的养颜丹都出28000灵石的天价，那林阳的3纹养颜丹价格起码要在3万灵石以上。林阳自己都愣住了，他没想到第一次用混沌炼丹诀就炼出了传说中的3纹丹。林阳的耳畔又响起珠儿那轻蔑的骂声，一帮没见识的土，特别是先前嘲讽林阳的那几人，此刻脸色难看至极。林阳并不想跟着莫老鬼学习炼丹，他有着混沌炼丹诀，根本就不需要学习清玄大陆这些垃圾炼丹方法。于是林阳就急忙说道：“谢谢莫峰主好意，处罚弟子的是清明老祖，弟子也甘愿受罚，还是等思过期满再回落日峰，还有10多天就处罚期满，弟子也不急这10天半个月的时间。”莫老鬼叹了口气说道：“那好吧，你回落日峰后就去后山报道。”说着莫老鬼就把那颗3纹养颜丹收进储物戒指里，不再还给林阳。莫老鬼收好养颜丹后，又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瓶2品培元丹来，一双老眼闪烁着狡黠的金光，舔着笑脸对林阳说道：“林阳，我这里有10颗2品培元丹，你再给我1颗养颜丹，我这瓶培元丹就是你的了。”听到莫老鬼的话，围观的弟子顿时就炸窝了，有些人就窃窃私语着议论起来：“卧槽，1颗养颜丹都可以拍出2万多灵石的天阶，100瓶培元丹也换不来1颗养颜丹好不好？2品培元丹才8块灵石1颗，莫老鬼真会打算盘，10颗培元丹就想换人家1颗养颜丹。”听到周围弟子的议论声，莫老鬼狠狠地瞪了那些议论纷纷的弟子一眼，现场马上就寂静下来。那个紫裙女子看到莫老鬼贪没了林阳的丹药，还想骗走林阳的养颜丹，她看不过眼，急忙跑了过来，向石勇和莫老鬼分别行了一礼，说道：“苏诗琪见过3师兄，见过莫峰主。”石勇看了一眼苏诗琪，惊讶地问道：“琪琪师妹，你怎么在思过呀？”苏诗琪略带羞涩地说道：“因贪玩未完成师姐交代的修炼任务，师姐就罚我来思过崖自省3天，我昨天才过来的。”石勇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莫老鬼看到苏诗琪就不再与林阳交易丹药，便急着要离开，准备开溜。这个苏诗琪经常不给他面子，直来直去的说他受不了苏诗琪那张嘴。苏诗琪看到莫老鬼想溜，就一把就拉着莫老鬼的衣服，急忙说道：“莫峰主且慢离开。”莫老鬼回头看了一眼苏诗琪，问道：“你这小丫头，我有事急着要离开，有什么事以后再你去落日峰后山找我。”苏诗琪直言开口道：“你丹药还没还给林阳，莫峰主你是不是又想贪墨别人的东西？”莫老鬼尴尬的笑了笑，说道：“我哪里会贪墨小辈的东西，我这是拿回去研究研究。”苏诗琪毫不留情的哼了一声，说道：“你每次到我们碧莲峰带走灵药时，都说研究研究，到后来就研究没了。”莫老鬼闻言愣了一下，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看你这丫头说的，你看我是喜欢贪便宜的人吗？以后你碧莲峰需要什么丹药，我优先供给。”说完他一闪身就离开了思过崖谷底。苏诗琪跺了一下脚，冲着莫老鬼的身影嗔骂道：“莫八皮，林阳的丹药你就……”苏诗琪的话还没骂完，莫老鬼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林阳也有些心疼，1颗养颜丹几万灵石了，就被莫老鬼贪没了。石勇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丫头，我也要离开了。”
石勇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说道：“大家都散了，各回各的洞府面壁思过。”石勇说完，也是一个闪身离开了思过崖。众弟子看到石勇离开后，也都散开回自己的洞府去了。林阳抬头看了一眼苏诗琪，恰巧苏诗琪也朝他看来，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迎。苏诗琪心里一慌，漂亮脸蛋上瞬间就绯红一片，急忙扭头就跑开了。林阳看着苏诗琪急跑的靓丽背影，心里感到一阵的甜蜜，心想这丫头对莫老鬼都敢直言枪塔，莫老鬼也不敢奈何她，估计在青兰宗的身份地位都应该不低。林阳不由得留了一个心眼，觉得这丫头挺有意思的。说她胆小，她连莫老鬼都敢顶撞；说她胆大，看到林阳有很是害羞。林阳觉得很有意思。林阳回到67号洞府后，就盘坐下来，复盘着今天学习炼丹的整个过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失败的原因，力求下次炼丹不犯同样的错误。不知不觉间，天色就暗了下来。突然，他感到布置在洞口的结界有着一丝能量波动。林阳急忙散开神识查看，发现青灵儿俏生生地站在外面，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林阳急忙起身打开结界，迎了上去，很是激动地问道：“灵儿，你怎么来了？思过崖不是不让人随便进出吗？”青灵儿眨了眨眼睛，咯咯笑着说道：“我是宗门圣女，我要进来，执法堂那几个弟子敢阻拦我吗？”林阳想想也是，青灵儿不但是宗门圣女，还是清明老祖的关门弟子，在青兰宗除了宗门禁地，青灵儿哪里去不了？林阳看到青灵儿作为一个宗门圣女，还跑到思过崖这种地方来看他，心里就产生出一股甜甜的暖意来。他急忙把青灵儿让进洞中。青灵儿一进洞府，就闻到了丹药的香气，惊讶地问道：“林阳，你真的在学习炼丹？”林阳点点头，取出瓷瓶，倒出3颗刚刚炼制出来的3文养颜丹，递给青灵儿，说道：“灵儿，这3颗养颜丹送给你，是我下午炼制出来。”青灵儿接过林阳递过来的养颜丹，放在白嫩的手掌心里，伸出鼻子嗅了嗅，闭上眼睛，流露出一副很是享受的表情来。突然，青灵儿惊叫起来：“林阳，这丹药真的是养颜丹，而且还是高品质的养颜丹！我的天哪，林阳，你从哪里弄来这养颜丹的？”林阳伸手就把青灵儿搂入怀里，笑着说道：“大惊小怪的，我不是说过是我下午是炼制出来的吗？”青灵儿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丹药，问道：“林阳，真的是你炼制的？你什么时候懂得炼丹？而且丹药的品质比莫老鬼炼制出来的品质都好。就算你会炼丹，清玄大陆又没有玉露草，你又从哪里弄来玉露草炼制养颜丹？”林阳在青灵儿那白嫩的脸蛋是亲了一下，说道：“灵儿，暂时我还不方便说，以后再告诉你好不好？”青灵儿轻轻了一声，小心翼翼地捧着3颗养颜丹，明亮的眼眸中泛着隐隐水光。她突然把头埋进林阳怀里，声音带着几分哽咽：“林阳，你知不知道这丹药对我有多重要？”林阳感受到怀中少女微微颤抖的身躯，心头一软，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傻丫头，不就是几颗丹药吗？”青灵儿扬起小脸，鼻尖微微发红，说道：“我娘亲年轻时受过伤，容颜受损，这些年来我找遍整个东域都求不到一颗养颜丹。”林阳这才恍然大悟，看着少女梨花带雨的模样，心疼的拭去她眼角的泪珠：“那我以后再多炼几炉给你。”青灵儿破涕为笑，忽然踮起脚尖，用娇唇在林阳的嘴唇上轻轻点了一下：“谢谢你，林阳，你一直都让我惊喜。”话未说完，自己先羞得把脸埋进林阳胸口。洞府内一时安静下来，只剩下2颗年轻的心跳声渐渐重合。林阳低头看着怀中人儿绯红的耳尖，忍不住在她发间落下一个亲吻，轻声说道：“等思过结束后，我陪你一起回去看看你母亲。”丹炉的余温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混合着少女身上特有的幽兰气息，让林阳闻起来有着一种晕乎乎的感觉。突然，青灵儿凑近林阳的耳朵，羞涩地说道：“林阳，我今天过来是想与你一起双修的。”轰！林阳的脑海里就如一击雷霆炸响，林阳一时幸福的都快要晕乎过去。他想不到这个甜萌的圣女今天终于开窍，要与他双修了。他急忙把青灵儿搂入怀里，满是柔情的亲吻起来。2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激情和渴望。不知亲吻了多久，2个人就歪倒在了石床上。就在林阳解开青灵儿的裙带时，青灵儿从迷迷糊糊突然清醒过来，他急忙推开林阳，大声惊叫起来：“啊，林阳，你要做什么？怎么想要推掉我的衣裙？”林阳很是郁闷，他有些疑惑地问道：“灵儿，你不是说特意来思过崖与我双修的吗？怎么你又不让我？”青灵儿眨巴着大眼睛，嗔怒道：“双修不就是2个人在一起修炼吗？你怎么要脱掉我的衣服？”林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很是无语。这个青灵儿就是一个傻白甜，上次接吻怕怀孕，这次把双修当作2个人盘坐在一起各自修炼了。他叹息一声，就把双修的意思向青灵儿解释了一遍。林阳看着青灵儿那双懵懂又无辜的大眼睛，忍不住失笑出声：“傻丫头，双修可不是你想的那样，2个人在一起简单的打坐修炼，而是双方都要心意相通，神魂互动，亲密无间的在一起修炼。”青灵儿闻言耳尖瞬间红得滴血，慌乱的绞着裙角，神情慌乱而紧张。那要怎样？声音越来越小，几乎要埋进胸口。林阳温柔的直起
他微凉的柔仪，轻声说道：“灵儿，你过来，我来教教你怎么做。双修不但是道侣间最亲密无间的修炼方式，还需要灵肉相合，气息交融。”说着，他就运转功法，抱着青灵儿亲吻起来。青灵儿羞得连脖梗都泛起粉色，却还是鼓起勇气仰起脸，在羚羊的教导下运转功法，配合起羚羊来。没一会儿，青灵儿一通百通，便领悟了双修的精髓。石洞里微弱的光线为他镀上一层柔光，睫毛在脸颊投下细碎的阴影。就在羚羊准备与青灵儿气息交融时，青灵儿猛然间伸手就推开了羚羊。青灵儿满脸通红，带着歉意，弱弱的说道：“羚羊，我害怕，我还没准备好，等以后我准备好了，我们再这样好不好？”羚羊不得不停止功法的运转，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时羚羊才明白，青灵儿这个傻白甜也是一个精明的傻白甜。他看着青灵儿惊慌又满是歉意的眼神，既心疼又无奈。他轻轻握住她微微发抖的小手，柔声道：“好，灵儿，都依你，等你准备好了，我再教你。”青灵儿眼眶微红，低声道：“对不起，羚羊，我一时还接受不了那样。”羚羊宠溺地把她搂入怀里，说道：“傻丫头，不必愧疚，我能理解。今晚能看到我们圣女大人这副害羞的模样，也是我的福分。”你，青灵儿羞恼地捶了他一下，却忍不住破涕为笑。他靠在羚羊肩头，轻声说道：“我要回去了，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是偷偷跑出来的。”说着，他就离开羚羊的怀抱，从地上捡起衣裙，穿好后走到石床边，搂着羚羊亲吻了一下，说道：“我要走了，羚羊，等你思过结束时，我再来接你。”说完，青灵儿羞红着脸就跑出了67号思过洞。青灵儿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缥缈峰的，就是回到缥缈峰后，他都压制内心的狂跳。回想起在羚羊洞府里的情景，青灵儿都羞涩的无地自容。那个羚羊真的是坏死了，竟然都吻了他的。羚羊，你就是个大坏蛋。青灵儿咬着下唇，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他摸了摸藏在袖中的养颜丹，心里涌起一阵暖意。这个总是给他惊喜的男人，让他既期待又害怕。羚羊看到青灵儿离开后，一种失落感顿时就涌上心头。刚才就差一点，他就与青灵儿结为道侣了。不知道这次的错过是命中注定，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安排。青灵儿的离开，这个山洞仿佛都变得有些冰冷起来。羚羊一时也感到了一丝寒意，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就盘坐起来，开始思索他目前所处的境况。在外面有着玄阴宗对他虎视眈眈，要夺取他的玄天玉佩；在清玄宗内部，他得罪了大长老白景泉和淼军一伙人，也是危机重重。虽然有上官巡天护着他，但上官巡天与他也没有什么交情。一旦白景泉拿出足够的利益与上官巡天做出交易，上官巡天放弃他羚羊也不是没有可能。目前他与青灵儿的关系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清明道人对他的保护也就只能是泛泛而谈，是不可能尽力而为的。所以他必须要谨慎行事，同时还要展示出自己的一部分实力，让一些人觉得他有价值，值得付出代价来保护他。想到这里，羚羊就准备用养颜丹作为破局的关键，以养颜丹的巨大利益来吸引一批人来为他保驾护航。只有把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深度捆绑在一起，才能让别人把你当作自己人保护。在青蓝宗，这个最佳的人选在羚羊的心里已经锁定。苏诗琪通过下午苏诗琪与石勇和莫老鬼的对话，羚羊就觉得这个苏诗琪不简单。叫执法堂堂主时，勇叫师兄，敢于顶撞莫老鬼，莫老鬼都不生气的人，肯定简单不了。羚羊就想通过苏诗琪的不凡背景来组建一个自己的势力。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羚羊感觉到外面的禁制晃动了一下，神识扫过洞口，只见苏诗琪正羞红着脸在他的洞府门口犹犹豫豫地走来走去。纤纤玉指绞着裙带，时不时抬头望向洞府禁制，又迅速低下头去。月光洒在他精致的侧脸上，映出一片绯红。羚羊嘴角微扬，起身走到洞口，打开禁制。他故作惊讶地开口叫喊一声：“苏师姐！”苏诗琪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小鹿般后退半步，脸颊瞬间涨红。他看到是羚羊，急忙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着裙角，支支吾吾道：“我就住在68号思过洞，只是路过。”羚羊看着他这副模样，忍不住轻笑一声说道：“师姐若是有事，不妨进来说话。”苏诗琪咬了咬唇，似乎下定了决心，抬头飞快地看了羚羊一眼，又迅速低下头。我是想问问，你那养颜丹还有吗？”羚羊挑眉，故意逗他：“师姐也想要。”苏诗琪耳尖通红，声音细若蚊蝇：“我可以拿东西换取。”羚羊侧身让开洞口，笑道：“师姐还是先进来吧，站在外面说话不方便。”苏诗琪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迈步走了进来。他站在洞府中央，显得有些局促，目光四处游移，就是不敢看羚羊。羚羊看到紧张不安的苏诗琪，坏坏一笑，目光紧紧盯着苏诗琪，问道：“师姐是不是喜欢上我了？你总是在偷偷看我，还特意犯点小错误，跟着我进入思过崖，还住在我的隔壁68号洞府。”苏诗琪闻言顿时就慌乱起来，一双美目躲闪着不敢迎合羚羊的目光，急忙否定说道：“没有，我没有。羚羊，你不要瞎猜。”说完，苏诗琪咬着嘴唇跺了一下，羞愧的脚转身就要走。羚羊一把就拉住手腕，肌肤相触的瞬间，
两人同时一颤，陆阳稍一用力，就把苏诗琪拉入怀里。苏诗琪猝不及防跌入林阳怀中，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仰起头，正对上林阳那双含笑的眼眸，顿时羞得连耳根都红透。你放开我！他声音发颤，却使不出力气挣脱。林阳低头嗅到他发间淡淡的幽兰香气，轻声道：“师姐，若是不喜欢我，为何要三番两次偷看我？我那是……”苏诗琪急得眼眶泛红。我只是好奇你能炼制三文丹。话未说完，林阳忽然俯身，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这一吻如同蜻蜓点水，却让苏诗琪如遭雷击，少女的娇躯微微颤抖，带着淡淡的幽兰香气，瞬间充盈了她的鼻息。你放开！苏诗琪的声音细若蚊呐，双手抵在林阳胸前，却使不出半分力气。月光透过洞口的静致洒落，映得他耳垂如血玉般通红。林阳低头凝视着他慌乱的眼眸，轻声道：“师姐方才在洞口徘徊许久，当真只是为了一颗养颜丹？”说话间，温热的气息拂过他光洁的额头。苏诗琪睫毛轻颤，心跳如肋骨。她从未与男子如此亲近过，只觉得浑身发软，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我阴唇轻启，却吐不出完整的句子。林阳看着他这副模样，心头一软，抬手轻抚他如绸缎般的长发。诗琪，林阳第一次唤他的名字，声音满是柔情。这轻轻的一声呼唤，仿佛击碎了苏诗琪最后的防线。他忽然扬起脸，眼中水光潋滟，问道：“林阳，还记得12年前在云霄宗灵兽场，你救下的那个小女孩吗？”林阳闻言心头一震，他不由得想起了12年前，他那时负责管理灵兽场。他记得是一个下午，一个小女孩不知怎么回事，竟然从防护栏钻进了灵兽场。一头凶猛的剑刺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女孩扑了过来，吓得女孩大声哭喊。林阳当时就在不远处，听到呼喊声，就一个飞身就扑倒了那头剑刺虎，从虎口把小女孩救了下来。如果苏诗琪不提起这事，他都忘记了。林阳很是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苏诗琪，越看越像那个小女孩，轻声问道：“你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苏诗琪轻轻点了点头，说道：“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你了。我长大后去云霄宗找过你，由于不知道你的名字，所以就没有找到。”林阳苦笑不已，心想他那时还没衰老，模样与现在相差不大，等你长大再找我，我都寿元将近，变老了，你就是见到我也不认识我了。苏诗琪继续说道：“后来在测灵殿，我见到你后才知道，你就是曾经救我的那个人。”这时混沌炉的气灵的声音在林阳的脑海里响起：“小子，快点推倒她！这个女孩是隐性极品木灵根，推倒她对你对她都有着莫大的益处，对你可以得到木属性能量，她可以借助混沌能量激活极品木灵根。”林阳闻言一愣，随即就明白过来，他天生混沌神体，如果要混沌神体修炼进阶道大成，不但要阴阳调和，还要收集五行能量和风雷冰暗等变异属性能量。他要推倒苏诗琪吗？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地道了点？林阳想到双修还能激活苏诗琪的极品木灵根，心里也就没有那点愧疚感。他轻笑一声，突然俯身吻住了他微张的娇唇。苏诗琪瞪大了眼睛，双手抵在他胸前想要推开，却被林阳顺势搂得更紧。林阳的吻温柔而坚定，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让他渐渐迷失在这炽热的情潮中。不知过了多久，林阳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苏诗琪早已双颊绯红，眼中泛着迷离的光芒，娇喘吁吁地靠在林阳的怀里。林阳坏坏一笑，手指轻抚她滚烫的脸颊，问道：“师姐，这样是不是加深了你对我这个救命恩人的记忆了？”苏诗琪羞恼地瞪了他一眼，那含羞带怯的模样却更添几分娇媚。你这个坏人，不许叫我师姐，我今年才19岁，要比你小得多。林阳大笑着说道：“好，你是我的小诗琪。”他一把就将苏诗琪横抱起来，走向石床。既然琪琪都说我是坏人了，那我可不能辜负这个名头啊！苏诗琪惊呼一声，下意识搂住了林阳的脖颈。一个时辰过后，苏诗琪身体里的能量突然涌动起来。林阳知道苏诗琪要突破了，急忙把一股混沌能量输送给苏诗琪，助她一臂之力。随着混沌能量的输入，苏诗琪丹田里的能量瞬间沸腾起来，周身泛起莹莹绿光，就如同初春新发的嫩芽一般，生机盎然。这是木灵根觉醒。林阳惊讶地看着怀中家人，感受到一股澎湃的木属性灵力在洞府内激荡。苏诗琪眉心浮现出一枚翠叶的印记，整个人如同被包裹在翡翠光茧中。她痛苦地蹙起眉头，紧紧地抱住林阳，指甲都陷入了林阳后背。坚持住！林阳咬牙忍住疼痛，将更多混沌之力注入他体内，两股能量交织，在苏诗琪经脉中形成完美的循环。突然，洞外传来破空之声，随即就有着一道强横的神识扫过，但都被林阳布置的禁制阻拦住，神识无法探测到洞府里。不好！林阳脸色骤变，木灵根觉醒的异象引来了宗门强者，若是被人发现他俩此刻的状态，估计他和苏诗琪就要成为宗门的名人了。电光火石间，林阳急速抓起散落的衣衫裹住苏诗琪，自己则迅速披上外袍。就在他刚系好衣带的刹那，洞府禁制被人暴力破除。林阳，你！执法堂石永一冲击洞府，声音戛然而止。他瞪大眼睛看着石床上下拥的二人，
以及苏诗琪身上未散的觉醒意象，倒吸一口凉气。师妹你……苏诗琪羞愤欲死，把脸埋在林阳怀里不敢抬头。林阳却敏锐地发现石勇的表情从刚开始的愤怒马上转为狂喜。天佑我青兰宗！石勇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哈哈哈！想不到琪琪竟是千年难遇的极品木灵根。这时苏诗琪也回过神来，他狠狠地瞪了石勇一眼，娇喝道：“三师兄，我修炼还没结束，你站到外面去守着，不要让别的人来打扰我。”石勇这才注意到苏诗琪还没彻底苏醒灵根，便结结巴巴道：“好，小师妹，我这就出去守着，你俩继续修炼。”石洞内，苏诗琪嘴唇凑近林阳耳畔，柔声说道：“不要理睬他们，继续。林阳，快点多输些混沌能量给我，我感觉自己要突破了。”林阳点了点头，就加速运转混沌霸体诀，把一股股的混沌能量不停地输送给苏诗琪。苏诗琪的周身绽放的翠绿光芒越来越盛，林阳能清晰感受到他体内澎湃的木属性灵力如同春潮般涌动，每一次循环都运转，让他的气息更加强大。林阳，我好热！苏诗琪无意识地呢喃着，白皙的肌肤上浮现出玄妙的木纹，发丝间竟有细小的灵花绽放。她的眉心处那枚翠叶印记越来越清晰，散发出惊人的生机。林阳知道这是极品木灵根彻底觉醒的征兆，他不敢怠慢，全力运转功法，将体内精纯的混沌能量源源不断输送给苏诗琪。两股能量在苏诗琪经脉中交汇，形成完美的循环。轰！一声巨响在两人识海中炸开，整个思过崖突然剧烈震颤，岩壁上的古老禁制符文逐一亮起，发出耀眼的光芒。青兰宗护山大阵竟自主激活，所有闭关的长老同时惊醒。宗门典籍预言过的木灵圣体终于现世。苏诗琪娇躯猛然绷直，体内灵力如决堤洪水般奔涌，他的修为开始疯狂攀升，筑基初期巅峰，筑基中期，筑基中期巅峰，突破了！诗琪！林阳眼中金光一闪，加大了能量输送。就在此时，洞府外突然风起云涌，思过崖上空，无数青色光点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空中形成一朵巨大的青莲虚影，方圆百里的灵气被牵引，化作肉眼可见的漩涡，向67号洞府灌注而入。这是天地异象！守在洞外的石勇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空一边，心里惊骇不已。他也从没见过灵根觉醒还引来这么大的天地异象，随即他就反应过来，急忙捏碎一枚传讯玉符，向青兰宗的前任宗主汇报：“师尊，小师妹她……”整个青兰宗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惊动，各峰弟子纷纷走出洞府，震惊地望着思过崖方向。天啊，那是什么？好像是传说中的灵根觉醒异象。思过崖，难道是那个灵阳？缥缈峰上正在打坐的青灵儿猛地睁开眼，感应到那股熟悉的木属性气息，俏脸瞬间变色。是诗琪妹妹的，她怎么会在思过崖？落日峰后山，正在研究三文养颜丹的莫老鬼突然抬头，浑浊的老眼中金光爆射，惊骇道：“极品木灵根显示！”他身形一闪，化作流光直奔思过崖。同一时刻，青兰宗缥缈峰深处一座古朴洞府内，清明老祖缓缓睁眼，喃喃自语道：“刚出了个神体，又出了个极品木灵根，青兰宗要起飞了。”思过崖67号洞府内，苏诗琪的突破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的修为已经达到筑基中期顶端，正在冲击筑基后期瓶颈。林阳额头渗出细密汗珠，连续输送混沌能量让他也有些吃不消，但他必须要咬牙坚持，因为他能感觉到苏诗琪体内还有巨大潜力未被激发。诗琪，再加把劲！林阳低喝一声，将一股混沌能量注入他体内。啊！苏诗琪发出一声清越长吟，周身绿光骤然爆发，一股灵力冲出体外，冲击在洞府的石壁上，发出砰砰的撞击声，石壁上碎石纷纷下落，带起一片尘土。他的修为终于冲破桎梏，踏入筑基后期。两人相视一笑，随即就紧紧搂抱在一起，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林阳茶感受了一下混沌空间，发现空间里的一派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小溪边的玉露草比起以前长得粗壮多了，那草地更加的碧绿，花儿更加艳丽，就连小院落旁边的那棵古树也结出了果实。这时珠儿的声音响起：“小子，混沌空间现在有了木元素，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种植各种灵药了。你还得继续努力，把五行元素和变异元素都凑齐，你以后就可以使用混沌空间的世界之力了。”与此同时，洞府上空的青莲虚影已经是完全绽放，洒下无数青色光雨。在这些光雨的滋润下，整个思过崖的草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嗖嗖嗖，几阵风起，数道强大气息降临思过崖。为首的是一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正是青兰宗上任宗主苏星辰，化神巅峰修为。他身后跟着各峰峰主，还有一众长老，包括一脸急切的莫老鬼。石勇急忙上前向苏星辰行礼：“师父，小师妹她……”苏星辰抬手制止了他，目光复杂地看着被青莲虚影笼罩着的67号洞府，语气平淡地说道：“我知道，是诗琪的极品木灵根觉醒了。”此言一出，各峰峰主和长老纷纷变色，真的是极品木灵根觉醒，这是清玄大陆千年难遇的修炼奇才。
难怪能引发如此天地异象。大长老白景泉和淼君、吴云波几人脸色很是难看。苏诗琪觉醒极品木灵根，苏诗琪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青蓝宗的少宗主了，这就意味着老宗主一脉实力变得更加的强大。莫老鬼拉了一下苏星辰的衣角，低声问道：“老祖，诗琪他不是只有普通木灵根吗？”苏星辰没有解释，而是转向石勇，传音问道：“里面除了诗琪，还有谁？”石勇面色变得有些古怪，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人，便传音说道：“回师傅，还有羚羊，他与诗琪在双修。”苏星辰眉头一皱，也传音问道：“就是那个筑基引来天地异象的云霄宗小子，他和诗琪在双修？”石勇尴尬地点了点头。苏星辰大手一挥，命令道：“石勇听令，立即责令执法堂所有弟子清空思过崖，同时封锁思过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踏进思过崖半步。”石勇急忙跪地俯身，应答说道：“青蓝宗执法堂堂主石勇领命。”石勇领命而去，很快整个思过崖被执法堂弟子团团围住，所有在此思过的弟子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苏星辰负手而立，目光紧紧地盯着67号洞府，青莲虚影渐渐消散，但那股精纯的木属性灵力依然在洞府内涌动。看了一会，苏星辰回头扫视了身后的一众长老封主，说道：“诸位封主先回吧，此事关系爱女，我自会处理。”各封封主虽然心中好奇，但也不敢违抗老宗主的命令，便纷纷行礼告退。只有莫老鬼搓着手，似乎想说什么，但被苏星辰一个眼神制止了。待众人离去，苏星辰才叹了口气，对着洞府方向说道：“诗琪，外面没外人了，出来吧。”洞府内，苏诗琪已经穿戴整齐，但俏脸依然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她低着头，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不敢看身边的羚羊。“羚羊，我爹来了，怎么办？”她声音细若蚊蝇。羚羊也是尴尬不已，没想到与苏诗琪第一次双修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还把人家老爹都给招来了。他轻咳一声，讪讪说道：“诗琪，我陪你一起出去吧。”羚羊壮起胆子，似乎有着一股大义凛然的豪情。这事他迟早都要面对诗琪的父亲，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苏诗琪的父亲是谁。两人走出洞府，看着洞府外站着两个人，一个羚羊认识，是执法堂堂主石勇，他弓着身子站在一旁，看到苏诗琪出来，石勇就身影一闪就离开了。这是师傅的家事，石勇不敢掺和。另一个人一袭玄色长袍，身形挺拔，眉目深邃，鬓角几缕银丝，平添几分威严。他负手而立，在洞口，浑身散发出一股威势，有着让人臣服的压迫感。羚羊知道他就是苏诗琪的父亲。苏星辰的目光扫过羚羊，让他有种被看透的感觉。“爹，你怎么来了？”苏诗琪撒着娇地喊了一声。苏星辰看了苏诗琪一眼，并没有理会他，而是扭头紧盯着羚羊，问道：“你就是羚羊？”羚羊虽然不知道苏星辰的身份，从情势也看得出来苏星辰在宗门的地位很高，他便不卑不亢地行了一个晚辈礼，说道：“晚辈羚羊见过苏前辈。”苏星辰冷哼一声，又问道：“好一个羚羊，加入青蓝宗还没几天，不但和宗门圣女好上了，还与诗琪双修了。说你接触诗琪和灵儿有着怎样的目的？”羚羊心中一凛，知道这位化神大能起了疑心，他正想解释，苏诗琪却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爹，是羚羊帮了我，如果不是他，我的灵根可能永远都无法觉醒，而且羚羊以前还救过我的命，是我自己来思过崖找羚羊的。”苏星辰看着女儿护犊子的模样，眉头皱得更紧，严肃地说道：“诗琪，你知道你觉醒极品木灵根意味着什么吗？我必须要查清此子目的，此事关乎我青蓝宗未来，不可儿戏。”“我没有儿戏。”苏诗琪鼓起勇气直视父亲。羚羊他突然语塞，不知该如何解释两人之间的关系。羚羊更是苦逼，他现在遇到一个大难题了，他与苏诗琪双修的事肯定传开了，他都不知道如何面对青灵。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苏师兄，这是喜事，又何必为难小辈？”众人转头望去，只见清明道人带着青灵儿正在思过崖的入口，被石勇拦住不让进。苏星辰招了招手，石勇才向清明陪笑道歉放行。苏星河朝着踏空而来的清明道人拱了拱手，打了一个招呼：“清明师弟，小女顽劣，大半夜的还惊动你过来一趟。”苏某汗颜，宗主不在宗门，清明道人代替宗主之位，管理宗门杂事是比较辛苦的，所以苏星辰才这么说。清明道人躬身向苏星辰行了一礼，目光在羚羊和苏诗琪身上扫过，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清明见过师兄，看来我青蓝宗要双喜临门了。”青灵儿看到羚羊和苏诗琪站在一起，一种不好的预感顿时就涌上心头。他才离开思过崖还不到2个时辰，羚羊怎么就与诗琪走到一起了？难道诗琪觉醒极品木灵根是与羚羊一起双修？青灵儿想到这里，大脑里轰的一下，就像是被惊雷击中了一样，一时就有些蒙圈了。他离开思过崖前，羚羊借教他双修的名义，竟然吻遍了他，还亲吻了他的，难道是他拒绝了羚羊，羚羊才找诗琪的？羚羊来青蓝宗还没几天，又是怎么认识诗琪的呢？诗琪怎么也在思过崖？这一连串的问题，青灵儿都想不明白，一时眼圈瞬间红了。他咬着嘴唇，强忍着没有出声。羚羊注意到青灵儿的表情，心中暗叫不好，这下麻烦
可大了。清明道人看到事情一时会说不清楚，就对苏星辰说道：“师兄，都随我一起去宗门大殿吧，大家坐下来慢慢商讨，如何？”苏星辰点了点头，转身就离开了思过崖。清明道人大袖一挥，打出一团能量，卷起众人一起消失在原地。下一刻，林阳、青灵儿、苏诗琪三人出现在青兰宗议事大殿内。苏星辰和清明道人坐在一张茶几边，林阳、苏诗琪和青灵儿则站在一侧。两个女弟子泡来一壶茶，给苏星辰和清明道人倒上。一时谁都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凝固。清明道人端起茶杯吹了吹，抿了一口，看了林阳一眼，开口打破了沉默：“林阳，你可知道诗琪的身份？”林阳如实回答，说道：“回老祖，今天才认识诗琪，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听到林阳的话，苏星辰刚喝进嘴里的一口热茶就喷了出来：“尼玛，这小子够猛！今天才认识就睡到一起了，这是什么事吗？”青灵儿更是惊讶不已，他想不到苏诗琪这么不要脸，刚认识林阳就急着下手，还走在了他的前面。他现在都有些后悔今晚没有留在67号洞府，让苏诗琪这个狐狸精抢走了林阳。他真想上去扇苏诗琪几巴掌，然后狠狠骂他几句不要脸。他偷偷瞥了一眼苏诗琪，发现对方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林阳，心中顿时酸涩难当。清明道人指了指苏星辰，说道：“这位是我们青兰宗前任宗主苏星辰前辈，现任宗主执法堂堂主碧莲峰峰主落日峰峰主都是他的弟子。现在你明白诗琪的身份了吧？”林阳急忙又向苏星辰行了一个晚辈礼，说道：“落日峰杂役弟子林阳，见过前辈，以前弟子不认识前辈，失礼了，恳请前辈谅解。”苏星辰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诗琪是我青兰宗上任宗妖女，现在她觉醒了极品木灵根，也就是我青兰宗的少宗主了。”清明道人看着林阳问道：“你知道少宗主的含义吗？”林阳心头一震，没想到苏星辰在青兰宗根底如此之厚，几个徒弟都在宗门身居要职。他原本只是认为苏诗琪不简单，没有想到来头这么大。他也看了一眼清明道人，说道：“知道，少宗主就是未来宗主的备选人。”清明道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你知道就好，现在你只是一个宗门杂役，身份地位与少宗主天差地别，所以在你没有成为宗门亲传之前，是不能与诗琪结为道侣的，这样会影响宗门声誉。”林阳闻言，心中顿时了然，他深吸一口气，郑重地拱手道：“弟子明白，弟子定当努力修炼，争取早日晋升亲传。”苏星河冷哼一声：“你以为亲传弟子是那么好当的？青兰宗立宗数千年，亲传弟子不过100余人，而且杂灵根不可入宗门亲传，这是宗门铁规。”林阳懵了，就凭杂灵根不可入亲传这条宗规，就断了林阳在青兰宗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想法。青灵儿在一旁听到苏星辰的话，心头一喜，只要林阳不能与苏诗琪结为道侣，他青灵儿就还有希望。如果下次林阳再要吻他呢，他就不再拒绝了。想到这里，青灵儿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思过崖67洞府李林阳亲吻他的情景，就羞涩的满脸通红，心砰砰跳个不停。苏诗琪听到父亲的话，一时就急了，他也顾不得这里是宗门大殿，就跑到苏星辰身边，拉起苏星辰的手，撒娇道：“不，爹，我就要与林阳在一起，我不当什么少宗主。”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星辰喝断。放肆！苏诗琪看到父亲一点面子都不给，就跑到清明道长身边，说道：“清明叔叔，你就帮帮我好不好？你收林阳为徒，这不就行了？林阳还会炼丹的，他都炼出3文丹了。”清明道人轻抚长须，若有所思的看着苏诗琪，点了点头，说道：“杂灵根不可入亲传，也就不能做我的徒弟了。不过……”他转向苏星河，说道：“师兄，不如给这小子一个机会。”苏星河眉头紧锁，有些疑惑的问道：“师弟的意思是？”清明道人眼中金光一闪，说道：“诗琪不是说林阳能够炼制3文丹吗？7日后便是东域丹道大比，可以给林阳报上一个名字。清玄大陆还从没出现过3文丹的，如果林阳在东域丹道大比中夺得1品丹师前10，为宗门争得名誉。另外，林阳以后为宗门炼制3文丹，这样就算是替宗门做出了突出贡献，宗门可以授予林阳荣誉亲传身份。你看这样如何？”此言一出，殿内众人皆惊。苏诗琪失声道：“师叔，丹道大比强者如云，还有丹宗的弟子，还有各宗门丹道天才，散修丹道奇才，林阳才刚刚学炼丹。”苏星辰瞪了苏诗琪一眼，咳嗽一声，说道：“不行，丹道前10怎么行？”苏诗琪看到父亲反对，心里一喜，急忙说道：“谢谢父亲支持我。”苏星辰摆了摆手，说道：“你别急着谢我，林阳不是能够炼制出3文丹吗？前10怎么够娶我女儿的条件？前3吧。如果林阳能够在丹道大比上能够进入前3，宗门可以考虑授予荣誉亲传弟子身份。”苏星辰是有点看不上林阳，所以他就提高了门槛。不管林阳天赋如何逆天，也是出身太低，怎么能配得上他苏星辰的女儿？现在苏诗琪已经觉醒极品木灵根，是天才中的天才，是未来青兰宗的宗主。清玄大陆东域就只有3大一流宗门，不管林阳怎么妖孽，怎么去努力，都不可能成为一流宗门的宗主。就算林阳炼丹厉害，清玄大陆又有哪个丹师能够掌控一个一流宗门？再厉害的丹师也是为强者服务，
依附于强者。如果不是羚羊帮助苏诗琪觉醒了极品木灵根，羚羊睡了他苏星辰的女儿，苏星辰早就一巴掌扇飞他了。羚羊暗暗冷笑，荣誉亲传弟子也就是一个虚名而已，宗门给你一个荣誉名头，让你去为宗门卖命。这两个青兰宗的长老，一个比一个会糊弄人，一个想要他的贡献3文丹药，想为青兰宗发展壮大扎下经济基础，同时还有他为宗门获取荣誉，同时还想拉拢他，又不得罪苏星辰这个宗门实力派。一个是看不起他羚羊，想赶走他，目的无非是让女儿以后能够找一个实力相匹配的势力联姻，以增强自己利益集体的实力。这两个青兰宗老祖的心思，羚羊可算看得透彻。不过羚羊也能理解，天赋好又能如何？谁又能保证他羚羊一定可以成长成才？天才还没成长起来时才叫天才。苏诗琪是未来的一流宗门的宗主，极品木灵根，化神巅峰大能的妖女，在东域可以说是天骄女了。她羚羊只是一个杂役弟子，一无所有，凭什么要苏星辰看得起？不过羚羊也不想当什么亲传弟子，一旦做了宗门亲传，就贴上了这个宗门的标签，在享受宗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宗门亲传弟子的义务，还要受到宗门约束。如果以后要脱离宗门，还要废除功力，不能带走宗门一针一线，还是做个杂役好。杂役与宗门只是劳务关系，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杂役做事，宗门给零食，就这么简单。羚羊的眼界不只是东域这个小地方，也不是清玄大陆这个中位面，而是高位面玄灵大陆，甚至更高。苏诗琪听到苏星辰说要羚羊进入丹道大比前3，急得眼眶泛红，绝望地叫了一声爹。羚羊他闭嘴！苏星河厉声喝止，此事就这么定了。羚羊看到苏诗琪急得快要哭了，就传音给苏诗琪说道：诗琪不要急，你爹爹不同意我俩结为道侣，那我俩就偷偷在一起，反正你爹爹也忙着寻找飞升机缘，没时间管你。没有道侣的名义，我俩有道侣的实际就行了，谁都没有办法不让我俩偷偷在一起。苏诗琪听到羚羊的传音，眼神一亮，觉得羚羊说的不错，父亲反对，他可以偷偷与羚羊在一起。想到这里，苏诗琪就不急了，他心里哼了一声，默默说道：爹爹，你反对我与羚羊结为道侣，我倒是给你带一堆外孙回来。青灵儿就非常高兴，苏星辰提的要求越高，他就越喜欢，最好直接拆散羚羊与苏诗琪2个。苏星辰冷冷看向羚羊，问道：小子，你可敢应战？羚羊挺直腰杆，目光坚定地说道：弟子愿意一试。羚羊只能这样表态，至于能不能夺得前3，他想都不去想，倒是把苏诗琪的肚子弄大，由不得以苏星辰不当外公，他与苏诗琪无名有实，这样也好向青灵儿交代。羚羊不由得看了青灵儿一眼，看到青灵儿满脸含笑，就知道这丫头心里高兴着呢。苏星辰一拍桌案，大声说道：7日后，你若能进入前3，宗门可以考虑授予你荣誉亲传身份，若是失败，你准备怎么做？苏星辰做了多年宗主，说话滴水不漏，只说是可以考虑，并没有说一定授予羚羊荣誉亲传身份，而且并没有提及与苏诗琪的婚事。羚羊自然看得出来苏星辰话里的意思，不过他无所谓。羚羊点头，态度坚决，说道：如果我不能进前3，我自动离开青兰宗。羚羊现在掌握了混沌炼丹诀，有了生财之道，也就不用担心修炼资源了。天下之大，哪里去不得？以前依靠宗门是因为兜里没钱，他又没有获取灵石的能力，所以才依靠宗门生存。如果不留在宗门，做个散修，四海为家，玄阴宗的书生就是想找到他，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通过今天发生的事情，羚羊彻底明白了，修真界的阶层固化比较严重，普通人想要跳跃阶层并不容易，除非你天赋异禀，修炼过几百年，跃升到化神，成为一方大能。像青兰宗这样的宗门，派系斗争严重，底层弟子想依靠一方爬上金字塔的顶端，那是痴心妄想，做炮灰还差不多。两女听到羚羊以离开宗门作为赌注，都惊讶不已。苏诗琪瞪了羚羊一眼，惊叫道：啊，羚羊，你怎么能离开青兰宗？苏星辰眼里也闪过一丝讶异，他想不到这个小子还有些脾气，随即大笑说道：哈哈哈，有骨气，那就这么定了。清明道人可不希望羚羊离开青兰宗，羚羊不但身具神体，以后前途不可限量。既然苏星辰不收他做女婿，那他清明道长可不嫌弃。羚羊能够炼制出来3文丹，就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如果羚羊能够与苏诗琪和青灵儿结为道侣，青兰宗就算是羚羊的家了。到时羚羊把3文丹贡献给宗门，那青兰宗肯定会富得流油。假以时日，青兰宗成为东域圣地都有可能。清明道人不明白苏星辰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层，他本想提醒一下苏星辰，可是转念一想，也就放弃了。苏星辰做了那么多年的青兰宗宗主，自然有着自己的考量，说不定他早就盘算过这件事情了。也许在苏星辰心里有着更好的选择，用不着他清明道人操心。宗门两派斗得厉害，清明道人向来不掺和，做和事佬。只是清明道人有些优柔寡断，虽然想拉拢羚羊，但是不敢太护着羚羊，导致羚羊也对他不感冒。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羚羊一眼，问道：羚羊，话不要说得那么满，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你可要想清楚了。丹道大比前3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也知道清玄大陆斗丹是以出单率比输赢的。羚羊微微一笑，
向清明道人行了一礼，说道：“多谢老祖提醒，弟子心中有数。”哼，狂妄！苏星辰甩袖而起，诗琪，跟我回去。苏诗琪不想与林阳分开，但是也不敢违背父亲意愿，他恋恋不舍地看了林阳一眼，传音说道：“林阳，以后你去碧莲峰找我。”说完便跟着父亲离开了大殿。大殿内一时只剩下清明道人、青灵儿和林阳三人，三个人都没有说话，气氛凝重的几乎让人窒息。林阳、青灵儿再忍不住，声音哽咽：“你贺诗琪他真的？”林阳愧疚地看着他：“灵儿，对不起，我不必说了。”青灵儿打断他，强忍泪水：“我明白了。”他转身就要离开，却被清明道人叫住：“灵儿，等等！”清明道人可不想自己的徒儿就这么任性离开，他叹息一声，对林阳说道：“小子，你惹下的麻烦可不小啊。”林阳苦笑说道：“老祖教训的是。”清明道人摆摆手说道：“罢了，你且回去好好准备大比。至于宗门对你的处罚，你炼制出来3文丹，算是功过相抵，我会向执法堂打声招呼，就免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如果你不想掺和到宗门的派别斗争而被迫站队，就住在我缥缈峰吧。”清明道人看了一眼青灵儿，说道：“灵儿，你带着林阳回缥缈峰，给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解决，老头子我不管了。”说完，他也飘然离去，想把空间留给青灵儿，让青灵儿趁着这样的好机会拿下林阳。大殿内只剩下林阳和青灵儿2人，沉默良久，林阳终于开口：“灵儿，我……”苏诗琪的离开，青灵儿很是高兴，但是作为宗门圣女的高傲，她又抹不开面子来倒贴林阳。沉默了片刻，她看了林阳一眼，问道：“林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离开思过崖，你还会对苏诗琪好吗？”林阳一时语塞，这话他确实无法回答。青灵儿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又问道：“你既然没有那个真心对我，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对我？”他说不下去了，掩面痛哭。林阳心如刀绞，上前一步想安慰他，却被他推开：“别碰我！”青灵儿后退几步，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中满是伤心和愤怒，说道：“林阳，我恨你！”说完，他化作一道流光冲出大殿。林阳呆愣了一下，他想不到青灵儿突然就离去。等他回过神来追出大殿时，青灵儿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站在殿外广场上，夜风拂面，心中五味杂陈。唉，林阳长叹一声，便朝着缥缈峰飞去。既然清明道人让他住在缥缈峰，他也不好违抗。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小子，跟我来！”林阳回头，发现莫老鬼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这位落日峰峰主脸色阴沉，目光复杂地看着他。“莫老峰主。”林阳行了一礼，他差点就叫出莫老鬼这3个字来，幸好转过弯来。莫老鬼知道林阳想叫他莫老鬼，冷哼一声说道：“跟我回落日峰。你是我落日峰的杂役弟子，住什么缥缈峰？你的洞府是在落日峰，那里才是你的家。”林阳一愣，随即明白过来，如果他住到缥缈峰，就相当于背叛了落日峰，肯定会引起上官巡天的不满。只是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并没有看到上官巡天，而且连白景泉和淼君都没有露面。林阳很是感激地说道：“多谢峰主提醒。”2人一前一后御空飞向落日峰。路上，莫老鬼突然开口说道：“小子，你可知道你已经惹了多大的麻烦？”林阳苦笑：“弟子明白。”莫老鬼怒骂道：“你明白个屁！苏星辰是想与洛尘宗联姻的，你把他女儿给睡了，给他带来了天大的麻烦，他没有废掉你都算不错了。你以为他真在乎什么单道大比前3？他这是在试探你的潜力，看你值不值得他苏星辰栽培。”林阳心中一震，很是疑惑地说道：“峰主的意思是？”莫老鬼继续说道：“别说单道前3，就算单道第1又顶屁用？老子是4品丹师，还不是在落日峰做缩头乌龟？苏星辰的女儿觉醒极品木灵根，未来必定执掌青蓝宗。你又没有大势力大背景，仅仅凭着你的炼丹技术，能够帮苏诗琪多大的忙？”林阳摇了摇头，表示不理解，问道：“他不在乎我的炼丹天赋，那他在乎什么？”莫老鬼摇了摇头，说道：“就是你的修炼天赋，只有展示出足够的修炼天赋，让苏星辰觉得你有投资价值，他才会接受你。”苏星辰并不知道林阳是神体，所以才那么说。要是他知道林阳是天生混沌神体，他也不会那么为难林阳了。说话间，2人已落在落日峰后山。落日峰的后山确实比起前峰来要有人气的多，虽然是后半夜了，整个后山还有着星星点点的灯火闪耀。林阳知道很多痴迷丹道的修士很是刻苦，为了炼丹夜晚都不休息的。莫老鬼带着林阳来到一处僻静的小院，说道：“你暂时住在这里吧，需要什么可以直接找我。”林阳看了一眼这个不大的院落，是一排3间青砖红瓦房子，四周用围墙围着，院门是一个暗红色木门，门板上的桐油灰已是斑驳不堪，显得有些古旧。他很是高兴地点了点头，向莫老鬼表示感谢。莫老鬼摆了摆手，说道：“小子，你记住，在青蓝宗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圆滑一点，不选边站，安心练好你的丹就行。上官巡天去了天路，半年后才能回宗门，以后你就跟着我住在后山吧。”说完，莫老鬼就闪身离开了。林阳这才明白，上官巡天又替宗门开辟天路去了。以前有上官巡天护着，
羚羊在宗门还好过一点，现在上官巡天不在宗门，那他以后的日子就更加的艰难了。羚羊不明白的是，他与莫老鬼素不相识，莫老鬼为什么对他说这些？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莫老鬼不说，羚羊也不问，他相信莫老鬼迟早会暴露出他的目的来的。反正都是住在落日峰，住前峰还是后山，对羚羊来说都无所谓。他走进小院，发现这里虽然简朴，但炼丹设备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走进一间卧室，盘坐在床榻上，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计划。与此同时，缥缈峰上，青灵儿独自坐在悬崖边，望着远处的星空发呆。灵儿，还在想那小子？明道人的声音突然响起。青灵儿急忙擦去眼角的泪水，看着朝他走来的师傅，很是委屈地说道：“师傅，我以为羚羊会追着我来缥缈峰的，没有想到他那么没良心，我都生气了，他都不追上来轰轰我。”青明道人叹了口气，说道：“傻丫头，羚羊哪里懂得你这样的小心思？你这样一生气就跑开，白白浪费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了。”青明道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继续说道：“如果你真的喜欢那小子，就该主动争取。苏诗琪那丫头，不就是靠主动才得手的吗？你这样耍小姐脾气，还要羚羊来猜你的心思，如果他猜不着，苦的还不是你自己？真是一个傻丫头。”青灵儿俏脸一红，细声说道：“可是我是女孩子，他一个大男人就不应该让着我吗？”青明道人叹了口气，说道：“现在情况不同了，羚羊与苏诗琪那丫头在一起双修了，你明明喜欢，又故意矜持，哎，现在是不是后悔了？”青灵儿轻轻点了点头。青明道人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他知道青灵儿后悔了，就自然知道怎么去做的，这个不用他这个师傅教导。至于结果如何，那就看天意了。羚羊盘坐在床上思索了一会，觉得有关丹道大比的情况还得问问昆城，毕竟昆城与他签订的灵魂契约算是自己人，于是就把昆城从混沌空间里换了出来。昆城元神从混沌空间一出来，就不停地打量着四周环境，问道：“主人，这是哪里？你换地方了？你不是要思过1个月吗？这么快就结束了？”羚羊笑了笑，没有理睬昆城的4连问，而是说道：“以后不用叫我主人了，还是叫我羚羊吧，我听起来舒服一些。昆城，东域丹道大比你熟吗？”昆城也不喜欢叫羚羊主人，既然羚羊不让他叫主人，他巴不得，于是就说道：“东域丹道大比，丹宗组织的。丹宗虽然不算一流宗门，但是地位超然，他们以丹道立誓，从不参与宗门争斗，也没人敢得罪他。我曾经也做过几届丹道大比的裁判，对其中的规则还比较熟悉。”羚羊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问道：“那你就给我介绍一下丹道大比参赛选手的情况，还有比赛规则吧。”昆城点了点头，说道：“参赛选手没有条件限制，既可以用宗门的名义参赛，也可以用个人名义参赛，只要在丹城广场炼制一炉丹药，成丹6颗以上，就有资格参赛。比赛一共分为2个组，就是1品丹师、2品丹师，每个小组取前10名，获得奖品。”羚羊思索了一会，又问道：“那比赛规则呢？”昆城说道：“规则就是清玄大陆一贯的斗丹规则，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炼丹，按出丹率分胜负。”羚羊还是有些不明白，问道：“难道不考虑丹药质量吗？”昆城笑了笑，说道：“出丹率就是丹药质量的具体表现，药液提纯率越高，出丹率就越高，质量就越好，所以比出丹率是最科学的。”羚羊又问道：“要是有人炼出了3文丹，那又怎么算？”昆城闻言哈哈大笑起来，说道：“3文丹？清玄大陆还没有人炼出过3文丹，所以丹道大比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标准还是按出丹率算。3文丹是蕴含道运的丹药，那是更高级别的丹药形态，用清玄大陆现在的炼丹手法是不可能炼制出来的。”羚羊明白了，他如果想要在丹道大比上出彩，还得必须要提高提纯率，要做到提纯率达到92%以上，一炉丹药要出丹11颗，只有炼制出精品丹药来，才有希望稳住前3的位置。他现在的提纯率还在90%以下，想要达到92%，又是何等的不易。提纯率到了90%后，后面再想提高一点点，都是异常的困难。所以在清玄大陆，能够炼制出来一炉出丹10颗的普通丹师不少，能够做到出丹率达到11颗的精品丹师就是凤毛麟角了。而能炼制出来一炉出丹12颗的极品丹师，清玄大陆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就在羚羊尘思索着提高炼丹提纯率时，突然院子外面传来了莫老鬼的叫喊声：“羚羊，羚羊，起床了没？”羚羊睁开眼睛，发现天色已经大亮了，他就站起身来，走去打开了园门。一打开门，羚羊就看到莫老鬼正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他的身边还站着青灵儿。羚羊惊讶地叫了一声：“灵儿，你这么早就过来了？”青灵儿今天特意打扮过，一袭淡青色长裙，衬得肌肤如雪，脸蛋上还泛着淡淡的红晕，就如雨后花瓣一般娇艳迷人。他手中捧着一个食盒，轻声道：“羚羊，我来给你送早餐。”莫老鬼看看青灵儿，又看看羚羊，突然大笑起来，说道：“好，很好。老夫突然想起还有事，先走一步。羚羊，你要好好招待圣女。”他特意把招待2字说得很重，还冲羚羊挤了挤眼，就迅速溜走了。院子门口一时只剩下2人，气氛有些尴尬。羚羊看着青灵儿低垂着眼帘，
那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怜惜来。他伸手搂住青灵儿的肩膀，轻声说道：“灵儿，我们进去吧。”青灵儿轻轻扭捏了一下身子，想摆脱羚羊搂住他肩膀的手，不但没有摆脱，反而被羚羊搂得更紧了一些。他扭头看了一眼羚羊，然后轻轻点了点头，咬了咬下唇，就被羚羊搂着走进院子。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勾勒出一道柔和的轮廓。羚羊，我做了灵米粥和几样小菜。青灵儿将食盒放在院中的石桌上，说话的声音很轻柔。羚羊扶着他坐在石凳上，然后就挨着他坐下。他忽然注意到青灵儿纤细的手指上有着一道细小的红痕，像是被烫伤的痕迹，就急忙问道：“灵儿，你的手指？”青灵儿显得有些慌乱，眼神躲闪着羚羊那炽热的目光，说道：“没事，做菜时不小心烫伤了一点点。”羚羊心头一热，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亲吻了一下他那根受伤的手指。青灵儿吓了一跳，本能的用力抽开了手指，惊声尖叫道：“啊！羚羊，你要做什么？”刚叫出声来，青灵儿就后悔的要死，他真想狠狠扇自己一巴掌。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不就是与羚羊把关系更进一步吗？羚羊只是吮吸了一下他的手指，他怎么就反对呢？这么好的一个温情机会，就被他一声尖叫错失了。羚羊也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青灵儿心里可能还记恨他与苏诗琪的双修，一时接受不了过于亲热的举动。他讪讪一笑，就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小玉瓶来，说道：“灵儿，这是冰肌膏，涂上就不疼了。”他小心翼翼地拖着青灵儿的手，轻轻地为她涂抹药膏。青灵儿的手在他掌心微微颤抖，却不再挣扎。“对不起，对不起。”两人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住，相视一笑。青灵儿抬起头，眼中泛着水光，说道：“羚羊，我昨晚回去后想了很多，我不该那样跑开。”羚羊摇了摇头，说道：“道歉的应该是我和诗琪的事。”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青灵儿摆手打断。青灵儿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袋零食，说道：“羚羊，你要参加丹道大比，需要购买灵药来练习炼丹。我知道你没有零食，我这里还有一些，你就拿出购买灵药吧。”说着他就把零食塞给羚羊。羚羊一时感动不已，不由得想起在渡柱击劫雷时缺少零食而命悬一线。就在那紧急时刻，青灵儿把自己的储物戒指扔给了他，让他度过雷劫，活了下来。他来青兰宗后，青灵儿想到他身上没有零食，又托落日风的刘小月师姐转交零食给他。现在青灵儿又因为他没零食购买灵草给他送来零食，这让羚羊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他轻轻握住青灵儿的手，说道：“灵儿，我现在有了3文养颜丹，就不缺零食了。你零食也不多，就不用给我了。”青灵儿却固执地将零食袋塞进羚羊手中，说道：“羚羊，拿着吧，但你现在需要大量灵草练习炼丹，是需要很多零食来购买灵药的。”羚羊开了一个玩笑，说道：“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你这个宗门圣女包养了，成了一个软饭难修。”青灵儿伸手就拍打了一下羚羊，嗔骂道：“要说包养，也得让苏诗琪包养你，她不但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话一出口，青灵儿就后悔了，在这个温馨的时刻，自己竟然嘴贱，又提苏诗琪的名字了，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他咬了咬唇，抬眼看向羚羊，眼中闪过一丝歉意，急忙转变话题，说道：“这就算我借给你的，以后多给我几颗养颜丹，补偿我就好了。”接着他又流露出很是羞涩的神情，撒娇说道：“我要你欠我的，免得你忘记我。”晨光中，少女的脸庞泛着淡淡的红晕，比朝霞还要动人。羚羊把零食收进混沌空间里，心头一热，伸手就将青灵儿拉入怀中。“啊，羚羊，我！”青灵儿惊呼一声，心里慌乱不已。羚羊轻轻抚摸着她那娇嫩的脸颊，在她耳边轻声道：“灵儿，谢谢你，我很感动。以后我负责炼丹，你负责销售丹药，咱俩……”温热的呼吸拂过青灵儿的耳畔，她浑身一颤，整个人都软在了羚羊怀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羚羊胸膛的温度，听到了那急促的心跳声。你先放开我！”青灵儿声音发颤，嘴里在推脱，一双手却紧紧抱着羚羊，舍不得松开。羚羊低下头，就朝着青灵儿的娇唇亲吻了上去。青灵儿嗯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接受了羚羊的亲吻。随着晨光的温柔照射，两人的身影在小院中交织出一幅温馨的画面。羚羊的吻轻柔而深情，青灵儿的心跳随之加速。她感受到的不仅是爱意，还有彼此之间逐渐消除的隔阂。在这个宁静的清晨，他们的情感似乎也随着晨雾一起升华。吻了一会，青灵儿松开羚羊，微微喘息着，脸颊上的红晕更加鲜艳。她抬起头，眼中含着泪光，却满是幸福的笑容，把嘴巴凑近羚羊的耳边，声若蚊蝇地说道：“羚羊，你叫我双修吧，我做好了准备。”羚羊心里一惊，这丫头这是怎么了？昨天晚上两个人都到了最后一步了，都被她推开，才过去几个时辰，怎么就做好了准备？随即羚羊就明白了，青灵儿着急了，她害怕羚羊有了苏诗琪就不理睬她了。羚羊对青灵儿的情感深过苏诗琪的，他一直都很尊重青灵儿，也很感激她。在羚羊的心里，青灵儿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羚羊一时就晕乎起来，打横抱起青灵儿就跑进卧室，两人又亲吻了一会。当羚羊想着再进一步时，
发现青灵的身体有着本能的抗拒。羚羊就明白青灵儿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今天想把自己交给羚羊是形势所迫。羚羊是很尊重青灵儿的，他不想做出让违背青灵儿意愿的事，于是就轻松开青灵儿，轻咳一声说道：灵儿，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事是强迫不得，我俩有的是时间，不用急，我俩还是先吃早餐吧。青灵儿闻言心里很是失落，她来之前还特意洗了个澡的，也好好打扮了一番，就是想着要成为羚羊的女人。可是她倒贴上来，羚羊却松开了她，没有继续下去。青灵儿无比的失望，也很是恼火，恨不能捶羚羊一顿出心里的闷气，暗暗骂道：这个死羚羊，做这种事情难道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吗？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吗？青灵儿很是不甘心就这么结束，不甘心又能怎么办？青灵儿又没有那个胆量推倒羚羊，她也知道昨天晚上羚羊与苏诗琪两人那样了，羚羊心里一时放不开，也因为自己一直都是太保守，让羚羊有着心理负担。青灵儿也拉不下那个脸像苏诗琪那样主动，只得红着脸整理了一下衣裙，轻轻点了点头。两人在石桌旁坐下，食盒打开，香气四溢，灵米粥晶莹剔透，几样小菜色香味俱全。这些都是你做的？羚羊有些惊讶。青灵儿点点头，眼中带着期待的光芒，柔声道：尝尝看。羚羊咬了一勺粥送入口中，顿时眼前一亮，粥中蕴含着精纯的灵力，口感绵软香甜，竟比宗门膳糖的还要美味，好吃。他由衷赞叹。青灵儿眉眼弯弯，露出满足的笑容。两人安静地吃着早餐，气氛温馨而融洽。吃过早餐，青灵儿就离开落日峰回去了。羚羊送她出了小院，看着青灵儿的背影消失在晨曦中，羚羊心里悸动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圣女了。他与映霞有着10多年的双修生活，都没有今天这种甜蜜的感觉。羚羊叹息一声，就回到小院，准备开始炼丹。他拿出丹炉，才发现昆城储存下来的一品灵药都耗光了，没有灵草就无法继续炼丹。丹道大比只剩几天，我必须尽快提升炼丹术，看来只能去丹城一趟了。羚羊走出院子，羚羊御剑而起。丹城处在青兰宗、玄阴宗、洛尘宗3大一流宗门势力范围的交界处，距青兰宗800余里地，御剑飞行也要2个多时辰。在路过缥缈峰时，他下意识抬头望了一眼，只见圣女宫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想起青灵儿，羚羊心里就有着一股暖暖的感觉，变强才能护住想护的人。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的目光已恢复冷峻。然而刚飞出青兰宗山门不远，羚羊的灵觉骤然一紧，有人跟踪。他眉头微皱，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继续飞行，同时暗中运转混沌霸体诀，将神识扩散开来。发现跟踪他的是2个金丹巅峰修士，羚羊顿时心里就一松，没有了紧张感。从对方战力配置来看，羚羊就猜测得出这是大长老白景泉那一派的人，因为羚羊在宗门大殿秒杀了金丹后期的罗晴天，暴露了他可以斩杀金丹后期的实力，所以派出2个金丹巅峰来对付他，算是双保险。而玄阴宗的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战力，要抓他这个小猪鸡，出动1个金丹修士就足够了。所以羚羊猜定这2个金丹巅峰不是玄阴派来的，他心中暗暗冷笑，看来大长老一派的人真的是亡他之心不死。羚羊也觉得奇怪，他只是一个筑基杂役弟子，白景泉的人为什么总是盯着他不放呢？对于2个金丹巅峰，羚羊如果采用神魂攻击的话，可以做到秒杀。不过神魂攻击比较耗神魂力，在能不要神魂攻击的情况下，他尽量不用。再说羚羊的混沌神体已经接到第2层，单凭体修肉身力量就堪比金丹巅峰修士，再加上他完美筑基，可以越级一个大境界作战。体修的力量配合法修筑基后期境界实力，战力甚至能触及元婴门槛。他还有地火青色火鸟这张底牌，对付2个金丹巅峰，羚羊有多种办法弄死这2个人。羚羊飞了1个时辰后，出现在一处山谷上空，这里离青兰宗山门差不多有500余里地了，算是远离宗门。后面一直跟着他的2名金丹修士，有一人突然就加速超过他，然后就拦在了羚羊的前面。羚羊看了他一眼，发觉是一个穿着一身灰袍的小老头。灰袍老头拦住了他的去路，羚羊也就停了下来。羚羊观察了一下山谷的环境，只见谷中瘴气缭绕，怪石嶙峋，枯木盘踞，确实是一块扼杀之地，但是没有埋伏。他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将面临一场大战，于是飘落到一块青石上面，收起飞剑后就朝后面看了一眼。后面追上来的那个金丹修士是一个中年模样的大汉，满脸胡须。他紧跟着羚羊也飘落到地上，封锁了谷口，堵住了羚羊的退路。羚羊笑了笑，说道：“2位跟了我一路，最后选了这么一个好的安息之地，确实有眼光。”灰袍老者也飘落下来，三角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光芒，说道：“小子，抱头认输吧，免得受皮肉之苦。”羚羊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冷意：“2位就这么自信能拿下我？说不定是你们2个来送储物戒指给我，狂妄！”羚羊后方的中年大汉怒喝一声，浑身灵力爆发，喝道：“蝼蚁一般的小子也敢在我面前猖狂！”话音未落，大汉双手掐诀，一道金色锁链凭空出现，如灵蛇般朝羚羊缠绕而来。灰袍老者则阴笑着后退了10多丈，双手抱胸站在那里看戏。他觉得拿下一个筑基后期的小子
根本就不需要他出手，就中年大汉一个人出手，也就是2、3个回合的事。羚羊从那条金色锁链散发出来的气息，就知道这是一件中品法宝，价值在5000到8000灵石。在清玄大陆，修士的武器分为法器、灵器、法宝、灵宝4个大等级。灵宝以上的道器，只有高级别位面玄灵大陆才有。能够用得起中品法宝的金丹修士，也算是比较富有了。看到中年大汉用本命法宝向他袭来，羚羊冷笑一声，对付金丹巅峰修士，他就想验证一下他体修的实力，想看看混沌神体第2层的实力到底能不能与金丹巅峰抗衡。混沌霸体诀顿时就加速运转起来，力量全开。刹那间，羚羊的体表就泛出一层紫金色的护罩，混沌神体护体功能开启。羚羊这是第一次与金丹巅峰交手，自然不敢大意，首先做好防护，以免那个灰袍老头偷袭。同时，一股混沌能量从掌心喷涌而出，一道紫金色光芒闪过，撞击在那条金色锁链上。当一声金属碰撞声中，锁链哗啦一下就从空中掉落到地上，而羚羊打出的混沌能量也消散得无影无踪。交手一个回合，双方实力半斤八两，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中年大汉看到自己的法宝被羚羊击落，一时惊骇不已。他想不到一个筑基后期修士与他这个金丹巅峰对决，并不落下风。灰袍老者看到情况不对，就大喝一声：“这小子有些古怪，一起上，不要留手，以防意外。”两人对视一眼，同时祭出本命法宝。灰袍老者头顶浮现一柄血色短剑，剑身缠绕着浓郁的血煞之气。大汉则召唤出一柄开山巨斧，斧刃寒光闪烁。去！两件法宝携着雷霆之势朝羚羊袭来。羚羊眼中金光一闪，突然双手合十，口中轻喝：“混沌神体全开！”他周身再次泛起淡淡的混沌光芒，气息节节攀升，转眼间竟达到了金丹巅峰的程度。羚羊右手挥拳朝着开山巨斧砸出，左手化掌朝着血色短剑劈去，右拳左掌，砰砰2声就把2个金丹巅峰的法宝打飞出去。中年大汉惊呼一声：“怎么可能？这个是体修！”灰袍老者也瞪大眼睛说道：“这小子肉身力量竟堪比金丹巅峰，身体强度就不亚于一件法宝。”中年大汉看到情形不对，急忙拿出一个小瓷瓶朝着羚羊扔了过去。当小瓷瓶靠近羚羊时，灰袍老者就打出一股灵力，把瓷瓶击碎。在瓷瓶被击碎的那一刹那，一股黑色的烟雾就弥漫开来，把羚羊全部笼罩住。处在烟雾中的羚羊感到一阵头晕，他惊呼一声：“这是玄阴宗的噬魂散！你俩是玄阴宗的人，不是白景泉派来的？”羚羊知道这噬魂散是玄阴宗独家配置的灵魂类毒药，吸进体内后可以侵蚀修士的神智，以便于控制其行动，使其成为的傀儡类似魂骨。羚羊觉得这个玄阴宗的书生老祖一招比一招阴险，从玻璃大阵到元神夺舍，再到用噬魂散对付他，无非是想从他的身体里把玄天玉佩剥离出来。羚羊迅速屏住呼吸，运转混沌霸体诀，将侵入体内的全部化解掉。紫金色的混沌光芒在体表流转，没用几个呼吸的时间，依附在他身体表面的噬魂散也一一化解掉。羚羊也想不到混沌神体这个解毒功能竟然是这么好用的。如果他不是天生混沌神体，这个金丹修士活捉他后就会把他送到玄阴宗交给书生，那他羚羊肯定会被书生控制神智，玄天玉佩也就被剥夺出来了。这个书生如此恶毒，让人防不胜防，细思极恐，以后还是要小心为妙。灰袍老者见状脸色大变：“不可能，噬魂散连元婴修士都无法化解，你以后筑基修士怎么可以解毒？”羚羊冷笑一声，眼中杀意暴涨，喝问道：“是谁派你们来跟踪我的？”中年大汉微微抬了抬眼睛，轻蔑地说道：“就算你体修的力量再强大，也强不过元婴修士。小子，你以为仅仅是凭着你相当于金丹巅峰的体修实力，就可以留下我们2个金丹巅峰？就这么一点实力就想审问我俩？嘿嘿，你想到未必太天真了。”羚羊目光扫视了2人一眼，知道单凭混沌神体的力量是难以压制住2个金丹巅峰的，现在也测试出混沌神体第2层的实力了。羚羊也不准备再耗下去，他就在识海里暗暗凝聚出2根神魂针来，悄无声息地朝着中年大汉和灰袍老者的眉心疾射而去，同时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羚羊的话音刚落，离他距离较近的中年大汉就抱头大声哀嚎起来。灰袍老者看到中年大汉突然就抱头痛呼，一时都没弄清状况，突然就感到眉心一热，他感觉有着一股能量钻进到了识海里，紧接着他的识海里就翻腾起来，似乎自己的神魂被击中。幸好他的神魂比较稳固，神魂力也比一般的金丹巅峰修士要强大一些，不然受到这一攻击，神魂很有可能崩溃。但是剧烈的疼痛感也让他难以承受，就急忙抱着脑袋蹲了下去，脸色苍白，额头上冷汗直冒。而那个中年大汉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神魂崩溃，变成一具尸体了。在清玄大陆是没有神魂攻击技法的，也没有治疗神魂伤的丹药，能够发动神魂攻击，必须要修炼到化神，采用元神离体进入对方识海，控制住对方的神魂。昆城就是用这种办法对羚羊发动攻击的，这样风险很大，一般的化神都不愿采取元神离体进入对方识海，万一元神有个损伤就得不偿失。而一般的修士识海都没有设防，
这也是清玄大陆修士最大的短板。灰袍老者没有想到，这个筑基小修士不但是个体修，还是一个魂修，竟然会神魂攻击。要是知道羚羊会神魂攻击，打死他都不会来捕捉羚羊。羚羊没有理睬已经死去的中年大汉，而是缓步走到灰袍老者身边。他懒得废话，一般提起灰袍老者，把一只手掌按在他的眉心，就运转起昆城的神魂秘术摄魂印来，直接搜魂。摄魂印是一种符印，用摄魂印搜魂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容易丢失对方的记忆。片刻后，他脸色阴沉地松开手，把半死不活的灰袍老者扔在了地上。通过搜魂，羚羊才知道，这个人既不是玄阴宗派来的，也不是大长老白景泉派来的，而是淼军偷偷派来抓他的。淼军暗地里勾结玄阴宗，想要把他羚羊用噬魂散控制住，然后送去玄阴宗换取凝魂丹。通过搜魂，羚羊也知道了，只要他羚羊不刻意针对白景泉他们一派，白景泉也没有那个心思特意针对他羚羊。毕竟羚羊只是一个小人物，还不值得白景泉动心思。今天来缉拿羚羊，只是开天锋封主淼军的个人行为。这两个金丹巅峰就是开天锋的两个指使。看来这个淼军已经与玄阴宗勾搭上了。羚羊喃喃自语，这样羚羊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敌人并不是白景泉那一个派系，而是淼军一个人。淼军是开天锋的封主，羚羊以后防备开天锋的人就行了。这比起与整个大长老一派来说，羚羊在青蓝宗的压力要小了许多。他随手将两人的储物戒收走，然后就唤出青色火鸟，将两具尸体烧成了灰烬。做完这些，羚羊就盘坐下来，开始清理两个金丹巅峰修士的储物戒指。羚羊盘坐在山谷中，便查探起两枚储物戒指来。由于灰袍老者和中年大汉都已死亡，他俩的储物戒指也就成了无主之物。他俩留着储物戒指上的神魂印记也随之消失。羚羊用神识很容易就打开了两个人的储物戒。中年大汉的储物戒里堆满了各种灵材和丹药，还有2瓶疗伤用的3品复原丹，灵石约莫3万左右。法宝就是那条金色锁链和他的本命法宝开山斧。而灰袍老者的储物戒相对丰厚一点，除了4万多灵石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灵药。法宝就是只有那把上品法宝血色短剑。在一堆衣服里，羚羊看到了一个黑色小瓷瓶，轻轻晃了晃，里面传来细微的沙沙声。他谨慎地揭开瓶盖，一股阴冷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噬魂散。羚羊眉头一皱，立刻重新封住瓶口。这东西虽然阴毒，但若是运用得当，或许能在关键时刻因人一手。他思索片刻，还是将其收了起来。他原本只是想去丹城购买一批1品灵药炼丹，结果半路反杀2个金丹巅峰，反而收获颇丰，发了一笔不少的财。今天早晨青灵儿给他才1万灵石，现在一下就收获灵石7万多了。如果把2个储物戒里东西全部换成灵石，还换到3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真的是杀人放火金腰带。羚羊在前一刻还是一个债务缠身的穷光蛋，只是杀了2个金丹巅峰修士，就变成了身价10万的有钱人了。羚羊握了握手中的2枚储物戒指，心里很是踏实，心情也变得异常美丽。他站起身，脱下青蓝宗的杂役弟子服，换上一身便服。青蓝宗杂役弟子的服饰太扎眼了，在清玄大陆没有几个修士瞧得起杂役弟子的。没有修炼的天赋，一辈子能筑基都要遇到好机缘了。但凡杂役弟子，大多数都是杂灵根。羚羊也不想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杂役而为难他，换下杂役服饰，免得多惹麻烦，便御剑冲天而起，朝着丹城方向疾驰而去。羚羊在飞了1个时辰后，终于抵达丹城。丹城作为3大宗门的交汇之地，繁华程度远超青蓝宗附近的任何一座城池。羚羊降落在城门外，抬眼望去，城墙高达数十丈，上面刻满了防御阵法。宽大的城门上方是一个丹炉形状巨型雕塑，气势磅礴。金黄色的炉壁上雕刻着丹城2个黑色大字。进城每人需要缴纳2枚灵石。羚羊随着人流排队，在交了灵石后才走进城池。丹城的街道宽阔整洁，两侧店铺鳞次栉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来往的修士络绎不绝，有身着宗门服饰的弟子，也有散修和商贩，甚至偶尔还能看到1、2位穿着暴露的炼器女修站在街角向路过的男修招手。更有一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修士，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丹炉，吆喝着现场炼丹，即时新鲜，现炼现卖，童叟无欺，需要购买丹药的快点过来下单，马上就要开炉了。这一切羚羊都感到很是新奇。他没有急着去那些大灵草店购买灵药，而是先沿着主街逛了一圈，想熟悉一下环境。丹城的布局十分规整，最中心的区域是丹宗在丹城设立的商贸总部，周围环绕着各大商行和拍卖行，而外围则是散修集市和小型店铺。1品灵药的话，散修集市应该就够用了，没必要去大商行花冤枉钱。羚羊心中盘算着，他拐进一条热闹的小巷，这里便是散修集市，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吆喝声此起彼伏。上好的火灵草，刚从秘境采摘，药力充沛，冰心花，炼制清心丹的主药材，价格实惠。在这一声声的吆喝声中，羚羊的目光扫过一家又一家摊位，突然他看到一家摊位上的灵草特别的新鲜，有些灵草根部的泥土还是潮湿的，花朵鲜艳，茎叶碧翠。摊主是一个中年妇女模样的炼器修士。羚羊走上前询问道：“这位道友，你这些灵草怎么卖？”摊主抬头看了羚羊一眼，
见有顾客上门，很是热情地介绍道：“一品灵药5株1块，下品灵石，量大可以适当优惠点。”林阳微微皱眉，这价格比宗门内兑换只是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这些灵草新鲜，拿回去还可以栽活。他想买下来种到混沌空间里，以后炼丹用灵药就方便了。林阳大手一挥，很是大气地说道：“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你这里的灵草，不管是1品、2品、3品灵药，我全买了。”中年女修听到林阳开口就全买了，一时欣喜不已。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了林阳近1000块灵石。旁边的一些摊主看到林阳一挣千金，眼神里都冒出金光来。一个矮小老头急忙跑了过来，拉着林阳的衣角，笑笑盈盈地说道：“这位小友，您去看看我的摊位，我的灵药都是今天早上才从云霄山脉挖回来的，保证新鲜。”另一个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女修也跑上来，拉着林阳的胳膊，甜甜地笑着说道：“这位小哥，我家灵药不但新鲜，而且年份足够，去看我家吧，包你满意。”紧接着又有一些摊主围拢上来，都争抢着拉林阳去自己的摊位，弄得林阳哭笑不得。他急忙摆手，霸气豪爽地说道：“大家都不要急，我一家一家的买下去，只要你们的灵药足够新鲜，不管品种也不管品级，我都收了。一家家买下去，都收了。”这话说的够好。林阳的话引起了摊主们的一阵惊呼。他的混沌空间有着那么大一片土地空着，得需要栽植多少灵药？再大的量，他都能承受的了。混沌空间里灵气充沛，种下去的灵药不要1年，价值肯定的翻2倍以上。一些围观的顾客一个个都投来艳羡的目光，真是一个花灵食不心疼的主。一些好事者都在纷纷打听，这个帅小哥是那个宗门的少主，或者是那个修真家族的世子，真的是大方，太好了，一掷千金。一个一流宗门的外门炼器弟子，1个月的阅历还不到30块灵石，林阳出手就是1000灵石，足够吓人的了。林阳也不管什么灵药，只要是新鲜的就都买下。他一路扫货，几乎买遍了所有摊位，就像是一个土豪进城，只要是好东西通通收了，看得很多人都眼热。扫完70、80家摊位后，林阳盘算了一下，一共花掉了他69000多灵石。这种大手大脚花钱的感觉非常的爽，特别是在旁边让那些羡慕的眼神里，让林阳有着一种奇特的满足感。抢到的那2个储物戒指里的灵石花的也差不多了，他看了一眼2个储物戒指，只剩下几百灵石了。再购买灵药就要动用青灵儿借给他的灵石了，这灵石花起来也够快的。接下来林阳重点要购买丹宗大比所炼制的3种丹药，1品培元丹、复元丹还有聚气丹，而这3种丹药又是清玄大陆最常见的丹，灵药也比较常见，所以很容易购买。林阳在三修集市转了一圈，把3种丹药的灵草分别购置了100炉，一共300炉，平均1炉丹药的灵草价格在6块灵石左右，一共花了他不到2000灵石。买好1品丹药后，林阳又购买了几十炉2品复元丹和2品固灵丹和聚灵丹，同时还搜集了30多炉养颜丹的药材，只是缺一种玉露草。玉露草在清玄大陆很是罕见，集市上根本就看不到。不过林阳混沌空间里的小溪岸边倒是生长了不少。2品灵草的价格比起1品灵草来，几乎翻了3、4倍，加上养颜丹的药材，林阳又花掉了3000多灵石。这样林阳把青灵儿送给他的1万灵石也花去了1半有多。就在林阳准备离开散修时，一个右脸上有着一颗黑痣的中年修士阴冷着脸走到林阳面前，说道：“这位道友，这条街所有的摊位你都购买了他们的灵草，唯独不看我的摊位，你是不是有意与我过不去？今天我的灵药你不想买也得买，否则你就出不了这个集市。”林阳知道找茬的来了，他皱了皱眉头，很是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人。金丹初期修为，在散修中能够修炼到金丹期，也算是天赋异禀之辈了。此人看到林阳一个筑基修士如此有钱，就凭着自己金丹初期的修为，想来找林阳茬敲竹杠了。林阳眯着眼睛盯着他打量了一番，一副中年人模样，脸上的那个黑痣差不多有10指头粗细，黑痣的中间还长着一根长长的毛发。林阳又打量了一下他的摊位，那些灵药都黏里吧唧的，品相并不好。他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发现没有几株稍好一点的灵药。突然混沌炉气灵珠儿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小子，那堆泛黄的灵药里有着4株养魂草，是炼制养魂丹的主药，你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都要买下。”养魂丹？林阳呆愣了一下，那可是传说中的丹药。林阳心里一惊，用意念问珠儿道：“养魂丹是滋养神魂的丹药吗？”珠儿不屑地说道：“土包子，没见识！养魂丹是治疗神魂伤最好的丹药，有伤疗伤，没伤可以滋补神魂。养魂丹对丹师，特别是像你这种魂修，特别有用。养魂丹不但在你们这个中位面没有，就是高级别的玄灵大陆都很是稀有。养魂草只有冥界才有，在阳界也只有那些阴煞之地偶尔生长1株2株，可谓是一株养魂草，万金难求。”林阳闻言顿时就火热起来。林阳估计这个黑痣金丹修士肯定不认识养魂草，不然也不会与一些普通的1品灵药混放在一堆。出现了这么一个简陋的机缘，他岂会放过？他面上不动声色，故意露出为难的表情，对那黑痣修士说道：“这位前辈，并非晚辈有意忽略您的摊位，我只是购买新鲜的灵药回去种植的，只是您的灵药看起来
似乎不太新鲜。黑智修士表情冰冷地盯着羚羊，冷哼一声，喝道：“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这些灵草是我朋友从上古遗迹中挖取的，药效岂是那些普通货色可比？今天我黑八脸就把花撂在这里，小子，如果你不买的话，恐怕你回不去了。”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修士，有人小声议论道：“这黑智张又要外地人了，谁让这筑基小子那么张扬，不懂财不外露的道理，活该倒霉了。”羚羊装作害怕的样子，拱手道：“前辈息怒，既然您这么说，那晚辈就买4、5株吧，不知道价格如何？”黑智修士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狮子大开口道：“好，那就按1株100灵石优惠给你，你就拿10株，给1000灵石吧，不二价。”羚羊闻言惊呼一声，说道：“什么？1株100灵石？这也太贵了吧！人家新鲜的灵药10株才1块下品灵石。”黑智修士阴森一笑，奸诈一笑，说道：“嫌贵，那就200灵石1株，给2000灵石，快点给！你再拖拖拉拉的，等会就300灵石1株了。”说着，身上金丹期的威压释放出来，直逼羚羊。羚羊装作承受不住的样子，踉跄后退2步，咬牙道：“好，好，我买，但我身上只有1000灵石了，我可不可以只买5株？10株必须全买。”黑智修士厉声道。羚羊装着很是无奈，从那堆泛黄的灵草中挑选出10株灵药，当然包括那4株养魂草。他把灵药收进处混沌空间后，一时心就安稳下来。能得到4株养魂草，2000灵石，按珠儿的说法是赚大发了。黑智修士也没有理会羚羊挑选的是那些灵药，他的这些破草根本不值钱，便随羚羊挑选。羚羊刚付完灵石，突然他就听到了一声娇喝声：“黑八脸，你胆大包天，又欺负老实人了！”羚羊转抬头望去，只见来人是个18、19岁的靓丽少女，一身男装打扮，白衣黑裤，衣角宽松，却掩不住胸前的饱满，扎着2个小马尾，竖立在头上，走路一晃一晃的，尽显调皮韵味。她杏眼圆睁，柳眉倒竖，腰间挂着一柄火红色短剑，剑鞘上刻着青云商会特有的云纹。那黑智修士见到马尾少女，脸色顿时一变，随即陪笑道：“原来是商会的姑奶奶，小的哪敢欺负人，只是这位道友觉得我的灵草珍惜。”少女冷哼一声，娇喝道：“10株灵药，你就收了人家2000灵石，强卖强买，这不是欺负人吗？你这是违背了我们商会的规矩，我云希儿今天就要管管你这个恶霸！”黑智修士额头冒出冷汗，连连摆手：“误会，都是误会。这位小友是看到我的灵草是千年稀有灵药，所以才出高价购买的。”说着，黑智修士就传音威胁羚羊道：“小子，快向云希儿说，是你自愿的购买的，不然我饶不了你。”羚羊懒得理睬黑八脸，养魂草到手了，他也不想多事，就想着要离开这里，于是就向云希儿拱了拱手，说道：“多谢云姑娘仗义直言，在下羚羊感激不尽。至于灵石，就算了，我不差钱，在下这就告辞。”云希儿听到羚羊竟然不想讨回被黑八脸敲诈的灵石，一时气得直跺脚，嗔怒道：“你这个懦夫，软蛋！本姑奶奶来帮你讨要公道，你却不敢站出来，甘愿做一个缩头乌龟，你还是一个男人吗？”云希儿气的小子一股一股的，不停地吐着粗气。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这个摊位是谁的？”羚羊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穿着单袍的老者正指着黑八脸的摊位在问话。那单袍上面前胸口位置用金线绣着4尊丹炉，金光闪闪的，很是显眼。看到单袍上的4个丹炉，羚羊就知道这老者是一个4品丹师。黑八脸10株灵药收了羚羊2000灵石，心里很是高兴，看到又有顾客来询问，就很是热情地凑上去，舔着笑脸说道：“这位丹师大爷，是我的摊位，我的，请问你需要什么？我的价格是全集市最公道的。”4品丹师摆了摆手，拿出一片灵药叶子，问道：“刚才我徒弟在你摊位上看了几株灵药，他不敢确定，就跑回去给我看了这个灵药叶子，就是这种叶子的灵药。你摊位上怎么就没有这种灵药了？是不是卖给别人了？”羚羊看到老者手里的灵药叶子，心里一愣，那不就是养魂草的叶子吗？看来这个4品丹师是冲着养魂草来的了。想到这里，羚羊觉得还是先溜走再说，免得麻烦。他刚转身就被黑八脸一把拉住，说道：“丹师大爷，我那灵药就卖给这个小子了。”老者走到羚羊面前，很是和蔼可亲地说道：“小友，那几株灵药对老夫有大用，可以转让给我，我出双倍价格给你。”云希儿听到老者出双倍价格购买羚羊的丹药，就提醒道：“这位丹师前辈，羚羊那丹药，黑八脸敲诈了他2000灵石，如果你出双倍价的话，那就4000灵石了。”丹师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就哈哈大笑着说道：“4000灵石就4000灵石，这位小友，这丹药对我确实有大用，麻烦小友能割爱转让给我。”黑八脸听到丹师的话就傻眼了，他想不到这堆年里吧鸡灵药里竟然隐藏有珍贵灵药，自己2000灵石卖出去，转眼就值4000灵石了，这不是在割他的肉吗？刀疤脸感到一阵的肉疼，他眼角抽了抽，目光里闪过一丝阴狠。这些灵药是刀疤脸从一个炼气修士手里抢过来的，他也没有注意细看。对于1品灵药，黑八脸也不在乎，这些灵药放在储物戒指里已经有好些天了，今天来到集市，想着扔掉也可惜，就摆了一个摊位，奔着能买几块灵石算几块灵石的心思。他没有想到遇到羚羊这个人傻钱多的富家公子，他随口一威胁，羚羊就送了2000灵石给他。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那几株灵药，这个丹师开口就出价4000灵石，他才2000灵石卖给羚羊，这不是亏大发了吗？他必须要羚羊把灵药退回来，然后他4000灵石卖给这个丹师，不，他要卖6000灵石。随即黑巴的脸色就阴沉下来，他走到羚羊身边，喝道：“小子，老子那灵药不卖了，快点把灵药给我退出来！”羚羊闻言非常恼火，这个黑巴脸也太欠揍了，强迫羚羊购买灵药，羚羊买了，敲诈了羚羊2000灵石，羚羊也忍了，现在竟然又要羚羊退回灵药，这让羚羊再也忍不住了。混沌霸体诀就快速运转起来，他的手掌上很快就缠绕上了一层紫金色的混沌能量。黑巴脸看到羚羊不吭声，就冲上来抓住羚羊胸前的衣服，恶狠狠地喝道：“快点把灵草拿出了，不然我要让你生不如！”他话还没说完，羚羊手掌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呼出，啪的一声，羚羊的巴掌重重地拍在了黑巴脸的右边脸上，强大的冲击力量把黑巴脸扇飞了出去，速度快的空气都发生了扭曲，黑巴脸整个人如同抛出去的垃圾一般，倒飞数丈后重重砸在街对面的摊位上，顿时木架倒塌，灵药散落一地。围观众人一片惊呼，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筑基修士竟敢对金丹修士出手，更没想到这一巴掌威力如此之大，连金丹修士都被一巴掌扇飞。云希儿瞪大双眸，呆愣在那里，手中的火红短剑差点掉在地上，随即他就回过神来，无比崇拜地看着羚羊，美目中满是异彩。他觉得羚羊那扇巴掌的动作力量感爆满，太威猛了，拍一个金丹修士就像是拍一只苍蝇一样，让他的小心脏都加速了跳动的频率。四品丹师眼中金光一闪，上下不停地打量着羚羊，若有所思。黑巴脸挣扎着爬起来，半边脸肿得像个猪头一样，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蹒跚地走了过来，用手指着羚羊，喝道：“小子，你竟敢打我！”羚羊冷冷盯着黑巴脸，说道：“强买的是你，敲诈勒索是你，出尔反尔的也是你，你真当我是软柿子，想捏就捏！”黑巴脸怒吼一声，金丹威压全开，祭出一柄黑色长刀，大吼一声：“小子找死！”就在他正要出手时，一道强大的元婴威压从天而降，丹城禁止私斗。一个身穿银色铠甲的中年修士凌空而立，胸口绣着丹城执法队的标志。黑巴脸脸色大变，急忙收起武器：“大人，是这小子先动手，他扇我巴掌。”银甲修士冷哼一声，说道：“我全程看在眼里，只是没有出面而已。你以为我眼瞎吗？只是那个小子没有反对，甘愿购买，我们也就没有理会。黑巴脸，你违反丹城规矩多次，这次必须严惩。”说着抬手就打出一道银光，化作一条银色锁链，将黑巴脸捆了个结实。处理完黑巴脸，银甲修士看向羚羊，说道：“你虽是自卫，但也需注意分寸。”羚羊拱手致意，说道：“多谢前辈主持公道，小子谨记教诲。”银甲修士点点头，压着黑巴脸离去。这时，那位四品丹师老者快步上前，冲着羚羊笑了笑，说道：“小友，那几株灵药可不可以转让给我？价钱随你开。”羚羊微微一笑，向老者也行了一个晚辈礼，说道：“前辈，实不相瞒，那4株养魂草对我也有大用。”养魂草？丹师瞳孔一缩，你竟认得此灵药？云希儿好奇地凑过来，眨巴着眼睛看了看羚羊，又看了看老者，问道：“什么养魂草？很珍贵吗？”四品丹师苦笑着说道：“一株养魂草在拍卖会上至少值5万灵石，而且有价无市。”什么？云希儿惊呼：“那黑巴脸2000灵石卖了10株？羚羊，怎么说你发达了？”羚羊笑着说道：“只有4株而已，哪里有10株了？”丹师老者皱了皱眉头，思索着如何才能从羚羊手里把养魂草弄出来。说是5万灵石一颗养魂草，就是50万块灵石也换不来1株，因为根本就没有。对于一些神魂受了伤的修士来说，清玄大陆根本就没有治疗神魂伤的丹药，只能是自己慢慢调养。有些人因此痛苦几十年，甚至上100年才能调养好神魂伤。如果有了养魂丹，一颗就能解决问题。可以想象，养魂丹对神魂受伤的修士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可谓是万金难求。在清玄大陆东域丹宗珍贵丹药排行榜上，养魂丹名列第1，养颜丹才位居第4。如果这里不是丹城，他早就出手镇压羚羊了，也不会与羚羊说这么多话。但是老者想了一会，觉得暂时还是先稳住羚羊，到时再慢慢想办法夺取养魂草。于是他就叹了口气，说道：“小友既然识货，老夫也不强求了。如果你想要炼制养魂丹，一定要来丹宗找我炼制，我对养魂丹研究多年，颇有心得。”羚羊想了想，说道：“好，没问题。如果以后前辈需要养魂丹，我也可以匀出一颗来的。”四品丹点了点头，就递给羚羊一块令牌，说道：“小友日后若来丹宗，可凭此令牌寻我。”羚羊接过一看，令牌上刻着丹宗长老顾勋成，他急忙行了一个晚辈礼，说道：“原来是顾长老，青兰宗小子羚羊，失礼了。”青兰宗？顾勋成若有所思：“7日后丹宗大比，小友可会参加？”羚羊点头，正是为此而来。顾勋成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小友现在是几品丹师？”羚羊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我还没考取丹师证，目前只能炼制出来1品丹药。”顾勋成笑了笑，
说道：“等会小友去丹城广场那边炼制一炉丹药，交给广场的管理人员，领一个1品丹师证，才能进比赛场地的。”这个昆城也对林阳说过，他点了点头，向顾勋成致谢。顾勋成拱手告辞，说道：“好，届时老夫定要看看小友的丹道造诣。”说完，他身影一闪就离开了。看到顾勋成离开后，云希儿一把就拉住林阳，是衣角，说道：“林阳，你要小心那个4品丹师，我看他不像一个好人。”林阳也很想与这个直爽正义的小女孩说话，于是就问道：“你怎么看得出来人家是不是好人？好人坏人用眼睛就能看出来吗？”云希儿眨巴着眼睛，向林阳做了一个鬼脸，说道：“当然啦，那个丹师长着一双3角眼，我母亲说过，嫁人不嫁3角眼，3角眼大多数都不是好人。”林阳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他猜想云希儿的母亲也许被一个3角眼男人欺骗过，所以才有着这种偏见。他还第一次听说长3角眼的人都不是好人，就笑着问道：“那你好好看看，我是坏人还是好人？”云希儿咬着牙狠狠地掐了一下林阳的手臂，哼了一声，说道：“你就是一个大坏人，总是盯着我这里看。”说完，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林阳一时尴尬不已，这是什么人呐？说话这么的直接，说的他林阳一张脸都没有地方搁了。不过这个云希儿确实有料，林阳只是偷偷瞄了几眼，没想到就被他觉察到了，真的是一个鬼精丫头。云希儿好像没有生气，他推了一下林阳的手臂，说道：“喂，你刚才为什么装怂？害我还以为你是个软蛋。”云希儿的靠近，一股楚子幽香飘进林阳的鼻腔，林阳情不自禁深吸了一口气，他揉了一下鼻子，感到一阵的舒爽，笑着说道：“初来乍到，情况不明，太过高调容易遭人妒忌。”云希儿自来熟地靠近林阳，歪着头嘻嘻笑着问道：“林阳，你是什么修为？你那一巴掌拍飞黑八脸，我都崇拜死你了。”林阳感知了一下云希儿的修为，炼气巅峰，他微微笑了笑，说道：“天资愚钝，现在才堪堪筑基后期，惭愧惭愧。”云希儿嘟着嘴巴，伸手就拍打了一下林阳，娇嗔道：“筑基后期就一巴掌拍飞一个金丹初期修士，还天资愚钝，你这是在嘲笑我，还是一个炼气巅峰，好不好？”林阳被云希儿这娇嗔的模样逗笑了，他想不到这个小女孩天生就着与人亲近的交际能力。他正想说什么，突然眉头一皱，感觉到几道不善的神识正在扫视着自己。他不动声色地撒开神识，随着扫视他的神识勘察而去，发现3个穿着灰色劲装的修士正站在不远处，目光阴冷地盯着他。另外暗着也有一伙人在关注着他。林阳苦苦摇头，笑着说道：“希儿，有人盯上我了，接下来恐怕有麻烦了。”云希儿嗔怪着说道：“刚才你那么高调扫货，1掷万金，是不是感觉很爽？不懂得财不外露的道理，不被人盯上才怪。”林阳很是惊奇地问道：“你一直都在偷偷看着我？”云希儿脸上随即就显露出一片红晕来，嗔怒道：“哎呀，什么偷偷看着你？你想得美！本大小姐会偷看你这个愣头青大手大脚花钱吗？哼，那么多人都盯着你的零食袋子，你傻缺还高高兴兴的，这一趟下来你亏了多少零食，你知道不知道？”林阳也觉得今天被那些摊主宰了不少零食，不过收到了这么多的新鲜灵药也值，现在被人盯上了，接下来肯定有一场大战。于是他就说道：“希儿，你早点离开吧，跟着我会有危险。”云希儿挺起鼓鼓囊囊的胸膛，拍了拍腰间火红短剑，嬉笑着说道：“不用怕他们，有姑奶奶在你身边，他们不敢动手。”林阳看着这个比自己矮半个头的少女，展示出一副保护她的姿态，不禁莞尔一笑，说道：“那就多谢云姑娘了。”云姑娘的短剑上有着青云商会的标志，莫非姑娘是青云商会的人？云希儿伸手又拍打了林阳的臂膀，撅着嘴巴说道：“什么姑娘不姑娘的，难听死了，叫我希儿，我听着顺耳，我就叫你林阳哥哥，好不好？”林阳急忙道歉说道：“好好好，希儿姑奶奶。”云希儿得意地说道：“青云商会是我家开的，我父亲是商会会长，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东西需要拍卖，找我就行。”林阳一时惊讶不已，他想不到这个鬼怪精灵又正义感饱满的小女孩，竟然是青云商会的公主。云希儿看到林阳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就咯咯笑着问道：“林阳哥哥，我青云商会大小姐的身份是不是吓着你了？在丹城，很多人都叫我小魔女的。”林阳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我没想到青云商会的大小姐竟然是你这个古怪精灵的小丫头，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林阳觉得认识这个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也好，以后他需要什么珍稀灵药，也可以让云希儿帮忙寻找。他想了想，就从混沌空间里拿出一颗养颜丹来，递给云希儿，说道：“我这里有一颗丹药，麻烦你看看有没有拍卖的潜力，如果能够拍卖，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个拍卖场次，试着拍卖一下，可以吗？”云希儿很是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明天就有一场丹药专题拍卖会，给我看看是什么稀奇丹药，如果质量不错，我给拍卖行的人打个招呼，明天就可以上拍卖台。”说着，云希儿就从林阳手里接过丹药，当他看到丹药时，猛然就惊呼起来：“天哪，是三文！”随即他就急忙捂着嘴巴，扭头扫视了一下四周，看到没有人注意，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缓了好一会儿后，云希儿才把嘴唇凑近林阳的耳朵，轻声问道：“林阳哥哥，你差点吓死我了，这是三文养颜丹，
你怎么有3文养颜丹？云溪儿呼出的气息吹得林阳的耳朵痒痒的，一股少女特有的清香飘进林阳的鼻腔，他一时晕乎乎的，有些分不清东西南北。林阳伸了伸手臂，想把挨近他的云溪儿搂入怀里，好好揉捏一番，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不得不放下已经伸出去了的手臂，顺口答道：“是我炼制出来的，是偶然。那天我试着炼丹，炼着炼着，那丹药就变成3文养颜丹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云溪儿闻言瞪大了眼睛，流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态来，惊骇问道：“什么？你说是这丹药是你炼制出来的？怎么可能？林阳哥哥，你不要吓我。”云溪儿曾被洛尘宗的太上长老检测过体质，说他天生灵童，但是需要服用3颗3文丹才能激活。他的父母为了激活云溪儿的灵童，费尽周折，寻遍了整个清玄大陆，都没有找到3文丹。现在他看到了3文丹，而且林阳可以炼制3文丹，这能不让云溪儿激动？如果他激活了灵童，对青云商会来说就有了一个天生的鉴宝大师。林阳谦虚地点头说道：“撞着运气了，不是实力，是意外。”云溪儿强压着心里的激动，他用手按着胸口，让砰砰直跳的心平复下来。云溪儿决定，不管林阳说的是不是假话，他都要缠着林阳，要他炼一炉丹药试一下。如果林阳真的能够炼制出来3文丹，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林阳给他3颗3文丹。激活了灵童，对云溪儿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在还没确定林阳是否真的能炼制出3文丹之前，云溪儿决定先不让林阳知道他急切需要3文丹。于是他就抿了抿嘴巴，把那颗养颜丹放在鼻子边嗅了嗅，然后闭上眼睛，流露出一副很是陶醉的神态来。3文丹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3文丹，而且还是养颜丹。这么好的丹药，为什么要拿出拍卖？我自己服用着不香吗？云溪儿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梦呓一般。猛然间，他就把那颗养颜丹收进储物戒指里，眯着眼睛就挽住林阳的胳膊，说道：“林阳哥哥，走，我带你去丹城广场考丹施政去。”林阳的手臂顿时就传来了一阵温软的触感，还有云溪儿那淡淡的体香，他很享受这种感觉。然而他也很无奈，那颗养颜丹被云溪儿没收了，值3万灵石呢。云溪儿看着林阳似乎有些不开心的样子，狡黠一笑，说道：“小气鬼，丹药被我收了，是不是肉疼了？”林阳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能是不吭声，默认了云溪儿的说法。云溪儿抱紧了林阳的胳膊，说道：“我家不差钱，等我回去后，就让我父亲给你3万灵石，然后让他派人护送你回青兰宗，这样你应该高兴了，是不是？”林阳一时就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有点小家子气，人家一个小姑娘都有勇气站出来为他这个陌生人出头伸张正义，呵斥黑八脸，他竟然为了一颗养颜丹而斤斤计较，这也太没气度了。林阳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于是他就急忙摆手说道：“不用不用，凭着你叫我一声林阳哥哥这交情，这颗丹药就当做我送给你的一件礼物好了。谈灵石多俗气。”云溪儿扬起下巴，流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情来，说道：“这还差不多。林阳，我告诉你哦，很多青年俊杰送我贵重的礼物，我都不收的，我收下你的养颜丹，你应该高兴才是。”林阳心里暗骂妈妈批，这个青云商会的大小姐收了他的丹药，难道还要他感激不是？这是什么人呢？林阳觉得他和这个大小姐三观不合，生活理念也不同，估计以后也做不来朋友。云溪儿收了一枚3文养颜丹，心里很是开心，他很是豪爽地挥了挥手，说道：“走，我带你去丹城广场考丹施政。”说着就挽住林阳的胳膊，神情很是亲密。两人一起走出集市，林阳心里暗暗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丫头收了他的丹药后，明显就变得亲和了许多。这时天色已晚，丹城的大街上已经点亮了灵灯，沿街的店铺门口也悬挂上了一盏盏大红灯笼，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林阳与云溪儿走在丹城的大街上，就像是一对痴情男女，一路窃窃私语着。走了一会儿，林阳撒开神时，发现那3个灰衣人果然远远跟了上来。林阳猜想，这3人很有可能是那个3角眼丹师派来的。黑八脸被他一巴掌扇飞，已经知道了林阳的实力，不会傻的再派3个筑基修士过来送死。是3角眼丹师派这3人来夺取他的4株养魂草的可能性很大。养魂草何其珍贵，那个丹宗的3角眼丹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云溪儿也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俩，有些紧张，边走边压低声音说道：“林阳哥哥，不用担心，等会到了主街，他们就没办法了。主街上有巡逻队，他们不敢在主街上动手的。”林阳想了想，说道：“溪儿，你先去丹城广场等我，我来处理他们。”云溪儿抓紧林阳的胳膊，语气严肃地说道：“你疯了？他们2个筑基后期，一个筑基巅峰，专门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说不定还有金丹修士策应。你一个筑基后期修士，对付得过来？”林阳轻轻拍了拍云溪儿的手，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来，说道：“溪儿，放心吧，你没看到我一巴掌就扇飞了黑八脸，对付这3个筑基，我还是有把握的。等会我收了他们的储物戒指，我给你买好吃的。”说完，他就从云溪儿的怀里抽开手臂，就一个闪身，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云溪儿急得直跺脚，骂了一声呆子。他不放心林阳，一咬牙也跟了上去。有他在，林阳就不会有事。林阳没有在意云溪儿跟过来，
因为他知道青云商会的大小姐背后肯定有着护法保护的，不会有危险。小巷深处，林阳停下脚步，他环视四周，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地上堆满了垃圾，散发出阵阵的怪味。胡同的两边都是高高的石砌墙壁，墙壁潮湿幽暗，显然这是一条没有人打理的废旧胡同。那3个人快步追了上来，其中的一个光头还举起一柄鬼头大刀。林阳看着气势汹汹的3个筑基修士，笑了笑，就伸出手说道：“3位跟了这么久，辛苦了，拿来吧。”一个大鼻子筑基巅峰修士闻言愣了一下，很是惊疑地问道：“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拿来不拿来的？”林阳笑了笑，说道：“储物戒指啊，快点把储物戒指交出来，不然你们3个都得死。”3个筑基修士相互看了一眼，随即3个人就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光头筑基后期修士摸了摸他的光头，笑着对大鼻子修士说道：“哈哈哈哈，老大，我们来打劫这小子，这小子反倒过来打劫我们3兄弟了，怎么办？”大鼻子修士狞笑着道：“揍他啊！这小子脑子不太好，从他在集市大手大脚花钱就知道是个傻葫芦。”另一个5大3粗的筑基后期修士抡起他那个比砂锅还要大的拳头，一句话不说就朝着林阳猛扑过来，拳风呼啸，搅得空气泛起阵阵波纹，拳头未到，劲风已把林阳的衣角吹起。林阳眼中寒光一闪，混沌霸体诀运转，混沌神体护体功能启动，他的周身泛起紫金色光芒，砰的一声巨响，粗壮汉子的拳头裹挟着刺耳的音爆声，狠狠砸在林阳胸口。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粗壮修士的拳头重击打在林阳胸口上时，林阳的身体迸发出一阵紫金色的光芒，一道道紫金色的符文沿着粗壮修士的手臂发散而去。咔嚓，清晰的骨裂声中，汉子整条右臂的衣袖炸成碎片，手臂扭曲成诡异的麻花状。紧跟着跑过来的云仙儿看到林阳用身体硬抗一个筑基修士的拳头，一时就停住脚步，惊呼一声：“呆子！”他的话音未落，只见粗壮汉子急速朝后倒飞出去，就像是一个破碎了的布娃娃，在空中画出一道黑色弧线，然后就扑通一声摔落在地上。云仙儿一时就瞪大了眼睛，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粗壮修士，只见他的脚抽动了一下，就喷出一大口血来，神情迅速萎靡下去，显然受伤颇重。云仙儿又扭头看向林阳，发现林阳依旧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面露微笑，那样子真的是俊逸洒脱，就如一个谪仙一样，英姿飒爽，俊朗非凡。云仙儿一时都看呆了，这不就是他梦中的那个人吗？一颗少女的心悸动了一下，她心田的深处泛起了一片涟漪。大鼻子筑基巅峰修士和光头2人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粗壮修士，都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大鼻子心里直发怵，他后悔了，要是知道林阳这么厉害，打死他也不答应顾勋城了。他们3兄弟是散修，在丹城干的是无本买卖。丹宗的顾勋城给了他们每人1000灵石，只要林阳身上4株灵药，并说林阳只是青蓝宗的一个杂役弟子，修为才筑基后期，这哪里是一个杂役弟子，简直是比亲传还要亲传。粗壮汉子可是法体同修，他体修的力量堪比筑基巅峰，他的一拳之力足以打爆一个筑基后期修士的。可是林阳挨了他一拳，不但没事，粗壮修士却倒飞吐血，身受重伤。林阳天生混沌神体，具有自动护体功能，可以反弹攻击在混沌神体上的力量。林阳反弹击伤粗壮修士后，并没有对他下死手，而是把目光转向大鼻子和光头。看到大鼻子和光头还在愣神，林阳已经出手了。他身形如鬼魅般闪动，瞬间出现在大鼻子修士面前，一拳轰出。大鼻子还没缓过神来，林阳的拳头就砸在他的胸口上，砰！大鼻子修士胸口凹陷，也倒飞出去，撞在胡同的石砌墙上，吐血不止。光头看到林阳一拳秒了筑基巅峰，大惊失色，转身就跑。林阳挥手就打出一股混沌能量，化作一柄紫金色利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着光头的后背就刺击过去。紫金色能量剑从光头的后背再从他的胸口穿出，紫金色能量剑刺进小巷的地面，剑起一阵，击碎了一块青石板。这一切发生在2、3个呼吸之间。等云溪儿回过神来时，战斗已经结束。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3人，又看了看气定神闲的林阳，结结巴巴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林阳耸耸肩，笑着说道：“筑基后期啊。”云溪儿气鼓鼓地跺了跺脚，嗔怒道：“骗人！筑基后期怎么可能轻松解决3个同阶修士？”林阳笑而不语，走到大鼻子筑基巅峰修士身边，把他提了起来，一只手掌就按在了他的额头上，开始了搜魂。没一会，林阳就放开了他，心里暗暗感叹道：“一个4品丹师也干这种下3流的勾当，可想修真界还真难找出一个好人来。”林阳看了一眼被搜魂后半死不活的大鼻子，就打出3股混沌之气，灭杀了3人。突然，他感到了小巷子那头有着一股能量波动，急忙展开神识扫去，只见一个身影一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林阳笑了笑，他知道那人肯定是云溪儿的护法，既然云溪儿的护法没有露面，他也就没有理会。云溪儿看到林阳干净利落地斩杀了这3人，吓了一跳，急忙拉着林阳说道：“林阳哥哥，我们快点离开这里，丹城的巡逻发现就麻烦了。”
林阳笑了一笑说道：“不会有人来这里巡查的。顾勋成早就对巡逻的卫队打过招呼了，今晚这一片都不会出现巡逻队的人。”说完收取了3人的储物戒指后，就唤出青色火鸟来，把3具尸体烧成了灰烬。云希儿以前也看到过杀人的场面，但是如此近距离看到杀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刚才还凶巴巴的3个人，转眼间就变成了灰烬，心里一时有了一个疙瘩。林阳看到云希儿的反应，就知道这个丫头还从没经历过杀人之事，走到她身边，拍了拍她的后背，安慰道：“修真界杀人是常见之事，以后你见识多了，也就没有心里的不是了。”云希儿毕竟是大家族的天骄，很快就适应过来，挽住林阳的胳膊就离开了小巷，朝着丹城广场走去。一路上，云希儿叽叽喳喳地向林阳介绍考取丹师的流程，嘴巴就没有停过，一直看到远处灯火闪烁的广场。他指着前方灯火璀璨处说道：“林阳哥哥，那边就是丹城广场，我俩快点过去吧。”林阳把一个储物戒指塞云希儿手里，说道：“这个储物戒指给你，快收下吧。”云希儿看了一眼手中的储物戒指，惊疑地问道：“林阳哥哥，这3个人都是你杀的，干嘛要给我一个储物戒指？”林阳大方地说道：“杀人夺宝是不义之财，见着有份，我出力多就分2个，你分1个。”云希儿想不到林阳这么大方，还分给了他一个储物戒指，他急忙打开储物戒指，随即就尖叫起来：“啊，发财了，发财了！这么多的灵石，还有1件极品法器，1件上品法器，还有2品聚灵丹。”林阳听到云希儿的惊叫声，还真以为分给云希儿那个储物戒指装了很多灵石，就急忙用神识伸进戒指里查看，发现只有2000多灵石，就没好气地骂道：“才2000多灵石就鬼叫什么？你不是青云商会的大少姐吗？怎么见到2000灵石都大惊小怪的？”云希儿瞪了林阳一眼，说道：“是我家有钱，也不是我有钱好不好？这钱算是我自己赚的，我第一次赚了这么多灵石，肯定惊喜啦啦啦！”云希儿就像是一个小财迷一样，眼神里冒出贪婪的金光。他把储物戒指里的灵石和一些值钱的物品都装进他的那个粉色的小储物袋里，然后把空储物戒指抛给林阳，说道：“有了这2000多灵石，我明天就逛一天街，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突然，他拉住林阳，神秘兮兮地说道：“林阳哥哥，以后你就带着我一起去抢那些坏人的储物戒指，好不好？抢他几十上百个坏人的储物戒指，我俩不就发达了吗？”林阳拍了一下云希儿的小脑袋，笑骂道：“你这个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歪主意？”云希儿急忙后退一步，向林阳吐了吐舌头，做了一个鬼脸。林阳收起那个空储物戒指，说道：“走吧，随我去广场考丹师资格。”云希儿蹦蹦跳跳地跟在林阳身后，头上的2只小马尾随着他的蹦跳不停地晃来晃去。他时不时偷瞄他一眼，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夜色下的丹城广场比白昼更加的热闹。林阳踏入广场时，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杂着药香的灼热气息。广场里人声鼎沸，喝彩与嘘声一浪高过一浪，热闹非凡。云希儿拉了林阳的手，指着广场里围着的一簇一簇的人群，介绍道：“瞧见没？那些围观的全是观看赌丹的修士。”他点脚指向人群中央，说道：“丹宗弟子穿的是白袍，胸口绣着顶纹，很容易区分。和丹宗弟子斗丹赢一场，就可以进入丹宗的丹塔，领悟1天丹道。”云希儿继续介绍说道：“考取丹师资格有2种方式，一是直接交灵石到炼丹台上炼制一炉丹药，合格后丹宗就颁发相应丹师资格；另一个方式就是参加斗丹，与相应的丹宗弟子斗丹，不管胜负，只要把炼制出来的丹药合格，同样可以拿到丹师资格。”林阳想不到还有斗丹这种有趣的考核丹师的方式，这确实比在炼丹台上单独炼丹考核有趣的多。林阳看到时间有些晚了，便想快点通过考核丹师资格，他也就没去看那些斗丹的修士，而是直接来到炼丹塔边上的丹宗广场管理处。管理处是只有一间不大的房间亮着灯。林阳通过管理处的窗口，看到房间里坐着一个筑基女丹师，他递上自己的青蓝宗杂役弟子的身份名牌，说道：“麻烦你帮我登记身份信息，我要上炼丹台考核丹师资格。”女丹师看了一眼林阳的身份名牌，看到青蓝宗3个字，就侧头看了一眼旁边的一面铜镜，铜镜里显示出一幅用灵力绘制而成的羚羊画像。他又抬头看了一眼羚羊，对比了一下铜镜里的画像，便懒洋洋地说道：“今晚炼丹台不开放，想考取丹师资格就交30块灵石去广场斗丹。”云希儿看到女丹师逼迫羚羊斗丹，就敲了敲窗口，说道：“炼丹台不是全天候开放的吗？今晚怎么就不开放呢？你这不是欺圣吗？”那女丹师满不在乎地说道：“我说不开放就不开放，哪有那么多的问题？想考核就去斗丹，不想斗丹就给我滚回去。”羚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搜了大鼻子的魂，知道顾勋成在他考核丹师的过程中会有着一连串的计划安排，他就拉住还想与女丹师伦理的云希儿，说道：“别给一个媒人要老处女讲道理，走，我就不考丹宗这个破丹师资格了，没有了丹宗的认证，我还不信我就炼不出丹来了。”羚羊知道这个女丹师故意刁难他，目的就是逼着他去斗丹，如果他不按常理出牌，必定会打乱顾勋成的部署，一旦他不参加考核，这个女丹师肯定会着急。女丹师看到羚羊拉着云希儿就走，顿时就傻眼了。顾勋成是他的师傅，
今晚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把羚羊安排与丹宗弟子斗丹的。一旦羚羊不考核丹师了，那他就无法完成师傅交代下来任务，那他师傅后面的安排都要白费心机了。就在他不知所措时，突然耳畔就响起了顾勋成的传音：“费霞，你在搞什么鬼？赶快去把羚羊给我追回来！如果羚羊不回来考核丹师，那你就不用回来了，坏了我的好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费霞闻言大吃一惊，吓得他急忙跑出房间，朝着羚羊两人追了上去，一边跑一边喊道：“喂喂喂，你们两个等等，我还有话要说。”羚羊没有理睬他，便拉着云希儿加快了脚步。云希儿很是不理解羚羊的举动，边走边便问道：“羚羊哥哥，你真的不考核了吗？”羚羊笑了笑，说道：“如果那个女丹师不求着我考核，我还真的就不考核了。”云希儿瞪大了眼睛，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道：“你说那个女丹师会求着你考核？怎么可能？”羚羊微微一笑，说道：“不信，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她。”这时，女丹师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拦住羚羊二人，态度一下子似乎好了许多，很是亲切地说道：“你这个臭小子，我就那么说了你两句，你怎么就生气了呢？是我脾气不好，我向你道歉，麻烦你还是回去考核吧。”云希儿听到女丹师真的道歉了，觉得羚羊真的是神了。这个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女丹师，真的在羚羊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她很是激动地凑近羚羊的耳朵，轻声问道：“羚羊，他真的低头了？哎，你是怎么做到的？”羚羊没有理睬云希儿的传音，而是冷冷地对女丹师说道：“态度不好，你们丹宗的人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什么时候态度好过？反正老子也不打算以丹师作为职业，我才不稀罕你们丹宗那个狗屁丹师认证，没有丹师认证也不妨碍我炼丹。”女丹师看到说不定羚羊知道碰上硬钉子了，一时很是着急，说道：“这位公子，你考核的费用30块零食我帮你出，还有你炼丹的灵药我提供，你看这样可以吗？”羚羊冷哼一声，说道：“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考核了，除非你跪下来求我。”女丹师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眼中闪过一丝怨毒，她咬牙切齿，狠狠地说道：“小子，你别太过分，我的师傅可是丹宗长老。”云希儿紧张地拉了拉羚羊的衣袖，小声道：“羚羊哥哥，要不算了吧？”羚羊却不为所动，反而提高声音，大声叫嚷道：“丹宗弟子就了不起？你们丹宗就是这样对待前来考核的修士吗？我倒要问问在场的各位，丹宗是不是都这般仗势欺人？”他这一嗓子立刻引来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一些人就纷纷朝着这边围拢过来看热闹，就连那几个正在赌丹的修士都朝着这边看了过来。女丹师费霞见状慌了神，压低声音说道：“那你到底想怎样？要我怎么做才留下来斗丹？”羚羊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很简单，第一，你当众向我道歉；第二，我要……”羚羊流露出一副坏坏的笑容，一双眼睛冒出炽热的目光，紧紧盯着女丹师。费霞看到羚羊那目光，脸上顿时就绯红一片，心就不由得砰砰直跳起来，急忙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我还没有找道侣，我不可以随便与你双修的，除非……”云希儿闻言很是着急，她瞪了羚羊一眼，接口问费霞：“你说除非什么？”费霞脸色羞红，声音很是细小，说道：“除非他与我结为道侣才行。”云希儿一时很是羞恼，大声说道：“不可能，羚羊哥哥是不可能娶你的。”羚羊把云希儿拉到身后，笑着对费霞说道：“你的脑子里想什么？我说过要与你双修吗？想得太美了。第二，我炼丹时，我要你在旁边给我打下手，端茶倒水，捏肩捶背伺候我。”女丹师闻言顿时就松了一口气，还好这小子看起来坏坏的，还没坏透顶。如果羚羊真的要与他双修一次，费霞也没办法要答应他的，否则羚羊不斗丹，他就要被赶出师门，那后果他承受不起。但是想到自己堂堂丹宗长老的弟子要做羚羊这个杂役弟子的丹童，一时就落不下面子。他厉声娇喝道：“不可能，羚羊，你不要过分了。”云希儿开始也以为羚羊要女丹师陪他双修，当听到羚羊要女丹师做他的丹童时，也长长的舒了口气。他气恼地踹了羚羊一脚，娇嗔道：“羚羊哥哥，你太坏了，我还以为你真的要他陪你睡觉，你这个坏人！”羚羊躲开云希儿的脚，对云希儿笑了笑，但他没有时间理睬云希儿，而是竖起3根手指对费雯说道：“给你3息时间考虑，否则我现在就走，回去让顾勋成冻死你。”1. 费霞额头渗出冷汗。2. 费霞的手指紧紧攥着衣角。3. 我答应。费霞几乎是喊出来的，引来更多人侧目，一些人纷纷议论起来，他们都不明白这个丹宗的女弟子怎么就那么的顺从这个小子。一个围观的女修悄声说道：“这2个人肯定是一对儿，也许是那个女丹师与别人双修被道侣抓住了，胆虚呗，你没看她的脸都红到后脖梗子。”另一个围观女修反对道：“别瞎猜，这个女丹师我认识，是丹宗顾长老的弟子，叫费霞，还没找道侣的，不可能有那种事。”那也不一定，没做亏心事，怎么那么害怕？费霞听到围观修士的议论，心里很是窝火，她强压着怒火，深深鞠了一躬，道歉：“方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您道歉，恳请公子原谅，请随我来。”羚羊满意的点点头，拉着云希儿跟了上去。路上，羚羊问费霞道：“顾勋成准备让谁与我斗丹？”费霞看了看四周，传音对羚羊说道：“师傅只是让我安排你和郭刚郭师兄斗丹。”郭刚什么修为？羚羊问道。筑基巅峰，
二品丹师。费霞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他最近刚得到一种特殊火焰，提纯率达到了85%以上。羚羊眼中金光一闪，心里安稳了许多。提纯率85%，也就是一炉出丹8颗到9颗的样子。羚羊上次炼制那炉养颜丹，提纯率达到了差不多90%，成丹10颗。如果用混沌炼丹诀炼丹，赢他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羚羊不想在这个时候暴露实力，他要把真实水平留到丹道大比。如果不用混沌炼丹诀炼丹，他肯定是赢不了那个王师兄。羚羊心里没底，就用意念沟通混沌炉气灵珠儿。珠儿，我不想暴露用混沌炼丹诀炼出3文丹，如果不用混沌炼丹诀，我又赢不了斗丹，你说我该怎么办？珠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师代，难道你就不会变通一下，在液化和提纯环节，不要一次性把全部的药材一起液化提纯，就不会出现3文丹了？就像你们这个大陆的炼丹方法一样，一株2株的进行液化提纯，这样虽然你用的还是混沌炼丹诀炼丹，但是提纯的药材不全，是无法融合道域，自然就不会出现3文丹。羚羊闻言恍然大悟，只要不出现3文丹就好。羚羊与郭刚斗丹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蓝宗弟子要挑战丹宗天才弟子郭刚，顿时引起轰动。广场上的人群纷纷向这边涌来。云希儿知道羚羊的斗丹对手是郭刚后，急得直跺脚。他拉着羚羊的臂膀说道：羚羊哥哥，你太冲动了，那个郭刚在丹宗2品丹师中排名前5，据说今年他要挑战前3了。羚羊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希儿不用担心，输了我也不丢脸，只要我炼出丹药来，通过丹宗的考核，获取1品丹师资格，就达到目的了。羚羊一路安抚着云希儿，跟着费霞来到斗丹区。一位身穿白袍，胸口绣着2个丹炉的俊朗青年已经在斗丹区等着羚羊了。他周身环绕着淡蓝色火焰，气势逼人。羚羊一到斗丹区，就听到有人在议论，那就是郭刚的寒水焰，是极品异火，据说能提升丹药品质3成。据说青蓝宗的那个傻缺只是一个杂灵根弟子，真的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杂灵根弟子还有与一个丹宗天才斗丹，你们知道什么？这样悬殊的挑战噱头叫做蹭热度博出名，就算斗丹输了，那杂灵根也会名声大噪。羚羊想不到顾勋成给他安排一个丹宗颇具名气的天才弟子与他斗丹，看来他不想出名都难了。如果赢了郭刚，他在东域的声名将会一飞冲天，名扬清玄大陆；如果输了，也会声名远播，成为别人的笑料，说他不知天高地厚，想出名想疯了。郭刚看到费霞带着羚羊走了过来，冷哼一声说道：无名小卒与我斗丹都是需要添加彩头的，没有彩头我懒得动手。围观的修士纷纷呼应，对，想要郭师兄出手指导，必须要彩头。小子，就是拿出你的全部身家与郭师兄斗丹一次也是值得。羚羊笑着看着抬眼看天的郭刚，问道：哦，还要添加彩头？请问怎么个添加法？郭刚低眉看了一眼羚羊，语气略带不屑的说道：我出1万灵石。我知道你是青蓝宗的一个杂役弟子，拿不出1万灵石来和我对赌，我不欺负你，你押上你的储物戒指就行。在清玄大陆，修士所有的东西都装在储物戒指里的，押上储物戒指就是押上全部身家了。这个顾勋成明显就是冲着他的养魂草来的。不过羚羊有混沌空间，值钱的东西都储存在混沌空间里，他手指上戴的那枚储物戒指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里面只放了一些生活用品和10多块零用的零食而已。看到郭刚只让他押储物戒指，心里一喜，就说道：你真的只要我押这个储物戒指？顾勋成就是这么交代他的。郭刚自然就按着顾勋成所说的去做，于是就点了点头，说道：我从不食言，说话算数。云希儿也不知道羚羊还有一个混沌空间，他也以为羚羊的养魂草储存在储物戒指里，他急忙拉住羚羊，传音道：你这个呆子，他们明显就是冲着养魂草来的，你怎么还答应郭刚？羚羊笑了笑，也传音说道：希儿，我觉得你认为我一定会输一样，如果我赢了呢，不就白赚1万灵石吗？云希儿看到羚羊不听他的话，就撅着嘴巴嘟囔着说道：真的是气死我了，我懒得管你，最好输光光，你给了我的那2000灵石别想着再要回去。哼！担任这场斗丹比赛的裁判是丹宗的一名3品丹师，叫王府，是一个半大老头。他坐在一张裁判桌后面，说道：请2位把约定好的彩头放在裁判桌上，斗丹赢者通吃，这裁判桌上的彩头就归赢者所有，输者不许抵赖。郭刚把1万灵石装进一个储物袋，放在了裁判桌的右侧，然后对羚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羚羊从手指上脱下储物戒指，就放在裁判桌的左侧。放好彩头后，郭刚就拿出一个丹炉，在右边盘坐下来，开始清理起丹炉来。羚羊也拿出清明道人的那个丹炉，摆放在左边。这时围观的修士越来越多，没一会就里3层外3层的围满了人。裁判王府看到2个人都准备好了，就开始宣布斗丹规则。斗丹时间为半个时辰，双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炼丹，按出丹率定胜负。如果双方出丹率相同，就以炼丹速度分输赢。由于青蓝宗羚羊还没取得丹师资格，所有此次斗丹只炼制1品丹药，丹药的种类不限。这时王府看到了云希儿，云希儿是青云商会的大小姐，王府不敢怠慢，他急忙走了过来，向云希儿拱了拱手，笑着打招呼说道：云大小姐也来了，快这边请坐，
您身份尊贵，不能站着看斗丹。说着，王府很是讨好，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云溪儿。云溪儿顿时就流露出青云商会大小姐的气场来，浑身散发出贵不可言气质。她向王府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就很是不客气，就坐在王府的位置上。王府向身后的一名丹宗弟子招了招手，那名丹宗弟子给王府搬来了一把椅子。围观的修士很多人都认识云溪儿，他们看到云溪儿也来看斗丹，一时就都朝着云溪儿看去，很多人都向云溪儿点头示意。云溪儿坐在裁判桌后面，就传音给林阳，问道：林阳哥哥，你有几成把握赢得斗丹？跟我说真话，不要忽悠。林阳语气坚定地说道：10成，保证赢。云溪儿点了点头，说道：好，我就支持你一会，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王府刚想宣布比赛开始，云溪儿就拉了他一下，说道：王丹师慢一点，我们青云商会准备为这场斗丹开设赌局，麻烦你请几个丹宗弟子帮我搬来几张桌子，搭建一个赌台。青云商会要为丹宗的斗丹开设赌局，这还是第一次，王府很是高兴，就立即召集几个弟子过来帮忙。没一会儿，一个临时赌台就搭建起来。云溪儿站了起来，向四周的围观修士拱了拱手，大声说道：青云商会为林阳和丹宗天才郭刚的这场比赛开设赌局，压林阳赢1赔10，压郭刚赢1赔2，欢迎大家下注，只能是2选1，不能两边同时下注。云溪儿的话音刚落，全场顿时一片哗然。1赔10，青云商会这是疯了吗？哈哈，这不是明摆着送钱吗？郭师兄可是丹宗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快，我要压郭师兄赢！人群瞬间沸腾起来，修士们争先恐后的涌向青云商会临时设立的赌台。只见灵石如流水般被压在郭刚的名字下，转眼间就堆积如山。丹宗的一个弟子统计了一下，压郭刚赢达18万灵石，其中郭刚自己就压了2万，压林阳赢只有600，只有4个人，其中的一个竟然是费霞，他一个人压了300，其他3个一人压了100。云溪儿看到费霞压300灵石买林阳赢，心里特别不舒服。郭刚听到赔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一边整理药材，一边对林阳说道：看来连青云商会都不看好你啊。林阳却神色如常，只是专注地检查着自己的丹炉。他抬头对云溪儿眨了眨眼，传音道：溪儿，你这是要发财了，记得赢了要分我1点灵石。云溪儿哼了一声，传音回道：你要是输了，我就把你卖给青云商会当苦力还债。费霞之所以买林阳赢，是因为顾勋成传音威胁他，要他留下林阳，弄得他脸面全失，不得不屈服于林阳的淫威。他恨死顾勋成了，所以他希望林阳赢，让顾勋成的计划全盘落空，一切他心中的怨恨。看到一切都准备妥当，王府就宣布：现在本裁判宣布，炼丹开始。郭刚听到裁判的宣布，就急忙开始清理丹炉。林阳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费霞，喝道：还站着做什么？去帮我清理丹炉啊！做丹童要有做丹童的样子，顾勋成没有教你吗？费霞那娇嫩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不悦的神态，抿着嘴巴瞪了林阳一眼，就走过去弓着身子帮林阳清理起丹炉来。围观的修士看到费霞帮林阳清理丹炉，一时嘘声四起，他们都不明白这个费霞与林阳是什么关系。一个丹宗长老的弟子竟然帮青兰宗的杂役弟子清理丹炉，这是怎么回事？郭刚看到费霞帮林阳清理丹炉，也呆愣住了，他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费霞，都忘记了手里的动作。郭刚一直都在追求费霞，费霞都不理睬他，现在费霞竟然帮林阳清理丹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涌上心头。裁判也看不明白是这么回事，不过他也没有阻止，只是很好奇地看了林阳一眼。费霞低着头，羞愧得要死，心里骂了林阳800遍：死林阳，臭林阳，等斗丹结束，本姑娘要你好看。丹炉清理完毕后，接下来就是温炉。所谓温炉，就是用火焰把丹炉加热均匀，就开始炼丹做准备。郭刚祭出寒水焰，一阵蓝光一闪，很是耀眼，那强光刺眼睛都生疼。还好寒水焰马上就钻进丹炉的底部，不然那强光真的会伤到人的眼睛。随着寒水焰的出现，四周的温度似乎一下就降低了好几度，丹炉四周的地面都结出冰霜来。林阳暗暗吃惊，想不到这小子的火焰这么的厉害。突然，林阳感到胸口的玄天玉佩有些发烫，随即一股意愿信息就传进他的识海里。原来玄天玉佩里的青色火鸟闻到了郭刚寒水焰的气息，想要求林阳放他出去。他想要出来吞噬寒水焰，如果青色火鸟吞噬了郭刚的寒水焰，就可以从下品地火晋级为中品地火。林阳吓了一跳，这怎么行？如果郭刚的寒水焰被地火青色火鸟吞噬了，郭刚还不与他林阳拼命？林阳急忙安抚青色火鸟，答应以后一定帮他吞噬了寒水焰。不过今天不行，林阳不敢放出地火青色火鸟，怕控制不住他去吞噬寒水焰。这里是丹宗的地盘，林阳自知实力还不够，不想惹麻烦。围观修士中看到郭刚的寒水焰，爆发出一阵惊呼，竟然是寒水焰，这可是地火榜排名第7的异火，郭师兄果然厉害，连这等稀世异火都能收服。郭刚听到众人的赞叹，脸上露出得意之色，他故意放慢温炉的动作，让寒水焰的光芒在丹炉周围流转，引来更多惊叹，同时很是得意地看向林阳，笑着道：小子，露出你的火焰来，给大家瞧瞧到底是什么垃圾火焰。林阳笑了笑，说道：要不要在你斗丹结束后，
我俩的火焰也比斗一下。郭刚哈哈大笑着说道：好，小子，你说话要算数，倒是你的不敢放出火焰与我的寒水焰比斗，我要你好看。羚羊却只是淡淡一笑，转头对费霞道：还愣着做什么？帮我温炉啊！费霞气得脸色通红，却又不敢违抗顾勋城的命令，只得咬着牙走到羚羊身边。他压低声音道：羚羊，你别太过分。羚羊嬉笑着挑眉说道：怎么，丹童连温炉都不会？要不要我教教你？费霞气得浑身发抖，恨不能上去揍羚羊一顿。可想到顾勋城传音对他的警告，他还不敢违抗师命。顾勋城表面上看起来和蔼可亲，一旦涉及到他的利益，那是一个凶狠的主。去年费霞的一个师弟就被他挑断脚筋，费霞可不想被顾勋城挑掉脚筋，不得不祭出自己的火焰，开始为羚羊温炉。这一幕让围观修士更加哗然。我没看错吧？费师姐竟然真的在给那个青兰宗的小子当丹童，这小子什么来头？居然能让费师姐如此低声下气。郭刚看到这一幕，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猛地一拍丹炉，寒水焰骤然暴涨，整个丹炉瞬间被冰晶覆盖，散发出刺骨的寒意。郭刚咬牙切齿，吼道：羚羊，你竟敢如此羞辱费师妹！我比赛结束后，我要与你决斗。羚羊一脸无辜，笑着说道：郭师兄这话从何说起？费师姐自愿做我的丹童，怎么能说是羞辱呢？费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手上的灵火都因为情绪波动而变得不稳定。裁判王府见状，轻咳一声，说道：肃静，斗丹期间禁止喧哗，违者取消资格。郭刚强压下怒火，开始把药材投进丹炉，开始液化药材。他选择炼制的是难度颇高的凝神丹，这是一种能够帮助修士稳定心神的丹药，在一品丹药中也属上乘。他一个2品丹师是不屑于炼制那些简单的1品丹药。羚羊看到费霞把丹炉热均匀后，就说道：费霞，我的火焰等级太低，借你的火焰一用。费霞再也忍不住了，娇喝道：凭什么要我借火焰给你？羚羊笑了笑，说道：就凭我现在准备结束我俩的约定，只要你借火焰给我炼完这炉丹药，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伺候我了，怎么样？费霞心里一喜，急忙说道：好，好，好，羚羊，请你使用我的火焰。说着他就把火焰的使用权交给了羚羊。他一直担心羚羊接下来会过分的为难他，现在羚羊说结束他俩的约定，费霞激动的都想哭。他就是把这朵普通的火焰送给羚羊，也不愿意给羚羊端茶倒水捶背捏肩。她一个还是一个女孩子，如果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给羚羊捶背捏肩，以后她在丹宗还怎么做人？羚羊不敢冒风险放出地火青色火鸟，怕青色火鸟一出来就去吞噬郭刚的寒水焰，只好暂时借用费霞的火焰。就在羚羊刚接手费霞的火焰时，他胸口的玄天玉佩又发热起来，看来青色火鸟已经按耐不住了。羚羊只好启动混沌神体的防御功能，在身体的四周形成一层紫金色屏障，隔绝寒水焰的气息，要不然在他炼丹时，青色火鸟时不时的暴动一下，分散他的注意力。羚羊扭头看了一眼郭刚，发现他已经炼化好2株灵药了。郭刚用的炼丹手法就是清玄大陆传统的炼丹方法，中规中矩的一株药材一株药材按部就班的进行提纯。羚羊以前用常规的炼丹方法只练习过聚气丹，一如出丹7颗的样子，如果他按常规方法炼制聚气丹，肯定是比不过郭刚。而用混沌炼丹诀，他只炼制了一如3文养颜丹。为了保险起见，他也准备炼制养颜丹，毕竟炼制过一次，毕竟熟悉。羚羊按着养颜丹的配方，从混沌空间采摘出1颗玉露草，再拿出养颜丹的其他灵草，就开始了进行液化。裁判王府看到羚羊拿出玉露草来，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想不到羚羊竟然有着清玄大陆非常罕见的玉露草，不过他没有吭声，只是觉得这个羚羊有些不简单。陆阳听取珠儿的建议，并没有把所有的药材全部放进丹炉里统一液化提纯，而是每次都放进3株，液化提纯3株。围观的修士看到羚羊一次就把3株灵草投入丹炉里，顿时就哄堂大笑起来。一个老者忍不住就喝骂道：小子，有你这样炼丹的吗？3株灵药一起炼化，你以为你是丹圣？一个女修掩嘴轻笑着说道。那小子看到郭师兄已经液化好了4株药材，心里急了，想赶时间，如果不一次多液化几株药材，怎么追得上速度？围观的修士闻言都哄笑起来。云希儿看到那几个人在嘲笑羚羊，就狠狠地瞪了那几人一眼，以示警告。那几个嘲笑羚羊的修士急忙闭嘴，不敢出声。这个云希儿在丹城有着魔女的称号，得罪了云希儿，后果会很严重。因为云希儿有着一个很护短的元婴后期的护道者。云希儿看到羚羊在胡乱炼丹，一时就有些后悔了。他当时头脑发热，想支持羚羊，就以青云商会的名义开始了赌局。现在他心里很是担心，压锅刚赢的灵石多达18万，如果羚羊输了，他就要赔36万灵石的。他哪里有这么多的灵石理赔？如果让他父母来理赔，一下输掉36万，回去后肯定要被父亲禁足1个月的。王府眉头一皱，也觉得羚羊是在瞎搞。在清玄大陆还没有人一次炼化3株药材的，这小子真的是瞎搞，丹师资格都没有认证，就想着创新了。突然王府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看到羚羊用的炼丹和控火手法与他们丹宗的手法大为不同。羚羊的手法不但流畅自然，还精妙绝伦，
在他那行云流水一般的潇洒动作中，似乎隐含着一种道韵。更让王府惊奇的是，他看到羚羊竟然是液化和提纯同步进行，这样就太恐怖了。王府炼丹300多年，还从没看到有人一次液化3株药材，还有同步进行提纯。这羚羊是神仙吗？他是怎么做到的？要不是亲眼目睹，王府肯定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在羚羊把3株药材液化提纯完成后，王府用神识查看了一下羚羊的提纯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羚羊的提纯率竟然达到了90%。如果羚羊的每一株灵药的提纯率都能达到90%左右，出丹率可以稳定到一如出丹10颗，这是普通丹药的极限出丹率了。如果提纯率达到92%，就可以出丹11颗，就是精品丹药了。在清玄大陆，精品丹师也没有几个。羚羊要是在丹道大比时做到一如出丹10颗，进入一品丹师前10肯定没有问题。丹药的质量是与提纯率挂钩的，提纯率越高，就意味着杂质越少，丹药质量就高，丹毒就越少。杂质少了，在融合和凝丹的过程中，药液粘合性就越强，损耗就没有那么大，导致最后出丹就越多。提纯不够，药液中杂质就多，药液直接融合就比较松散，甚至无法融合，在凝丹时很容易散开，出现大量损耗，出丹就少。所以按出丹率比输赢是最科学的。王府想不到青兰宗的这个杂役弟子竟然还是一个炼丹奇才。他看了一眼压锅刚赢的那一堆灵石，心里暗暗苦笑，这些压锅刚赢的人恐怕要血本无归了。就在羚羊完成了液化和提纯，开始进入药液融合完结时，郭刚还有一株药材没有液化完。围观的修士这个时候已经看出2个人的差距了，其中有些人隐隐担心起来，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想大赚一笔，甚至是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要是郭刚输了，那以后就只能是借债度日了。也有一些心里不爽的围观修士嘟哝着道：速度快有什么用？最终定胜负的是出丹率，郭师兄是丹宗的炼丹天才，我就不信这小子能赢得了郭师兄。当郭刚完成所有药液提纯时，羚羊已经在凝丹了，而且已经到了凝丹的最后一步，很快就要进入分丹环节。融合就是按灵草的5行属性，把药液按着5行相克相生的顺序融合在一起。凝丹就是把融合后的药液聚合在一起，凝结成固态。凝丹结束后就进入分丹阶段，分丹就是把整块固态丹药按着一定的分量分成一颗颗丹药，然后就算是炼丹成功，打出收丹诀收丹。郭刚开始时还很是轻视羚羊，不时扭头看上羚羊一眼，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在顾勋城找到他，让他跟一个还没考核1品丹师的小子斗丹时，他觉得很是委屈。他一个天才2品丹师与一个还没有考取丹师资格的学徒斗丹，这不是看不起他郭刚吗？由于顾勋城是丹宗长老，郭刚不答应都不行。现在看到羚羊炼丹的速度如此之快，炼丹手法精妙绝伦，这哪里是一个还没有考取1品丹师资格的炼丹学徒，分明是一个有着古老炼丹传承的绝世天才，好不好？郭刚一时就有些心慌了，因为他输不起。如果他输了这场斗丹，他暗恋了几10年的费霞肯定是看不上他了。在丹宗，他还有着好几情敌，而且还有一个情敌是一个3品丹师，都在追求费霞。还有就是他一个2品天才丹师输给了一个炼丹学徒，将会成为丹宗的一大笑话。况且围观的修士压了那么多的灵石赌他赢，一旦输了，这些人还不怨恨的要活吞了他。想到输掉后带来的种种后果，郭刚的心态便有些急躁。顾勋城也是为了保险，才用一个2品丹师来压制羚羊，目的就是羚羊储物戒指里的4株养魂草。在派人强抢羚羊失败后，他就是想通过以斗丹的方式让羚羊输掉储物戒指，谋取羚羊的4株养魂草。养魂草在清玄大陆可谓是稀有至极，青云商会虽然标价是5万灵石1株，可是有价无市。如果是神魂受伤的元婴化神修士，就是花10万100万灵石，也未必能够买得到1株养魂草。养魂草生长在冥界，在清玄大陆，只有那阴煞之气非常浓郁，而且地形特殊之处才有可能生长1株2株，所以养魂丹在珍稀丹药榜上排名第1，养颜丹才排名第4。所以顾勋城无论如何都想要夺取羚羊的那4株养魂草。如果让他把4株养魂草炼制成养颜丹，那他就掌握住一种珍稀资源。一些位高权重或者化神巅峰大能，一旦神魂受伤，就都要来向他求讨养魂丹。如果他掌握了养颜丹，会给他带来无法估量的利益。这时，一股非常浓郁、沁人心脾的丹药香味从羚羊的丹炉里飘散出来。围观的修士一个个不由得深吸一口气，药香入体，一股舒爽的感觉便弥漫全身，让人有着心旷神怡的感觉。云希儿闻着丹药的香味，也打了一个喷嚏，身体震得头上的2个马尾不停摇晃，看起来富有动感。看到现在的行情，他心里美滋滋的，很有可能那一堆灵石就归他了。云希儿很是兴奋，也很想早点知道结果，于是传音给羚羊，说道：羚羊哥哥，你是不是已经成丹了？能出丹多少颗？羚羊心想，这个丫头一点都沉不住气，于是就有意不告诉他，说道：等会就知道了，急什么急，冷静点好不好？云希儿摇了摇头上的2个马尾，说道：18万灵石，我能冷静下来吗？你先告诉我，作为奖励，等你赢了后，我允许你亲我一下。羚羊闻言顿时就激动起来，想起云希儿那娇嫩的香唇，
如果真的让他亲一口，随即他冷静下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想一想而已。云仙儿这丫头鬼精鬼精的，很会算计，弄不好就会掉进他挖好的坑里去。与他交往了这么一段时间，林阳很清楚他的精明。别看云仙儿对他林阳一副自来熟的样子，只要林阳的手稍微有点不老实，都会被他阻止，甚至是警告的。这丫头可不是一个甘愿吃亏的人，虽然有点甜宠，但也有着泼辣的本性。不过他还是抱着一点希望，万一云仙儿说的是真的呢？于是林阳脱口就说道：“石刻，肯定是石刻。仙儿，你记住啊，炼丹结束后你不许反悔，我要亲你的嘴。”云仙儿美目中闪过一丝狡黠，心里冷哼一声，暗暗骂道：“哼，你个死羚羊，想亲我的嘴，想得太美了。本小姐只说让你亲一下，又没说让你亲哪里，到时拿一个脚趾头给你亲，就对得起你了。”听到林阳说可以承担10颗，云仙儿心里就盘算着怎么花这18万灵石了。她只是担心自己的那个粉色储物袋有点小，怕是装不下这么多的灵石。就在云仙儿考虑着如何装灵石时，林阳已经打出了收丹诀，啪的一声，丹炉盖子打开了，顿时一股药香就弥漫开来。眨眼间，整个广场都氤氲着浓浓的丹药香味。在药香的刺激下，广场上一时喷嚏不断。这个时候，郭刚还处在凝丹阶段，他心里虽然着急，但还可以控制住情绪，不至于乱了方寸，盘坐在那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炼丹。林阳虽然完成了炼丹，只要郭刚的丹药还没出炉，谁胜谁负，结果未定。随着林阳丹炉盖子的打开，一颗接着一颗圆滚滚的丹药依次从丹炉口飘了出来，一共飘出了10颗。这10颗饱满的养颜丹就像是10个调皮的小孩，在半空中不停地翻滚跳跃，追逐着，一会儿围成一个圆圈，一会儿又排成一排，引得围观修士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惊呼声。他们从没看到丹药还可以这么玩，一个个都感到新奇无比，几乎忘却了他们都压了灵石赌郭刚赢的。站在林阳身边的费霞看一眼空中漂浮着的10颗丹药，又扭头看一眼专心操控着丹药的林阳，小心脏砰砰跳个不停。他感觉林阳这操控丹药的姿势真的是帅到天际去了。他想不到林阳这个青兰宗的杂役弟子竟然可以炼制出如此完美的丹药来，还是一如初丹10颗。他忍不住偷偷打量了一下林阳，发现林阳长得还是蛮好看的，特别是那专注的神情，很是迷人。刚才林阳虽然有意刁难他，但是并没有太过分，只是让他清理丹炉和温炉而已。林阳玩了20多个呼吸后，就失去继续玩下去的兴趣。他就把一个小瓷瓶飘向空中，那10颗丹药很是听话，一颗跟着一颗就都钻进瓷瓶里。他跟着就掐了一个手印，瓷瓶就飘到裁判桌上，稳稳地落在王府的面前。林阳的这一动作又赢得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混沌炼丹诀最拉风的收丹方式，没有之一，帅气的一批。郭刚这时还处在凝丹阶段，他看到林阳已经炼丹完成，而且出丹还是10颗，10颗就意味他已经输了，一时急得不行，大颗大颗的冷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他这炉丹药提纯率只有86%，算是他发挥的最好一次了。最后成丹最多9颗，算是输定了。他心里一急，情绪有了些明显的波动，动作也随之变了形，导致控火不稳。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围观的修士有人惊呼一声：“炸炉了，快躲开！”一时滚烫的药液四溅，溅得郭刚满身都是。他狼狈地后退几步，脸上手上都被烫出了水泡，显得格外狰狞。也有一些药液溅在了一些围观修士的身上，整个广场充满了鬼哭狼嚎的痛呼声。一个堂堂丹宗2品丹师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炸炉了。费霞捂住嘴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这个一直都垂涎他美色的郭师兄，天才2品丹师炼制1品丹药，居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怎么可能炸炉？炸炉对于郭刚来说倒是好事，炸炉了，没有炼丹成功，就意味着没有了对比，就算是输了，也就没有输在出丹率上，谁也无法确定他这一炉丹药出丹多少颗。炸炉可以说是意外。裁判王府叹了口气，高声宣布道：“青兰宗林阳成丹10颗，丹宗郭刚炸炉失败，本次斗丹林阳胜。”听到王府宣布林阳胜利，云希儿的小心脏猛然间就砰砰剧烈跳动起来，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兴奋的满脸通红。18万灵石呢，发大财了！他急忙拿出他那个粉色的小储物袋，忙着把这一堆灵石往储物袋里收。那些围观的修士就像是死了亲人一样，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蔫的就像是一颗失去了水分的大葱，整个人都软趴趴的，似乎被抽空了力气。郭刚听到王府宣布林阳获胜，他歇斯底里的吼道：“他一定是作弊了，一个连1品丹师都不是的杂役弟子，怎么可能一炉出丹10颗？我要求调查他！”林阳冷笑一声说道：“郭师兄，输不起就别玩，要不要我把丹药送到你面前让你检查？”王府拿起桌上的瓷瓶，倒出10颗圆润饱满的养颜丹来，丹药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散发着浓郁的灵气，确实是10颗成品养颜丹，品质上乘。王府沉声道：“郭刚，愿赌服输，赌注就归林阳了。”郭刚看了一眼那10颗养颜丹，他知道他就是耍赖不承认也不可能了，这么多人都看着是林阳炼制出来的，耍赖也是毫无意义。突然一个围观的蒙面女修大声惊叫起来：“天哪，
那10颗丹药竟然是养颜丹，而且还有着一条丹纹。他的这一声惊呼，一时呼醒了那些输了灵石的修士，特别是一些女修，听到养颜丹3个字，眼神里都冒出金光来。养颜丹服用后可以保持容颜不老、青春永驻，是所有女修梦寐以求的丹药，在丹宗珍稀丹药榜上排名第4。王府当时也没认真查看过这10颗丹药，那个蒙面女修的一声惊叫，这让王府吓了一跳。他急忙拿起一颗养颜丹，把丹药对着灯光，很是认真观察起来。在灯光的映衬下，丹药的中部真的有着一条流动的白云状丹纹，那白云状的物质就是传说中的丹玉。王府激动的那只拿着丹药的手都抖动起来，喃喃自语道：异纹丹，真的是异纹丹，以清玄大陆的炼丹技术是炼制不出来纹丹来的。但凡丹药有了丹纹，都是蕴含了道韵的，服用后对修士悟道有着很大的帮助。王府还从没见过有纹路的丹药，现在他的手里拿着的是异纹丹，他能不激动吗？林阳很是无语，他本不想暴露纹丹的，可是想不到还是炼制出来异纹丹来，幸好不是3纹丹，否则他的麻烦就大得去了。顾勋成一直都在暗中盯着他，林阳在这个丹城广场上面临着不可预计的危险，如果他再表现得过于优秀的话，很容易遭人嫉妒，拉来新仇恨的。这时那个蒙面女修走到林阳面前，很是认真地打量着林阳，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很是强大，让林阳都有着想要俯首膜拜的冲动，不敢抬头正视她。虽然林阳无法感知出蒙面女人的修为，林阳能感觉出蒙面女人的气息强度比清明道长低不了多少，最起码也是一个化神初期的大能。蒙面女人打量了林阳一会，手指抚过黑纱面巾，问道：小子，你是青兰宗的弟子？林阳轻轻点头，说道：回前辈的话，小子是落日峰的杂役弟子。女人看到林阳那拘束的神情，咯咯一笑，说道：不用那么紧张，我没有恶意。接着她叹息一声，说道：这个上官巡天和莫老鬼也算是有眼无珠，识人不明，没有挖掘出你这样的青年俊杰来，是他俩的失职。而青兰宗不派人护送你来丹城考取丹师资格，让你处在危险的境地，这是清明老祖的过失。行，是青兰宗的弟子就好，这一炉丹药我全收了，我给你30万灵石。林阳听到蒙面女修对青兰宗这么的熟悉，还直呼青兰宗高层的名字，一时很是吃惊。他心里猜测，这个大能女修莫非与青兰宗有着一些渊源，说不定是青兰宗的一个太上长老。正在装灵石的云仙儿听到那个蒙面女修要买林阳的养颜丹，吓了一跳。这一文养颜丹是稀缺之物，对女修来说就是奇珍异宝，怎么可能30万灵石卖给别人？他一把就从王府手里夺过小瓷瓶，说道：这丹药我替林阳哥哥保管，多少钱都不买，如果我心情好，说不定会拿出1颗2颗来拍卖。想拍卖养颜丹就去青云商会的拍卖行竞拍。蒙面女修都被云仙儿的娇蛮逗笑了，她笑着问道：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你是林阳什么人？怎么可以替林阳做主？我是林阳的。云仙儿一时竟然回答不上来，云仙儿说话都没有底气。是啊，他是林阳什么人？怎么能代替得了林阳？蒙面女人没有与云仙儿争执，她微微一笑，转身对林阳传音说道：小子，你被很多人盯上了，等会跟着本座离开丹城。林阳闻言吓了一跳，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要跟着他离开？他一时警惕起来，这才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个蒙面女人，一身淡绿色衣裙，腰间系着一条丝绸红色腰带，把那窈窕的身材分成上下2部分，上面饱满，下面挺翘，脸上蒙着一条黑色丝巾，让人看不清楚容貌。林阳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她蒙在脸上的面纱，发现那条黑色面纱竟然可以隔绝神识的探查。蒙面女人看到林阳在盯着她的那里，很是羞恼，就打出一丝能量，化作一只玉手，在她的脑门上轻拍了一下，嗔怒道：再乱看我就戳瞎你的眼睛。说完就走向人群后面，一个闪身就消失不见了。林阳吓了一跳，大能就是大能，他这只是在那挺翘上扫视了几眼，就被他感知到了这个蒙面女人的出现，情况就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林阳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敌是友，想着云希儿是青云商会的大小姐，在丹城也有着一定的实力，他也就稍稍安心了一些。如果情况危险，他今晚就不回青兰宗了，大不了去青云商会的客栈住一晚上，明天再离开。郭刚看到有人愿意出30万灵石购买林阳的丹药，一股嫉妒的情绪就涌上心头。一炉丹药30万灵石了，他就是炼丹10年8年，也未必赚得到30万灵石。他脸色铁青，恶狠狠地瞪着林阳说道：小子，你开始时你就说过要与我比斗火焰的，放出你的火焰吧，与我的寒水焰比斗一场，寒水焰还等着吞噬你那朵火焰升级呢。郭刚斗丹输了，就想在火焰时讨回一点面子，同时他也想让寒水焰吞掉林阳的火焰，一泄心中的怒火。寒水焰是极品异火，在清玄大陆所有异火排名第7，说不定吞噬掉林阳的异火后，寒水焰的品质会更高一些。林阳胸口玄天玉佩里的青色火鸟早就忍耐不住，多次想要窜出来吞噬寒水焰，可是一直都被林阳压制住。现在郭刚要与林阳比斗火焰，林阳真的是求之不得。围观的修士在输掉前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拖着沉重的步伐想要离开丹城广场。听到郭刚要与林阳比斗火焰，一时就来了兴趣，就纷纷停下脚步，
留下来观看两人比斗火焰。一直都站在羚羊身边的费霞急忙对羚羊说道：“羚羊，千万别答应与他比斗火焰。郭刚的火焰是寒水焰，品性暴躁，喜欢吞噬别的火焰，在丹宗他已经吞了好几个人的火焰了。”郭刚看到费霞胳膊往外拐，竟然开始帮着羚羊了，一时就暴躁如雷，大声吼道：“羚羊，你这个懦夫，怎么刚才自己说出的话现在就要食言了？”郭刚又急了羚羊一句。羚羊冷笑着说道：“好，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同时也请各位前辈做个证，在火焰的比斗中，不管是你的火焰吞噬了我的火焰，还是我的火焰吞噬你的寒水焰，都不许耍赖。”郭刚大声说道：“如果我耍赖，我就是狗娘养的，小子，快点放出你的火焰来吧！”话毕，郭刚一挥手，寒水焰化作一只蓝色火凤，发出啾的一声鸣叫，就从郭刚的衣袖中冲了出来。蓝色火凤展翅盘旋，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寒水焰所过之处，空气中都飘起了细小的冰晶，在灯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好强的寒气。围观修士纷纷后退，生怕被寒水焰波及。羚羊深吸一口气，急忙用意念沟通青色火鸟，说道：“我可以放你出去，但是你必须要收敛起地火的气息，隐藏火焰的等级，不要用等级的威压征服寒水焰，要装出一火的样子，与寒水焰大战一场，再吞噬掉它。”羚羊交代完毕后，就感觉胸口的玄天玉佩微微发烫，就知道青色火鸟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把一股混沌能量输入玉佩中，一道青影从玉佩中如闪电般窜了出来。叽叽一声清脆的鸟鸣响彻广场，青色火鸟振翅高飞，周身燃烧着炽热的青色火焰，与寒水焰的冰冷截然不同。青色火焰所过之处，空气都扭曲起来，热浪扑面。这是青鸾火！人群中有人惊呼。由于青蓝大陆没有出现过地火，加上广场上的人修为太低，自然没有人认出青色火鸟的品质来。两团火焰在空中相遇，一冷一热，一蓝一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寒水焰化作的蓝色火凤率先发难，张口喷出一道冰蓝色火焰，青色火鸟灵巧的闪避，同时喷出一道青色火柱，两股火焰在空中相撞，发出嗤嗤的声响，大量白雾升腾而起，雾气中隐约可见两只火焰神鸟激烈缠斗。怎么可能？郭刚脸色大变，你的火焰竟然能抵挡寒水焰的极寒之力？羚羊没有回答，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青色火鸟与寒水焰的战斗。看到青色火鸟完全隐藏了地火的气息，只发挥出30%的实力，与寒水焰纠缠搏斗在一起，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这里是丹宗广场，肯定有着丹宗的高阶丹师在关注着这里。再说顾勋成还在暗中盯着他，如果他暴露了地火，他绝对走不出丹城。丹师看到高阶火焰，就如光棍看到美女一般，缺乏免疫力的。这时羚羊感觉到青鸾火传来的兴奋情绪，那是一种遇到美食的渴望。突然，青色火鸟一个俯冲，竟然直接冲向蓝色火凤。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青色火鸟张开大口，一口咬住了蓝色火凤的翅膀。不！郭刚惊恐大叫，急忙掐诀想要收回寒水焰，但为时已晚。青色火鸟身上爆发出耀眼的青光，将整只蓝色火凤包裹其中。在滋滋的声响中，蓝色火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青色火鸟吞噬。几个呼吸间，寒水焰就完全消失不见，而青色火鸟的体型明显大了一圈，羽毛上的青色火焰更加凝实。噗！郭刚喷出一口鲜血，脸色惨白。异火与主人心神相连，寒水焰被吞噬，他也受到了反噬。你！郭刚指着羚羊，眼中满是怨毒，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青色火鸟兴奋地鸣叫一声，飞回羚羊身边，亲昵地围着羚羊转了一圈，然后化作一道青光没入玄天玉佩中。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谁能想到，堂堂寒水焰竟然被一个杂役弟子的火焰给吞噬了？作弊！一定是作弊！郭刚歇斯底里地大喊：“你一个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拥有比寒水焰还强的异火？”羚羊冷笑着说道：“众目睽睽之下，何来作弊一说？方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不管结果如何都不许耍赖。”郭刚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突然暴起发难：“我杀了你！”他祭出一柄蓝色飞剑，直取羚羊咽喉。这一变故来得太快，连费霞都来不及阻止。就在飞剑即将刺中羚羊的瞬间，一道白影闪过，叮的一声脆响，蓝色飞剑被弹飞，郭刚也被一股无形力量震退数步。顾勋成从空中飘落下来，郭刚看到顾勋成击退了他，一时很是疑惑，不明白顾勋成为什么要帮助羚羊，不要让他杀掉羚羊。他不知道的是，顾勋成击退他是救了他一命。顾勋成派出的3个筑基修士都被羚羊秒杀后，他就知道郭刚在羚羊面前不够看，他看到情况紧急，才现身救下郭刚。羚羊看到顾勋成突然现身，立即就警觉起来，混沌霸体诀疯狂运转，调动起一股股能量来，预备着顾勋成的攻击。同时在识海里凝聚出2根神魂针来，随时准备发出攻击。顾勋成是一个4品丹师，也就是元婴修为，从他散发出来的气息强度来看，也就是元婴初期。如果羚羊混沌神体全开，再配合自己法修境界的实力，结合魂修的神魂攻击，也未必就怕了这个顾勋成。一般丹师的品级是与修为和神魂力强度挂钩的，炼气修士
由于神魂力强度不够，也就只能炼制出来1品丹药，是1品丹师。而筑基修士的神魂力强度可以炼制2品丹药，3品丹师一般都是金丹修士，也有越级炼丹的存在。有些修士的神魂力特别强大，就具备越级炼丹的实力，比如筑基期就有金丹期的神魂力强度，这样的筑基修士也可以炼制出来3品丹药。顾勋成是4品丹师，自然是元婴修为。顾勋成看到郭刚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喝道：“丹城禁止打斗，作为丹宗弟子，你竟然违背宗规，回去后自己去执法堂领罪。”郭刚闻言，脸色瞬间惨白，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他深知丹宗执法堂的严厉，这次恐怕要受到重罚。费霞看到顾勋成现身，急忙上前行礼。顾勋成冷哼一声，没有理睬郭刚，也没有看费霞一眼，而是转头看向林阳，流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来。他向林阳拱了拱手，说道：“小友，我们又见面了，即是一别。”小友一路来到广场，收获满满啊！林阳心里暗骂妈妈批，这个老东西不但派3个筑基修士拦路抢劫他，还在丹城广场上设计阴他，现在还流露出这样一副亲切模样来，又是几个意思？难道在抢夺养魂草计划全部失败后，就要亲自下场抢了不成？林阳也面带笑容，打着哈哈，拱手行礼说道：“我的收获还不是顾长老的特意照顾，在半路上就资助我3枚储物戒指，我心里很是感激。”林阳看了一眼费霞，接着说道：“我到了广场后，顾长老怕我斗丹太辛苦，还给我派来一个漂亮的丹童。”费霞闻言就瞪了林阳一眼，还握起小拳头向林阳做了一个威胁的动作。林阳没有理睬费霞的威胁，继续说道：“最后顾长老不但送了我1万灵石的炼丹辛苦费，还送了一朵寒水燕来喂养我的火焰，确实是让我收获满满。”顾勋成听到林阳说了这一大通感谢的话，嘴角抽了抽，随即就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老夫确实是看走了眼，没有想到小游法体同修，如此妖艳绝伦，3个筑基修士都撑不过你一招。顾勋成接着继续说道：“小友的炼丹天赋更是官绝东域，能够炼制出1文丹，你在丹道是算得上是第一人了，而且还有着一朵强大无比的异火，确实让我大吃一惊，真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这个丹宗长老过气了。”说完，顾勋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在派出3个筑基修士半路抢劫失败后，他安排了这场斗丹，原本是想以炼丹天才郭刚的实力来碾压林阳，赢取林阳的储物戒指，没有想到反过来送给了林阳1万灵石。他这2步都走得很是稳妥，没有一丝漏洞，但是他低估了林阳的实力，导致夺取养魂草的计划失败，弄得他一个措手不及。顾勋成说完叹了口气，他不由得想起刚才让他吓出尿来的那一幕。就在林阳和郭刚比赛结束时，顾勋成不甘心失败，就拿出传音石，准备启用第3个夺取养魂草方案。突然他就感到了一股化神的威压朝着他席卷而来，压得他都喘不过气来。顾勋成一时吓得2腿打颤，一个站不稳就瘫坐了下去。他们丹宗也只有2个化神老祖，这丹城广场出现了一个化神大能，这不是要吓死人吗？顾勋成急忙抬头看去，只见那个蒙面女修突然就站在了他的面前。顾勋成不知道这个蒙面大能女修为什么要针对他，急忙扶着行礼说道：“晚辈顾勋成见过前辈。”只见那个蒙面女修拿出一柄墨绿色的宝剑，顶住顾勋成的额头，语气冰冷地说道：“顾勋成，你大胆，竟敢谋害我青蓝宗弟子林阳！”顾勋成顿时就蔫了，他当然认得这柄墨绿色的宝剑就是东域一流宗门青蓝宗的镇宗之剑青鸾剑。蒙面女修手持青鸾剑，那这个大能女修就是青蓝宗宗主邱敏文了。东域的3大宗门的宗主就属邱敏文最为低调，已经有100多年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了。顾勋成想不到今天邱敏文出现在了丹城广场，林阳这个青蓝宗的弟子背后竟然站着青蓝宗的宗主给他护道，他顾勋成的罪不起。顾勋成现在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仍心有余悸。顾勋成嘴角再次抽了抽，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林小友，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朋友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所有的斗争都是为了利益，并无仇怨。”林阳想不到顾勋成竟然要与他化解之前的恩怨，一时吃惊不已。他虽然不明白顾勋成为什么有着这样转变，但他不得不佩服顾勋成的坦诚，只讲利益，不计恩怨。他与顾勋成确实没有仇怨，只是争夺利益而已。顾勋成想要养魂草，他林阳也想要养魂草，2个人为了争夺养魂草，武斗智斗一番后，最后再坐下来谈谈也未尝不可。林阳微微一笑，拱手道：“顾长老说笑了，晚辈怎敢与丹宗长老为敌？今日之事权当切磋。”顾勋成满意的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赞叹道：“林小友果然通透，不知小友可有兴趣加入我丹宗？以你的天赋，必能得到重点培养。”这个提议让周围众人都露出艳羡之色。能加入丹宗是多少炼丹师梦寐以求的事。云溪儿闻言，急忙挡在了林阳面前，叉腰说道：“顾前辈，林阳哥哥可不想加入丹宗，你还是请回吧。”顾勋成眉头一皱，显然没想到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也如此维护林阳，随即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打趣说道：“小丫头，是不是看上这小子了？哈哈哈哈！好，那就给你一个面子，不再邀请林阳。”顾勋成扭头看向林阳，说道：“小友，我在集市所说的话一直有效，你随时都可以去丹宗找我。”
顾勋成不是傻子，既然有大能护着羚羊，他已经是无法拿捏羚羊了，所以就改变策略，与羚羊交好，希望能从羚羊那里弄到几颗养魂丹，打打杀杀，还不都是为了利益？活得通透的顾勋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说着他就很是郁闷地朝站在远处的邱敏文看了一眼，就离开了广场。顾勋成离开后，广场上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就连王府都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他把羚羊的储物戒指和郭刚这个装了1万灵石的储物袋递给羚羊，说道：“羚羊，这是你赢下的彩头，你的一品丹师资格，我已经帮你入册了，你随时都可以去丹宗领取一品丹师名牌和丹师符。”羚羊向王府行礼致谢，他的名字进入丹宗丹师的名册，就意味着羚羊正式成了一名一品丹师。云溪儿长舒一口气，拍了拍胸脯，转头对羚羊说道：“羚羊哥哥，我们快走吧，我怕有人盯上我储物袋里的这18万灵石。”羚羊心想，谁敢动你这个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不过他没有心情多说什么，就点点头，正要跟着云溪儿离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冷笑：“想走没那么容易。”只见郭刚带着10几个丹宗弟子拦住了去路，他们个个面色不善，显然是要为郭刚找回场子。郭刚，你什么意思？费霞上前一步，怒视着郭刚。郭刚阴狠地说道：“费师妹，这是我们和羚羊之间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这小子吞噬了我的寒水宴，还让我在众人面前丢尽脸面，今天必须给他点教训。”云溪儿唰的一下就拔出火红短剑，护在羚羊前面，冷冷地看着郭刚，说道：“郭刚，你今天动羚羊哥哥的一根汗毛试试。”羚羊皱了皱眉，正要说话，突然一阵风起，一条淡绿色的丝巾飘了过来，速度快的就像是一道绿色闪电一般，卷起羚羊就朝空中飞去。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所有的人都反应不过来。云溪儿稍微呆愣了一下，随即就反应过来，就急忙朝着羚羊追了过去，边跑边喊：“羚羊哥哥，羚羊！”突然就响起了一个轻柔的女声：“青云商会的小丫头，不用追了，6天后的丹宗大比，羚羊会准时出现在丹城。”云溪儿看到羚羊已经远去，气恼地跺了一下脚，大声喝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带走羚羊哥哥？”可是云溪儿再也得不到回应，羚羊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云溪儿的视线里。云溪儿站在原地，眼眶微红，小手紧握成拳，她不甘心的又跺了跺脚，转身对费霞说道：“费姐姐，我们得想办法找到羚羊哥哥。那个神秘人不知是敌是友，万一……”费霞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道：“别担心，那人既然说6天后丹宗大比羚羊会出现，想必不会伤害他的。况且……”他顿了顿，目光若有所思地望向天际，说道：“能凭空用丝巾卷走羚羊，此人的修为至少是元婴期以上，我们贸然去追也无济于事。”另一边，被淡绿色丝巾卷走的羚羊只觉得眼前一花，身体轻飘飘的腾空而起。他试图挣扎，却发现全身灵力被一股柔和却不可抗拒的力量禁锢，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前辈是谁？要带我去何处？”羚羊强装镇定地问道。耳边传来一声轻笑，那声音清冷中带着几分慵懒：“小家伙，安静些，如果我不出面，你想离开丹城都难。”羚羊闻言想起顾勋成突然转变的态度，心中一动，问道：“难道是前辈出手震慑了顾长老？”对方没有回答，只是丝巾飞行的速度骤然加快。风声呼啸中，羚羊隐约看到下方山川河流飞速后退，片刻后，眼前出现一片云雾缭绕的山峰，丝巾缓缓降落，停在一座山顶上面。羚羊扫视了一眼四周的环境，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疑似仙境般的山峦之巅，四周的山峦一座座矗立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羚羊的脚下是一块空旷的平地，飘散着轻薄的云雾，它的前方是一座全由翠绿色竹子建造的凉亭。羚羊双脚刚触地，便看到亭中站着一个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子，正是丹城广场上那位蒙面女修，一袭淡绿色长裙，腰间系着的还是那条红色丝绸腰带。她以轻纱遮面，只露出一双如寒星般的眸子，手中正把玩着那柄墨绿色的青鸾剑。羚羊脱口而出就叫了一声：“邱宗主，您是邱宗主？”他曾听师傅提起过，青蓝宗是镇宗至宝，青鸾剑外形是墨绿色的，很有特色。他看着蒙面女修手里拿着这把墨绿色的宝剑，宝剑上还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道韵，羚羊就确定这是青鸾剑无疑。女子微微颔首，一股宗主的威严就散发开来，语气清冷地说道：“认出我是宗主，还不行礼？”羚羊闻言急忙恭进行了一个弟子礼：“弟子羚羊拜见宗主。”邱敏文微微点头，目光如秋水般扫过羚羊，说道：“你倒是有几分眼力，能够认得青鸾剑，才得出是本尊。我青鸾宗出了你这样一位炼丹天才，我竟不知晓。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宗门的？”羚羊心中一紧，急忙解释说道：“弟子以前只是青鸾宗辖下云霄宗的一名外门弟子，前些天侥幸得到了圣女引荐，加入宗门，做了落日峰的一名杂役弟子。弟子算不上什么天才，只是在炼丹上略有心得。”邱敏文轻哼一声，说道：“略有心得，一炉10颗一文丹，连丹宗长老都对你另眼相看，这还叫略有心得？莫老鬼这个4品丹师也太不称职了，竟然没有收你为亲传。”羚羊摇了摇头，说道：“不是莫峰主不收我为亲传，而是弟子资质愚钝，是杂灵根。宗门有着杂灵根不可入亲传的铁律，所以弟子
就做了杂役。邱敏文顿了顿，语气忽然柔和下来，说道：“一个杂役弟子，你能有如此成就，也是我青兰宗之福。”突然，邱敏文一挥衣袖，林阳就感到一股香风就扑鼻而来，随即一股柔和的力量就把他卷起。他还没来得及挣扎，就发现自己被卷到了邱敏文的身边。邱敏文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淡淡的清香飘进林阳的鼻腔，他的大脑里一阵的眩晕，有着一种天旋地转般的感觉。他看到邱敏文伸出一只玉手，轻轻扣住他的手腕。林阳手腕上传来那细滑的触感，他感觉就像是陷入了幻境一样，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的真实。突然，林阳感到有着一股略带冰凉的能量从他的手腕处涌进他的身体里。随着这个冰凉能量的涌入，混沌霸体诀就自动运转起来，混沌神体自主产生出一股炽热的能量，欢快地朝着侵入他身体里的那股冰凉能量迎了上去。两股不同属性的能量很快就亲密地交织纠缠在一起，最后竟然相互融合为一体，不分你我。这不是在双修吗？他怎么可能与邱敏文双修？邱敏文是青兰宗宗主啊！身体里的这两股能量的交融，让林阳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过了好一会，两股能量又分散开来，这时林阳才清醒过来，刚才他确实是沉浸于自己大脑的幻想之中，他并没有与邱敏文双修，因为邱敏文还一脸严肃地站在他的面前，用手扣住他的手腕，查看他的灵根。林阳猜测，这个邱敏文肯定是纯阴体质，否则也不会出现刚才那样的情况。混沌神体对纯阴能量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他以前在与印霞双修，那时他还没有觉醒混沌神体，但是他身体里的阳属性能量就是让印霞着迷，沉迷于修炼，无法自拔。现在混沌神体不但觉醒，还晋级到了第二层，体内的混沌之气比起以前的阳气有着质的飞跃。现在林阳体内的混沌能量会更加的具有诱惑力了。这时，混沌卢麒麟珠儿的声音在他的识海里响起：“小子，快推倒他！这个女娃是纯阴体质，而且还修炼到了化神境，体内阴属性能量纯正充足，比起帮你觉醒混沌神体的那个女娃强多了。”林阳很是恼火地用意念骂道：“你以为想推倒就能推倒？我一个筑基小子推倒化神大能，这与找死有什么区别？”邱敏文本想查看一下林阳的灵根，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杂灵根，没有想到自己输进林阳身体里的那小股能量，竟然被林阳体内产生出的那股强悍纯阳能量给交融了。这就像是自家养的灵宠小花花跑到别人家里去，被别家养的粗壮大黑给骑了，这样的感觉特憋屈，也没法找人说理去。这让邱敏文有着自己送上门去给林阳交融的感觉。当两股能量交融完毕后，邱敏文急忙收回自己的那股能量，咬着嘴唇狠狠地瞪了林阳一眼，说道：“有意思，看来你这个杂役不简单啊。”他声音依旧清冷，但眼底闪过一丝警惕。邱敏文觉得这个林阳不但是一个炼丹天才，而且体质也很是特殊，而且还是一个体修。像这样一个万年难遇的妖孽，甘愿在青兰宗做个杂役，这话说起谁信？邱敏文就想试探一下林阳，于是他特意就散发出一股化神威压来，神情也变得异常的冷峻。在这股化神气息的压迫下，林阳顿时就感到胸口沉闷，有着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他虽然看不在透黑丝巾遮盖下邱敏文的那张脸，但能从那冰冷的气息他就知道邱敏文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的温和了。林阳不知道邱敏文为什么突然就对他改变了态度。邱敏文盯着林阳看了一会，语气非常严厉地喝道：“林阳，你可知在青兰宗欺瞒宗主是何罪？”林阳心头一紧，急忙躬身低头说道：“弟子不敢欺骗宗主。”邱敏文指尖轻轻一划，一道无形剑气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杀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林阳的脖颈就斩了过去。林阳没有想到这个邱敏文突然就对他出手，一时反应不及，无法做出躲闪的动作。混沌神体的护体功能自行启动，眨眼间就林阳的身体表面形成了一层紫金色的护罩屏障，剑气贴着林阳的脖颈擦了过去。这股剑气带动的劲气划过混沌能量的光幕，发出一声吃啦的声音，最后剑气斩在了凉亭外面的大树的树干上，大树被从中斩断，哗啦一声倒在了凉亭边上，吓得林阳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剑气过后，林阳才明白过来，邱敏文刚才发出的剑气是特意偏了一点方向的，看来这个邱敏文还在试探他，并没有要取他性命的想法。邱敏文打出剑气后，面纱下传来了一声极轻的闷哼。林阳敏锐地捕捉到他袖口一闪而逝的凌厉紊乱，他在强压伤势。珠儿的声音再次响起：“小子，这女人神魂伤得不轻，刚才那一剑怕是牵动了她的旧伤。”邱敏文在发出剑气后，就感到识海里传来了一阵剧痛，他强忍着伤痛，故作镇定，说道：“你的灵根绝非杂灵根，而是一种神体，具有自主护体功能的神体。小子，现在本座给你两个选择：一，老实交代你的秘密，是谁派你来青兰宗的？加入青兰宗的目的又是什么？二，如果你不说实话，我搜魂取义，自己查。”这时珠儿的声音又在林阳的耳畔响起：“小子，不要怕她，这女人神魂受伤是搜不了魂的，她那是故作姿态吓你的，她抓你过来肯定是想让你给她炼丹治愈神魂伤的。经过刚才的阴阳交融，她动心了，只是面子薄，故作矜持而已，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吸取她的纯阴能量。”不管珠儿如何怂恿，
羚羊还是不敢，虽然他有那个贼心，面对一个化神宗主，他没有那个贼胆，于是就躬身行了一礼，说道：宗主明鉴，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灵根，弟子并没骗您。在入宗门测试灵根时，测灵石上9盏灯全亮，就被7大山峰的峰主确认是杂灵根。邱敏文点了点头，弟子入宗是必须要检测灵根的，他相信羚羊不会骗他，于是语气就稍微缓和了一点，说道：那你是怎么加入青蓝宗的？羚羊就把自己进入青蓝宗的前因后果详细给邱敏文说了一遍。邱敏文听后不置可否，他没有理睬羚羊，而是盘坐下来，内视体内，查看刚才那股能量有着什么样的变化。这一查看吓了邱敏文一跳，邱敏文发现自己刚才输入羚羊体内的那一小股能量，现在变得纯正而醇厚，而且还富有韧性，隐含着一丝阳刚之力。这也太吓人了。邱敏文心想，他要是与羚羊双修一段时间，那还了得。如果把他体内所有的阴属性能量全部与羚羊的能量交融一遍，他邱敏文肯定能够晋级到化神中期。想到这里，邱敏文心里砰砰直跳，难道今天掳来的这个小子是他邱敏文的一个机缘？他抬头看了一眼羚羊，发现羚羊也在偷看他。邱敏文急忙低下头，一时懊恼不已，恨自己不争气，怎么就稳不住心神呢？尴尬的是，偷看还被羚羊那个小子发现了，一时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了后脖梗。幸好他蒙着黑纱巾，不然他的脸没处割了。突然，邱敏文似乎想起什么来，心里一时就激动起来，因为邱敏文记起了师傅苏星辰曾经对他说的话：敏文，你天生纯阴体质，以后如果能够找个纯阳神体的道侣一起双修，你的修为将是1日千里。通过刚才他把自己的阴属性能量输入羚羊的身体里，就发了阴阳交融的现象。邱敏文由此猜测，羚羊说不定就是那种纯阳神体，但是这种激动还没表露出来，他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了这么多年的宗主，自然懂得喜怒不形于色这个道理，随即他就摇了摇头，他是不可能与羚羊双修的。邱敏文觉得自己是一宗之主，化神大能，怎么拉得下面子与一个小小杂役弟子双修？可是想到刚才与羚羊的阳气交融的那一情景，看到羚羊又这么的英俊帅气，又让邱敏文有些心动。邱敏文犹豫了好一阵，最终宗主的尊严压过了欲望，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异样情绪，故作镇定地站起身来。他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透过轻纱，深深地看了羚羊一眼，于是就绷起脸，目光转向凉亭外，装出一副清高深沉的神态。羚羊此刻也感受到了体内能量的变化，混沌霸体觉运转得更加顺畅，修为似乎又精进了一步。他看到已经蒙混过关，羚羊就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邱敏文的身子抖动了几下，随即就打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他急忙用手扶着额头，强忍着尸海里的疼痛，让自己不至于表现的失态。由于刚才动用剑气牵扯到了神魂旧伤，那种剧烈的疼痛感让他难以忍受。羚羊急忙上去扶住他，很是关切地问道：宗主，你怎么了？邱敏文看到羚羊搂住他，一时惊叫起来：羚羊大胆，你放肆！羚羊吓得急忙松开手，羚羊的手一松开，邱敏文一时稳不住身子，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上。他强忍着疼痛，狠狠地瞪了羚羊一眼。羚羊一时弄不清楚邱敏文要他扶着还是讨厌他扶着，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邱敏文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因使海剧痛而浑身发软。他咬着牙，声音里带着几分颤抖，说道：你还站着看什么？快扶本座起来！羚羊忙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伸手搂住邱敏文的身体。就在羚羊的手触碰到他肌肤的瞬间，两人同时一颤，混沌神体与纯阴之体再次产生共鸣。邱敏文面纱下的脸颊泛起红晕，身子一软就瘫倒在羚羊的怀里。羚羊吓了一跳，急忙搂紧邱敏文，免得他再次摔倒。邱敏文感觉到羚羊的手有些不老实，抱他的时候有意触碰禁止，而且他娇躯猛地一颤，一股化神威压就弥散开来。羚羊，你找死！邱敏文娇喝一声，声音冰冷刺骨，眼中杀意凛然。羚羊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但他没有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些，并急速运转起混沌霸体诀，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混沌能量，把邱敏文包裹起来。可当他的身体里散发出来能量遇到羚羊的混沌能量时，一股奇妙的感觉仿佛一下子抽空了邱敏文的力气。羚羊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充满阳刚之气，荷尔蒙气息飘进邱敏文的鼻腔，他竟然鬼使神差般的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瘫软无力，顺势就靠在羚羊的胸膛上。羚羊看到邱敏文的化神威压已经散去，他感觉到怀中娇躯在微微发抖，不知是愤怒还是其他什么情绪，不过并没有剧烈挣扎。羚羊看到邱敏文没有过激的反对，嘴巴就凑近邱敏文的耳朵，声音低沉地说道：宗主，弟子得罪了，但刚才阴阳能量交融时，弟子感应到宗主神魂有伤，弟子或许能帮上忙。邱敏文趴在羚羊的怀里，抬起头，目光紧紧地盯着羚羊的眼睛，似乎在判断这番话的真假。你怎会知道我是神魂上？邱敏文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羚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轻声道：弟子体质特殊，身体里产生的能量对您的伤势有着一定的疗效，宗主若幸得过弟子，不妨让弟子一试。凉亭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邱敏文趴在羚羊的怀里，
感到很是温暖。在羚羊混沌能量的滋润下，石海里的疼痛感也慢慢褪去，让他有着一种舒爽愉悦的感觉。想起时海里刚才痛彻心扉的那种感觉，邱敏文仍然心有余悸。他心里想到，不就是与这个小子双修吗？只要这小子不说出去，谁又知道他俩双修过？自己又何必苦苦维持那虚无的自尊心来折磨自己呢？宗主也是人呐。于是他就彻底放开了心扉，轻轻闭上了眼睛，轻声说道：“抱我去那边小屋卧室。”他不敢看羚羊的眼睛，只是别过脸去，声音细若蚊内的说道：“你若这不好，本座定不轻饶你。”羚羊心中一喜，知道这是默许了。他小心翼翼地将邱敏文打横抱了起来，越过凉亭，沿着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径朝里面走去。走了没一会，羚羊就看到一座古朴的瓦房，房子不大，一排3间结构，青砖红瓦，隐藏在这一片翠绿色的竹林里，显得很是幽静。邱敏文用手指了指中间那个房间，羚羊推开房间的门，发现这房间很是宽敞明亮，中间摆放着一张宽大的木床，床上的被褥是淡绿色的，叠放得很是整齐，床单也是淡绿色的，拉得很是平整，没有一丝皱褶。羚羊轻轻地把邱敏文放在床上，邱敏文那双如寒星般的眸子，此刻水雾氤氲，轻纱下的俏脸像碧藻已绯红。羚羊深吸一口气，缓缓抬手，轻轻揭开了那层一直遮挡面容的轻纱，一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呈现在眼前。邱敏文看起来约莫27、8岁年纪，眼眉清秀而灵动，肌肤细嫩而光洁，由于有伤在身，显得有些娇弱，此刻带着几分羞恼，更添风情韵味。看够了吗？邱敏文略带羞涩，却并未阻止羚羊的动作。羚羊微微一笑，说道：“太美了，就像是一个仙女姐姐，百看不厌。”说着，他俯身就对着邱敏文那鲜嫩娇唇亲吻了上去。吻了一会，邱敏文喘着粗气说道：“羚羊，快放开石海，现在我的神魂又开始疼痛了，让我的元神进入你的石海里，我俩神魂交融才行。”羚羊闻言，急忙用意念沟通混沌炉的气灵珠儿，让珠儿带着昆城的负面元神躲到他的丹田里去，以免邱敏文进来看到，然后就放开了石海。羚羊放开了石海，邱敏文的元神化作一道淡绿色的光芒，缓缓进入他的石海空间。一进入羚羊的石海，邱敏文便感受到一股浩瀚而温暖的混沌能量包裹着他的元神，他神魂的那种剧烈的疼痛感，在这股能量的滋养下，竟然开始缓缓减轻。这是什么能量？邱敏文的元神在羚羊的石海中惊讶出声。羚羊的神魂看着一个光溜溜的小人儿元神站在他的石海里，那模样与邱敏文一模一样，就是缩小版的邱敏文。羚羊微微一笑道：“这是混沌之气，我的体质特殊，能够产生这种能量。”邱敏文的元神微微颤动，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神魂在这股能量的滋养下，不仅伤势在恢复，甚至元神之力也在缓缓增强。难怪你能炼制出带有道韵的丹药。邱敏文的元神低语道。羚羊的神魂靠近他，轻声道：“宗主，现在放松心神，让我们的元神交融在一起，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邱敏文的元神轻轻了一声，就羞涩地低下头，等着羚羊靠近。羚羊的神魂缓缓靠近他，伸出双手就把邱敏文的元神搂入怀里，两个人的神魂就紧抱在一起，相互交换着彼此的能量，慢慢地融为一体。羚羊这是第一次与女修神魂融合，那种感觉让他有着无法言喻欢愉，他不得不羡慕化神大能，可以元神离体，同他人进行神魂交融，可以体验到这极致的舒畅感。邱敏文的卧室里，羚羊和邱敏文的身体依旧相拥在一起，紧紧地纠缠着，两人的呼吸逐渐同步，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紫金色光芒。一个时辰之后，羚羊收起功法，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扶起瘫软无力的邱敏文，笑着问道：“宗主，现在你的神魂应该不痛了吧？”邱敏文爬在羚羊的怀里，伸手狠狠地掐了一把羚羊腰间的软肉，嗔怒道：“在没人的时候叫我姐姐，知道吗？”羚羊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好，敏文姐。”邱敏文轻轻抚摸着羚羊的胸膛，轻声说道：“羚羊，我感觉到我化神初期的瓶颈有了一丝的松动了，要是与你再多双修几次，肯定就能突破到化神中期。”羚羊轻轻拍了拍邱敏文光洁的后背，说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交泰，突破境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只是你的神魂伤过于严重，如果只依靠神魂交融，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痊愈。”邱敏文的情绪一时就低落下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伤势，依靠神魂交融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缓解疼痛而已。邱敏文叹了口气，故作高兴地说道：“我知道，与你神魂交融一次，最低也可保半月不痛吧？这样已经是很好的了。我知道神魂伤是很难治疗好的，除非……”羚羊接嘴就说道：“除非有养神丹，是不是？”邱敏文抿了抿嘴，说道：“可惜我找遍了清玄大陆，都没有找到一颗养魂丹。”羚羊笑了笑，说道：“如果我给你一颗养魂丹，敏文姐准备怎么感谢我？”邱敏文以为羚羊在开玩笑，就咯咯笑着说道：“那我就再与你修炼一次，算是对你的奖赏。”说着，他就把羚羊再次推倒。羚羊被邱敏文推倒在柔软的床榻上，他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胸膛，眼中带着几分狡黠与妩媚。羚羊轻抚着邱敏文那娇嫩的脸蛋，问道：“怎么不相信我有养魂丹？”邱敏文咯咯笑着说道：“羚羊，如果你能拿出养魂丹来，
以后我每天都让你修炼一次。羚羊嘴角微扬，手掌一翻，一株泛着淡淡黄晕的灵草便出现在掌心。灵药出现的瞬间，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弥漫开来，邱敏文的瞳孔骤然收缩，娇躯猛地僵住。就是闻着这药香，他的神魂都在颤抖，有着一种很是轻松的愉悦感。这真的是养魂草？他声音微颤，难以置信地盯着羚羊手中的灵药。羚羊将灵药递到他面前，笑道：“我不是给你一颗养魂丹，而是等会我要炼制一炉养魂丹。敏文姐，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邱敏文的俏脸瞬间绯红，她咬了咬唇，眼中闪过一丝羞意，但很快又被坚定取代。你这小混蛋，从哪里得来的养魂草的？这是冥界之物，太珍贵了。她满是柔情地看了羚羊一眼，伸手就从羚羊手里接过养魂草，放在鼻子边嗅了嗅，流露出一副很是陶醉的神情来。他苦苦寻觅了100余年，找遍了整个清玄大陆，都没有找到一株养魂草，一颗养魂丹。没有想到羚羊手里就有着一株，有了这株养魂草，炼制出养魂丹来，只需要服用1颗，就可以彻底治愈邱敏文的神魂伤。羚羊轻拍了一下他腿，笑骂道：“等会再看好不好？灵药也不会自己跑路，快点开始修炼。”邱敏文瞪了羚羊一眼，脸色如花一般娇嫩绯红，就坐了上去，开始修炼起来。又是1个时辰过去，邱敏文把躺着不想动的羚羊拉了起来，说道：“羚羊，起来帮我炼制养魂丹。这养颜丹本就是一品丹药，你要炼制出带有道韵的丹药来，不许偷懒。”羚羊扭过头来，看着正在穿衣裙的邱敏文，问道：“敏文姐，你是怎么受到如此严重的神魂伤的？”邱敏文叹了口气，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缓缓地说道：“90多年前，由于大长老白景泉暗中算计，我被玄阴宗的人士魂散所伤，神魂受损很是严重。羚羊自然知道是魂散，来丹城的路上，淼军就派了2个金丹巅峰用噬魂散阴过他。”邱敏文继续说道：“这个秘境是我早些年偶然发现的，后面我布置了一个5级大阵隐藏了起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这个秘境空间里养伤，很少在宗门露面。青蓝宗的事务也交有几位化神、太上长老轮流打理。我受伤之事不敢泄露出去，大长老白景泉如果知道我神魂重创，必定会出现宗门内乱。我1年回2、3次宗门，以示我并无异常，以稳定宗门局势，同时暗暗寻找养魂草，以求早日康复。”羚羊恍然大悟，难怪宗主多年未现踪迹，原来是在养伤。邱敏文扭头看了羚羊一眼，接着说道：“你应该知道，神魂伤是很难治愈的，没有找到养魂丹，这90多年来，我都是在伤痛中度过的。”邱敏文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这些岁月，我过得可谓是苦不堪言。”羚羊把邱敏文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道：“敏文姐，有了这株养魂草，等我炼制出来养魂丹，就可以彻底治愈你的神魂伤了，以后就不再那么痛苦了。”邱敏文紧紧地握着拳头，了一声，说道：“等我伤好后，我就马上回宗门，好好与白景泉算算账，还有那个玄阴宗。”2人穿好衣服后，走出卧室。邱敏文把羚羊带到左手边的那个房间，推开门说道：“这个房间没有放什么东西，比较宽敞，这几天你就在这里练习炼丹吧。”说着，邱敏文就拿出一个款式很是特别的丹炉来，笑着说道：“这个丹炉是一件中品灵宝，叫浑元灵炉。我看你还用着清明老祖的丹炉，这丹炉就送给你吧。”羚羊接过丹炉一看，只见这浑元灵炉通体呈暗金色，炉身上雕刻着繁复的符文，隐隐有灵光流转，炉盖处镶嵌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动。好炉！羚羊赞叹道：“这混元灵炉的品质比清明老祖的丹炉强太多了。”邱敏文抿嘴一笑，说道：“这丹炉是我早年在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我不会炼丹，也没舍得卖，就一直留着。如今送给你，也算是物尽其用，给他找到了一个好主人吧。”羚羊郑重地点头说道：“敏文姐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这一份期待，不辜负这个丹炉。”邱敏文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道：“你就在这里炼丹，我出去丹城一趟，向你那个青云商会的小情人把那炉养颜丹要回来。”羚羊看到邱敏文要出去，想到自己离开宗门时没有与人打过招呼，要在这个空间里炼击天丹，他怕青灵儿担心，就说道：“敏文姐，你出去顺便帮我捎话回宗门，向清明老祖报个平安。”其实羚羊想报平安的人是青灵儿，并不是青蓝老祖，但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清明道人知道了他的消息，青灵儿这丫头也就知道他的消息了。邱敏文点头说道：“行，我给清明老祖打个招呼，就说你跟着我修炼几天，丹到大比时我送你去丹城。”他又从储物戒中取出几份药材，摆在羚羊面前，这些是我这些年收集的辅助药材，如果有养魂草，足够炼制好几炉养魂丹了。说完，邱敏文身影一闪，就消失在羚羊的面前。邱敏文离开后，羚羊才反应过来，自己身上都有着3文养颜丹，竟然忘记给邱敏文了，让邱敏文去向云溪儿讨要什么1文养颜丹，3文丹不香吗？突然羚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丹城广场上，云溪儿收走羚羊的那炉1文养颜丹，邱敏文那时没有一点的意见，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与羚羊还没有一点关系。现在邱敏文与他双修了2次后，羚羊就是他邱敏文的男人了，邱敏文就有了底气，向云溪儿讨回那炉养颜丹了。自家男人的东西，他云溪儿凭什么保管？想到这一层，羚羊都有些担心，邱敏文会不会因为养颜丹
与云溪儿厮打起来。林阳苦笑着摇摇头，不过转念一想，邱敏文毕竟是化神大能，应该不会跟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他收敛心神，开始研究起浑元灵炉来。这丹炉确实不凡，林阳将混沌之气注入其中，炉身上的符文立刻亮起，整个丹炉散发出柔和的光芒。炉内空间比清明老祖的丹炉大了数倍，而且那碧光滑如镜，隐隐有阵法流转。好炉！林阳赞叹一声，随即取出养魂草和其他辅助药材，开始准备炼制养魂丹。这时毒蛇珠儿的声音在林阳的识海里响起：“小子，养魂草是吸收阴煞之气生长的，属性极阴，融合药液是需要用你的混沌能量中和才行，否则……”呵呵。林阳确实对养魂草的药性不熟，对于掌控这种极阴属性的药材，心里没有一点底气，一时有些犹豫。养魂草过于珍贵，一共才4株，不可能像其他药材那样可以多实验几次，他浪费不起。他讪讪笑着对珠儿说道：“珠儿，你是6阶第1神炉，可不可以借混沌炉给我炼制这炉养魂丹？这样在我失误时，你也可以帮我纠正错误。”林阳的话还没说完，珠儿就打断了他的话：“小子，在你没有飞升到仙界，你想都不要想，我混沌炉什么时候炼制过这种低级的灵丹？炼丹都是依靠自己实践出来的，总是想着依靠别人的帮助，你永远成不了一代丹帝。你脑海里不是有那个元神的炼丹记忆吗？那些记忆只能是加快你成长的速度，并不能让你不用实践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丹师。有了那些记忆，照样要失败多次才能炼丹成功。”林阳就知道会被珠儿教训一番的，求人不如求己，还是依靠自己吧。他深吸一口气，将状态调整到最佳，准备开始研究养魂草。他先是将青色火鸟唤出，让他熟悉新的丹炉。青色火鸟一见到混元灵炉，立刻兴奋地鸣叫一声：“啾啾！”就像是见到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很是亲切。随即林阳就收到了青色火鸟的意念。原来青色火鸟与这个混沌灵炉以前就是一对合作伙伴，是一个9品丹师火焰和丹炉。后来主人陨落，他与丹炉就失散了。如今再次重逢，火焰与丹炉都是异常的兴奋。林阳也想不到还有着这种奇缘，在分别了几千上万年之后，这一对合作多年的伙伴再一次携手合作，走到了一起。青色火鸟绕着浑元灵炉飞了一圈之后，就钻入炉底，开始预热丹炉。林阳不敢一开始就液化整株养魂草，而是只液化提纯一片养魂草的叶子，一步一步地研究养魂草的属性。在林阳研究养魂草属性的同时，邱敏文已经来到了丹城青云商会。此时天色已经大亮，青云商会的大门已经打开，进进出出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邱敏文站在商会门口，散开神识笼罩住整个商会，查找云溪儿的住处。就在邱敏文的神识铺开的那一刹那，商会深处有着一道不弱于邱敏文的神识朝着他扫射而来。邱敏文亮出青鸾剑后，那道神识就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邱敏文知道这是青云商会的那个老东西觉察到了他的到来。当他看到邱敏文的身份后，神识就悄然离开。邱敏文知道这个老东西肯定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没有理会青云商会的这个坐镇化神，继续寻找云溪儿。搜索了一会，发现云溪儿正在商会家属区偏院内的一间卧室里，还在呼呼大睡。邱敏文微微一笑，就一个闪身出现在了云溪儿的卧室里。小丫头，该起床了。邱敏文的声音突然在卧室内响起。云溪儿听到声音吓了一跳，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火红短剑就握在手上。当他看到来人是那个带走林阳的蒙面女修时，就收起短剑，拍了拍胸脯，呼出一大口粗气，说道：“这位前辈，你不作声不作气的跑到我卧室里来做什么？林阳哥哥呢？”邱敏文轻笑一声，说道：“放心，他很好，现在他正在一个地方练习炼丹，丹到大比时，他会出现在比赛现场的。”云溪儿修为太低，探查不出邱敏文的修为，也就不知道邱敏文是一个化神大能。他想到这里是商会属地，有着化神大能在暗中护着，也就不惧怕邱敏文。他歪着脑袋，警惕地盯着邱敏文，问道：“那前辈跑来找我又是何意？”邱敏文也不喜欢弯弯绕绕，就直说道：“我来是取回林阳那瓶养颜丹的。”云溪儿下意识地护住他那个粉色储物袋，急忙说道：“不行，这是林阳哥哥的丹药，我要替他保管。”邱敏文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问道：“哦，你与林阳非亲非故的，凭什么替他保管？”我云溪儿一时语塞，但很快又倔强地抬起头，他眨巴着眼睛，声音怯怯地说道：“他是我的道侣，这样可以了吧？”说完，他的脸就绯红一片，羞涩的无地自容，恨不能找条的缝钻进去。邱敏文就咯咯大笑起来，说道：“小丫头，你以为我看不出你还是一个处子？待字闺中，完璧之身，何来道侣？”云溪儿急了，他本想撒个谎让这个讨厌的女人离开，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一眼就看出她是完璧之身，一时又羞又急，真的被邱敏文逼得没话说。情急之下，他用手指着胸前，顺口就说道：“他亲了我，还摸了我这里，难道这样还不算吗？”说完，他很是羞恼，恨不得掐死林阳。昨天晚上，林阳趁着他挽住胳膊的时机，就摸了一下，不，应该是2下。邱敏文听到云溪儿的话，就像是吞了一只苍蝇一样的难受，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咬着银牙暗暗骂道：“这个死林阳，回去后
我一定要剁掉你那只爪子。云溪儿咬了咬嘴唇，继续说道：“反正我是不会把丹药交给你的，除非羚羊哥哥亲自来要。”突然，他反应过来，这个女人与羚羊哥哥也不熟，凭什么他要拿走羚羊哥哥的丹药？小丫头抿了抿嘴巴，反问道：“这位前辈，你与羚羊哥哥又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要拿走羚羊哥哥的丹药？”邱敏文想不到这丫头反将一军，责问他来了。邱敏文气得要死，他总不能在这个小丫头面前承认与羚羊有双修关系吧？要是承认羚羊是他的男人，那脸就丢大发了。一个一流宗门的宗主，尊严何在？他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想到这炉丹药蕴含丹运，万金难求，对他以后悟道有着莫大的帮助。而且他今年已经有1600多岁了，若是无法突破到化神中期，恐怕很快就会变老，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有了这瓶养颜丹，就可以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炼制养颜丹的雨露草异常珍惜，也许这瓶养颜丹就是清玄大陆唯一的一瓶。正是他急需这一炉养颜丹，所以才迫不得已来与云溪儿抢夺。否则，他一个化神大能、一宗之主，也不会来这里与一个小丫头争抢一炉丹药。邱敏文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恼意。他堂堂化神大能，怎能在一个小丫头面前失了分寸？邱敏文冷哼一声，说道：“小丫头，伶牙俐齿，此丹蕴含道运，对悟道有着莫大的好处。此等宝物，岂是你一个炼气巅峰所能拥有的？难道你就不怕他会给青云商会带来灭顶之灾？”邱敏文修炼境界已经步入化神，以后修炼是以悟道为主。此丹，邱敏文志在必得。云溪儿也冷哼一声，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个丹药，用2只小手指轻轻捏着，在邱敏文面前晃了晃，得意地说道：“这颗丹药就是羚羊哥哥特意送给我的，是3文养颜丹。这位前辈，3文养颜丹呐，你从没瞧见过吧？羚羊哥哥3文养颜丹都能炼制出来，1文养颜丹还有什么稀奇？什么悟道不悟道的？3文丹我都拥有，别说1文丹，我青阳宗也不是一个软柿子，不是谁都可以拿捏的。”邱敏文用神识细看了一下云溪儿手里的养颜丹，真的是3文养颜丹，一时羞怒不已，银牙咬得咯咯作响，心里大骂羚羊：“好你个羚羊，都与我双修了，有这3文养颜丹都不送给我，这个小丫头只是让你亲了摸了，你就送她3文丹，回去后一定要给她好看。”云溪儿看到邱敏文那憋屈的神情，心里乐得不行。她精明得很，知道这个女人明里索要丹药，实则是来警告她，要她离开羚羊哥哥的，所以她在关键时刻就施展出杀手锏，一拿出这颗3文养颜丹来，就把这个蒙面女修打惨。邱敏文一时气恼至极，用手指着云溪儿：“你气的话都说不出来。”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溪儿，不得无礼！”一位白发老者凭空出现在房间内，正是青云商会的化神老祖云鹤真人。老祖！云溪儿惊呼一声，云鹤真人朝邱敏文拱了拱手，笑着点头说道：“邱宗主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小辈不懂事，还望见谅。”邱敏文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微微颔首，回了一礼，说道：“云鹤道友客气了。”云溪儿闻言瞪大了眼睛，他这才知道，眼前这位蒙面女子竟是青蓝宗宗主邱敏文，顿时吓得小脸煞白。云鹤真人看向云溪儿，说道：“溪儿，把丹药交给邱宗主。”云溪儿心想，你就是青蓝宗宗主也不行。他倔强的摇头，说道：“除非羚羊哥哥亲口告诉我，否则谁也别想拿走。”云鹤真人的语气严厉的喝道：“溪儿，放肆！”很是委屈的说道：“我收着羚羊哥哥的丹药，是想放在明天的卖会上拍卖，拍卖所得，我全部返还给羚羊哥哥。我并不是贪墨羚羊哥哥的丹药，他开始学习炼丹，需要大量的灵石购买灵草。邱宗主，你看这样可好？我希望明天你能带羚羊哥哥一起来拍卖会，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包间。”邱敏文现在神魂受伤严重，是无法动用灵力与化神修士大战一场的。刚才威胁云溪儿也是在强撑化神面子，现在云鹤真人出面了，邱敏文有些下不了台。听到云溪儿这么说，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台阶，邱敏文也就顺势退接住云溪儿递过来的台阶，说道：“好，既然丹药拿去拍卖，我也就不再索要回来了。明天我和羚羊会亲临拍卖会，就有劳小丫头安排包间了。”云鹤真人看到事情得以解决，就笑着说道：“邱宗主难得来我青云商会，不如到内堂喝杯茶。”邱敏文摇摇了摇头，客气道：“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在身。”说完，他看了云溪儿一眼，就一个闪身，身影就消失在原地。云溪儿这才松了口气，委屈地看向云鹤真人，撒娇说道：“老祖，你怎么帮着那女人说话？”云鹤真人叹了口气，很是溺爱地看着云溪儿，笑着说道：“傻丫头，那可是化神大能，东域3大一流宗门的宗主，你怎敢如此无礼？若非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今日怕是要吃大亏。以后记住了，化神不可辱。”云溪儿还想说什么，云鹤真人摆了摆手，警告说道：“好了，那个叫羚羊的小子，你最好离他远点。能让邱敏文亲自出面，此子来历不简单，牵扯的因果太大。青蓝宗10多个化神大能，我们青云商会才2个化神，我们青云商会承受不起青蓝宗的压力。商会秉承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这是祖训，不要因为羚羊一个小修士得罪一个一流宗门。”云溪儿低下头，眼中却闪过一丝倔强。邱敏文离开青云商会后，
心中郁结难消。他越想越气，自己今天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完败，这让他郁闷的都要发狂。这一切都是林阳这个混蛋造成的，竟然将3文养颜丹送给一个黄毛丫头，却对自己只字未提。这个混蛋，我回去要你好看。邱敏文咬牙切齿，身形一闪，加速返回秘境。就在邱敏文和云仙儿在青云商会激烈交锋时，林阳正全神贯注地研究养魂草的属性，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浑元灵炉内的变化。突然，丹炉内传来一声轻响，那滴药液竟然化成了气雾。唉，又失败了。林阳叹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这已经是第4次尝试液化养魂草叶片了，每次都在提纯的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那株养魂草，9片叶子用去4片，只有5片叶子了。林阳经过多次在脑海里复盘失败的经过后，又开始了第5次试验。林阳深吸一口气，将全部心神投入到丹炉中。青色火鸟在炉底欢快地跳跃着，将炉温控制得恰到好处。养魂草属性极阴，用纯阳能量中和，方可平衡阴阳。林阳喃喃自语，指尖凝聚出一缕紫金色的混沌能量，缓缓注入丹炉。炉内的养魂草叶片在高温下逐渐软化，渗出晶莹的绿色液滴。林阳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快了！他屏住呼吸，看着那滴绿色液体在混沌能量的包裹下逐渐变成淡金色。突然，丹炉里的药液开始沸腾起来。经过前面几次试验，他已经知道这是阴煞之气的暴走前的征兆。林阳急忙打出一股混沌能量，把药液包裹起来。药液中的阴煞之气与混沌能量中所蕴含的纯阳能量相互交融，阴阳交泰。在丹炉里的药液达到了阴阳平衡后，那沸腾的药液慢慢的平静下来。由此可见，养魂丹并不是每一个丹师都是可以炼制出来的，必须要具备纯阳体质的丹师方可炼制成功。林阳终于完成这片养魂草叶子的液化和提纯，而且提纯率还达到了9%，已经接近精品丹药所要求9%提纯度的要求了。经过4次失败，林阳基本上掌握了养魂草的药性。接下来，林阳就大胆地把整株养魂草全部扔进丹炉里，同时把所有的配药也都放进丹炉，用混沌能量辅助统一提纯。只有统一液化提纯所有药材，才能炼制出3文丹药。就在这时，载着满腔怒火的邱敏文回到了秘境，他展开神识一扫，发现林阳还在丹房里。他气冲冲的就朝丹房冲去。今天不剁掉林阳那只爪子，难消他邱敏文心中的怒气。邱敏文推开房门，正要发作，他发现林阳全神贯注地站在混元灵炉前，神情专注地操控着火焰，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连邱敏文推门进来，林阳都没有发觉。邱敏文心中的怒火也被林阳的那专注的神情浇灭了。他在路上想好了那些呵斥林阳的话，卡在喉咙里，再也说不出来，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林阳在全心投入的炼丹。邱敏文看着林阳这无比认真的样子，觉得很是迷人，心里不由得悸动了一下。他忍不住就拿出一块帕巾，走到林阳身边，轻轻地为林阳擦出额头上的汗珠。看着被汗水浸湿了的帕巾，邱敏文心里猛然一惊，他是一流宗门的宗主啊，怎么就做出给林阳擦汗了这样小女人的事情来了？今天跑到商会与云溪儿争抢丹药，都让他都感到莫名其妙。也许他自己都不清楚，昨晚与林阳的神魂交融，让他难以自控，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宗主。明知不该动情，他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深陷其中了。这时，丹炉中紫金色的混沌能量与翠绿色的药液交织流转，形成一幅奇妙的图案。整个丹房内弥漫着浓郁的药香，让人闻之神魂都为之一振。邱敏纹身为化神修士，自然看得出林阳此刻正处于炼丹的药液融合环节。更让他震惊的是，那丹炉中的药液竟然在自行旋转，隐隐形成3道玄妙的纹路。3股丹乐，邱敏纹美眸圆睁，差点惊呼出声。他这才明白，为何林阳能随手送给云溪儿3文养颜丹，原来这小子竟有炼制3文丹的本事。这时已经到了凝丹阶段，也是炸炉一发阶段。在林阳刚提高火焰的温度后，丹炉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炉盖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的砰砰作响。邱敏文脸色一变，这是要炸炉的前兆，小心！他顾不得其他，一个闪身来到林阳身旁，化神期的灵力汹涌而出，帮助稳定丹炉。林阳此刻也是额头青筋暴起，喝道：养魂草的阴煞之气过重，需要大量的混沌之气才能达到阴阳平衡。林阳一咬牙，拼了！混沌霸体诀启动，混沌神体第2层全开，混沌神体里的能量朝着混元灵炉席卷而去，把整个丹炉都包裹起来。混沌炼气诀也急速运转，丹田里的混沌阳气疯狂输出，一股接着一股不停地输入到丹炉里。这是林阳第一次同时运转体修和法修2大功法。邱敏文二话不说，一手按在林阳后背，精纯的灵力源源不断输入他体内。同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灵力进入林阳体内后，竟然自动转化成了一种阴阳合一的奇特能量。大量的混沌能量中和了养魂草蕴含的阴煞之气后，丹炉终于渐渐稳定下来。凝丹结束后，就进入到了炼丹的分丹环节，这是炼丹最后一步，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又过了半刻钟后，丹炉中飘出了一股浓郁芬芳的药香。林阳长舒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笑道：成了。
紧接着丹药盖子啪的一声打开，林阳顺手就打出收丹诀，10颗颗金灿灿的养魂丹从丹炉口飞了出来，依次钻进林阳事先准备好的瓷瓶里。邱敏文急忙拿起瓷瓶，倒出1颗丹药放在手掌心里，认真的端详着。丹药上清晰可见3道像是流动着的云朵纹路，这就是所谓的3道丹韵。丹药圆润而饱满，散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药香。90多年来，邱敏文梦寐以求的养魂丹，此刻就在眼前，而且还是3文丹。林阳，邱敏文声音哽咽，眼中泛起泪光。谢谢你。邱敏文深吸一口气，毫不犹豫地把丹药放进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温润的能量，流进邱敏文的体内，瞬间扩散至4肢百骸，最终汇聚于识海，滋养着他受损的神魂。他闭上眼，感受着神魂被一点点修复的舒畅感。林阳看着他沉浸在疗伤的愉悦之中，心中一动，凑到他耳边低声道：“敏文姐，现在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邱敏文睁开眼，眸中水光潋滟，他轻推了林阳一把，娇嗔道：“急什么？等我炼化完药力再说。”林阳坏笑着就抱起邱敏文，看了一眼放在墙边的桌子，心里想到：铁金木挺结实的，而且不高不矮，就笑着抱着邱敏文走了过去，把它放在桌子上，说道：“炼化药力的时候，有我的混沌能量的帮助，效果更加好。”邱敏文还想反驳，唇却被林阳封住。林阳你，只能发出含糊的呜咽声。邱敏文的神魂伤在丹药和混沌能量共同滋润下，痊愈得非常快，使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林阳持续不断地输送着混沌能量，突然他感到邱敏文的元神想要进入他的识海，这意味着邱敏文还要与他进行最深层次的神魂融合。林阳在混沌炉和昆城元神躲藏后，再次放开识海，邱敏文的元神迫不及待地钻进林阳的识海里，轻车熟路一般抱起林阳的神魂，两人的神魂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一次邱敏文没有保留，尽情放开一切神魂，吸收林阳的混沌能量，两个人的能量相融，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紧密，达到了灵魂共振、阴阳相融的至高境界。林阳能清晰地感受到邱敏文神魂的每一处创伤，以及养魂丹药力修复的过程。林阳，帮我！邱敏文的神魂传递来这样的信息。林阳会意，控制着混沌能量包裹住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处，在混沌能量的催化下，养魂丹的药效发挥到了极致。时间1分1秒的过去，当邱敏文最后一个伤处愈合时，他整个人焕发出惊人的光彩，化神期的威压不受控制的释放出来，整个房间都在微微震动。我痊愈了。邱敏文睁开眼，眸中金光闪烁，90多年的痛苦一朝消散，让他欣喜若狂。他从桌子上坐了起来，紧紧抱住林阳，在他脸上连亲了好几口。谢谢你，林阳，谢谢你。林阳被邱敏文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能得到高高在上的美女宗主的肯定，心情很是美丽，一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修炼之中。不知不觉间2个时辰过去，此时的林阳已经疲惫不堪，而邱敏文还在闭目沉浸在修炼的愉悦之中。林阳2条腿都站麻木了，只好抱起邱敏文走进卧室。又是1个时辰过去，林阳才停止了功法的运转，他背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心情很是轻松愉悦。他看着趴在他怀里容光焕发的邱敏文，心里不由得涌出一股自豪感来。东域3大宗门之一的宗主，高高在上的化神大能，趴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只波斯猫一般的温顺。邱敏文眨巴着眼睛，静静地看着林阳，脸色也慢慢变得有些阴沉下来，问道：“林阳，你与青云商会的那个小丫头是什么关系？”林阳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刚才还高兴的大喊大叫的邱敏文，怎么一下就变脸了？林阳顺口就说道：“就是一般普通朋友的关系。”敏文姐，怎么了？邱敏文一下就从林阳身上蹦了起来，嗔怒道：“那他怎么说你是他的道侣，还说你亲了他？”接着邱敏文做了一个动作，语气冰冷地说道：“最可恨的是，他说你的手抓了他的这里。”林阳差点跳起来：“冤枉啊！我绝对没有！”邱敏文突然伸手掐住他的耳朵：“死林阳，敢做不敢当！疼疼疼！宗主饶命！”林阳哀嚎道：“我真的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不是2下，还摸了2下。”邱敏文手上加力，看来是教训的不够啊。洞府内顿时响起了林阳凄惨的求饶声。林阳被邱敏文弄得一时火气，就一把搂住他，把他摁在床上，想狠狠地修理一顿。邱敏文一个翻身，就把林阳压制在下面，一下套住了他。2个人就这么在床上打闹起来。邱敏文忍受了90多年的神魂伤痛，一朝痊愈，心情大好，一时就放飞自我。在套住林阳后，又开始疯狂地修炼起来。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修炼中2人的气息相互交融，慢慢变强，境界随着阴阳交泰在稳步提升。林阳由于长时间的炼丹，精神消耗巨大，一番折腾下来，已经累得不行了。他就那么躺着，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邱敏文看着一下就睡过去的林阳，苦笑不已。他还在修炼着，林阳竟然就睡着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也知道今天林阳炼丹辛苦了，他就收起功法，结束了修炼，坐在一旁，静静地凝视着熟睡中的林阳，心中思绪万千。他冷静下来，梳理着这一天来自己的情感经历。开始是他把林阳捉来秘境，
是想要羚羊为他炼制带有丹纹的运神丹，以缓解他神魂上的疼痛。后来发现羚羊的混沌之气对他的神魂伤有治疗神魂伤的疗效，就迫不得已与羚羊双修疗伤。双修了2次后，不知不觉中他动情了，在情感的冲动下，还跑去青云商会与云希儿索要丹药，做出很是身份的事来。现在他很是懊恼当时的冲动，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傻女人。一旦冷静下来后，邱敏文就有些后悔当时的行动了，他的心一时就乱了，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处理与羚羊的关系了。邱敏文知道他与羚羊这情感是禁忌之恋，没有结果的。如果他与羚羊在一起，会受到很大的阻力，除非他放弃青蓝宗宗主的位置。宗门长老会是绝对不允许他与羚羊结为道侣，他俩的关系一旦公开，白景泉就会立即要求宗门长老会罢黜他的宗主之位。现在的青蓝宗内有白景泉一派在暗中处事，外有玄阴宗虎视眈眈，可谓是内忧外患，处在危机的边缘。邱敏文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羚羊和青蓝宗宗主的位子，他只能选择一个。放弃羚羊，他有些不舍；放弃宗主之位，他不甘心。他不想被人就这么罢免去宗主之位，一旦他失去了宗主的位置，肯定会遭到白景泉的清算。他邱敏文还有他身后支持他的人，都会受到白景泉的灭杀。为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宗门里支持他的人，邱敏文绝对不能放弃宗主的位置。他还要带着青蓝宗走向强大。邱敏文很是痛苦，一直熬到天快蒙蒙亮时，他最终选择了权力，被迫放弃情感。但是他又觉得这对羚羊来说太残酷了，很是有些不忍心。邱敏文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他所有的中品灵石，数了一下，还有3000多块。想到以后羚羊要练习炼丹是需要购买灵草，对灵石的需求很大，邱敏文就把所有的3000多块中品灵石，还有羚羊炼制出来的那9颗养魂丹，全部装进一个储物戒指里。灵石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另外还有极品灵石，不过很少见。1块上品灵石可以换100块中品灵石，1块中品灵石可以换100块下品灵石。邱敏文这3000中品灵石也值30万下品灵石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大数目。他看了一眼睡梦中羚羊，就悄悄爬了起来，捡起刚才双修时羚羊扔在地上的衣服，把储物戒指放进了他的衣兜里。邱敏文知道，如果直接给羚羊灵石，羚羊肯定会拒绝的，他也只能偷偷帮他一把。然后他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沉睡中羚羊，一直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卧室。邱敏文站了起来，俯身下去，娇唇对着羚羊的唇轻轻触碰了一下，轻声说道：“羚羊，对不起，我会铭记你一辈子的。谢谢你给我疗伤，也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爱的甜蜜。但是我不能陪你一起走下去，请你原谅我的自私。”他深吸一口气，便恢复了往日的清冷，整理好衣服，叫醒了羚羊。看着羚羊睁开了眼睛，邱敏文端正神态，声音淡漠地对羚羊说道：“羚羊，从此刻起，你我恢复宗主与弟子的关系吧。你要把昨天的事全部给我忘记掉，知道吗？今天的拍卖会肯定有着青蓝宗的人过来，我就不同着你一起去了。”羚羊看了一眼站在窗台下的邱敏文，那张娇嫩的脸蛋上不再是妩媚与娇羞，而是清冷而严肃。他发现一觉醒来后，一切都变了。昨晚的柔情已随着尘封逝去，他与邱敏文的情感又回到了原点。他羚羊还是那个落日风的杂役弟子，而邱敏文再不是他怀里的那个温顺小女人了，而是高高在上的青蓝宗宗主。两个人的身份与地位天差地别。羚羊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明白生活不是柔情蜜意，而是血淋淋的残酷无情。羚羊随即就回过神来，急忙向邱敏文行了一个弟子礼，说道：“弟子谨遵宗主教诲，昨天的事弟子就当作是一场梦好了。现在梦醒了，弟子也清醒了。”邱敏文内心很是有些不舍，但是为了宗主的尊严，为了青蓝宗不发生内乱，为了站在那权力顶峰，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背后那些支持他的人生命安全，他只能忍痛放弃自己的情感，做一个薄情的女人。邱敏文很是不忍心地看了羚羊一眼，说道：“你替宗主疗伤，立下大功，我回宗门后会晋升你为亲传弟子，以提高你的身份，以便于你日后进入青蓝宗的高层。一个杂役弟子是没有上升空间的。”羚羊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亲传弟子，清明老祖和上官峰主也多次提出要提携弟子为亲传，但是弟子都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还是算了吧。我没有一直都留在青蓝宗发展的打算，我觉得还是做个杂役弟子实在，可以随时离开宗门，比较自由。”邱敏文没有想到羚羊会拒绝他的提携，心里感到无比的失落。他是多么希望羚羊能够接受他的提携，做青蓝宗的亲传弟子，以后等羚羊进入宗门高层后，他俩还有希望才一起。羚羊的拒绝基本上就断绝了两个人再续前缘的可能了。邱敏文忍着心痛问道：“你不想留在青蓝宗，是不是因为我生我的气了？”羚羊摇头说道：“宗主，你想多了。我的理想是走遍整个清玄大陆，解开飞升之谜，去上位面玄灵大陆修炼。我不会因为某个人束缚自己的脚步。通过这一天多时间的交往，我明白了，你追求的是青蓝宗的权利，我追求的是星辰万界。路不同，分开也是必然的。”邱敏文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一挥衣袖，一条丝巾卷起羚羊，腾空而起，随即就消失在秘境空间里。
邱敏文还在羚羊远去的背影，一颗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从眼眶滑落下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呼啦啦的风声中，羚羊脚下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急速后退。没一会儿，他就飘落在丹城的广场上。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丹宗广场上与往常一样，已是热闹非凡。羚羊站在喧闹的广场上，一时思绪万千。离开这个广场时是晚上，再回到这里已经是第3天的清晨了。这2天时间，羚羊就像是做了一个梦一样。他苦笑着问珠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看待邱敏文？珠儿老气横秋地说道，从利益角度来说，你赚大了。1，你只用1颗养魂丹就赚了30多万灵石和一个极品灵宝丹炉。2，与高高在上的美女宗主双修，而且还得破了她的手工杀，足够你在这个大陆吹上千年牛。3，吸取了她的纯阴能量，你的混沌神体距离晋级第3层也就是1步之遥，目前完成了9成，只差1成。4，这个女人明显是对你有着很深的情感，以后你还有机会与她共度良宵的可能。羚羊很是不解，我怎么就赚了30多万灵石了？我亏了一炉3文养魂丹好不好？珠儿忍住笑说道，那个宗主放不下面子，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中品灵石都偷偷塞进了你的兜里，还有剩下的9颗养魂丹。羚羊急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衣兜，果然发现了一枚储物戒指。他打开储物戒指一看，里面除了那瓶养魂丹，还有3200多枚中品灵石，另外还有那条在他炼丹时邱敏文帮他擦汗的白色帕巾。羚羊拿出洁白的帕巾，显然是洗过，上面留有邱敏文那淡淡的体香。羚羊苦笑着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就把帕巾收进储物戒指里，就朝着青云商会的拍卖行走去。当羚羊走到商会的拍卖会门口时，发现拍卖会的门口排着2条长长的队伍，而且有着很多的女修，她们都在议论着养颜丹的话题。一个黑衣蒙面女修说道，我都等了50多年了，才等到青云商会有养颜丹拍卖。另一个胖墩女修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听说还是1文丹，而且有7颗之多，这次我无论如何都要拍1颗回去，不然我这体重还得增加。看来青云商会有养颜丹要拍卖的消息透露出去后，一些女修闻风而动，都连夜赶到丹城来竞拍。羚羊估计那个蒙面女修肯定是面容有疤痕或者有缺陷，是希望通过养颜丹来重焕光彩。羚羊本想着去排队，可看到一些人都到那边窗口缴纳灵石，一打听才知道入场还要缴纳5块下品灵石入场费的。就在羚羊准备过去缴纳灵石时，云希儿的小脑袋从2楼的一个窗口伸了出来，她摇了摇头上的2个小马尾，很是惊喜地朝着羚羊喊道，羚羊哥哥，这边，你站在那里等我一下，我下来接你。羚羊微微笑着向云希儿挥了挥手，突然他感觉到一股阴冷的神识在他身上扫视而过，他急忙撒开神识追击过去，只见对面3楼上的一个窗口站着一个白净青年男修，长得也是一双3角眼，正在用一种恨意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他苦笑不已，云希儿的那一嗓子叫喊给他带来了一个暗中的嫉恨者了。与美女交往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一不小心就会遭人闷棍的。羚羊都不知道在这个青云商会，云希儿有着多少追求者。如果羚羊与云希儿再这么亲密交往下去，云希儿的每一个追求者都有对羚羊下手的可能。想到这里，羚羊马上就提高了警惕心。今天的这场拍卖会，玄阴宗也会有人来的。丹宗的顾勋成，那天他笑眯眯地说是不计冤仇，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还有那个丹宗的2品丹师郭刚，肯定是不会放过羚羊的。当然，也有青蓝宗的淼君，随时都有向羚羊下毒手的可能。这样算来，羚羊的敌人还是挺多的。他参加这场拍卖会，不知道是祸还是福。云希儿从青云商会侧门小跑出来，她今天不再是男装打扮，而是一袭红裙，在晨光中格外醒目，头上2个小马尾随着她的步伐欢快地跳跃着。她轻快地朝着羚羊跑了过来，就像是一只红色的蝴蝶翩然而至。羚羊哥哥，她一把抓住羚羊的手臂，眼睛弯成了月牙。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周围排队的人群顿时投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羚羊感受到3楼那道阴冷视线更加锐利了，不由得苦笑说道，希儿，你这样大呼小叫，怕是要给我惹麻烦。云希儿扬起小脸，满不在乎地说道，怕什么？在青云商会的地盘上，谁敢动你，我就让谁不好过。他挽住羚羊的胳膊，就朝旁边那个侧门走去，边走边问道，那个蒙面女修怎么没来？我想不到她还是青蓝宗的宗主啊。羚羊没有回答云希儿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她昨天是不是来商会找过你？云希儿点了点头，说道，不提她了，我不喜欢她。羚羊看到刚才3楼窗口站着的那个青年，此刻把头伸出窗口，鼓起眼睛死死盯着他俩。那人是谁？羚羊朝着对面的3楼望了一眼，云希儿顺着羚羊的目光看去，撇撇嘴说道，商会大长老的孙子易阳为，烦人的很，整天缠着我，别理他。进入拍卖场，羚羊才发现内部空间远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显然是用了空间扩展的法阵。中央是一个圆形高台，四周环绕着3层席位，最起码可以容纳3000人，最上层还有40多个包厢，显然是给贵宾准备的。看到座位差不多满员了，外面还陆续有人进来，羚羊不由得感叹，今天来的人真多。环顾四周，发现不少气息强大的修士
甚至有几个明显是元婴高手。云溪儿得意地笑道：“还不是因为你的养颜丹。”消息传出去后，三大宗门来了好多女修，还有附近几个城池的女修都赶来了。我爹说，这次拍卖会可能是近10年来最热闹的一次。不过拍卖现场有化神大能坐镇，安全没有任何问题。他带着林阳径直走向2楼的6号包厢，包厢门口站着2个侍女，见到云溪儿和林阳，立刻躬身行礼：“大小姐好，公子好。”一个侍女急忙打开包厢的门，云溪儿轻轻点了点头，拉着林阳就走进了包厢。云溪儿拉着林阳坐下后说道：“林阳哥哥，你先在这里休息，我去准备一下拍卖事宜，等会再来陪你。”林阳还想拿出一颗养魂丹出来交给云溪儿拍卖的，没想到他已经蹦蹦跳跳的跑开了。他摇了摇头，打量了一下包厢，发现里面布置的极为舒适，不仅有柔软的座椅，还有灵果和灵茶供应。最让他惊讶的是，包厢正对拍卖台的那面墙竟然是单向透明的，从里面可以清楚看到外面，但从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这青云商会果然财大气粗，林阳感叹道，随手拿起一个灵果咬了一口，甘甜的汁水立刻充满口腔，同时一股温和的灵力流入经脉。就在这时，透过包厢的透明墙面，林阳看到了苏诗琪和碧莲峰的峰主楚梅坐在正对面的看台上，落日峰的莫老鬼以及玉女峰的红莲仙子也来了。这几个青蓝宗的峰主都没有要包厢，林阳觉得有些奇怪。林阳没有发现圣女青灵儿，林阳给了青灵儿3颗养颜丹，如果青灵儿想要养颜丹，他会向林阳讨要。这样的拍卖会对青灵儿吸引不大。林阳展开神识扫视了一圈这个场地，发现穿3大宗门服饰的人很多，也有一些2、3流宗门的人和各大城池的一些修真世家的人，其中女修超过60%以上。不过那些包厢是隔绝神识的，林阳无法看清楚每个包厢里坐着一些什么人。而林阳的那几个敌人，他只看到了丹宗的顾勋成和郭刚，淼君并没有出现。林阳知道，要抓他这样一个小修士，玄阴宗的书生和淼君这样的大能人物是不会亲自出手的。在这个拍卖会现场，肯定有玄阴宗和淼君的人。正当他思索间，拍卖场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中央高台亮起柔和的光芒。一位身着锦袍的中年男子走上高台，朝着四周看台拱了拱手，说道：“本人云轩，是这场拍卖会的拍卖师，热烈欢迎各位道友莅临青云商会拍卖会。本次拍卖会将有30件珍品亮相，其中包括7颗异文养颜丹、神秘炼器材料以及1件中品灵宝。”声音洪亮，传遍整个会场，台下顿时响起一阵议论声。林阳注意到，当提到养颜丹时，不少女修都挺直了身体，目光热切。云轩简单介绍完规则后，拍卖会正式开始。前几件都是些普通法宝和灵药，虽然竞价激烈，但并没有引起林阳的兴趣。林阳从来没有参加过拍卖会，今天他只是想过来增长一下见识，同时看看自己的丹药在市场上反应。他没有打算竞拍什么东西。就在第8件拍品被一个侍女端上拍卖台时，尸海里的混沌炉却突然震动起来。紧接着珠儿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声音很是急促：“小子，不管花出多大代价，都要拍下这第8件竞拍品，如果拍不到，抢也要给我抢回来。”林阳闻言心里一惊，这是什么宝贝，值得不惜一切代价竞拍？林阳紧紧盯着侍女手中端着的那个托盘，托盘上用1块红布盖着，由于红布可以隔绝神识探查，所以林阳看不出托盘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看到林阳没有回答，珠儿的声音又急促地响起：“小子，你听没听到我刚才的话？”林阳没好气地说道：“你那么大喊大叫的，我能听不到吗？你放心，我会尽量拍下。”珠儿的声音变得有些严厉：“不是尽量，而是一定要拍下。”这时云轩揭开托盘上的那块红布，林阳神识扫过，发现托盘上放着一块漆黑的3角形残片，面积差不多有1/3个托盘大小。揭开红布后，云轩朝着四周拱了拱手，大声说道：“各位请看，这个是一块上古炼器材料，似金非金，似玉非玉，具体是什么材料无人知晓。此炼器材料质地非常坚硬，极品异火融化不了，极品灵宝刀剑斩不烂。如果能够炼制成刀剑类武器，品质肯定在灵宝之上。灵宝之上是什么？那就是道器。在清玄大陆，拥有1件道器，就意味着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挑战。金丹战元婴，元婴战化神，这些都不是梦想。”云轩的话音刚落，整个拍卖场馆就一片哗然。有人被云轩的话激励得热血沸腾，跨一个大境界挑战，那是妖孽中的妖孽，想想就让人激动。一个修士耻笑道：“极品异火都融化不了，还怎么炼制？清玄大陆最高级别的火焰就是极品异火了，这样的东西买回去难道当作看牌吗？”另一个修士急忙拉了一下他，说道：“有些炼器大师有着特殊法门，提高火焰的温度，可以溶解极品异火溶解不了的炼器材料。”林阳很是认真地打量着那块材料，突然他心里一动，顿时就惊骇不已。这块残片莫非是……林阳一时就想起了混沌炉炉口那个缺口形状，与这块残片的形状正好对应得上。他很是激动地用意念问道：“珠儿，那块残片就是混沌炉炉口缺失的那一块吗？”珠儿的声音很快就在林阳的耳畔响起：“不错，正是我炉口缺失的残片。找回来这块残片，就可以补全炉沿那个缺口了。虽然还缺2耳3足，但也算是一个完整的丹炉，这样我的实力和记忆都可以恢复一些。”林阳做梦都想不到，
来参加这个拍卖会，竟然还能碰到混沌炉身上遗弃的残片，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羚羊天生混沌神体，自带空间，而混沌炉也是混沌神体不可或缺的。混沌炉的实力和记忆恢复一些，就意味着羚羊的实力提升一个层次。羚羊死死盯着拍卖台上的那块黑色残片，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这时，混沌炉的残片已经开始竞价了，底价是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羚羊不准备马上就出价，他想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到关键时刻出重手一击，直接拿下残片。他身上有着邱敏文送的3200多中品灵石，加上广场斗丹赢了郭刚的1万灵石，还有2个筑基修士的储物戒指，一共加起来，羚羊身上的下品灵石达34万。他有足够的底气拍下这块残片。羚羊冷静地观察着场上的竞价情况，起初只有零星几个炼器师在试探性出价，价格缓慢攀升到2万灵石。突然，3楼9号包厢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5万灵石！全场一片哗然，价格直接翻了1倍多。羚羊眯起眼睛看向那个包厢，可惜无法看清里面的人。6万！羚羊对面2楼15号包厢传来清脆的女声：9万！沙哑声音立刻跟上，价格抬到了9万灵石后，2楼15号包厢里的清脆女声再也没有出价。沉默了3个呼吸过后，拍卖师云轩举起拍卖锤，开始计时。9万灵石第一次，9万灵石第二次。就在羚羊准备出价时，看台上一个满脸胡须的黑高汉子大喊一声：12万灵石！黑高大汉的强悍出价吓了所有人一跳，一下就加了3万灵石。就在所有人震惊黑高大汉的出价时，3楼9号包厢的沙哑声音开口就喊出了15万。接下来2个人相互竞价，没多久，3楼9号包间把价格就抬高到了29万。羚羊一时就有些紧张起来，他身上加起来才34万灵石左右，按着目前的这种趋势下去，最后的竞拍价突破40万都有可能。羚羊深吸一口气，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座椅扶手，他心里很是着急，想到自己身上还有9颗养魂丹，实在不行就压上这9颗养魂丹。羚羊心想，在珍稀丹药排行榜上第1位的养魂丹，9颗3文养魂丹最起码也能够值40-50万灵石吧。羚羊看到黑高大汉额头已经流出了汗珠，显然已经到了极限。黑高大汉举起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30万！而3楼9号包厢的声音依然沉稳：32万！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个价格震惊了。黑高大汉摇了摇头，叹气一声就坐了下去。现场沉默了3个呼吸之后，云轩举起拍卖锤：32万第一次，32万第二次。看到黑高大汉退出竞价，拍卖师举起了拍卖锤，羚羊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喊道：33万！羚羊的话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羚羊所在的包厢，他们都想不到价格出到了30多万了，还有人出价竞拍。3楼9号包厢沉默片刻，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2楼6号包厢那位道友，此物对老夫有大用，还望割爱。羚羊微微一笑，说道：抱歉，此物对在下同样重要，请前辈谅解。听到羚羊这么说，3楼9号包厢再也没有传出声音来。第8件拍品的价格最终定格在33万灵石。羚羊还以为3楼9号包厢会与他血拼一场的，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出价，对方就退缩了。事情看来很是诡异，对方与黑高修士一直都拼得那么凶狠，压着黑高修士打，没有想到羚羊一出价，对方就妥协了。羚羊也没有想那么多，残片到手比什么都重要。这时整个拍卖场都沸腾起来，一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炼器材料，价格出到了30多万。来参加拍卖会的修士都纷纷议论起来：不值啊，30万都可以买极品灵宝了，一块砍不动咬不烂的炼器材料，价格竟然如此离奇。另一个人也笑着说道：这叫有钱任性，别人坐包厢，你坐硬板凳，这就是区别。如果炼制出道器来能做到金丹斩元婴，元婴图化神，我问你心动不心动？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不过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价格已经远超残片的实际价值，他们都纷纷好奇，这个2楼6号包厢里坐着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真的是人傻钱多。一些精明的人已经看出来其中有些不太对劲，这样一块只有极少数炼器是用秘法才能熔炼的炼器材料，几万灵石成交还有可能，20万甚至30多万灵石还争抢着出价，就不合常理了。这明显是不正常，说不定那几个人都是青云商会的托。很多人都叹息2楼6号包厢里的人做了一个冤大头，被宰了30多万。拍卖师云轩连喊3声后，一锤定音，恭喜2楼6号包厢里的贵客以33万灵石拍得此宝物。说着他就把那块残片用红布包着，放在一个传送凹槽里，输入206这个号码，眨眼间残片就传送到了羚羊的2楼6号包厢。羚羊急忙拿起残片，残片就化作一道流光，就没入羚羊的识海里。接着珠儿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小子，接下来我需要融合残片，没事不要打扰我。羚羊把自己身上的灵石凑够33万，装在一个空储物戒指里，然后就把储物戒指放进包厢里的传送凹槽，储物戒指很快就被传送走了。羚羊苦笑不已，邱敏文给他的3200多中品灵石还没捂热就全都花出去了，现在他身上所有的灵石加起来也就剩下1万块左右。这时羚羊包厢门突然被推开，
云希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她一停下来就气呼呼地说道：“羚羊哥哥，你被骗了，被商会大长老他们骗了。”接着她很是懊恼地扯了一下自己马尾，很是自责地说道：“这都怪我没有陪在你身边，让你白白被他们骗走了33万灵石。”羚羊一时都被云希儿整懵了，他花33万灵石拍下残片，怎么就被人骗了呢？这残片不是假的呀？难道还有什么隐情？云希儿看到羚羊还是一副疑惑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嗔骂道：“羚羊哥哥，你笨死那！你老实的经常被人欺负。”羚羊还是不解，他摸了一下脑袋，讪讪地问道：“希儿，你说清楚，我怎么就老被人欺负了？”云希儿咬着牙嗔，怒地掐住羚羊的胳膊，娇嗔说道：“被我欺负，被那个蒙面女修欺负，被三角眼丹师欺负，还有被商会大长老他们欺负。你看看，是个人都敢欺负你这个呆子！一瓶价值几10万灵石的丹药，我说帮你保管，你就给我保管，这不是傻是什么？”羚羊被云希儿掐得生疼，大声求饶说道：“哎呦呦，疼！我的姑奶奶，你轻点，我这不是信任你吧？要是别的人，我才没怎么傻把丹药给他保管。”云希儿轻哼一声说道：“正是因为你相信别人，所以才被他们骗走了这33万灵石。”接着云希儿就解释说道：“这是商会大长老他们做的一个杀猪局，那块坚硬的炼器材料是大长老一长聚的，3楼9号包厢里的客人是一长聚的大舅子，他是一个2流宗门的长老，还有那个黑高大汉也是一长聚的托，是来演戏给你看的。真正的竞拍者只有2楼15号包厢那个女修，那个女修到了9万就撤了。羚羊哥哥，你不想想，这么一块连极品异火都融化不了的铁疙瘩，会有人愿意花几10万灵石争抢吗？而且你一出价，9号包厢里的人就没有出价了，这正常吗？”羚羊在脑海里复盘了一下整个拍卖过程，发现确实是很是诡异。就是那个9号包厢一开始就把价格出到5万灵石，有2楼那个女修竞价后，他直接就把价格卡到9万。如果这个时候那个女修出价10万的话，估计这件残片就是2楼那个女修的了。可惜女修没有再出价。就在冷场之际，黑高汉子出场了，他与3楼9号包厢里的人一唱一和，便宰到了羚羊30多万。羚羊一心想着要拍下残片，当时没有心思考虑别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发觉自己确实是被人当猪给宰了一刀。按理来说，残片的合理价格应该在10万灵石以下的，这就相当于羚羊被他们几个骗去了23万。修真世界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就被人给害了。看着羚羊在发愣，云希儿叹息一声说道：“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出价，你一出价我就来不及阻止了。”说着云希儿就拿出在广场赢下的那18万灵石递给羚羊，眨巴着眼睛说道：“羚羊哥哥，这18万灵石你拿着吧，你一下被骗走那么多灵石，就没钱买灵草炼丹了。”羚羊闻言心里就涌出一股暖流来，他轻轻拍了拍云希儿的手背说道：“傻丫头，那块残片对我有大用，花30多万不亏。再说我能够炼制出3文丹，只要炼一炉3文丹出来，20-30万灵石不就赚回来了？”云希儿一愣，随即就骂道：“炼丹药就不要本钱了，炼制养颜丹的主要雨露草是珍稀名贵药材，一株都得上10万灵石了，而且有价无市。”羚羊笑了笑说道：“亏了灵石，能得到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亲自跑来责怪我，也是值了。这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云希儿伸手就拍打了一下羚羊，嗔骂道：“就你油腔滑调，丢了那么多的灵石，心态还这么好。”接着就开心的笑了起来，挨着羚羊就坐了下去。他靠着羚羊的臂膀，美眸中满是崇拜，柔声说道：“羚羊哥哥，我好崇拜你哦！随便炼制出来一炉丹药就是3文丹，还有那么多人打破头来争抢。”一股清香扑鼻，温软入怀，羚羊再也忍受不了，就伸出手把云希儿搂进怀里。云希儿猝不及防跌入羚羊怀中，脸颊顿时飞起2朵红霞，他象征性的挣扎了2下，便将小脸深深埋进羚羊的胸膛。听着那有力的心跳声，闻着羚羊身上散发出的那浓浓的阳刚气息，云希儿心里悸动不已。他那一对长长的睫毛就像是2只受惊蝴蝶扑扇的翅膀。羚羊把嘴唇凑近云希儿那绯红的耳根，轻声说道：“在炼丹广场上，你答应给我亲一口的，希儿，现在你是不是要履行诺言了？”云希儿闻言，耳根瞬间红得滴血，羞得将脸埋得更深，小手紧攥着羚羊的衣襟，身体轻轻颤抖起来。羚羊坏坏一笑，轻轻抬起他小巧的下巴，看着云希儿那水嫩唇瓣如同初绽的花骨朵般娇艳欲滴，微微发颤。羚羊俯身低头，嘴唇慢慢靠近，云希儿突然就伸手就捂住他的嘴巴，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狡黠，说道：“等等，羚羊哥哥。”羚羊挑眉，掌心已抚上他后颈，心里暗暗想到：小狐狸又想算计什么？云希儿忽然仰头在他喉结轻啄了一口，羚羊一时就呆愣住了，这是几个意思？云希儿趁羚羊愣神之际，像一条泥鳅一般滑出羚羊的怀抱，他赤足踩着绒毯退了一步，流露出一副调皮的表情来说道：“羚羊哥哥，我是答应了你可以亲我一下，但是我没说要亲哪里，如果你想亲就亲我的脚趾头吧。”说着他就轻轻抬起那洁白温润的玉足，在羚羊面前晃了晃。羚羊看着眼前晃动的玉足，雪白晶莹的脚趾如珍珠般圆润可爱，不由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云希儿纤细的脚踝，轻轻一拽，云希儿惊呼一声，
整个人又跌回他怀里。羚羊低笑一声，手指在他脚心轻轻一挠，啊，羚羊哥哥你，哈哈哈，别，好痒。云希儿顿时笑得花枝乱颤，挣扎着想躲，却被羚羊牢牢扣住。他眼角沁出泪花，脸颊绯红如霞，嗔道：你耍赖！羚羊眉毛一挑，说道：那你说还躲不躲？云希儿咬着唇，眼波盈盈地望着他，忽然凑近在他唇上飞快地啄了一下，又迅速退开，红着脸小声道：这样总行了吧？柔软的触感转瞬即逝，羚羊眸色一深，扣住他的后脑，声音有些低沉，说道：不够，我还要。话音未落，他低头就吻上了他的唇。云希儿睁大眼睛，心跳如泪，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他的衣襟。羚羊看到云希儿过于紧张，吻了一会就放开了他。云希儿整个人软在羚羊怀里，脸颊滚烫，呼吸微乱。这时拍卖台上传来了云璇那洪亮的声音：各位尊贵的客人，接下来将要拍卖的是在丹宗珍稀丹药榜单上排名第4的养颜丹。云希儿抬头看着羚羊，说道：羚羊哥哥，快看，你的养颜丹开拍了。羚羊闻言，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云希儿，两人一起望向拍卖台。只见拍卖师云璇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玉盒，打开后露出里面7颗晶莹剔透的养颜丹，丹药表面流转着淡淡的光晕，隐约可见一道清晰的丹纹。一闻养颜丹，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呼。云璇清了清嗓子，朗声道：诸位贵客，这3颗养颜丹出自一位神秘丹师之手，是一如初丹10颗的一文丹。养颜丹的功用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介绍了。一文丹，我做了几百年的拍卖师，也是第一次见到，在清玄大陆以前是没有文丹的。大家都知道文丹蕴含道蕴，而且基本上没有丹毒，服用后对悟道颇有益处。为了让更多的女修都有机会拥有养颜丹，这7颗养颜丹分6次拍卖，前面5次每次拍卖1颗，最后一次拍卖2颗。现在拍卖第1颗，起拍价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话音刚落，2楼和3楼的包厢里立刻传出此起彼伏的竞价声：1万2， 1万5。云希儿偎依在羚羊怀里，抬起头，很是不好意思看了羚羊一眼，说道：羚羊哥哥，10颗丹药我自己留下了3颗，等拍卖会结束后，我按拍卖的平均价位给你灵石。羚羊坏笑着说道：不用给灵石了，等会让我再亲一下就行。云希儿羞红着脸捏了一下羚羊的手臂，声若蚊蝇地说道：那你不能像刚才那样，不准伸出舌头。羚羊闻言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丫头太可爱了。就在羚羊两人情意浓浓时，一个阴柔的出价声在拍卖会场上响起：我出3万。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云希儿惊呼道：是易阳为这个疯子出的价，他怎么要竞拍养颜丹？羚羊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出价的人就是在拍卖会门口从3楼窗户盯着他的那个人。羚羊笑了笑，说道：希儿，是那个3角眼青年，他不是一直都在追求你吗？估计是想拍1颗养颜丹送给你。云希儿瞄了会场一眼，撅着嘴说道：我才不要他的养颜丹呢，一个纨绔而已，整天一副色眯眯的样子，最讨人厌。羚羊哥哥，这人是大长老唯一的孙子，一长句很宠他的，家里的零食随他花，是一个纨绔中的超级纨绔。羚羊心里暗暗想到，有钱就好，我就怕他没钱。易阳为，你爷爷骗走我30万，对不起，爷债孙还，我就要从你手里捞本回来了。3角眼把价格出到了3万，后面就再也没有人出价了。后面还有6颗养颜丹，没有人傻到第1颗丹药就血拼，大家都是有着这样的心态。看到没有人与他拼价，易阳为眯起那双3角眼，一时得意忘形。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就哈哈大笑着说道：哈哈哈，谁敢跟我比价，我就拿灵石埋了他。很多人都认识易阳为，还是有人奉承他几句，说道：易公子，谁敢头铁给你抢丹药，那不是找虐吗？在丹城，如果你称第2，就没有人敢称第1。易阳为闻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哈，这位仁兄高见啊，这个养颜丹我拍下来是准备送给我心中女孩的，谁敢给我抢？哈哈哈，拍卖师敲一下你手里的那个小锤子吧，我易阳为开口了，就没有人敢出价的了。就在拍卖师举起拍卖锤就要锤下时，羚羊大喊一声5万，还真的有人头铁敢与易阳为杠，而且一下就加了2万，全场顿时就炸锅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朝着羚羊的6号包厢看了过来，看到又是2楼6号包厢，有些人就哈哈大笑起来，大声说道：是6号包厢那个冤大头出价了。一些爱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一时就来了兴趣，一个冤大头和一个富家纨绔杠上，这下就有好戏看了。云希儿也看不懂羚羊的动作，眨巴着大眼睛问道：羚羊哥哥，你怎么竞拍自己的丹药？羚羊玩味一笑，说道：这叫做玩刺激，你等着看好戏。云希儿很是疑惑地说道：你一下提高2万灵石，如果3角眼不跟了怎么办？羚羊摆了摆手，说道：那我就自己拍下自己的丹药，也只是浪费1/10的用金而已。易阳为抬头看了一眼2楼6号包厢，顿时就流露出一副阴狠的神情来。虽然看不到包厢里面的情况，包厢里输出的声音通过阵法传送出来也有所改变，但是通过内部关系，他早就得知6号包厢里的人是羚羊。刚才看到羚羊被他爷爷的杀猪局宰了30多万灵石，一时就兴奋不已。他觉得羚羊就是一个人傻钱多的纨绔子弟而已，傻里吧唧的，与他易阳为不是一个层级的人。论财富，
易阳卫自认为他会甩羚羊几条街，羚羊胆大包天，敢同他竞拍，这不是老鼠舔猫鼻子找死吗？他原本是想花3万灵石拍一颗养颜丹送给云希儿，以获得云希儿的好感。羚羊敢追求云希儿，以后找机会再慢慢收拾他。云希儿是他易阳为的痉挛，谁也不能碰云希儿一下。今天他看到羚羊竟然敢在商会对云希儿那般亲密，如果不狠揍羚羊一顿，他易阳为心中的恨意难平。现在羚羊这根搅屎棍掺和进来与他抢养颜丹，那就把战斗提前吧，先比一比谁家的底蕴深厚。易阳为顺口就喊出10万，羚羊笑了笑，也跟着大喝一声，我出15万。易阳为跟着就喊道20万，小子我就不信比不你。羚羊点了点头，运转混沌霸体诀，声音中带着一丝混沌能量，喊道25万，那个连包厢都坐不起的穷小子，没钱就给我滚蛋吧，跟我斗，我分分钟踩死你。羚羊的声音在混沌能量的加持下洪亮而清晰，传遍了全场的每一个角落。易阳卫被羚羊的话气得要死，他怒吼道，我出30万，小子你找死，说我没钱，笑话，丹城谁不知道我爷爷是商会大长老，说我坐不起包厢，我易阳卫用得着坐包厢吗？下次拍卖会我就把所有的包厢都包下来，你信不信？话音刚落，易阳卫就后悔了，因为他爷爷传音给他了，把他狠狠批了一通。受到他爷爷的一顿训斥，他也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中了羚羊的激将法了。一颗养颜丹花30万灵石竞拍，不是傻就是疯了。这事以后肯定是被人当作一条笑话传遍整个东域，而且千古流传。现在易阳为后悔的要死，他就是想反悔都可能了。拍卖会规定，一旦开价是不能收回的。易阳为现在只能是祈求羚羊再次出价，哪怕羚羊加1000灵石，他易阳为也会坚定不跟。羚羊看到易阳为在出价后流露出一副便秘的表情，就玩味一笑，低声对云希儿说道，希儿还本30万，这下就不亏了。云希儿这才反应过来，他拍了拍胸脯，吐出一口粗气，说道，羚羊哥哥，你也太大胆了，一颗养颜就喊出20万，如果三角眼不跟，你就得付2万灵石给商会的。易阳卫看到6号包厢没有声音了，一声就急了，大声吼骂道，6号包厢里的小子怎么就怂了？你不是有钱吗？出价呀，有本事你就来踩我呀，你不出价你就是懦夫软蛋缩头乌龟。不管易阳卫怎么骂，羚羊就是不出价。他清了清嗓子，笑着说道，我傻，想不到你比我还傻，在这丹城如果你称第二傻子，就没那个傻子敢称第一了。说完，羚羊就再也不理睬易阳卫。裁判看到6号包厢一直都不出价，就一锤定音，第一颗养颜丹30万灵石成交，恭喜这位先生获得本届拍卖会的第一颗养颜丹。易阳为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周围的嘲笑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如果云希儿在场，看到他被羚羊这边羞辱，他易阳为那还有脸去追求云希儿？这块颗养颜丹肯定是不敢送给云希儿了，丢脸了。他握紧拳头，看向6号包厢，咬牙切齿的低吼，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小子，我要你死！恼怒也好，羞愧也罢，在众目睽睽之下，商会大长老孙子还是要点颜面的。易阳卫不得不交了灵石，拿起那颗30万灵石竞拍来的一文养颜丹，匆匆离开了拍卖场。他已经没脸待在这里了，以后也会成为丹城的一大笑话。就在羚羊和易阳为斗气抬价时，青云商会正在举办一个有关羚羊的讨论会。主持会议的是商会会长云雄南，坐在高高的位置了，说道，丹城出现了一个炼丹天才，可以炼制出来带有丹纹丹药，大家都听说过了吧？大长老一长句点头说道，听说是青蓝宗的一个杂役弟子，前天被青蓝宗的宗主邱敏文带离丹城。云雄南接着说道，丹药和法器是修真界消耗最大的2种常用资源，特别是丹药消耗量极大，是我们商会收入来源最多的一种资源。这些年我们青云商会和丹宗合作，才把生意做到了整个清玄大陆。现在丹城出现了带有丹纹的丹药，一旦这种丹药能够量产，将会对我们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所有的人闻言都点了点，确实，如果带有丹纹的丹药一旦量产，那么现有的丹药将会成为历史。这样发展下去，丹宗将要面临着解散的风险。一旦有商会掌握了这种纹丹的销售权，对青云商会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由此可见，办商会的人与玩宗门的人思考问题方式可谓是天差地别。羚羊在青蓝宗撕过牙炼制出来3文养颜丹，青蓝宗的长老们只是认为羚羊有炼丹天赋，以后可以为宗门提供优质丹药，就是宗主邱敏文都没有意识到羚羊炼制出来的3文丹对修真有着改变势力格局的巨大影响力，不然他也不会为了青蓝宗宗主的位置轻易就放弃了羚羊。可以说，今天早上邱敏文的那个决定，让他错失了让青蓝宗站在清玄之巅的机会。而青云商会的这帮高层一眼就看出了羚羊的价值。云雄南接着说道，能够炼制出1文丹的丹师叫羚羊，由于他背靠青蓝宗，所以我们也不好直接去抢青蓝宗的人。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对羚羊是采取招揽，还是与他合作，或者有其他别的办法，让青云商会独家代理文丹的销售。大长老一长句说道，这个独家代理权我们青云商会一定要拿到。那小子不是与希儿那丫头关系不错吗？让希儿出面把他请到商会来，条件随他开，我们商会可为他提供安全、灵草、火焰、
丹炉等等一切资源保障。反正文丹的销售权，我们青云商会要定了。就在这时，易长巨接到下人的传讯，得知自家孙子正在拍卖会场与别人斗气竞拍，他脸色一变，就急匆匆离开了会议室，朝着拍卖会场赶去。易长巨脸色很是难看地问道：“查清楚对方的来路没有？那人为什么要针对杨伟？”下人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易长巨说了一遍。易长巨闻言，一时就怒吼道：“拍卖会出现这种宰客的恶劣行径，你们怎么早不告诉我？”手下吓得急忙跪地，说道：“大长老息怒，他是你的大舅子，我们都以为是你在背后指示你的大舅子做的。况且老夫人也来过几次拍卖会。”易长巨明白了，他的大舅子借用他的名义，经常在拍卖会欺骗顾客，而下面的人都以为是他易长巨暗中指使，而他的道侣也明目张胆支持他的弟弟，所以下面的人都敢怒不敢言。一想到自己的道侣，易长巨就蔫了。他的道侣是元婴巅峰，修为比他高一个小境界。平时他道侣在家里很是强势，易长巨在家里没有一点话语权。易长巨叹息一声，他对商会尽心尽责，却没有管好家里人，导致自己的小舅子成了商会的蛀虫。当易长巨赶到拍卖会场时，他孙子刚刚报出30万零食的天价，气得任长巨差点晕了过去。他传音狠狠骂了一通易阳为后，就交代手下说道：“等拍卖会结束后，你请希儿带着那个小子去商会总部见我。”说完，他就气呼呼地离开了拍卖会场。外面所发生的这一切，林阳并不知道。他一边搂着云希儿，一边喝着灵茶，吃着灵果，悠哉悠哉地看着拍卖场上那些女修竞拍养颜丹。从林阳与易阳为的竞拍结束后，养颜丹的竞拍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后面的3颗养颜丹都没有超过4万零食，毕竟是带有纹路的丹药，比往常的养颜丹价格高出1万零食左右。林阳一直都在观察着苏诗琪和青兰宗的那3个峰主的举动，发现苏诗琪的眼睛一直不停地扫视着会场，似乎在找什么人，而3个峰主神情很是警惕，他们既不参与竞拍，也不关注拍卖台上的拍品。来拍卖会不参加竞拍，那还来拍卖会做什么？林阳觉得这3大峰主不要包厢，而是有意坐在普通席位上，目的无非就是威慑某些人。因为他看到顾勋曾在看到青兰宗的3大峰主后，就一直低着头一声不吭。这时他看到苏诗琪与莫老鬼在窃窃私语，说得很是小声。他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猜想，就把神识悄悄靠近青兰宗这4个人，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林阳神识刚靠近，就听到莫老鬼说道：“楚梅、红莲，你们2个帮我盯紧了玄阴宗的那3个元婴初期修士，我盯着丹宗的那个丹宗的顾勋成。”红莲仙子不满地瞪了莫老鬼一眼，说道：“那个顾勋成不用盯，他一看到我们3个就退缩了，重点关注玄阴宗的3个元婴修士。”楚梅看了一眼拍卖会大门口，说道：“青云商会的那个纨绔3角眼也很有可能动手。林阳这个王八蛋，敌人还挺多的，可谓是4面楚歌，危机重重。”苏诗琪扭头问莫老鬼：“莫叔叔，你知道林阳在哪里吗？我寻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莫老鬼笑了笑，说道：“3楼6号包厢里的那个人，肯定是他。”苏诗琪很是惊异地问道：“6号包厢？那人的声音不像是林阳啊？再说林阳怎么有30多万拍那块炼器材料？而且他还出价拍养颜丹，怎么可能？”莫老鬼解释说道：“声音不同，那是包厢里的阵法改变了声音，拍自己的丹药。那小子想赚大钱，至于30多万，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小丫头怎么那么多问题？想知道情况，晚上你叫他去碧莲峰，你慢慢问他不就行了？”苏诗琪被莫老鬼的话羞得脸上绯红一片，他白了莫老鬼一眼，就扭过头去，不理睬莫老鬼。突然，林阳的耳畔就收到了莫老鬼的传音：“臭小子，神识都敢往我身上瞄了，是不是想找死？要不是宗主一回宗门就派我们过来，我才懒得来这里受罪。”林阳吓了一跳，这莫老鬼真的是太精明了，他也算是警惕的了，没有想到还是被莫老鬼发现了。他急忙收回神识，没有回莫老鬼话，同时也叹息一声，他想不到邱敏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薄情，其实心底还是想着他的，这让林阳的心感受到了一种暖意。苏诗琪听莫老鬼说2楼6号包厢里的人是林阳，他一双眼睛就锁定了6号包厢。就在这时，林阳的识海里猛然翻腾起来，他急忙内视识海，发现混沌炉发出一阵一阵的耀眼紫金色光芒，把整个识海都染上了一层璀璨的紫金色。那块刚刚融入的残片正与炉体完美契合，缺口处泛起阵阵玄奥的符文。珠儿的声音从炉中传出，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说道：“小子，残片融合成功了。”随着他的话音，混沌炉突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能量波动。林阳惊讶地发现，混沌炉表面的纹路变得更加清晰繁复，隐约可见古老的符文在炉身上流转，整个炉体比之前凝实了许多，散发出的气息也越发深邃玄奥。珠儿，你现在感觉如何？林阳用意念问道。珠儿的声音明显比之前清亮，记忆恢复了不少，我的实力也恢复了半成。林阳闻言很是有些失望，问道：“才半成，那不是5%吗？”珠儿很是恼怒，骂道：“小子，只是修补了一个小缺口而已，还有2耳3足没有找回来，你想能恢复多少？我几10万年的修为，你以为那么容易修复？就是这半成，我也可以吊打你们这个位面上的任何一个元婴修士了。”
当然只能出手一次，而且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听到混沌炉只能吊打元婴修士，还要付出沉重代价，羚羊顿时就失去了兴趣。如果他实力全开，都可以与元婴初期修士扳手腕了，何况他是海里的昆城那个负面元神，也可以做到暴打元婴。朱儿看到羚羊有些失落的表情，就怒骂道：臭小子，混沌炉的强大功能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你别小看这个破炉子，你努力去收集混沌炉遗失的那2耳3足吧，补全混沌炉后会给你带来无法想象的好处。羚羊一听到混沌炉又在给他画大饼，便暗暗心疼起自己那33万灵石来。这些灵石他都是拿邱敏文的3200多种品灵石缴纳的，以后他还得用下品灵石兑换回来，是要还给邱敏文的。混沌炉接着说道：你不要心疼那点灵石，3000多种品灵石而已，让我恢复了一些记忆，能记起一些东西来，对你来说就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我随便指点你几句，就会让你受益匪浅。羚羊吓了一跳，难道他心里想什么这炉子都知道？要是怎样的话，那他以后还怎么活？朱儿不屑地说道：就你那点小心思，不用猜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活了几十万年是白活的？对人性的理解，我甩你几百条剑。炉口补全了，对你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以后你炼丹就可以用混沌炉炼丹了。混沌炼丹诀配合混沌炉一起使用，才能充分发挥混沌炼丹诀的作用。羚羊有些不解，问道：你上次不是说飞仙丹你不会炼制吗？朱儿又骂道：我不那么说，你会认真钻研炼丹术吗？炼丹不能过于依靠外物，自己必须技术过硬才是根本。你也不用担心混沌炉会暴露，我会掩盖气息的，在这个修真中等位面上，没有人能够发现得了混沌炉的。羚羊想不到意外间还能有着这么巨大的收益，就是能够让他炼出精品丹药这一条，这33万灵石就花得值。以后用混沌炉炼丹，提纯率到达92%以上恐怕没有多大问题了。只要提纯率达到92%以上，一炉出丹11颗，炼制出来精品丹药，他在丹道大比上夺取一品丹师前3，毫无压力。就在这时，包厢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就在这时，包厢门被轻轻扣响，云溪儿从羚羊怀里起身，整理了一下被羚羊弄皱了的衣裙，才开口道：进来。一名侍女推门而入，恭敬行礼说道：大小姐，大长老请您和公子去总部一趟。云溪儿美眉微蹙，问道：你可知意爷爷找我们做什么？侍女低声说道：奴婢不知。羚羊摆了摆手，示意侍女退出。羚羊与云溪儿对视一眼，心中了然，看来那位大长老是要为孙子找回场子了。看到侍女关门离开，云溪儿转身拉住羚羊的手，眼中带着一丝担忧，说道：羚羊哥哥，要不你先从后门离开，免得与他发生争执。羚羊皱眉问道：一长具什么修为？云溪儿笑了笑，安慰道：元婴后期，不用担心，有我陪着你过去，他不敢直接对你动手的，最多是恐吓你几句。羚羊松了一口气，说道：只要不是化神就好。云溪儿白了他一眼，说道：整个商会才2个化神，你以为化神是大白菜？拍卖会结束后，羚羊和云溪儿来到青云商会总部，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7层楼阁，通体由珍贵的铁精灵木建造，眼角挂着青铜风铃，在微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两人刚踏入大厅，就听见楼上传来摔杯子的声音。混账东西，30万灵石买1颗养颜丹，你是要把老夫气死吗？一长句的怒吼声震得窗棂嗡嗡作响，紧接着就传来了一杨卫委屈的声音：爷爷，都是那个羚羊害的，他故意激我。我闭嘴！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砸在了墙上。没一会，又传来了一长句的大喝声：来人，把这不孝子孙关进进士禁足1个月，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出来。羚羊与云溪儿相互对视了一眼，都没有出声。一个侍女迎了上来，把羚羊和云溪儿领进一间会客厅，给两人分别倒上一壶灵茶后就退了出去。片刻后，羚羊看到一名灰袍老者面带笑容走了进来，他身材瘦削，面容严肃，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云溪儿传音道：羚羊哥哥，一长句来了。羚羊急忙起身行礼，神色从容说道：晚辈羚羊见过一前辈。云溪儿也向一长句行了一礼：一爷爷好。一长句和蔼地对云溪儿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丫头，你先出去，爷爷有话要单独与林小友谈。云溪儿担忧地看了羚羊一眼，正要开口，羚羊却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看了云溪儿一眼，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说道：溪儿你就出去吧，没事的。溪儿很是关切注视着羚羊，看着羚羊那坚毅面孔，就轻轻点了点头，轻声说道：羚羊哥哥，我就在外面等你。他用力握了一下羚羊的手指，就转身离去。待云溪儿的身影消失在门外，那扇厚重的木门轻轻合拢，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几乎在同一刹那，一长句脸上那抹看似和煦的笑容如同被寒风吹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袖袍看似随意的一挥，一层淡蓝色的光幕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将整个房间笼罩其中，隔绝了内外的一切声响。空气仿佛瞬间凝滞，带着无形的压力。他目光如电，上下打量着羚羊，忽然笑道：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小子，你胆量可不少啊！在我们青云商会的拍卖会上，你都敢算计他人，你可知道你算计的是谁吗？一长句慢条斯理地坐下，
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叩击着，他每一次叩击都像敲在紧绷的弦上。林阳就知道他坑了易阳为一把，易长巨要找他算账了。他淡然一笑，神情很是平静，说道：“我花33万拍到大长老的炼器材料，易阳卫花30万拍卖我的丹药，各取所需，礼尚往来，何来算计？就相当于我用丹药换取你的炼器材料，还补了你3万灵石。易前辈，你不亏啊！”易长巨想不到林阳怎么的难缠，把他大舅子坑了33万先摆在前面，堵住他的嘴，让他理亏在先，有苦难言。但是人老成精的易长巨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几百年，怎会被一个不到100岁的现在镇住？啪！易长巨骤然拍案而起，一股磅礴如渊四海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的山岳，轰然朝着林阳当头压下。整个房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桌椅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易长巨眼中寒芒爆射，喝声如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炼器材料是天外陨铁，珍稀无比，物超所值，岂是你一粒寻常丹药可比拟的？你真当老夫是老眼昏花，看不出轻重？小子，你可知道，在这丹城还从未有人敢如此戏耍我易家之人。元婴后期的威压足以碾碎寻常金丹初中期修士的道心。林阳只觉得周身骨骼都在发出细微的噼啪声，血液似乎都要凝固。林阳顿时就有着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心里惊骇不已。这元婴后期修士的威压确实强大的可怕。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混沌神体的护体功能自行启动，混沌霸体诀急速运转起来，一股混沌能量瞬间游走于四肢百骸，将那股无形的压力在触及他身体的瞬间被无声无息的化解。他心中凛然，面上装作波澜不惊，特意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窗外，心里想到：你一长句把残片吹上天，难道我林阳就不会吹我的丹药吗？于是就说道：我那丹药乃是万年玉露草药添加道运所炼制，是无价之宝，岂是一块天外陨铁所值？陨铁虽然珍稀，但在清玄大陆还能找到。我那一文养颜丹，除了我炼制的那几颗，易前辈能够在清玄大陆找出一颗来吗？易前辈灵强欺弱，要替孙儿讨公道，尽管出手便是。不过他刻意顿了顿，继续说道：青兰宗3位峰主就在附近挺名论道，前辈确定要在此刻动手？易长巨看到自己的威压并没有对林阳造成影响，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瞳孔骤然收缩，心里暗道：怎么可能？我的威压竟对他无效？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刚开口想给林阳一个下马威，林阳竟然拿青兰宗来反威胁他。一个筑基修士反倒是威胁起他这个元婴修士来了，这让易长巨很是恼火。易长巨虽然恼怒，但也不敢妄动。他请林阳过来另有目的，并不是打压林阳，只是想在气势上压制住林阳，给林阳一个下马威，为接下来的谈话掌控主动权。他当然知道那天晚上青兰宗宗主在丹城广场逼退丹宗长老顾勋成的事，今天他也看到了青兰宗3位峰主并没有要包厢，而坐在拍卖会的普通席位上，而且他们3个全程都没有参与拍卖。由此可以推断，那3个峰主肯定是为保护林阳而来。宗主在丹宗广场亲自警告顾勋成，事后还带走林阳。3位峰主来拍卖会护道，这小子不简单啊！细思极恐，此子身上必有惊天秘密。那青兰宗峰主是巧合，还是真与他有关？无数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易长巨脸上汹涌的怒意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磅礴的威压也如春雪消融般收敛无踪。看到压制不住林阳，易长巨马上就换了另一副脸色，他缓缓坐回原位，干笑了2声，语气已带上几分歉意，说道：小友好胆识，老夫今日请你来并非为了私怨。林阳心中了然，知道正戏要开场了，面上却故作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问道：哦，那前辈把晚辈叫来，所谓何事？易长巨取出一枚流转着温润灵光的玉简，轻轻推到林阳面前的桌面上，说道：这是我私人的诚意，还望小友收下。林阳没有立即查看玉简，而是端起手边的灵茶，慢悠悠地轻抿一口，氤氲的茶气模糊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金光。他放下茶杯，缓缓问道：易长老，这是何意？易阳卫身子往后一靠，坦然说道：青云商会要文丹的独家代理权。他刻意加重了文丹2字，目光紧锁住林阳的反应。林阳也想寻找一家代理商出售他的文丹，他原本是计划与苏诗琪背后的青兰宗派系合作，可惜的是苏星辰看不上他，后来他的合作意愿转向青兰宗的中力派青灵儿身后的青明道长，现在青云商会直接提出代理他的文丹，林阳一时就有些心动。宗门的那些大佬没有商业思维，在选择代理商这一点上，他肯定倾向于商会，不过林阳更倾向于与云希儿打交道，于是他就试探着问道：易长老与我谈代理权，是代表青云商会，还是代表你一家？易长巨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赞赏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易长巨眼中金光更盛，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充满了诱惑力。实不相瞒，商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山头林立，老夫这一脉需要一些真正有潜力值得信任的伙伴。今天我俩的谈话并不是正式商业上的谈判，是老夫与你私底下的交流，所以我让希儿离开。林阳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微微一笑，说道：请前辈明示。易长巨坐直身子，
叹了口气，说道：“青云商会势力庞大，分为东域、西域两大分部，都由云家掌控。老夫这个大长老，也只是东域分部的大长老而已。老夫希望你与青云商会的合作由老夫来达成，以后你的文丹进入商会，必须经过老夫之手。”林阳皱了皱眉头，说道：“前辈是想做中间人，从中抽取利润？”易长句急忙摆手说道：“不，小友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分文不取，只是希望依此掌握文丹在商会下属各分部的分配权。”林阳可不相信易长句的鬼话，文丹的分配权意味着巨大的潜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完全放弃直接经济利益，仅追求政治权利，可能吗？当然，在明面上，易长句不会从中赚取差价，暗地里，商会各个分部许若给易长句的利益，那是无法估量的。林阳心里暗骂老狐狸狡猾，但是并没有点破，于是就点了点头，问道：“所谓有得必有失，易家准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易长句停顿了一下，也喝了一口茶，说道：“我帮你解决丹宗的麻烦，可以做你和丹宗谈判的中间人。”林阳有些不解，他与丹宗有什么好谈判的？他只是与丹宗的一个长老顾勋成有点矛盾，这也牵扯不上整个丹宗啊。他很是疑惑地看着易长句，易长句知道林阳还没考虑到这一层，就玩味地笑了笑，问道：“林阳小友恐怕还不清楚，你能炼制出来文丹意味着什么吧？如果你以后创建一个势力，量产文丹，这意味着你要砸丹宗的饭碗，迫使整个清玄大陆所有丹师都要失业。你说丹宗会让你存在下去吗？”林阳闻言顿时就有着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冷汗直冒。他以前也想到丹宗会出手抢夺他的炼丹技术，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炼丹技术会给丹宗带来危机。他开始炼制出来文丹，还暗自得意，没有想到炼制出来文丹就意味着他要成为天下丹师的公敌。林阳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指节微微发抖。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惊涛骇浪，随即他就明白过来，这是易长句特意把问题放大，给他以压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以后怎么做。如果林阳自己创建一个势力，量产文丹，那肯定会与丹宗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林阳仅仅是一个人炼制丹药，对丹宗影响就不大，他一个人就是不睡觉也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丹宗基于他的炼丹技术，那是一定的，这个林阳一定要防备。于是他就笑着说道：“易前辈此言差矣，丹道一途本就该推陈出新，文丹不过是比普通丹药多了一道丹文，功效略强些罢了，何至于让天下丹师失业？”易长句忽然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那笑声中带着几分怜悯，说道：“小友还是太年轻啊。”他起身踱步到窗前，背对着林阳说道：“你可知道丹宗每年靠垄断高阶丹方获利多少？各大势力求购高阶丹药时又得付出多大代价？而你的文丹不但没有丹毒，而且服用后还可以增加悟道的几率。”易长句猛地转身，眼中金光暴涨，语气变得深沉，说道：“有了文丹，谁还会花大价钱去求购高阶丹师炼制的丹药？丹宗数万年建立的丹道体系，将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林阳的嘴巴有些干涩，苦笑说道：“丹宗不会允许文丹存在。”易长句缓缓摇头，说道：“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文丹的炼制方法，然后让你永远闭嘴。”林阳忽然笑了，那笑容中带着一丝玩味，问道：“既然如此，那前辈又有何本事帮我化解此危机？”易长句重新坐回林阳对面，压低声音道：“我道侣是丹宗太上长老之女，丹宗两大化神之一，你说我易家在丹宗有没有话语权？”易长句凝视着林阳，郑重说道：“只要你答应与我易家合作，我自有办法与你搭桥牵线，与丹宗高层谈判。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只要小友成为我们易家的朋友，小友与丹宗也会成为朋友。”接着易长句意有所指地看了眼紧闭的房门方向，语气带上几分深意，说道：“有时候身边人的助力往往比明面上的资源更重要。希儿那丫头聪明机灵，年轻人，如果你能与希儿丫头成就好事，再加上我易家和丹宗的支持，你就是不想起飞都难。”两人的目光在静谧而充满张力的空气中再次交锋，无形的火花四溅。片刻后，林阳唇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意：“前辈慧眼如炬，不过文丹独家代理权一事牵连甚广，晚辈还需斟酌一二。”当然，易长句并未强求，收敛了笑容。他取出一块飞金飞玉刻有复杂云纹和青云字样的金色令牌，郑重地放在桌上，令牌上流淌着内敛的灵光。这是青云商会的云纹贵宾令，持此令可在任何分会支取10万灵石以内的额度购买商会商品，有着7折优惠。全当是老夫的一点心意，也是商会善意的证明。同时，小友以后一定要去我们易家做客，我的孙女与云希儿年纪相仿，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有话说，也不会无聊。林阳心里一惊，易长句突然提到他孙女，这话是几个意思？林阳伸手稳稳地拿起那枚温润的云纹贵宾令，入手微沉，一股精纯的灵气顺着手心流入体内。这贵宾令有着7折优惠，以后他买灵药可以节省一笔不少开支。他拱手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谨记。”易长句大手一挥，空间结界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人又虚与委蛇地客套了几句，易长句便换人送客。他知道种子已经埋下，火候也到了，
逼得太紧反而适得其反。羚羊需要时间权衡利弊，而他一长句也需要时间去运作丹宗那边的关系，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房门打开，一直等在门外的云溪儿立刻迎了上来，他关切的目光在羚羊身上仔细打量，见他神色如常，才松了口气，转向易长句：“易爷爷，你们谈完了？”易长句看着云溪儿，笑容慈祥了许多。丫头，带林小友去休息吧。林小友是我商会的贵客，你可要好生招待。云溪儿甜甜一笑，自然地挽起羚羊的手臂，说道：“知道了，易爷爷。羚羊哥哥，我们走吧。”感受着手臂传来的温软触感，羚羊压下心头复杂的思绪，对易长句再次拱手说道：“晚辈告辞。”两人离开青云商会的大楼，云溪儿朝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问道：“羚羊哥哥，易长句刚才是不是与你说，让他经手青云商会代理销售你的文丹，还抬出丹宗出来压你？”羚羊停下脚步，紧紧盯着云溪儿，笑着问道：“溪儿，厉害啊？”云溪儿不屑地说道：“这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一天穷玩的套路，是个生意人都会。他家里的那头母老虎是丹宗太上长老的女儿，这是他最大的依仗，不然他也坐不上青云商会东域分部大长老的位置。”云溪儿搂紧了羚羊的胳膊，接着说道：“羚羊哥哥，只要你不把你的炼丹技术扩散出去，青云商会和青兰宗都可以轻易帮你搞定丹宗。如果你没有击溃丹宗的野心，我建议你的丹要走顶级高端路线。”羚羊一时就来了兴趣，说道：“哦，溪儿有什么好想法？怎么个走顶级高端路线？”云溪儿清了清嗓子，说道：“文丹是你独家所产，你可以控制住市场，采取拍卖方式和少量供应特定高端修饰，不要到处铺货，营造稀缺性，让需求方觉得文丹奇缺，一丹难求。这样你一颗丹药的利润就可以抵得上100颗1000颗丹药的利润，同时又能减轻与丹宗竞争，引起丹宗的打压。”羚羊听得眼前一亮，忍不住捏了捏云溪儿柔嫩的脸颊，赞叹道：“溪儿果然聪慧，这个主意确实精妙。”云溪儿俏脸微红，却也没有躲开，反而更贴近了羚羊几分，继续说道：“羚羊哥哥可以专门为某些大势力定制特殊文丹，这样既能赚取高额利润，又能建立起稳固的人脉关系网。”羚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突然问道：“溪儿，你觉得我该不该与易长句合作？”云溪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轻声道：“易长句此人老谋深算，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羚羊哥哥能够搞定丹宗，你不用理睬他；如果没有实力压制住丹宗，可以与他虚与委蛇。”他顿了顿，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羚羊，说道：“在你与易长句谈话时，我帮你取回了那7颗养颜丹拍卖所得的灵石，那7颗丹药总共拍出了56万灵石，商会扣除1成佣金后，还有50万4千灵石，平均每颗丹药4万多。另外还有我留下的那3颗养颜丹，我给了你13万灵石，一起都装在这个储物袋里，你拿着。”羚羊接过储物袋，从中拿出13万灵石，塞给云溪儿，说道：“那3颗丹药算我送给你了，怎么还要你的灵石？”云溪儿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说道：“这3颗养颜丹是给我一位闺蜜留下的，灵石你就收下吧。羚羊哥哥想送我丹药，就再送我2颗3文丹好了。”羚羊闻言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就知道你这丫头不会吃亏的。”说着他就从混沌空间里拿出2颗3文养颜丹，递给云溪儿。云溪儿很是开心地接过羚羊递过来的丹药，凑近羚羊说道：“我天生灵童，洛尘宗的老道说需要服用3颗3文丹才能觉醒灵童。羚羊哥哥，谢谢你，这3颗3文养颜丹我父母寻觅了好多年没有寻找到。”说着他就在羚羊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就在这时，一个清冷而隐含怨念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从侧前方传来：“羚羊！”羚羊和云溪儿循声望去，只见苏诗琪静静地站在街角一株巨大的灵植树下，她一身青兰宗内门弟子的素雅衣裙，此刻却显得有些单薄，那双灵动的眸子此刻正紧紧盯着羚羊和云溪儿。显然刚才云溪儿亲吻羚羊的一幕被苏诗琪看到了。羚羊看到苏诗琪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愤怒，还有委屈与浓浓的醋意。看到莫老鬼、楚梅和红莲仙子3人如同3道沉默的影子站在苏诗琪身后不远处的阴影里。莫老鬼抱着双臂，眼神锐利，时不时扫视一下周围的环境，神情很是警惕。楚梅面无表情，但目光上下打量着了他。红莲仙子则是嘴角噙着一丝看戏的冷笑，目光在他和苏诗琪以及云溪儿之间来回逡巡，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云溪儿感受到苏诗琪那如刀刃一般锋利的目光，下意识地想离开羚羊远一点，但羚羊却轻轻拉住他的小手，示意他不要心虚。这个细微的动作落在苏诗琪眼中，无异于火上浇油。羚羊眉头微蹙，叫了一声：“诗琪！”苏诗琪没有理睬羚羊，扭头就拿出飞剑，咻的一声飙上空中，御剑就飞离而去。楚梅瞪了羚羊一眼，说道：“小子，回去后主动到碧莲峰认错。”说着也腾空而起，去追苏诗琪了。羚羊本能拿出飞剑，向前跨出一步，想去追苏晴儿。他看到楚梅追了上去，就停住了脚步。他站在那里，看着半空中苏诗琪那越来越小的身影，一直消失在视线里，才叹了口气，心想：我能去碧莲峰吗？要是苏星辰知道他去碧莲峰找苏诗琪，还不打断他一双腿？羚羊稳了稳心神，
便走到莫老鬼和红莲仙子面前，分别向两位风主行了一礼。莫老鬼似笑非笑地看着羚羊，说道：“准备回去跪搓衣板吧。”红莲仙子神态妩媚，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说道：“小子，看来你在丹城的这几天过得很滋润嘛。”羚羊苦笑一声，躬身拱手说道：“谢谢两位风主为了弟子来丹城一趟，弟子很是感激，辛苦了两位了。”莫老鬼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少废话，宗主命我们三人暗中保护你，没有时间护着你谈情说爱，跟我们回宗门。”红莲仙子则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云溪儿，轻笑道：“这位姑娘是青云商会的大小姐吧？果然生得国色天香，难怪羚羊这小子待在丹城乐不思蜀，都不想回宗门了。”云溪儿俏脸微红，却落落大方地向两人行了一礼，说道：“希儿见过两位前辈，既然两位前辈来到了青云商会，请随我进去喝杯茶吧。”莫老鬼微笑着向云溪儿点了点，说道：“丫头你回去吧，我们还要回宗门复命，就不打扰了。”说罢就拉起羚羊，两人身形一闪，化作三道流光消失在天际。云溪儿看着消失在视线中三人的身影，喃喃自语道：“看来羚羊哥哥也是一个情种，我还是要去青兰宗一趟才行。”云溪儿自然认得苏诗琪是青兰宗老宗主的妖女，现任宗主邱敏文的师妹，她有了一种危机感。在青兰宗碧莲峰上，苏诗琪独自一人站在悬崖边，任凭山风吹乱她的长发。楚梅站在不远处，轻声道：“诗琪，回去吧。”苏诗琪摇摇头，声音有些哽咽，说道：“师姐，我没事，只是接受不了那个青云商会的大小姐亲吻羚羊。”楚梅也是苏星辰的徒弟，所以苏诗琪叫她师姐。楚梅叹了口气，说道：“那小子不值得你如此伤心。他虽然天赋异禀，但是他出身太低，不是你的良配。况且师尊已经为你定下了洛尘宗的婚事，明天就是订婚宴了。这关系到青兰宗你父亲这一脉的未来，他老人家是不会同意你与羚羊在一起的。”苏诗琪扭头看了一眼楚梅，说道：“我父亲说过，如果羚羊在丹道大比上进入前3，他就同意我与羚羊在一起的。我相信羚羊一定能够做得到。明天的订婚宴我不会去参加的。”楚梅走上前，轻轻拍了拍诗琪的肩膀，说道：“傻丫头，那个方案是清明道人提出来的，师尊并没有承诺什么。”苏诗琪想起父亲那晚所说的那句话，确实是如楚梅所说，不免有些失望。想到那晚在思过崖与羚羊双修时的情景，他又眼神坚定，说道：“不管我父亲答不答应，我都要与羚羊在一起，哪怕没有道侣的名义。”楚梅叹息一声，问道：“傻丫头，你能接受羚羊与圣女还有青云商会的大小姐有着那样亲密的关系吗？你与羚羊交往不深，你能肯定羚羊会一生都会对你真情实意吗？你能扛得住几个化神老祖的压力吗？别傻了，有些事情是不能由着性子来的。”苏诗琪一时语塞，反正我是不会同意订婚的。我这条命是羚羊救回来的，我只属于羚羊一人。莫老鬼拉着羚羊和红莲仙子三人落在了青兰宗的山门前。莫老鬼松开羚羊的手，说道：“我与红莲峰主还要去宗主大殿复命，你自己回落日峰吧。”说完他就与红莲仙子朝着宗主大殿的方向走去。羚羊站在那里有些茫然无措，他喃喃自语道：“真的要去碧莲峰向苏诗琪认错吗？可是这错又怎么认？”羚羊摇了摇头，他觉得应该要与苏诗琪坦诚不公的深入交流一次才行。考虑到苏星辰不同意他与苏诗琪交往，如果他贸然去碧莲峰找苏诗琪，肯定会引起苏星辰的恼怒。最好的办法是让苏诗琪自己去落日峰，两个人好好沟通一下。想着与苏诗琪的复杂关系，羚羊便是头疼，他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朝着落日峰飞去。就在羚羊刚到落日峰后山小院边上时，看到一道亮丽的倩影正站在小院门口笑盈盈地看着他。羚羊快步走上去，很是惊讶地问道：“灵儿，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而且还算准时间来落日峰等我？”青灵儿扑进羚羊怀里，咯咯笑着说道：“我说我收买了莫老鬼，你信吗？”羚羊恍然，原来是莫老鬼出卖了他。这个莫老鬼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苏琪儿还在生气，现在他又把青灵儿叫来，这不是让他头大吗？羚羊搂着青灵儿，打开房门走进院子，说道：“信，肯定信啊！莫老鬼爱贪小便宜，灵儿你随便给他一点好处，他就会变成你的线人了。”青灵儿笑了笑，说道：“开玩笑的啦，莫老鬼怎么会八卦这些小事？今天拍卖会结束，我肯定会知道会回来的。所有就在这里等着你了，我都等了你2个时辰了。”青灵儿在他身上嗅了嗅，有些不高兴地责问道：“说你身上这香味是不是青云商会那个小魔女留下的？”羚羊讪讪笑了笑，说道：“是的，希儿她性格活泼，有时候确实会有些亲昵的举动。”青灵儿轻哼一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双手叉腰道：“哼，我就知道那个小魔女最会勾引人了。羚羊，以后你要离她远点，说不定她是在打你丹药的主意。”青灵儿突然踮起脚尖，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气鼓鼓地说：“我不管那个小魔女怎么样，但你必须答应我，以后必须要小心，不要被她给骗了。还有，不管你以后有多少个道侣，我是你的第一个，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看着他这副吃醋的模样，羚羊心中一暖，又把他拉入怀里，说道：“好，我答应你，我羚羊永远心里有你。”青灵儿这才满意的踮起脚尖，
在羚羊的嘴唇上轻轻触碰了一下。羚羊哪能就青灵儿这么浅浅长折指？青灵儿的娇唇刚刚离开，羚羊那火热的唇紧跟着就贴了上去。青灵儿先是一愣，随即红着脸闭上眼睛，双手不自觉地环上他的脖颈。两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灼热起来。羚羊看到青灵儿有些迷糊起来，就抱起她走进卧室，然后就把轻轻地放在床上。青灵儿躺在柔软的床榻上，脸颊绯红如霞，眼眸中泛着盈盈水光。她微微咬着下唇，既期待又羞涩地望着羚羊。羚羊俯身凝视着她，指尖轻轻拂过她的发丝，低声道：“灵儿，你真美。”青灵儿感受到羚羊炽热的目光，心跳愈发急促，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身下的被褥。羚羊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轻声道：“别怕，有我在。”她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仿佛能驱散他心中最后一丝紧张。青灵儿轻轻点头，眼中的信任与爱意几乎要溢出来。她缓缓俯下身，吻再次落下，这一次比之前更加缠绵。羚羊的唇慢慢移向青灵儿的耳垂，轻声问道：“灵儿，你做好了准备吗？”青灵儿身体颤抖了一下，那合拢在一起的睫毛轻微扇动着，轻轻地了一声，像是在梦呓一般叫了一声“羚羊”。这声音就像是一阵春风拂过羚羊的心田，一股浓浓的爱意瞬间就涌上心头。他运转起混沌霸体诀，一股强悍的能量从身体里奔涌而出，把全身的衣服都撑爆成了碎片。那充满阳刚之气的混沌能量瞬间就把青灵儿包裹起来。青灵儿感受到了羚羊那股浓烈的爱意，也急忙运转起功法，配合羚羊的修炼，迷失在羚羊的混沌能量里。“灵儿，我的灵儿。”羚羊在他耳边低喃，声音沙哑而饱含深情。青灵儿已无法言语，只能用更紧的拥抱、更迷乱的喘息以及体内灵力更热烈的回应来表达。他的意识在极致的愉悦与灵魂交融的玄妙境界中浮沉，仿佛他不再是他自己，羚羊也不再是羚羊，而是能量与灵魂彻底交融后诞生的崭新整体。当灵力循环达到顶峰时，羚羊和青灵儿同时到达了极致的愉悦。一个时辰之后，羚羊才缓缓收起功法，看着身下面色潮红的青灵儿，他的眼角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但嘴角却带着满足的微笑。羚羊温柔地拭去他的泪水，轻声道：“疼吗，灵儿？”青灵儿摇摇头，羞涩地垂下眼帘，娇羞地说道：“开始修炼时有一点，后面就感觉很奇妙。”他顿了顿，又小声补充道：“好像我们真的变成一个人了。”羚羊笑着将他搂入怀中，感受着两人依旧相连的灵力。即使亲密修炼已经结束，那种微妙的联系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更为隐蔽。青灵儿上次错失了一次机会，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她趴在羚羊的怀里，感到既幸福又有些羞涩。羚羊抚摸着青灵儿的秀发，说道：“看来我俩的体质天生契合，我感觉你的境界瓶颈已经松动，要结阴了吧？”青灵儿点了点头，说道：“一时还不会，不过也快了。等会我就回缥缈峰做好准备后，就让师傅带我去渡结阴雷劫。”青灵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问道：“那个苏诗琪那天是不是也与你这样？”羚羊一愣，随即失笑说道：“小醋坛子，这时候还想着他？你现在已经是我羚羊最亲的人了，你我融为一体，你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青灵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说道：“这还差不多。”他突然翻身压住羚羊，学着他刚才的样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那我们再修炼一次好不好？我感觉……”他话还没说完，嘴巴就被羚羊的唇堵住了。又是一个时辰过去，羚羊依依不舍地放开青灵儿，看着青灵儿泛红的脸颊和微微湿润的嘴唇，忍不住又在他额头上轻啄了一下。青灵儿看到羚羊突然松开他，一时很是失落，羞恼地捶了他一拳，嗔怪道：“你干嘛这样？”突然青灵儿一蹦而起，说道：“羚羊，我很快就要突破了，我马上要回缥缈峰。”说着他急忙穿好衣裙。羚羊看到青灵儿那急切的神情，就问道：“需要我陪着你结阴吗？”青灵儿摇了摇头，说道：“有我师傅给我护法就行了，你还是做好准备处理苏诗琪的事吧。苏诗琪明天就要与洛尘宗一个太上长老的儿子订婚了。”说着他就一个闪身就离开了羚羊的卧室，消失了。羚羊闻言一愣，苏诗琪明天订婚？订什么婚？当他反应过来时，青灵儿不见踪影了。羚羊看看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了。羚羊站在窗前，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还有近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心中思绪万千。苏诗琪要订婚了，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让他瞬间清醒过来。不行，我必须去找苏诗琪问清楚。羚羊握紧拳头，眼神坚定。突然他感到自己身体里猛地震动了一下，随即他就清晰地感到自己体内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苏醒了过来。猛然间他就感觉到自己像是强大了许多一样，不但精力充沛，而且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他急忙问混沌炉的器灵珠儿是怎么回事？我连续双修了2个时辰，不但没有疲倦感，反而感觉身体变得更加的有劲。珠儿声音很是平淡：“混沌神体晋级了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上次你与那个宗主双修，混沌神体就只差1成就可以晋级了，现在晋级到第3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羚羊闻言顿时就狂喜，他急忙内试试海里的混沌炉，发现混沌炉的炉身上有着道韵流畅，而那面炉壁呈现2行金灿灿的文字来，很是耀眼。
混沌神体第3层，第3层实力等于元婴中期，这就是说，羚羊的体修实力已经达到法修元婴中期的实力了。羚羊最关心的是混沌神体晋级到第3层后，给他增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能力。羚羊感知了他的识海，发现多出一些信息来，他急忙盘坐下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混沌神体增加的新技能是开启了灵瞳。这灵瞳不但可以看破一切虚幻，同时还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看透各种物质的内部构造。这项特性能力对羚羊非常的实用，以后他利用灵瞳就能看透各类阵法的能量构造，这对他以破解各种大阵变得轻松简单。在炼丹方面，启用灵瞳就可以看清楚灵药的内部构成，这对他了解灵药的属性和药理，提高提纯率帮助很大。这时珠儿的声音再次在他脑海里响起，小子，刚才那个女娃是天生变异风属性体质，也就是你们这个大陆所说的风灵根，可惜的是她缺乏一个觉醒的机遇。羚羊一惊，他想不到青灵儿还具备变异体质，如果青灵儿能够觉醒变异灵根，那她的修炼资质就会更上一个层级，成为天才中天才，这对青灵儿太重要了。于是羚羊就急忙问道，他都要凝结元婴了，怎么还没觉醒体质？珠儿解释说道，修士拥有木、火2种属性的灵根时，如果这2种属性的灵气在体内如果能够融合，就能引发异变，形成风灵根。关键是这女娃体内的2种属性的灵气是可以融合的，只是需要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就是她需要与混沌神体彻底融合。可惜的是刚才她与你双修时她放不开，心身对你还有所保留，错失了一个融合她火木属性灵气的机会，很是可惜。羚羊闻言就明白了，青灵儿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孩，还没做好与她心神相通的准备，在心灵深处对她羚羊还有所保留，这样的事情羚羊也帮不了她，只能依靠她自己了。混沌空间在神体晋级后再一次发生了变化，羚羊就准备进入混沌空间看一看空间到底变成哪个样子了。就在羚羊准备进入混沌空间时，忽然他胸口一滞，体内灵力无端翻涌起来，他内视丹田，发现一缕青绿色的灵气，此刻竟如烈火灼烧般剧烈震颤着。当初羚羊与苏诗琪双修时，苏诗琪留在他体内就留下了这一缕木属性灵力能量，木属性能量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波动，仿佛是在拼命挣扎，却始终无法挣脱束缚。羚羊瞳孔骤缩，是诗琪在向他求救吗？难道苏星辰因为苏诗琪反对订婚把他囚禁了？羚羊握紧拳头，怒不可遏，仰天发出一声吼叫。诗琪！就在他抓起飞剑准备冲出洞府的刹那，门外传来一声懒散的嗤笑声。怎么，你现在这么晚了，还要急着出去投胎吗？羚羊抬头一看，只见莫老鬼提着一个酒葫芦挡在门口，他皱了皱眉头，问道：莫风主，你怎么来了？莫老鬼倚在门框上，漫不经心地晃了晃酒葫芦，说道：我早就来了，青灵儿在你房里，我不敢进来打扰你的好事，在外面等了你差不多1个时辰，你这小子续航能力不错吗？羚羊闻言讪讪一笑，问道：风主找我有事？莫老鬼了一声，说道：我与红莲仙子复命时，宗主让我给你传话，让你找个时间去宗主大殿见他，他有事要交代你。羚羊心里咯噔了一下，上次邱敏文不是要与他斩断情缘，恢复宗主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吗？怎么还要单独见他？莫老鬼接着说道：除了替宗主传话，我今晚是特地过来找你喝酒，庆祝你家里又新添一名成员，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呐！你小子比我莫老鬼强上万倍喽！不但睡了苏星辰的妖女，还把宗门圣女收入后宫，未来的青灵宗就是你的了，你说值不值得庆祝？羚羊深吸一口气，急忙摇头说道：风主你就别笑话我了，我有急事要办，喝酒今晚不行，以后我再陪你喝好不好？莫老鬼眯起眼睛，开着玩笑问道：是为了苏诗琪订婚那件事吧？羚羊没有否认，默默地看着莫老鬼。莫老鬼打开酒葫芦，喝了一口，问道：你拿着飞剑，难道想去碧莲峰找苏诗琪，在他订婚前还想与他放炮庆祝一下？羚羊苦笑着说道：风主别开玩笑了，我心里乱得很，哪里还有心情放炮庆祝？莫老鬼突然正色说道：碧莲峰现在防守严密，目的就是防止你进去找苏诗琪，苏星辰亲自设下禁制，现在碧莲峰只准出不准进，你别白费力气了，你进不了碧莲峰，你若是贸然前去，只会自取其辱。羚羊眼中闪过一丝怒意，说道：难道就让我眼睁睁看着他与别人订婚？莫老鬼叹了口气，说道：小子，有些事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羚羊冷声苦笑，说道：不试试怎么知道？是了，就算失败也问心无愧，不努力争取，不但有负于诗琪，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莫风主若是来劝我的，那就不必多说了。莫老鬼盯着羚羊看了半晌，突然笑了，说道：好，有骨气。不过你了解具体情况吗？你一无所知就贸然前往，能成事吗？年轻人凡事讲究谋定而后动，要沉得住气，鲁莽是成就不了大事的。羚羊闻言呆愣住了，确实，如果他就这么贸然去碧莲峰，很有可能就是身陷囹圄，于是就急忙说道：弟子急躁了，请风主为弟子指点迷津。莫老鬼点了点头，就走进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倒起葫芦就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用衣袖擦了一下嘴巴，问道：你知道苏诗琪对订婚是什么态度吗？羚羊一时就被问住了，他对此事一点都不了解，
甚至都不知道苏诗琪对订婚是什么态度。他进入宗门的时间不长，对青兰宗都不了解，接触最多的人就是青灵儿了。虽然与苏诗琪有过一次双修，帮助苏诗琪觉醒了极品木灵根，此前林阳都不认识苏诗琪，此后苏诗琪被他父亲苏星辰带走，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再次相见就是刚才在丹城，苏诗琪看到云溪儿亲吻他，生气就跑了，连话都没有说一句。莫老鬼耻笑一声，说道：“你连苏诗琪是什么态度都不知道，就叫嚷着要去阻止别人订婚，万一苏诗琪是同意订婚呢？”林阳不服气地争辩道：“正是因为不知道诗琪是什么态度，所以我才要去碧莲峰问问他。如果他反对订婚，我就准备带着他离开云霞宗。”莫老鬼不屑地骂道：“幼稚！你进得去碧莲峰吗？就算你进去了，知道苏诗琪反对订婚，同意与你私奔，你能出得了青兰宗吗？就算你出得了青兰宗，离开了青兰宗，那青灵儿怎么办？为了苏诗琪抛弃青灵儿？”林阳被问得一愣一愣的，莫老鬼叹息一声，说道：“先给你介绍一下情况吧。明天的订婚宴会设在宗门迎宾大厅，男方是洛尘宗的一个神子，她嫁来青兰宗，不是苏诗琪嫁过去。”林阳不明白苏星辰这么急着招上门女婿为的是什么，又问道：“苏星辰不是说要我进入丹道大比前3，就同意我和诗琪交往吗？怎么丹道大比还没开始，他又出尔反尔，要提前帮诗琪订婚了呢？”莫老鬼耻笑说道：“苏诗琪的婚事2年前就开始有所传闻了，你参不参加丹道大比都改变不了订婚这个结果的。昨天邱宗主回宗门后就突破到了化神中期，按着青兰宗历来的规矩，在宗主突破化神中期后，宗门就必须要选出一个弟子来辅助宗主处理宗门事务，以便接任未来的宗主之位。林阳知道在那个秘境里，邱敏文服用他的养魂丹治好了神魂伤后，又吸取了他的混沌能量，突破境界是必然的事。只是他不理解，莫老鬼曾经告诉他说苏诗琪是内定的宗主接班人吗？于是又问道：“峰主，苏诗琪觉醒了极品木灵根后，不是已经内定是宗主接班人了吗？怎么还要靠联姻增强实力？”莫老鬼笑了笑，说道：“那是苏星辰那一派内定的，不是宗门内定。说到底，苏诗琪只是一个下任宗主的候选人之一。大长老那派也是有着一个宗门圣子的，是极品精灵根，也是未来宗主的有力竞争者。圣子圣女的设立，目的就是培养未来的宗主。确定谁接班，也不是由宗主说了算，是宗门长老会说了算。大长老那派有5个化神长老支持，苏星辰只有4个长老支持，还有就是我们中立派有3个化神长老。”林阳又问道：“那青灵儿是宗门圣女，也是将来宗主的候选人之一了？”莫老鬼点了点头，说道：“这是宗门各派平衡的结果。青灵儿代表的是中立一派，但是中立一派都是一些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往一边倒，是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来支持他担任宗主的。不出意外，未来青兰宗的宗主是诗琪和大长老一派的那个圣子，所以青灵儿就是一个陪衬而已。他们斗来斗去，都与青灵儿无关。由于大长老那边推出的圣子的元婴中期修为实力比苏诗琪强大，又有4个化神老祖支持，优势明显，所以苏星辰急了，就决定赶在宗主接班人竞选之前订婚，目的就是增加苏诗琪的竞争力，以便在竞选中获胜。”莫老鬼接着说道：“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宗门杂役弟子，怎能改变得了苏星辰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做出的决策？就是苏诗琪，他也抗拒不了，只能低头认命吧。你现在就是想见苏诗琪一面，恐怕都做不到了。只要你一到碧莲峰，肯定就会被人拦截下来。处在面前这种情况下，苏星辰肯定是防备你去找诗琪的，说不定你一出落日峰就会被人跟踪的。”林阳闻言一时就泄了气：“是啊，他一个无依无靠的杂役弟子，怎么比得过有着一流宗门做靠山的洛尘宗神子？两个人的身份天差地别，别人的起点就是你奋斗一生都无法抵达的终点。苏星辰作为一个父亲，闭着眼睛都会选择洛尘宗的神子，而不会选择林阳。林阳就算在妖孽，在没有成长起来前，也仅仅是一个妖孽而已。清玄大陆过早夭折的天才妖孽也不是一个两个，一个一流宗门的神子，天赋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肯定也是一个天才。苏星辰看不上他林阳，是情理之中的事。”莫老鬼又喝了一口酒，故作高深地说道：“当然，天无绝人之路，办法也不是没有，这个就看你怎么做了。”林阳看到莫老鬼故作神秘卖关子，就知道这个落日峰的副峰主这么热心对他说了这么多，肯定是想捞好处的。上次他把林阳带来落日峰后山，还送了林阳这个院子，肯定是有所图谋的。林阳忍住耐心问道：“峰主需要弟子怎么做？不妨明说，如果弟子做得到，绝对不推辞。”莫老鬼讪讪一笑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你以后炼制文丹时，可不可以让我在旁边观摩？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你能否够解说一下？”林阳一时就明白了，这个莫老鬼是想打他混沌炼丹诀的主意，想要学他的炼丹技法，又不好明说，委婉提出来观摩观摩。混沌炼丹诀是需要混沌能量驱动，莫老鬼怎么可能学得会？就算能够掌握其形，也无法领悟其神。不过学习他的炼丹手法，虽然炼制不出来文丹，以后成为一个精品丹师是有可能的。于是林阳就点了点头，说道：“没问题，以后我炼丹时，峰主可以随时来观摩。对我炼丹手法有着疑惑之处，
弟子也会尽力解答。莫老鬼拍了拍酒葫芦，很是兴奋地说道：“好，爽快！按着青兰宗的规矩，宗门亲传弟子订婚仪式都会有擂台赛助兴环节，到时你当着宗各大派系的面，堂堂正正地邀请洛尘宗那个小神子上擂台比试一场。”林阳眼睛一亮：“您是说？”莫老鬼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说道：“我可什么都没说，这酒留给你，好好想想吧。”林阳接着又问道：“洛尘宗的那位神子是什么修为？”莫老鬼思索了一会，说道：“好像是上个月才进阶到元婴的吧？你小子上次不是一拳就干趴金丹巅峰吗？这次想点办法。”说完，他将酒葫芦抛给林阳，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林阳握着酒葫芦，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转身回到屋内，开始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与此同时，碧莲峰上，苏诗琪独自坐在窗前，感受到体内的木系能量突然涌动起来，变得有些急躁不安。他的极品木灵根是林阳的混沌之气与他的气息交融而激活的，苏诗琪的身体里已经深深烙上了林阳的印记。苏诗琪心里一惊，难道是林阳在为他担心着急？一想起与林阳在思过崖洞府里缠绵在一起的情景，他心跳就如肋骨一般，无法平静。心有感应，苏诗琪急忙拿出一枚玉佩来，放在手心里紧紧握住。这是林阳当初在思过崖送给他的定情信物。握着这块温润细腻的玉佩，一股甜蜜的暖流从苏诗琪的手掌心涌向他的心田。师妹，这么晚了还不休息？碧莲峰峰主楚梅推门而入，苏诗琪急忙将玉佩收起，眼神略显惊慌，急忙低头掩饰，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师姐，我……楚梅叹了口气，她轻轻拍了拍苏诗琪的肩膀，说道：“还在想那小子？”苏诗琪眼睛盯着脚趾，没有回答。明日就是订婚大典了，师尊特意嘱咐你要好好准备，一早就虚起来打扮呢，还是早点休息吧。紧接着楚梅的语气就变得有些严厉起来，说道：“这次联姻关系到我们一脉在青兰宗的未来，你可不能任性。”苏诗琪抬起头，眼中含泪，神情坚定地说道：“师姐，我真的不想……”苏诗琪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楚梅厉声打断：“住口！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师尊已经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他顿了顿，语气稍稍缓和了一点，说道：“那个林阳虽然天赋不错，但终究只是个杂役弟子，没有背景。洛尘宗南宫公子的爷爷是化神大能，在洛尘宗影响力巨大，而且南宫的修为也已达元婴期，天赋异禀，可以越级挑战元婴中期，是东域的明星俊才，他才是你的良配。”苏诗琪咬着嘴唇，一双美目紧紧盯着自己那白嫩玉足，一声不吭。楚梅见状，叹息一声，然后摇了摇头，说道：“好好休息吧，明日一早我来接你。”待楚梅离开后，苏诗琪忍着很久的泪水，她握紧手中的玉佩，喃喃自语：“林阳，你在哪里？今晚你快点来碧莲峰，带着我离开青兰宗吧。到了明天，我就是别人的未婚妻了。”苏诗琪心里有着一种预感，她相信林阳今晚一定会来碧莲峰见她的。虽然她也知道碧莲峰被她的父亲设立了阵法禁制，但是她相信林阳为了她一定会想办法进来的。想起林阳那有点坏坏的笑容，苏诗琪心里就是一阵恍惚。林阳今晚会来碧莲峰这个念头，在苏诗琪的心里越来越变得确信。她坐到床上，抱起一个不绒玩偶猫，展开神识，不停地扫视着他父亲布下的结界边缘。如果林阳破开结界进来，他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落日峰后山，林阳在莫老鬼离开后便静下心来，好好盘算着明天的行动。也幸好他的混沌神体刚刚晋级到第3层，不然他也无法应对洛尘宗的神子。林阳心想，洛尘宗的那个神子虽然刚刚进阶元婴，作为一流宗门的神子，肯定是一个青年俊杰，有着越级挑战的实力，加上他家里底蕴深厚，肯定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大底牌。他混沌神体第3层的实力虽然堪比元婴中期的实力，但要对付一个可以越级挑战的一流宗门神子，林阳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想要在擂台上废掉洛尘宗的那个神子，难度系数很大。明天的战斗将一场苦战，会是异常的艰难。突然，他体内的那缕木属性能量又躁动起来，搅得林阳心烦意乱，坐卧不宁。不行，我必须得去碧莲峰看看诗琪，说不定诗琪正在碧莲峰遭受痛苦。林阳想到他已经开启了灵童，碧莲峰的阵法禁制估计也阻拦不住他，就想着去碧莲峰看诗琪了。不然这个漫漫长夜他都不知道如何度过。他猛地灌了一口莫老鬼留下的辛辣酒液，滚烫的液体灼烧着喉咙，却浇不熄他胸腔里思念苏诗琪那团的熊熊烈火。林阳一拳砸在石桌上，沉闷的响声在寂静的院落里回荡。他豁然起身，眼中再无半分犹豫，只剩下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诗琪在受苦，老子今晚一定要去看看他。他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默默运转混沌神体第3层的力量。一股混沌初开般苍茫而精纯的气息自丹田升起，迅速流遍4肢百骸，最终汇聚于双目。灵童开！无声的指令在识海深处炸响，双眼猛地睁开，瞳孔深处仿佛有混沌漩涡骤然旋转，吞噬了所有光线，又瞬间迸发出难以言喻的璀璨神芒。眼前的世界在他眼中彻底颠覆重构，石桌不再是石桌，而是无数细微粒子按照某种玄奥规则堆砌而成的集合体。
粒子间流转着微弱却清晰的土属性能量纹路。墙壁上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防御阵法禁制，在他眼里变成了由一块块不停游动的能量板块组合而透明屏障。这就是灵瞳之力，洞察万物本源。羚羊走进阵法屏障边，把混沌能量依附在手上，伸手就抓住一块游动着的能量板块，沿着板块的边缘用力一撕，一个口子就出现在羚羊的面前。当羚羊放开那块能量板块时，口子又合拢在一起。羚羊这才明白，所谓的阵法禁制就是由无数块独立的能量体组合而成的隔离屏障。这些能量体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同时还在不停地游走运动，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能量整体。一个大阵整体看起来坚不可摧，但是撕开它其中的一块能量体也花不了多少力气。在试验出灵瞳的破阵的功效后，羚羊不再迟疑，深入一道融入夜色的幽影，悄无声息地闪出小院。落日风后山的灵木山石在灵瞳世界下无所遁形，他精准地避开几处巡山弟子气息交汇的路线，身影如同鬼魅般掠出落日峰。羚羊在去碧莲峰的路上，为了避开宗门夜晚巡逻的弟子，躲开那几个蹲守在落日峰山门口监控他的弟子，绕了一大段弯路，花费了不少时间。当他潜到碧莲峰脚下时，已是3更过后，寅时3刻了，还有1个时辰多一点，天就要放亮了。这个时间点正是人最容易疲劳的时候，守山弟子巡逻的频率也缓了下来。拦在羚羊面前的是苏星辰布置的阵法禁制，就像是一面无形的高墙，挡住了羚羊的去路。羚羊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周边，没有发现巡逻的宗门弟子，就开启灵瞳扫视这个阵法禁制。碧莲峰的这个防护大阵在羚羊的灵瞳面前呈现出一块一块巨大的能量板块。羚羊撕开一块小点的能量板块，一个可供一人通过的缺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便急速钻了进去。苏诗琪盘坐在床上，紧紧地抱着那个布绒猫，一夜没睡。他的神识一直都在扫视着战法禁制的边缘，希望能够看到羚羊能够破阵而入。可是一直到了凌晨都没有看到羚羊的影子。他疲倦地打了一个哈欠，心里失落不已。就他那点微弱的希望之火，即将被绝望彻底吞没之际，突然一道黑色的身影被苏诗琪的神识所捕捉到。苏诗琪心里一惊，急忙凝神仔细查看，他的心差一点都要从胸口跳了出来。是羚羊，真的是羚羊！羚羊不负他的期望，在他都快要绝望的时刻，终于出现在他的神识感知里。一颗一颗的泪珠从苏诗琪的眼角溢出，沿着那娇嫩的脸颊滚落到了床单上。他很是激动地传音给羚羊：“羊哥哥，我住在这里，在这边。”羚羊一钻进阵法屏障，耳畔便响起了苏诗琪的传音。他一时也激动不已，这个傻丫头恐怕这一晚都没有休息，神识一直都在注视着阵法禁制，希望看到他的出现。羚羊身影一闪，就出现在了苏诗琪的窗户下。堵！窗棂上传来3声极其轻微却带着某种熟悉韵律的敲击声。苏诗琪猛地一颤，怀中的玩偶猫脱手滑落，她像受惊的小鹿般瞬间弹起，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破喉咙。她猛地扑到窗边，颤抖的手指抓住窗栓，用尽全身力气向上一提，吱呀！木窗被推开一道缝隙，一张沾染着些许尘土，嘴角还带着坏坏笑容，让苏诗琪无比刻骨铭心的脸庞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撞入她的眼帘。羚羊，声音破碎的不成样子，带着狂喜和委屈，眼泪瞬间决堤而出。羚羊没有丝毫迟疑，双手在窗沿一撑，翻入卧室内，反手轻轻合上窗户，双脚刚刚落地，一个带着清香和滚烫泪水的柔软身体便扑进入他的怀中。羚羊将怀中颤抖不止、哭得无法自抑的女孩紧紧抱住，仿佛要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呜，羚羊，我就知道你会来的。苏诗琪的脸深深埋在他的胸膛，泪水瞬间浸透了他的衣襟，压抑了太久的恐惧、无助和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他哭得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双手死死攥着羚羊后背的衣服。羚羊的心被这哭声狠狠揪紧，痛得几乎窒息。他一手紧紧抱住苏诗琪，低下头，用炽热的唇吻干苏诗琪的泪珠。羚羊呼出的气息拂过苏诗琪湿漉漉的睫毛，把那浓浓的爱都倾注在这深情的热吻中。羚羊哥哥，带我离开青兰宗吧，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绝对不会同意订婚的。羚羊用唇堵住了苏诗琪的嘴巴，不让她继续说下去。亲吻了好一会，羚羊才松开苏诗琪，喘着粗气深情地说道：“傻丫头，青兰宗是你的家，你最亲的人、爱你的人都在青兰宗，怎么会想着要离开青兰宗呢？我不可能就这么带着你离开，让你离开亲人和朋友，那我就是太自私了。我爱你，就是要带给你幸福，而不是给你带来辞别亲人的痛苦。”苏诗琪闻言感到很是温暖，她有些疑惑地问道：“可是天亮后我就要与别人订婚了，如果不离开，我就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羚羊很是冷静地说道：“订婚宴上会有着擂台赛助兴这个环节，我要在擂台上挑战洛尘宗的神子，当着宗门各派系的面，正大光明地击败他。如果他过于阴毒，我就废掉他，让他做不成男人。”苏诗琪闻言吓了一跳，急忙捂住羚羊的嘴巴，说道：“南宫燕北已经结姻，而且他还是一个可以越级挑战的洛尘宗天才，你打不过他的。那个南宫燕北为人阴诈，我担心你上擂台
会受伤。林阳轻轻拉下苏诗琪捂住他嘴巴的手，握在手心，柔情地说道：“傻丫头，你忘了那次我一拳击杀金丹巅峰吗？忘了我刚才撕开你父亲禁制的手段吗？”苏诗琪微微一怔，这才想起林阳刚才破阵而入的不可思议。他父亲苏星辰亲自布下的禁制，原因巅峰修士都未必能悄无声息地潜入，而林阳竟然做到了。林阳继续道，语气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说道：“那南宫燕北在天才，根基在身后，也不过出入原因。诗琪，相信我。”他微微俯身，嘴唇就紧贴在了诗琪的那湿润的娇唇上，两人的气息交融在一起。苏诗琪全身的力气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软在林阳怀里，脸颊如花瓣一般的红润娇嫩，声若蚊蝇地说道：“林阳，我要你。”林阳感受到怀中女孩滚烫的体温，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他低头看着苏诗琪泛着红晕的脸颊，那双含着水雾的眸子正羞怯又期待地望着自己。林阳猛地将她打横抱起，大步走向窗榻。月光透过窗纱，在两人交叠的身影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林阳与苏诗琪柔情蜜意般交融在一起时，青兰宗一处专为贵宾准备的别院内，睡梦中的南宫燕北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他看到将要与他订婚的新娘苏诗琪与一个面目模糊的男子正在双修，吓得他一下就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坐在床上，额头冷汗直冒，左眼皮跳个不停。彻底清醒过来后，他发现只是一个梦，心里长长舒了一口气。3年前，南宫燕北跟着长辈来访青兰宗，在见到苏诗琪后，就被苏诗琪靓丽的容貌和那温婉的性格所吸引，便对苏诗琪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可惜的是，苏诗琪对他不冷不热，连手都不让他牵一下，让他欲罢不能，心痒难耐。南宫燕北经过不懈努力，打通了苏星辰这一关节，并答应入赘青兰宗，得到了苏星辰的认可。今天就要订婚了，自己苦苦追求了3年的心上人，马上就要变成自己的妻子了。南宫燕北心情就很是激动，要是在这订婚前夕，如果苏诗琪与别的男人在双修，他南宫燕北肯定会发疯。自己苦苦追了3年，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晚上的洞房花烛。想到刚才梦中情景，他心有余悸，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刚才的梦境也就是一种心灵感应。南宫燕北还不知道，现在他的新娘正在碧莲峰被林阳的混沌能量滋润着，心绪飘在云端。南宫燕北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刚开始蒙蒙亮，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他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让婚宴马上开始，这样他就可以搂着苏诗琪在宴会上接受宾客们的祝贺了。想到婚宴上与苏诗琪2人成双成对搂在一起的情景，南宫燕北就睡意全无。他有烦躁地掀开锦被，赤脚走到窗边，推开窗，一股清冽的晨风涌入，带着山间特有的草木气息，却丝毫无法冷却他内心的燥热与不安。他觉得这黎明前的这段时间太过难熬。碧莲峰苏诗琪卧室里，这时天色已经放亮，林阳和苏诗琪2个人还紧紧缠绵在一起，享受着清晨这美好的时光。突然，林阳感到丹田里震动了一下，一股炽热的混沌能量爆发开来，他惊喜不已，不知不觉间，他的修为竟然进阶到了筑基巅峰。苏诗琪感受到林阳突然就赠送给他一股精纯混沌能量，一时惊讶不已，随即他也就到达了修炼的顶峰，同时也感受到心神相融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他看着满心欢喜的林阳，问道：“林阳，刚才你是不是突破境界了？”林阳俯身亲吻了一下苏诗琪，轻轻了一声。就在这时，苏诗琪突然就推开林阳，很是着急地说道：“林阳，师姐在传音叫我起床，准备化妆了，她很有可能马上就会过来，怎么办？”她话音刚落，小院的外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脚步声。苏诗琪一下就紧张起来，很是着急地说道：“完了完了，师姐已经过来了，这房间里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林阳怎么办？”林阳细细听了一下外面的脚步声，坏坏一笑，说道：“诗琪，不用担心，楚梅峰主也不是不知道你我之间的关系，你这房间不是可以阻隔神识的吗？他发现不了我睡在你床上的，我俩继续让他在外面吹一会凉风，谁让他这么早就过来？”说着他还要继续修炼。苏诗琪已经没有修炼的心情了，他推开林阳，心里无比急躁，说道：“师姐她会进来的，她会把这事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肯定会惩处你。林阳，你怎么就一点都不害怕呢？”林阳青不紧不慢地坐了起来，嘴巴凑近苏诗琪的耳边说道：“我有着一个随身空间，我随时都可以躲进空间里去，没有人可以发现得了我。”苏诗琪闻言很是惊诧，惊叫道：“随身空间？林阳，你是说你有一个芥子空间？芥子空间在清玄大陆很是稀有，偌大一个青兰宗也只有一个圣女界。相传圣女界是青兰老祖留给他女儿的一个很小的芥子空间，是需要木土双灵根是女修才能激活，所以青兰宗自立宗以来，圣女必须是双灵根，否则就无法激活圣女界。”林阳点了点头，搂紧苏诗琪，柔声说道：“以后我带你进入我那个随身空间里看看，我俩要是在空间里修炼，你就可以尽情放声大喊大叫的。”苏诗琪羞恼地拍打了林阳一下，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急忙说道：“林阳，那你快点进入空间里躲起来吧，我师姐快要到了。”林阳在苏诗琪的娇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说道：“我进入随身空间里后，空间就会化作一颗小砂石状的黑色颗粒，等会你就带着这个空间小颗粒，等你出了碧莲峰后，就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把砂石小颗粒放在什么地方，我从空间里出来时就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苏诗琪虽然从没见过芥子空间，也听说过芥子空间的传说，自然知道芥子空间的原理，就点头说道：“我就把你的空间带进宴会厅，到时找个僻静的地方放好，你快点躲进去。”羚羊意念一动，身子就消失在床上，进入到了混沌空间里。混沌空间就化作一粒黑色小砂石，掉落在苏诗琪的身边。苏诗琪很是惊奇的从床单上捡起这颗黑色小砂石，仔细的端详了一会。他想到羚羊就藏在这颗砂石里面的空间里，便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这时楚梅的声音在外面响起：“诗琪，还没起床吗？打开镜子，我给你送婚礼的衣服过来了。”苏诗琪急忙套上睡裙，揉了揉发烫的面颊，就下床打开镜子。楚梅推门进来，就闻到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生黄豆气味。她看了一眼满脸红润、眉宇间带着一缕春意的苏诗琪，皱了皱眉头，想要说什么。当她扫视了一下房间，没有发现有什么，也就把到了喉间的话咽了回去。混沌空间里，羚羊站在湖畔草地上，感受着神体晋级到第3层后空间里出现的巨大变化。空间的范围明显变得更加的宽阔了，从以前只有方圆3里地，变成了现在的方圆10里地大小了。山峰也增加了6座，还出现了一块广阔的灵药田。羚羊上次从丹城购买的那些灵药都已成活，还绽放出了嫩芽。上次吸取了苏诗琪的木属性能量后，现在的混沌空间里的花草树木生长得很是茂盛茁壮，到处都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空间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些蝴蝶、蜻蜓、鱼虾之类的小动物，色彩斑斓的蝴蝶成群结队飞舞在花丛中，给混沌空间增添了不少的生机。羚羊准备购买一些生活用品进来，把小院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一个卧室。有时间了，就带着苏诗琪和青灵儿进来住上几天，享受一下奇人之福。还要选一个房间做炼丹房，以后就可以在混沌空间里炼丹，既安静又安全。碧莲峰，清晨的阳光透过精致的窗棂，洒在苏诗琪那娇嫩的脸上。她端坐在梳妆台前，任由楚梅带来的侍女为她梳妆打扮。师妹，打起精神来。楚梅站在一旁，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莫要失了礼数，让洛尘宗和宗门看笑话。”苏诗琪没有反驳，只是顺从地低垂着眼帘，心里既有期待也有担忧。他期待着羚羊在婚礼的擂台上，当着宗门所有人的面击败南宫燕北，以证明羚羊的优秀，最后最好能够得到他父亲的认可。他担心的是羚羊打不过南宫燕北，如果羚羊受伤了，后果他不敢想象。青兰宗迎宾大厅，张灯结彩，仙乐缭绕。巨大的厅堂内云集了青兰宗7大山峰峰主、长老、核心弟子以及洛尘宗前来观礼的使者团，还有青兰宗下属宗门的宗主和长老，云霄宗的老祖化神后期大能欧阳明宇也邀请在席。主桌席位上，宗主邱敏文身着青色盛装，面带微微浅笑，气息内敛，端庄优雅地静坐在那里。他美目低垂，似乎在想着什么。邱敏文的身边，苏星辰红光满面，正与洛尘宗一位气息沉稳、面带倨傲的黑衣老者交谈甚欢。这位黑衣老者是南宫燕北的祖父，化神中期修为，是洛尘宗的太上长老。青灵儿作为宗门圣女，也盛装出席。她坐在清明道人身侧，目光扫过大厅，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表情很是复杂。大长老白景瑜则闭目养神，脸上无悲无喜。一左一右坐着淼君和青云峰峰主乌云波。淼君端着酒杯，不时轻抿一口，看似漫不经心的小口啜饮，实则目光如炬，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场中的每一个人。今日的主角，一身华贵锦袍，面如冠玉的南宫燕北，嘴角噙着志得意满的笑容。他目光灼灼地投向大厅入口，等待着苏诗琪入场。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昨夜那场噩梦带来的不安，在即将拥美人入怀的喜悦面前，早已烟消云散。终于在万众瞩目中，碧莲峰峰主楚梅引领着一身大红婚裙的苏诗琪缓缓步入大厅。苏诗琪身着宗门特制的霞帔礼服，头戴珠冠，妆容精致，美得不可方物。然而她那低垂的眼帘、紧抿着的唇线，以及周身散发出的那股清冷的气息，与这喜庆的氛围格格不入。她就像一尊精心雕琢的玉像，神情木讷，眼神无光。她的目光没有看向主位，也没有看向即将成为她未婚夫的南宫燕北，只是低垂着眼帘，机械地随着楚梅前行。南宫燕北看到苏诗琪那娇艳的容颜，眼中闪过一丝惊艳，随即被浓浓的占有欲取代。他快步迎上，伸出手想去搀扶苏诗琪的手臂，声音带着刻意放大的温柔，叫了一声：“诗琪，你来了。”苏诗琪几乎是下意识地微微侧身，避开了他的手触碰到身体，动作虽小，却清晰地落入了在场所有心人的眼中。南宫燕北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伸出的手悬在半空，显得尴尬无比，一股被当众服了面子的羞恼直冲头顶。苏星辰眉头紧皱，低咳一声，眼神严厉地扫向苏诗琪。可惜苏诗琪低着头，看不到苏星辰那严厉的目光。苏星辰咳嗽一声，给楚梅使了一个眼色。楚梅看到师傅的看向他的眼神，立刻上前一步，不着痕迹地扶住苏诗琪的手臂。楚梅暗中用力，
示意苏诗琪不可任性。南宫燕北强压下怒火，收回手，故作大度的笑了笑，但眼神却阴沉了下来。他意识到了苏诗琪对他很是抗拒，刻意疏远他。这时宴席尚不知道谁小心嘀咕了一句：“苏诗琪不是早就与林阳双休了吗？怎么还要与南宫神子订婚？”这一嘀咕声就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宴会厅炸响，整个宴会厅顿时就喧哗起来。毕竟纸包不住火，苏星辰一直严禁传播此事，最终在这个关键时刻被点燃。他很是失望地闭上了眼睛。不用去查，苏星辰都知道，这肯定是大长老白景全一伙人故意说出来，是想破坏今天的订婚仪式。这话传到了南宫燕北的耳朵里，就如一阵滚滚春雷，轰的一声在他的脑海里炸响。昨夜那个荒诞的噩梦片段不合时宜的再次闪过脑海，苏诗琪与一个模糊身影纠缠在一起，还发出那让他揪心的叫喊声。一股邪火从南宫燕北心底蹭地窜起，他阴冷着脸扫视了一圈整个宴会厅，大喝一声：“谁是羚羊？谁是羚羊？给老子滚出来！”就在这时，大厅侧门处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穿着青蓝宗杂役弟子服饰的身影昂首阔步走进宴会大厅。来人正是羚羊，他的出现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宴会厅里顿时就掀起了一阵喧哗声。所有人目光或惊疑，或审视，或嘲讽，或玩味，瞬间都聚焦到他的身上。是他，就是他，上次在撕过牙与苏诗琪双休的人，就是他。这个小子叫羚羊，只是落日风一个小杂役，命真好，与苏诗琪双休一次，就是现在死去都值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千年难遇的狗血剧情即将上演。这个杂役还真的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跑来这里与南宫神子抢道侣。低低的议论声嗡嗡响起，苏星辰脸色巨变，猛地站起身，气得身子都在发抖，哆嗦着用手指着羚羊，厉声喝道：“羚羊，此乃宗门重地，订婚大典，岂容你一个杂役擅闯？还不速速退下！”他心中又惊又怒，这小子果然来了。莫老鬼呢？莫老鬼不是说会看着他吗？怎么让他来婚宴大厅捣乱？大长老白景全一派的人则眼中闪过看好戏的光芒，甚至有人嘴角勾起幸灾乐祸的弧度。中立派的长老们则微微皱眉，静观其变，都期待着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邱敏文端坐主位，目光落在羚羊身上，眉头紧蹙，神情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他回到宗门后才知道，这个小混蛋还与苏诗琪和青灵儿都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要是知道小混蛋这么坏，他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让他得逞了。苏诗琪在听到羚羊名字的瞬间，猛地抬起了头，那双空洞的美眸骤然爆发出惊人的光彩，目光紧紧锁定了那个穿着杂役灰衣的身影。他的身体微微颤抖，被楚梅死死按住的手腕传来痛感都浑然不觉。要不是楚梅紧紧抓住他，他肯定会跑过来扑进羚羊的怀里了。苏诗琪在进宴会厅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羚羊那颗空间砂石丢在路边的草丛里。让他惊喜的是，婚宴还没正式开始，羚羊就出现了。南宫燕北看着苏诗琪的目光突然就闪烁出异彩，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当看清羚羊的刹那，昨夜梦魇中的那个模糊身影瞬间与眼前这个灰衣杂役重合。天哪！昨晚梦中苏诗琪紧紧抱着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杂役。轰！妒火和屈辱如同火山般在南宫燕北心中爆发。就是这个卑贱的杂役，竟敢夺走他南宫燕北的痉挛，真的是找死！一股暴力的杀意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就在几个护卫准备上去阻拦羚羊时，南宫燕北摆手让护卫退下，狠狠地盯着羚羊怒吼道：“羚羊，你这个畜生，我要活吞了你！”他的声音陡然拔高，盖过了苏星辰的呵斥，响彻整个大厅。话音刚落，南宫燕北一步踏出，元婴初期修士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一股如同怒涛般汹涌威压，夹杂着南宫燕北的滔天怒意，铺天盖地一般朝着羚羊席卷而去。同时他指着羚羊，手指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声音尖利刺耳，发疯一般的吼道：“一个小小筑基杂役，也敢羞辱我洛尘宗神子？我伸出一个手指，就能摁死你这只小蝼蚁！”南宫燕北似乎要讲3年来没有碰到过苏诗琪的憋屈，昨夜梦魇带来的绿帽耻辱，方才被苏诗琪当众避开的羞怒，全部倾泻到这个威压之中。他要把羚羊压趴羚羊在地上，然后再狠狠地羞辱他，这么他要羚羊舔干净他吐出的唾液。洛尘宗的使者团一个个都面露不悦，但南宫老祖只是眯着眼，并未阻止南宫燕北的举动，显然默许了松儿的发现。青蓝宗众人神色各异，苏星辰脸色铁青，却一时不知如何打断这失控的局面。楚梅死死按住几乎要冲出去的苏诗琪，苏诗琪眼中含着泪水，牙齿深深咬着下唇。宗主邱敏文隐隐有些担心，怕羚羊承受不住南宫燕北的元婴威压，他的心一直都在提着，一旦羚羊支持不住，他会以解劝人的身份出手保下羚羊。羚羊面对着这铺天盖地的元婴威压，还有南宫燕北那失心疯般的怒吼，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如同一把利剑，散发出冰冷刺骨的寒意，凌厉刺向南宫燕北。当南宫燕北的元婴威压袭来之际，他大手一挥，混沌霸体诀疯狂运转，混沌神体第3层全开，体内散发出来的混沌能量弥漫在身体的四周。羚羊的身体就像是镀上了一层紫金色，闪耀着璀璨光芒。
南宫燕北释放的元婴威压，在接近到羚羊的瞬间，如同冰雪遇见烈日，无声无息的消融瓦解。苏星辰瞳孔骤缩，身体僵硬，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的羚羊。邱敏文放在扶手上的玉指微微收紧，眼中金光爆闪。南宫老族脸上的倨傲第一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凝重和惊疑。他们都无法理解，一个筑基巅峰的小修士，竟然可以抗拒元婴期的威压，妖孽啊！南宫燕北看到自己的元婴威压失效，一时沮丧不已。他倾尽全力的威压，就是想压垮羚羊的意志，让他跪地求饶，以泄他心中怒火，同时也想展现出他洛尘宗神子光辉的一面，让苏诗琪看看，羚羊在他南宫燕北面前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可是他小看了羚羊，他的那点威压对羚羊来说连毛毛雨都算不上，这让南宫燕北颜面扫地。他一个元婴大能，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筑基，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羚羊的目光扫过面无人色的南宫燕北，扫过惊疑不定的苏星辰和南宫老祖，扫过神色各异的青蓝宗高层，最后目光落在了云霄宗的老祖欧阳明瑜身上。欧阳明瑜曾经想收羚羊为徒，羚羊委婉拒绝了他。欧阳明瑜不但没有恼恨羚羊，还送了一块传讯石给羚羊，承诺羚羊随时都联系他。羚羊的目光在欧阳明瑜身上停留了一会，向欧阳明瑜点头示意。紧接着，羚羊的耳畔就响起了欧阳明瑜的传音：“小子，胆量够大的哈！南宫老头都坐在这里，你都敢羞辱他的孙子。”羚羊苦笑着传音说道：“老祖，我这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小子求你一件事情，如果南宫老头插手此事，麻烦老祖出面调解此事。”羚羊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羚羊出身云霄宗，欧阳明瑜与他还有着一段香火之情，再加上欧阳明瑜也曾起过想收羚羊为徒的心理，所以羚羊才开口求他帮忙。如果欧阳明瑜不答应他的请求，那他也只有厚着脸皮求邱敏文或者清明道人了。清明道人帮不帮忙，羚羊没有把握。如果羚羊开口求邱敏文，邱敏文肯定会答应的。令羚羊意想不到是，欧阳明瑜马上就答应下来，笑着传音说道：“行，你小子事后帮我炼制一炉文丹就行。”羚羊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他在擂台上废掉南宫燕北后，如果南宫老头插手后没有人帮他说句话，现在有了欧阳明瑜这条粗腿靠着，羚羊就安心了。他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冷冷地看了一眼南宫燕北，不屑地说道：“你以为你鼻子里插根葱就能装大象了？猪永远都是猪。”羚羊朝着宴会厅里的人拱了拱手，说道：“我羚羊，青蓝宗落日峰一介杂役，在此当着青蓝宗与洛尘宗诸位前辈的面，向洛尘宗神子南宫燕北发出挑战。擂台之上，生死不论。南宫燕北，你可敢应战？”大厅内的气氛一时沸腾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羚羊和南宫燕北身上。订婚宴的气氛彻底被点燃，羚羊的声音如同惊雷，在死寂的宴会厅中轰然炸响。生死不论这4个字带着决绝的杀意和玉石俱焚的疯狂，狠狠砸在每个人的心头。疯了！一个筑基杂役挑战元婴神子，还生死不论？南宫神子可是能越阶挑战的天才，这羚羊怕不是被刺激的失心疯了？好胆色！可惜匹夫之勇，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失去理智了。议论声如同潮水一般，瞬间淹没了整个迎宾大厅。苏星辰的脸色铁青的可怕，额头青筋暴跳。羚羊此举不仅是自寻死路，更是将他和碧莲峰一脉彻底架在了火上烤。他厉声喝道：“来人，把那个无法无天的杂役给我扔出去！”然而他的声音再一次被南宫燕北打断。南宫燕北不是想就这么放过羚羊，他要羚羊死。他气急反笑，哈哈大笑着说道：“哈哈哈哈，好一个不知死活的杂种！我接受你的挑战，既然你想死，那本神子就成全你。”南宫燕北双目赤红，浑身因极致的愤怒而微微颤抖。羚羊的挑战在他听来是对他神子身份，对他整个洛尘宗南宫一脉最恶毒的侮辱。一个筑基期的杂役竟敢向他发起生死战，让他感到奇耻大辱。他猛地转身抱拳，朝着宴会厅里所有的人拱了拱手，说道：“今日青蓝宗诸位前辈做个见证，本神子要亲手将这只胆挑衅我的小蝼蝼给摁死。”他又转向主桌席位上的邱敏文、苏星辰和南宫老祖，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狂傲，说道：“邱宗主、苏伯父、爷爷，请允准我与这卑贱杂役一战，上生死擂台。我南宫燕北今日必杀此僚。”南宫老祖眼中寒光一闪，微微颔首，声音低沉而充满威严，说道：“既然此子不知死活，竟敢挑衅我洛尘宗神子威严，燕北扫掉他是了。要让一些轻视我南宫一脉的人知道，南宫家族神威不可犯。”邱敏文秀眉紧蹙，羚羊的出现和挑战完全打乱了他的思绪。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秘境中那荒唐又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幕，以及羚羊那混沌能量带给他的奇异感受。他虽然知道羚羊是完美筑基，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挑战，但羚羊的修为也仅仅是筑基巅峰，而南宫燕北已经结阴，两人境界差距过大，他很是担心羚羊会吃亏。但此刻众目睽睽之下，羚羊自己提出挑战，洛尘宗老祖已经表态，他作为宗主根本无法偏袒。他深吸一口气，
目光复杂地扫过一脸决绝的羚羊和状若疯魔的南宫彦北，最终沉声道：“今日乃订婚之喜，设立擂台赛也是为婚宴助兴。”然羚羊主动提出与南宫神子切磋，南宫神子也应允，双方皆无异议，本宗主允了。苏星辰虽然恼恨羚羊无理取闹，羚羊的死活与他也无关，但是他看出女儿苏诗琪对羚羊有着很深的情感。如果羚羊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南宫彦北杀死，那么苏诗琪的道心肯定会受损，甚至是崩溃。南宫彦北要想杀羚羊，以后可以，暗地里也可以，但今天在擂台绝对不可以。他看到南宫彦北眼神阴冷，杀气腾腾，就说道：“擂台比赛要以切磋竞技为婚礼助兴为目标，点到即可，双方都不可大开杀戒。”青莲儿脸色煞白，小手紧紧攥着衣角，眼中充满了担忧和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莫老鬼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角落，灌了一大口酒，嘿嘿低笑：“小子够疯，老夫喜欢，就看你能不能创造奇迹了。”邱敏文起身，身形一闪，已出现在演武场高空。苏星辰、南宫老祖、大长老白景瑜等化神大能也纷纷现身，悬空而立，俯瞰下方。演武场上闻讯而来的青蓝宗弟子迅速就挤满了整个看台，而且还连续不断的有人赶过来。偌大的一个演武场，没一会儿就挤满了青蓝宗的弟子。筑基巅峰挑战元婴修士，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场中的高大擂台上，巨大的防护阵法已然开启，光幕流转，隔绝内外。南宫彦北傲然而立在擂台上，一身元婴初期的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灵力鼓荡，锦袍猎猎作响。他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通体赤红、散发着灼热气息的长剑出现在手中，剑身之上符文流转，隐隐有凤鸣之声。洛尘宗神子佩剑，赤黄剑，极品灵宝。极品灵宝是清玄大陆这个终极位面最高品质的武器了，存量很是稀少，大多数多化神大能用的都是上品灵宝。南宫彦北剑指羚羊，声音充满了狂虐羚羊的期待，说道：“羚羊，拿出你的武器，本神子让你死得爽一点。”就在这时，天际边传来了一个甜美的女声：“慢着开战，我还要为这场擂台赛开盘设立赌局。羚羊哥哥的战斗怎能缺了我的参与？”众人抬头看去，只见两名青蓝宗的金丹女弟子引着一个白发老头和一个头上扎着2个马尾辫的靓丽女孩踏进而来。来人正是云溪儿和青云商会坐镇化神云鹤真人。云溪儿清脆的声音如同银铃，瞬间打破了演武场上剑拔弩张的肃杀气氛。他驾驭着飞剑，轻盈地落在观战台边缘。云鹤真人紧随其后，鹤发童颜，笑容可掬，眼神却深邃如渊。宗主邱敏文看清来人是青云商会的云鹤真人和云溪儿，急忙拱手说道：“云鹤真人，溪儿小姐，欢迎大驾光临我青蓝宗，稀客稀客。”邱敏文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疏离与礼数，他目光扫过云溪儿时，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云鹤真人哈哈一笑，声如洪钟：“邱宗主客气了，老夫听闻青蓝宗今日有双喜，一是苏丫头与南宫贤侄的订婚之喜，二嘛……”他目光灼灼地投向下方擂台上2个相对而立的羚羊和南宫彦北，说道：“便是这场筑基战元婴的千古奇局，如此盛世，我青云商会岂能错过开盘下注的机会？”说完，他就叫了一声：“希儿！”云希儿一进入演武场，一双美眸就紧紧贴在羚羊的身上。他听到云鹤真人叫他，就回头应答一声：“来啦，爷爷！”云希儿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眼神里满是兴奋和狡黠。他完全无视了南宫彦北铁青的脸色和南宫老祖微皱的眉头，更无视了苏星辰欲言又止的尴尬。他传音给羚羊问道：“羚羊哥哥，干掉这个南宫彦北有几成把握？”羚羊想不到云希儿会来青蓝宗，更想不到他还带来一个化神大能为他站台，顿时就有一股暖流就涌入心田。他整理了一下情绪，传音说道：“10成，如果想设赌局，我要占3成股份。”最后他加了一句：“希儿，谢谢。”云希儿眯起眼睛看了一会羚羊，就咯咯笑着传音道：“好，我相信你，我欺你3。羚羊哥哥，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你卖到青云商会去，要你给我做一辈子的暖床仆人来还债。”说着，他小手一挥，一面巨大的流光溢彩的水晶玉盘凭空出现在演武场边缘，上面清晰地浮现出3行大字：“羚羊筑基巅峰挑战南宫彦北元婴初期，压羚羊胜赔率1赔10，压南宫彦北胜赔率1赔1。开盘啦，开盘啦！只能2选1，不能两边同时下注啊！”云希儿的声音灌注了灵力，清晰地传遍全场。买定离手，压南宫神子胜1赔1，压羚羊胜1赔10，灵石、法宝、灵药皆可下注，童叟无欺。这突如其来的赌局像一颗投入油锅的水滴，瞬间引爆了全场。青云商会是清玄大陆排名第1的大商会，势力横跨东西两域，生意做到了清玄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有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做后盾，谁都不会担心理赔问题。1赔10，这丫头疯了！压南宫神子，稳赚不赔，这简直是送灵石、羚羊、筑基打元婴，能撑过3招就不错了。压他，傻子才压！我压南宫神子10块上品灵石，我压50块，我压1件中品灵器，还有1瓶2品复原丹。几乎所有人都涌向了压住南宫彦北胜的那一边。南宫老头对青云商会这横插一脚非常的不满，他丢给手下一个储物戒指，
说道：“帮我去押燕北营。”手下接过储物戒指，问道：“老爷，押多少？”南宫老头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道：“全部押上。”水晶玉盘上代表南宫燕北的光芒瞬间暴涨，压过了代表羚羊的那一丝微弱、几乎看不见的光亮。巨大的赔率差距彰显着所有人对这场战斗结局的共识。最后统计的结果是，押南宫燕北营的赌注折算成下品灵石，数目吓人，高达62万6千。其中南宫老头一人就押了11万灵日，而羚羊这边只有青灵儿押了1000下品灵石，苏诗琪押了1000灵石。南宫燕北看着那刺眼的一赔时，嘴角勾起讥笑的弧度，感觉被羚羊羞辱的怒火似乎找到了宣泄口。他对着羚羊狞笑道：“小子，看到了吗？你在所有人眼里连只臭虫都不如，一赔10，我看是送你上黄泉路的买命钱，快点亮出你的武器。”羚羊面对这喧嚣的赌局和南宫燕北的嘲讽，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他缓缓抬起手，指向南宫燕北，声音冰冷如39寒风，说道：“你的废话说完了吗？我的时间很宝贵，没空听一只疯狗在这里狂吠。”羚羊站在他对面，身形坚挺，神情自若，挥舞了一下拳头，大声说道：“我的拳头就是武器。”声音里蕴含着一丝混沌之气，洪亮清晰地传遍整个演武场。你找死！南宫燕北不再等待，手中赤黄剑爆发出刺目的赤红光芒，一声嘹亮的凤鸣声响彻云霄。焚天一剑斩！赤黄剑爆发出一阵刺眼的红色光芒，剑身上火焰暴涨，凝聚出一道烈焰剑罡来。剑罡的高温瞬间扭曲了空气，以雷霆之势朝着羚羊当头斩下。这一剑毫无保留，南宫燕北就是要以绝对碾压的姿态将羚羊瞬间轰杀成渣，一泄心头之恨。完了！演武场上的青灵宗弟子都大声惊呼起来。如此威势的一剑，金丹巅峰都难挡，何况筑基巅峰？他们原以为南宫燕北会猫戏老鼠，慢慢虐着羚羊玩一阵子的，没有想到南宫燕北要秒杀羚羊。苏诗琪捂住嘴，泪水决堤而出。青灵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拉了一下清明道人，眼巴巴地叫了一声：“师傅。”清明道人安慰道：“羚羊主动挑战南宫，必定有他的把握，不用过于担心。南宫老头没有插手，我也不好出面，看看情况再说吧。”邱敏文眉头紧蹙，玉指微动，然而他看到羚羊没有一丝的惊恐，他的心也就安稳下来。就在那炽热的剑罡袭来之际，羚羊动了，他没有闪避，没有后退，混沌霸体诀快速启动，体内混沌神体第3层的能量彻底爆发，紫金色的光芒瞬间覆盖全身，皮肤下面仿佛有无数道符文在流转。混沌霸体诀开山！羚羊低吼一声，右拳紧握，迎着那声势浩大的赤炎剑罡一拳轰出。羚羊混沌神体进阶到第3层，体修层级相当于法修的元婴中期。羚羊他就是不用法修的灵力，仅凭体修的力量也可以压制住南宫燕北这个元婴初期。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力量，是混沌初开，开天辟地的原始伟力。砰砰砰！拳罡与剑罡，勇猛的力量与狂暴的火焰灵力激烈的碰撞在一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云霄，激发出来的能量冲击波如同海啸般向四周疯狂扩散，狠狠撞击在演武场的防护光幕上。光幕剧烈震荡，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刺目的光芒遮掩了观战弟子的视线。待光芒散去，场下的弟子看到令人惊骇的一幕，那足以灭杀元婴初期的赤炎剑罡竟硬生生停滞在羚羊的拳头前方。羚羊的拳头表面紫金色光芒流转，仿佛覆盖着一层坚不可摧的紫金神甲，那火焰剑气如同拍打在礁石上的波涛，竟无法撼动羚羊那个拳头分毫。紧接着剑罡就被一股无形的磅礴的巨力反弹回去，这是混沌神体在进阶到第1层时激活的反弹护体功能再一次显露威力。巨大的反弹力量作用在赤黄剑上，南宫燕北被这股反弹的冲击力冲击的向后倒退而去。噔噔噔，他每退一步都在坚硬的擂台地面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南宫燕北一直退到擂台的防护阵法光幕上，依靠阵法光幕的阻挡才稳住了身子。他脸色巨变，心中惊恐，握着赤黄剑的手臂酸痛无力，虎口竟被反震之力撕裂，渗出鲜红的血迹，浸湿了赤黄剑柄。而羚羊依旧保持着出拳的姿势，稳稳站在原地，脚下擂台地面皲裂蔓延，身形如山，纹丝未动，只有衣衫在混乱的气流中猎猎作响。全场寂静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包括空中的化神大能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看到的是清玄大陆最荒谬、最不可能的画面：筑基巅峰，徒手硬汉元婴神子全力一击的灵剑劈斩，不仅挡下了，还震退了元婴神子，而他自身毫发无伤。这怎么可能？一个洛尘宗使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苏诗琪泪眼婆娑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青莲儿捂着小嘴，眼中异彩连连。苏星辰都忍不住惊呼一声：法体同修！没看出来羚羊的体修境界达到了可以硬抗元婴的程度。这时南宫老头也看出来了，这个羚羊不仅仅是一个筑基巅峰的修士，而且还是一个体修。最恐怖的是，他的体修境界已经相当于元婴中期。他知道，如果再打下去，他的孙子如果不暴露出底牌来，将会被羚羊玩虐。于是他就朝苏星辰拱了拱手，
试探着问道：“苏兄，可否让擂台挑战就此收场？比赛只是助兴而已，结果就算是平局吧，这样大家都好。”南宫老头的修为境界只是化神中期，却在洛尘宗有着很大的威望和话语权。就是因为南宫家底蕴深厚，祖上曾经有几人飞升去了高位面玄灵大陆，留下了几件大杀器、大底牌。苏星辰也很想看看南宫家的底牌，他想不到今天林阳这小子竟然逼得南宫彦北要先开南宫家里的底牌了。他装着很是为难，苦笑着说道：“这涉及到一个几十万灵石的赌局，恐怕青云商不会答应。再说比赛才刚开始，彦北本身就具备越级挑战的能力，应该还有大底牌没有用吧？林阳只是一个杂役弟子，没有什么底蕴，体修应该就是他最大的依仗了。”南宫老头点了点头，叹息一声，说道：“彦北把底牌用在这个杂役弟子的身上，不值得。想要弄死一个杂役，并不一定要用底牌，我们南宫家以后有的是办法。”说完，南宫老头就摇了摇头，不再出声。底牌不掀开，就是最大的威慑。一旦掀了底牌，别人就有了防备，也就没有那种神秘的威慑力了。所以南宫老头很不甘心，为了镇压一个小小杂役弟子，要掀他南宫家的底牌，太不划算了。擂台上，南宫彦北背靠在光幕上，不停地喘气。他引以为傲的力量，神子的尊严，在眼前这个杂役面前被一拳轰得粉碎。感受到手臂的酸痛和虎口撕裂的剧痛，让他一时失去了理智，一股浓浓怒意涌上心头。他堂堂洛尘宗神子，元婴初期，竟然在整个青蓝宗长老弟子面前被一个筑基小子击退受伤，这让他颜面扫地。特别是苏诗琪还在擂台下看着他，如果被一个杂役弟子打败，那他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还有什么颜面与苏诗琪举行订婚宴？南宫彦北大吼一声：“林阳，我要你形神俱灭！今天如果不把你砍成10段8段，我南宫彦北就不再踏进青蓝宗半步！”南宫彦北彻底疯狂了，眼中只剩下最原始杀意。但是他并不傻，他也看出来了林阳是一个体修，而且林阳体修的境界比他的元婴初期的修为境界还要高一些。体修擅长近距离作战，贴身搏斗最具优势；法修擅长远距离作战，但是掐诀施法蓄力需要一点时间，这是法修的缺点。所以南宫彦北决定扬长避短，采取远距离攻击，不让林阳近身，同时采用法宝配合作战来弥补掐诀施法这一短板。这时南宫彦北的赤黄剑突然离手，朝着林阳劈斩而去。林阳看到南宫彦北学聪明了，不敢与他近距离搏斗，而是用意念控制本命飞剑与他纠缠。他冷笑一声，就准备收了南宫彦北这柄本命飞剑，看你南宫彦北还有什么远距离攻击手段。谁知这是南宫彦北的一个诡计，就在林阳一拳朝着赤黄剑冲击而去时，赤黄剑咻的一声就飙升到半空中，林阳一拳扑了个空。就在这时，南宫彦北双手掐诀已经完成，他喷出一口精血，化作一头模糊血狼虚影，朝着林阳猛扑过去。恐怖的威压堪比元婴中期的巅峰，这是他以精血催动，激发元婴本源之力的搏命杀招。整个擂台上的空气都在炸裂一般的霹雳啪啦作响，劲风卷起地面上的尘土飞扬。南宫彦北的面目狰狞的可怕，面对这南宫彦北的一股彪悍精血能量，林阳也不敢怠慢。混沌神体第3层的力量在他体内躁动，紫金光芒冲天而起。林阳大吼一声：“来得好！”他准备全力以赴应对南宫彦北的这一底牌杀招，彻底摧毁南宫彦北的信心。然而林阳不知道的是，这并不是南宫彦北的真正底牌，这是南宫彦北骗取林阳全力以赴的虚招。南宫彦北真正的底牌是一剑道气。就在林阳全力以赴应对南宫彦北的血狼虚影攻击时，南宫彦北朝着林阳打出了他最大的一张底牌。就在林阳全力以赴对付南宫彦北的血狼虚影时，他眉心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这是混沌神体对危险的本能预警。林阳虽然没有预感到什么危险，但是本能反应促使他脱离战斗，他急忙往后暴退20多步，以防血狼虚影有着不为人知的暗手。可惜还是晚了，一张巨大的网状法宝从天而降，速度快得惊人，眨眼间林阳就被笼罩在网中。他还来不及挣扎，巨网急速收缩，眨眼间一条条网绳就束缚在林阳的身上，锁住了林阳的灵力。邱敏文猛地惊呼一声：“副仙网的仿品，锁灵网，下品道器。”副仙网是一件仙器，是由天蚕丝和龙晶制作而成，是传说中的仙界著名仙器。在玄灵大陆，有着副仙网的仿品锁灵网，是下品道器，是用千年阴沉木和灵丝炼制而成，坚韧无比，可以限制修士的灵力。如果是化神修士施展道器锁灵网，可以做到同阶无敌。虽然说清玄大陆最高级别的武器是极品灵宝，但也有着极少露面的道器存在，就像是林阳身上的青色火鸟，也是清玄大陆没有的地火。南宫家底蕴深厚，有着道器也不足为奇。邱敏文的惊呼声如同惊雷，瞬间炸响在所有人耳边。锁灵网这3个字带来的冲击，甚至超过了羚羊土守阵退南宫彦北的震撼。锁灵网即便是仿品，那也是盗窃，是超越了清玄大陆常规认知范畴的恐怖法宝，其威能足以困杀任何一个化神。南宫老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而得意的弧度，眼神阴鸷地扫过邱敏文和苏星辰，这才是他南宫家的真正底蕴。一个筑基杂役
逼得燕北动用此宝，虽是大材小用，但能瞬间解决这碍眼的虫子，震慑青兰宗众人，也算值了。他很是兴奋地喊道：“燕北，速战速决！”南宫老祖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更是对林阳的死亡宣判。南宫燕北听到爷爷让他速战速决，但是他不想那么快就弄死林阳，他想要好好羞辱林阳一番，就哈哈大笑着说道：“杂种，看到了吗？这就是神子与蝼蚁的差距。”南宫燕北狂笑，脸上是扭曲的快意和极致的兴奋。锁灵网可以锁住林阳的灵气力，但是锁不住林阳的体修能量。就在锁灵网笼罩住林阳时，混沌神体的护体功能便自主启动，他身体皮肤的表面上泛出了一层紫金色的能量。锁灵网的网绳虽然束缚住林阳，但是无法渗透进他的肌肤里，只是浮在他的皮肤上面。不管南宫燕北如何掐诀，锁灵网的也无法勒死林阳，只是勒烂了林阳的衣裤而已。但是在外人看来，网绳已经勒进了林阳的肌肤，他们都觉得如果南宫燕北继续掐诀缩紧网绳，就足以勒死林阳。林阳哥哥，云希儿脸上的兴奋瞬间凝固，化作极致的惊恐，他下意识就一步冲了出去，冲到擂台边上，大声的哭喊叫林阳哥哥，用脚不停的蹬踹着阻挡着他的阵法屏障。云鹤真人跑过去拉着云希儿的手，把他拉了回来。浑浊的老眼中金光爆闪，他死死盯着副仙网和网中的林阳，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和一丝难以置信的探究。林阳，苏诗琪发出一声凄厉绝望的哭喊，他顾不得一切，疯狂的想要冲向擂台，却被楚梅和几个碧莲峰弟子死死抱住。看着网中挣扎的林阳，清灵而心如刀绞，小手紧抓住清明道人的衣袖，声音带着哭腔：“师傅，救救林阳吧！”清明道人面色铁青，周身灵力隐隐鼓荡，目光如电般射向南宫老祖。南宫老祖冷哼一声，强大的化神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如同无形的屏障，阻隔了一切可能的救援意图。他大声警告道：“此乃生死擂台，旁人不得插手。”苏星辰亦是脸色难看至极，他万万没想到南宫燕北竟有此等恐怖底牌。锁灵网一出，林阳绝无生还可能。他心中又急又怒，既恼南宫家如此不顾情面，在他女儿的订婚宴上动用道器杀人，更忧心女儿目睹此景道心崩溃。他厉声喝道：“南宫燕北，此乃切磋，速速收手！”然而此刻的南宫燕北早已被疯狂的杀意和洗刷耻辱的执念彻底吞噬。苏星辰的话如同耳旁风，他眼中只有网中那挣扎的身影，只有将他彻底碾碎的渴望。收手，苏伯父，晚了。南宫燕北狞笑，眼神如同毒蛇盯着垂死的猎物。此僚胆敢亵渎神子威严，唯有星神俱灭，方能洗刷。就在南宫燕北兴奋的得意忘形时，混沌炉的气灵珠儿在林阳的识海里冷笑道：“一件小小下品道器也想束缚住混沌神体？你以为混沌神体是大白菜吗？小子，带着这张破网进入混沌空间，收了它。”林阳用意念问珠儿：“不可以用地火焚烧掉这网吗？”珠儿气得骂道：“你这痴儿，在这样一个终极位面拥有一件道器不香吗？烧掉多可惜！”就在珠儿与林阳讨论如何处置锁灵网时，南宫燕北也发泄够了，他手中印诀猛然一变，口中厉喝：“锁灵绞杀！”嗡！林阳混沌神体突然爆发，迸发出一股浓浓的混沌之气，就如一层浓厚的迷雾一般把他笼罩起来。就在混沌迷雾笼罩住林阳的那一刹那，南宫燕北突然就发觉他与锁灵网失去了心神联系。奇了怪了，刚才还与他心神紧密相连的锁灵网，怎么突然就联系不上了呢？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是自己高兴过度，念错了法诀？他急忙重新念了一遍法诀，没有联系到锁灵网，再念一遍，还是没有联系到。南宫燕北急了，他朝着林阳的浓雾就打出一股元婴能量，可是他那股能量没入混沌迷雾里，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没有一点反应。混沌之气本来就有隔绝神识的作用，外面的人都无法看清楚被浓雾笼罩住的林阳，矗立在半空中的那些个化神老祖也都看出了不对劲。南宫老头皱着眉头喊道：“燕北，冲进迷雾里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当南宫燕北冲进迷雾边缘时，一个硕大的拳头就狠狠地锤击在他的面门上，砰的一声巨响，南宫燕北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随即他就倒飞出去，最后撞击在阵法屏障上，接着就沿着阵法屏障滑落下来，掉落在地上。坐在阵法屏障边缘地上的南宫燕北感到一阵的头昏脑胀，几乎要晕眩过去。他缓缓地摇了摇头，稳了稳心神，把那已经肿胀的眼帘用力睁开一条缝隙，抬头看向浓雾处。只见笼罩林阳的那些迷雾被一个无形的漩涡快速吸收，迅速收拢，最后都没入林阳的身体之中。擂台之上，林阳的身影清晰地重新呈现了出来，所有人的目光如同被无形的钉子定住，死死锁定在林阳身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和不敢相信。林阳完好无损，林阳气息平稳，林阳周身再无一丝束缚。那件令化神老祖都为之色变的下品道器锁灵网，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怎么可能？见鬼了！我的锁灵网呢？我的锁灵网去哪里了？第一个失声尖叫的是南宫燕北，他捂着剧痛塌陷的鼻梁，鲜血从指缝间汩汩流出，染红了半边脸和胸前的衣襟。
不停地掉落在擂台的地面上。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羚羊那一拳蕴含的不仅仅是恐怖的力量，更有一股震荡神魂的混沌气息，让他体内灵力翻江倒海，元婴都感到阵阵眩晕。然而身体上的剧痛远不及内心的惊骇和恐慌。锁灵网，他南宫家2件压箱底的底蕴之一，弥足珍贵。如果他爷爷掌控的话，足以困杀化神巅峰的盗气，怎么会没了？丢失了南宫家的一张底牌，那是重大的罪过。他要成为南宫家的罪孽子孙。如果找不回锁灵网，他南宫燕北是要被家族剥夺南宫姓氏，赶出南宫家的，这让他如何是好？锁灵网呢？南宫老族脸上的得意和阴鸷瞬间凝固，化作极致的震惊和暴怒。他猛地站起身，化神期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般轰然爆发，整个广场的空气都为之凝固。修为稍低的弟子更是感觉胸口如遭重击，呼吸困难。他的神识如同无形的巨网，疯狂地扫过整个擂台，甚至穿透阵法屏障，扫向广场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捕捉到一丝锁灵网的气息。然而一无所获。那件盗器就像凭空蒸发了一般，他的目光死死锁定在羚羊身上，眼中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疑，甚至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忌惮。芥子空间？难道这小子拥有传说中芥子空间？只有芥子空间才能屏蔽锁灵网的气息。随即他又摇了摇头，不，绝不可能。芥子空间是传说中的宝贝，南宫老头修炼了1000多年都没得到过芥子空间。3大宗门也只有青蓝宗有一个圣女界和玄阴宗有一个阴冥界。羚羊岁不过100，又是一个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有芥子空间？芥子空间自成一方世界，任何东西一旦收进芥子空间里，除了芥子空间的主人，任何人都无法感应得到。演武场上，道息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邱敏文、云鹤真人、苏星辰、清明道人，所有看清这一幕的大能，无不瞳孔巨缩，心神俱震。徒手镇退元婴神子已是惊世骇俗，如今竟连下品到锁灵网都从羚羊身上莫名消失，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邱敏文眼中金光爆闪，喃喃道：难道羚羊天生的神体连道气都可以没收？在秘境里的那一天一夜，邱敏文沉浸于羚羊的神体而欲罢不能。如今羚羊收走南宫燕北的道气，更是让邱敏文这个化神修士都深深惊叹神体的神奇。羚羊哥哥！云仙儿从极度的惊恐瞬间转为狂喜，小脸长得通红。若非云鹤真人按着，早已跳起来欢呼。羚羊！苏诗琪的哭喊戛然而止，巨大的惊喜冲击让他大脑一片空白，泪水还挂在脸上，嘴角却已不受控制的扬起。青灵儿破涕为笑，紧紧抓着师傅的衣袖。师傅，羚羊没事，他没事。苏星辰紧绷的心弦骤然一松，但随即涌上的是更深的震撼和凝重，同时也流露出来一丝贪婪的神态。他心里暗暗想到，要是羚羊把那件锁灵网当作取诗琪的聘礼，是可以考虑诗琪与羚羊交往的。羚羊展现出的手段已经不仅仅是天才可以形容，简直是妖孽中的妖孽了。苏星辰看了一眼暴怒如钟的南宫老祖，心知今日之事绝难善了。南宫燕北终于勉强压下翻腾的气血，披头散发，指着羚羊嘶声咆哮道：杂种，我的锁灵网去哪里了？是不是你收走了？失去锁灵网的心痛和当众被击飞的屈辱，彻底点燃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从未如此狼狈，从未如此恨过一个人。羚羊甩了甩手腕，刚才那一拳打得甚是解气。他感知到这混沌空间里的那件下品道器锁灵网，兴奋不已。这宝贝现在姓林了。就在混沌之气追住他身体的那一刹那，羚羊意念一动，就进入到了混沌空间里。由于混沌空间隔绝了锁灵网与南宫燕北的心神联系，而混沌空间又受羚羊的意志控制，羚羊很轻易就抹除了南宫燕北留在锁灵网上的神魂印记，解除了锁灵网与南宫燕北的心神联系，使得锁灵网变成了一件无主之物。只要羚羊炼化锁灵网，再滴血让锁灵网认主，这件下品道器就是羚羊的了。羚羊暂时还没有时间让锁灵网认主，他收了锁灵网后就立即出来混沌空间。从进入混沌空间到收了锁灵网再出来，前后只花了3-4个呼吸的时间。他刚从混沌空间里出来时，恰好南宫燕北冲进混沌迷雾寻找他，羚羊顺手就是一拳击打在南宫燕北的脸上，把南宫燕北打得倒飞出去。羚羊做梦都想不到，参加一场擂台赛竟然还收获到了一件道器，如此飞来横财，他想不笑都不可能。这可是洛尘宗南宫家的底牌啊！面对南宫燕北的质问和南宫老祖几乎要将他撕碎的目光，羚羊脸上露出一丝讥讽，他笑着说道：南宫神子，你是在找那张破网吗？不好意思，它好像不太结实，束缚在我身上后自己就消融掉了，化作刚才你看到的那片烟雾，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家这道器质量有点堪忧啊，莫非是赝品中的赝品？他故意拖长了赝品2个字，嘲讽之意溢于言表。你找死！南宫燕北彻底疯狂了，什么订婚宴，什么神子风度，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了羚羊，夺回锁灵网，洗刷这奇耻大辱。南宫燕北彻底疯狂了，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了羚羊，夺回锁灵网，洗刷这奇耻大辱。他体内元婴疯狂运转，不顾伤势强行催动秘法，周身血光再次暴涨，甚至比之前召唤血狼虚影时更加浓郁，更加邪异。
一头凝实凶厉的血色巨狼虚影在他身后咆哮凝聚，狼眼中燃烧着嗜血的疯狂。南宫燕北燃烧了大部分精血，将力量提升到了极致。血狼是天，羚羊，你给我死！血色巨狼虚影带着南宫燕北所有的恨意和杀机，朝着羚羊猛扑过去。这一击的威势是上次那个血狼虚影无法比拟，擂台的地面都在血狼的威压下寸寸皲裂。南宫老祖惊怒交加，他看出南宫燕北这是要拼命了，心急如焚，大声呼喊道：“燕北，不要做傻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再慢慢报仇。”南宫老头知道，秘法过后，南宫燕北很有可能受到反噬而身受重伤，甚至会影响根基。但此刻他更关心的是锁灵网的下落。南宫家就2件下品道器，丢了锁灵网，南宫家的底蕴就去了一半。羚羊身上那诡异让消失法宝的手段，让他无比忌惮。南宫老头猛地看向苏星辰，厉声说道：“苏老宗主，此子身上必有惊天秘密，定是他用了邪法夺我南宫家之宝，请速速将其拿下，严加拷问。”苏星辰眉头紧蹙，南宫燕北在订婚宴上动用道器杀人，本就理亏，如今更是反过来要青兰宗帮他拿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藐视青兰宗的颜面。南宫道友，此乃生死类，胜负未分，旁人不得插手，这可是你方才亲口所言。苏星辰的声音冰冷，带着化神巅峰的威严，强大的气势压得只有化神中期的南宫老祖也打了一个激灵。要不是苏星辰忌惮南宫家的底蕴，苏星辰才瞧不起这个南宫老头。苏星辰心中已有决断，羚羊的价值和展现的潜力远超他的预期，无论如何，今日必须保下他。就是羚羊收走南宫燕北那件锁灵网，都足以让苏星辰心动。擂台上，面对那凶焰滔天，足以重创甚至击杀元婴中期的血狼扑杀，羚羊也心存忌惮。如果他与南宫燕北的这拼命一击硬抗，就是不死也得身受重伤。羚羊知道，一旦他受到重伤，肯定会被南宫燕北灭杀在擂台上，躲是躲避不了的。擂台就这么大，还有这阵法屏障笼罩着，能躲到哪里去？躲到混沌空间里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混沌空间的外在状态就会呈现出来，变成一粒沙石掉落在擂台上。南宫燕北如果捡起混沌空间这颗沙石，由他爷爷南宫老头抹羚羊的神魂印记，那羚羊不但送给南宫家一个混沌空间，他本人也成了南宫老头的瓮中之鳖。这条路行不通，风险太大，看来必须要打断南宫燕北的施法才行。羚羊还有底牌，就是神魂攻击。他急忙推动混沌霸体诀和混沌炼气诀，炼体炼气2大功法同时运转，一股股混沌能量迅速迸发开来，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一层混沌防护屏障，首先保护好自己。同时，他在识海里凝聚出2根神魂针来，一根攻击，一根备用。羚羊推动神魂针，迅速朝着南宫燕北的眉心急射而去。神魂针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以闪电一般的速度朝着南宫燕北的眉心急射进去。正处在疯狂边缘的南宫燕北突然感到眉心一疼，紧接着识海里就传来一阵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识海的剧烈痛感打断了南宫燕北的秘法施展，正在扑向羚羊的血色巨狼后即乏力破。羚羊一声怒喝，声音震动全场。那闪烁着混沌紫金光芒的拳头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气势，狠狠地轰在了能量血色巨狼那狰狞咆哮的狼头之上。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的巨响伴随着刺眼夺目的能量风暴席卷了整个擂台。坚固的防护阵法光幕剧烈地波动起来，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出现了蜘蛛网状的裂痕，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紧。风暴中心，紫金色的混沌之力与暴力的血色能量疯狂的绞杀湮灭。由于南宫燕北因识海剧痛中断了施法掐诀，血狼虚影没有那么的凝实，威力顿减。一声凄厉狼嚎骤然响起，随即戛然而止，光芒散去，能量乱流平息。擂台之上景象惨烈，那恐怖血狼虚影竟被羚羊一拳硬生生打爆了头颅。庞大的血色狼身如同被打碎的琉璃，寸寸崩解，化作漫天飘散的血色光点。而南宫燕北本人神魂遭到羚羊的攻击，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现在又遭秘法的反噬，简直是雪上加霜。他身体如遭雷击，剧烈的颤抖着，猛地喷出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他身上的气息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萎靡到了极点，眼神涣散，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恐惧和绝望。他最强的底牌燃烧精血的搏命一击，竟然被一个筑机器的杂役一拳打爆了。神魂遭受羚羊的攻击后，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反观羚羊，他站在破碎的擂台上，保持着出拳的姿势，周身紫金色光芒缓缓收敛，他的嘴角也溢出了一丝鲜血，蕴含元婴巅峰的搏命一击，即使有混沌神体护持，也并非毫发无伤。幸好打断了南宫燕北的施法，不然倒下的就是羚羊了。羚羊想起刚才那个血狼虚影的威势，现在都心有余悸。要不是他底牌多，那今天死的肯定是他羚羊。即使这样，他仍然受伤不轻。羚羊也不去理会南宫燕北的死活，他明白神魂受创严重的南宫燕北就是不死也要变成一个痴呆了。于是羚羊就急忙盘坐下来，运转混沌炼气诀，引导丹田里的混沌之气来疗伤。擂台下，
一时轰动了，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压南宫燕北赢而心疼得不得了。有些贪心的青兰宗弟子竟然押上了自己全部的家当，以后都要依靠负债过日子了。同时也惊叹于今天这场大战的激烈与意外的反转。筑基逆伐元婴巅峰神子，徒手收走到气锁灵网，一拳轰碎南宫家神子元婴搏命绝杀。羚羊这个名字注定将以最耀眼的姿态震动整个清玄大陆东域。而南宫燕北的神魂被羚羊攻击受损，所有人都以为是他自己施展秘法遭受反噬所致，是自作自受。清玄大陆位面等级太低，还没有神魂攻击技法，由于神魂阵无声无息，就连化神老祖都看不出来羚羊对南宫燕北发动了神魂攻击。整个演武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风声、呼吸声乃至心跳声都在这极致震撼的一幕前消失了。南宫燕北、洛尘宗天骄此刻如同一个破败的麻袋一般，瘫软在擂台边缘，口鼻鲜血狂涌，气息萎靡，眼神涣散，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回天乏力的绝望。他不仅败了，而且是惨败，连家族众宝锁灵网都莫名消失，神魂更是遭受重创，根基已毁，前途尽丧。燕北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声撕裂了演武场的寂静。南宫老祖须发皆张，双目赤红，化神中期的恐怖威压再无保留，朝着擂台轰然压下。轰隆，整个演武场的地面剧烈震颤，防护阵法光幕发出濒临破碎的刺耳哀鸣，摇摇欲坠。无数修为较低的青兰宗弟子脸色煞白，口喷鲜血，直接被这股威压震倒在地，瑟瑟发抖。小畜生，你竟敢废我孙儿，夺我南宫家之宝！今日老夫定要将你抽魂炼魄，挫骨扬灰！南宫老祖彻底疯狂了，他唯一的寄予厚望的神子血脉，竟在一个小小的筑基杂役手中被废。原本是想加入青兰宗，然后依靠南宫家族的影响力，慢慢渗透进青兰宗核心圈，从而掌控青兰宗，让青兰宗变成南宫家的青兰宗，再与洛尘宗合并，建立一个东域的南宫圣地。现在不但与苏诗琪的婚宴没有完成，家族传承的底蕴道器也神秘消失，就连南宫家第一天教南宫燕北也成了废人。此仇此恨倾尽整个东域的滔滔江水，也难以洗刷干净。南宫老头无视化神大能的尊严，就打出一股化神能量，化作一只缠绕着符文的能量大手爪，撕裂空气，带着碾碎虚空的威势，朝着刚刚收拳嘴角溢血的羚羊当头抓下。化神寒怒一击，毁天灭地，这已经不是恐吓，而是赤裸裸的虐杀。南宫烈，你敢！一声娇呵呵响起，一道亮丽的身影快如疾风，瞬间出现在擂台上空，挥手就朝青色巨爪打出一条丝巾。打出丝巾正是青兰宗宗主邱敏文。邱敏文一直都在暗中警惕着南宫老头，防止南宫老头伤害羚羊。就在南宫烈刚有动手的迹象，邱敏文就立即动身，就拦在了擂台上空。轰！丝巾与能量大手碰撞，比之前羚羊与南宫燕北的战斗恐怖了何止10倍。狂暴的能量风暴如同灭世飓风般炸开，本就濒临破碎的擂台防护阵法屏障如同脆弱的琉璃，瞬间化为漫天光点消散。恐怖的能量冲击波横扫而出，看台上离得近的弟子如同被巨浪拍中的稻草人，惨叫着倒飞出去。与此同时，欧阳明瑜和云鹤真人的身影也飘落在擂台上，清明道人须发飞扬，紧随其后。4位化神大能同时连连挥手，一道道精纯的灵力化作巨大的屏，阻挡下扩散开来的毁灭性能量，护住演武场上的青兰宗弟子。邱敏文绝美的脸庞上布满寒霜，眼中怒火点燃，娇喝道：南宫烈，此乃我青兰宗。擂台之战，相互约定，生死自负。你身为前辈，竟不顾身份，悍然对一小辈下此毒手，当我青兰宗无人吗？邱敏文的声音响彻云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化神中期的威压，针锋相对的压向南宫老祖。苏星辰脸色很是难看，心中惊涛骇浪，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羚羊展现的恐怖实力和潜力让他心惊，南宫老祖的暴怒和洛尘宗的势力也让他忌惮。他身形一闪，挡在了南宫燕北身前，既是防止南宫燕北被余波震死，让事态继续扩大而失控。他对南宫烈沉声说道：南宫兄，冷静，燕北伤势虽重，未必无法挽回，切莫铸成大错。南宫烈怒吼道：冷静！我孙儿道基一毁，我南宫家众宝下落不明，你让我如何冷静？邱敏文、清明，你们真要为了一个卑贱杂役，与我洛尘宗南宫一脉不死不休？清明道人寸步不让，浮尘青光暴涨，怒骂道：你孙子自己施展秘法攻击羚羊，遭受反噬受伤，这是自作自受，在场诸君皆看在眼里。羚羊既没有下毒手斩杀南宫燕北，反而受到南宫燕北的秘法攻击而身受重伤。你一代化神竟然如此蛮狠，当我青兰宗是软柿子，想捏就捏。羚羊乃我青兰宗弟子，天赋卓绝，光明正大赢得擂台之战。你南宫家神子技不如人，动用道器偷袭不成反被迫，如今小的打不过，老的便要不顾脸皮亲自下场扼杀天才。洛尘宗南宫一脉，好大的威风，好厚的脸皮。清明道人的话如同利剑，刺得南宫老祖脸色更加狰狞。清明老儿，你找死！南宫老祖狂吼，周身血光隐现，竟似要燃烧精血拼命。就在这剑拔弩张、
两大化神僵持，整个青蓝宗上空仿佛被点燃，大战一触即发的千钧一发之际。南宫烈，够了！一个清脆却蕴含着无上威严，仿佛能冻结时空的女声响起。是邱敏文。她一步踏出，直接站到了最前面，眼神冰冷，扫过南宫烈，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说道：南宫烈，本宗主最后说一次，带着你那不成器的孙子滚出青蓝宗，再敢放肆，本宗主不介意今日就让洛尘宗少一位化神老祖。如果你再胆敢出手，我青明宗10多个化神大能不介意去南宫家族走一趟，我就想看看你南宫家的底蕴到底有多深厚。宗主说话就是霸气。邱敏文的每一句话都压得南宫烈元神俱震，他想燃烧精血与清明道人拼死一搏的念头瞬间被邱敏文那无法抗拒的意志浇灭。他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恐慌。本以为林阳只是一名杂役弟子，在青蓝宗无足轻重，青蓝宗不会因为一个杂役弟子与南宫家族撕破脸皮，没有想到邱敏文竟然为了一个杂役弟子不惜动用全宗的力量与南宫家为敌。如果青蓝宗的10多位化神大能都去南宫家，那南宫家在东域肯定就会成为历史。就在这时，云鹤真人也站了出来，呵呵笑着说道：南宫兄，林阳小友是我们青云商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与青云商会的利益紧密相连，还望南宫兄多担待点。青云商会为与自己的合作伙伴共进退，林阳的敌人也是我们青云商会的敌人。欧阳明瑜也跟着与邱敏文在依了一起，说道：林阳是云霄宗走出来的弟子，曾有与老夫有着一份师徒情缘，还望南宫兄不要逼老夫发脾气。云鹤真人和欧阳明瑜都站出来替林阳站台，这大大出乎南宫烈的意料。出现这种情况太让他震撼了，他哆嗦着手指着挡在林阳前面的4个化神，连话都说不出来。你们！南宫彦北感到自己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气息越发微弱，声如声若蚊蝇的求救道：爷爷，救我！看着孙子濒死的惨状，在感受着邱敏文那坚定的立场，以及青云商会决心护着林阳的态度，以及旁边虎视眈眈的欧阳明瑜，还有实力同样强横的清明道人，还有立场暧昧但绝不会帮他的苏星辰，南宫老祖满腔的怒火和疯狂终究被残酷的现实和冰冷的恐惧压了下去。他死死盯着邱敏文，又怨毒无比的弯了一眼被清明道人护在身后正默默调戏的林阳，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进灵魂深处。好一个青蓝宗，好一个邱敏文，好一个青云商会，今日之事老夫记下了。山高水长，来日方长。南宫老祖几乎是咬着牙一字一句的挤出这句话，他也知道这只是为了维护南宫家的面子，放几句狠话而已。青蓝宗和青云商会，他们南宫家都得罪不起。如果他今天要强势斩杀林阳，很有可能他们这个使者团都要留在青蓝宗。识时务者为俊杰，南宫老头不会傻到头铁不会让步。他猛地一挥手，一股灵力卷起地上奄奄一息的南宫彦北，头也不回的化作一道刺目的血光，朝着山门外激射而去。洛尘宗的其他使者也个面如土色，仓皇的跟随着南宫烈逃离。一场足以震动整个清玄大陆的风暴，暂时被邱敏文和几个化神强压了下去。演武场上，劫后余生的弟子们大口喘息，看向擂台上那个依旧挺立的身影时，目光充满了无尽的敬畏与狂热。筑基逆伐原因，硬汉化神威压而不到，逼得洛尘宗神子道基被废，老祖狼狈退走。林阳这个名字，今日之后必将如同最耀眼的星辰，成为东域年轻修士的榜样。林阳的身后有着青蓝宗和青云商会的支持，任何势力想在明面上动他，都要掂量后果。云希儿像只轻盈的蝴蝶般飞扑上支离破碎的擂台，一头扎进林阳怀里，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说道：林阳哥哥，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林阳身体微微一晃，硬抗化神威压的余波让他内腑震动，但他还是稳稳地接住了云希儿，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嘴角露出一丝疲惫却温暖的笑意。傻丫头，我这不是没事吗？林阳，苏诗琪也冲了上来，看着林阳嘴角的血迹和苍白的脸色，心疼的无以复加，泪水再次涌出。他看到云希儿偎依在林阳的怀里，就很是气恼的一把拉开云希儿，说道：林阳受伤严重，你赖在林阳怀里，不是在加重他的伤势吗？云希儿瞪大着眼睛，紧紧盯着苏诗琪，喝问道：苏诗琪，你这是什么意思？苏诗琪冷哼一声，说道：我要给林阳疗伤，滚开点，别挡着我，别的本事都没有，就知道赖在林阳身上撒娇，哭鼻子！云希儿被苏诗琪的话气得不停地跺着脚，两根马尾辫随着他跺脚的动作不停地摇晃着。他气呼呼地用手指着苏诗琪，说道：你，苏诗琪，你！云希儿说不出话来。这时青灵儿也跑了过来，小脸上满是担忧，本想与林阳说话的，看到两女在开撕，就站在一旁看着。苏诗琪看了青灵儿一眼，又冷哼一声，说道：我是极品木灵根，要替林阳疗伤了，无关员站远一点，别影响我。说完他就盘坐在林阳身后，运转功法，双手轻轻地在林阳的背上，一股柔和的木属性灵力缓缓注入林阳体内，温和地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和内腑。云希儿见状，虽然心中不服气，但也知道苏诗琪的木灵根确实更适合疗伤，
只能鼓着腮帮子退到一旁，小声嘀咕道：“哼，有什么了不起的？”青灵儿眨了眨眼，看了看羚羊，又看了看正在斗气的两女，摇了摇头。站在空中的邱敏文缓缓收敛了心神，看着三女为助的羚羊争风吃醋，心里似乎泛出着一股酸味来。他想起在秘境中与羚羊身神交融，阴阳合一的疗伤情景，心里不由得一阵悸动，眼神里泛起无法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暗暗叹息一声，便收回了目光，不再看这让他不开心的一幕。他稳了稳心神，扫视了一下整个演武场，调动灵力，轻声命令道：“今日之事已了，善后事宜交由大长老处理，受伤弟子速去落日峰就治，其余人等散了。”他的目光又落在羚羊身上，停留了一瞬，说道：“羚羊，疗伤结束后去一趟紫霄殿，我有重要的事交代。”说完，身影便消失在原地。羚羊心中一凛，邱敏文不是已经说明白了，与他羚羊只是宗主与弟子之间的关系，要他忘记秘境里的那些事，今天怎么又把他单独邀去紫霄殿呢？羚羊猜不透邱敏文叫他过去所为何事，他突然想起邱敏文那天偷偷把那炉养魂丹还给了他，也就是说，邱敏文回到青灵宗后就没有再服用过养魂丹了。羚羊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邱敏文后续没有服用养魂丹，他的神魂伤又复发了？如果邱敏文疗伤还要与他神魂交融，他是答应还是拒绝呢？羚羊一时就有些纠结起来。混沌之气本来就是疗伤最好的良药，在几大化神对峙时，羚羊就在运转功法疗伤，现在他的伤势基本上已经稳定，回去后他自己再打坐修炼一阵，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在苏诗琪用木灵力在羚羊身体里运转2个周天后，羚羊就站了起来，说道：“诗琪，我已经没事，只要不动用灵力，回去调息一下就好。宗主还等着见我，疗伤就暂且这样吧。”苏诗琪也知道羚羊的伤没有大碍，也就点了点头，说道：“羚羊，在伤还没彻底痊愈之前，不要动用灵力。”羚羊轻轻拍了拍苏诗琪的后背，扭头对青灵儿和云溪儿两女说道：“我还要去见宗主，暂时没有时间陪你们，你们也都累着了，先去休息吧。”他目光又转旁边笑容可掬的云鹤真人，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道：“小子非常感谢前辈前来帮助，羚羊铭记在心。”云鹤真人笑呵呵地摆了摆手，说道：“小友在丹道大比过后，一定要去青云商会住上几天，云会长等着你前去喝茶叙叙。”羚羊笑了笑，就点头应承。他向欧阳明瑜又行礼致谢，然后向青兰宗还没离开的化神大能都行了一个弟子礼。苏星辰看着羚羊向他行礼，就点了点头，故意摆着脸说道：“小子，在丹道大比上进入前3，你才有资格与诗琪交往，否则……”他话没有说完，就转身离去，好像没有兴趣与羚羊继续说下去的意愿。羚羊心里哼哼几声，心里暗骂道：“要不是你是诗琪的父亲，我懒得鸟你。”他转转身看向演武场边缘那巨大的水晶玉盘，笑着说道：“希儿，别忘了我们的赌局分成3成。”云希儿嘟着嘴巴说道：“小气鬼，有18万下品灵石的分成，你有空去青云商会领取，我不会少了你的。”云鹤真人捋着胡须，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一对斗嘴冤家，眼中金光闪烁。他挥手间，水晶玉盘光芒大放，开始自动清算那高达60多万下品灵石的惊天赌注，压住南宫雁北的众人心都在滴血。羚羊听到能够分到18万灵石，一时欣喜不已，没有想到南宫雁北还真是羚羊的贵人，不但送给他一件道器，还给了他18万灵石零花钱，真的是爽啊！他一时心情大好，哈哈大笑，搂着云希儿就在他的娇唇上就轻点了一口。云希儿没有想到羚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吻他，一时羞得满脸通红。他急忙从羚羊的怀里挣扎推开羚羊，然后羞恼的伸脚就朝羚羊踹去。羚羊急忙躲开，一转身就遇见朝着紫霄峰的方向飞去。紫霄峰顶云雾缭绕，羚羊踏着青石台阶一步步向上攀登。紫霄殿前，2名金丹期的女执事早已等候多时，他俩看到羚羊到来就迎了上去。其中一人很是热情地看了羚羊一眼，说道：“林师弟，宗主在内殿等你，请随我来。”羚羊点头致谢，跟着女执事就迈入大殿。女执事带着羚羊来到一个房门前，说道：“宗主就在里面等着。”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就转身离开了。羚羊刚想敲门，里面就传来了邱敏文的声音：“进来吧，直接推开门就行。”羚羊推门而进，只见邱敏文搬躺在一张软榻上，神情很是慵懒。这女人回来后又换了一套黑色套裙，外面还披着一袭白色透明纱衣，一双娇嫩的玉足交叉撂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羚羊躬身行礼，刻意保持着恭敬而疏离的态度，说道：“弟子羚羊拜见宗主。”邱敏文眸光微闪，红唇轻启，说道：“免礼，你今日表现得很好。”最后2个字说得极轻，几乎像是叹息。羚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就那么站在，有些不知所措。他面前这个妩媚娇艳的女人，他有着既亲近又疏远的感觉。邱敏文拿开双足，指了指椅子，说道：“坐吧，别傻愣愣地站着。”由于椅子与邱敏文靠得太近，羚羊看了邱敏文一眼，不敢去坐，因为邱敏文曾经警告过他，忘记秘境里的事，以后他俩的关系就是宗主与弟子的关系，所以羚羊要保持一定距离。邱敏文要羚羊坐到他的身边，而且那椅子刚才他的一双玉足还放在上面，
这又是几个意思？是想拉近关系，还是别有目的？林阳有些猜不透邱敏文的意思。邱敏文看到林阳还站着不动，就气恼地说道：“叫你做你就做，你犹豫什么？我又不是母老虎，怕我吃了你不成？”林阳看了一眼邱敏文那有些惹火的躺姿，心里暗骂道：“凶什么凶？惹得老子火起，把你压在身下，要你变成一只懒猫。”不过他表面上还是很敬重，讪讪一笑，走到椅子边就坐了下去。邱敏文缩起双腿，单刀直入地问道：“锁灵网在你手上？”林阳心头一跳，妈妈批，这女人难道也打锁灵网的主意？他强装平静，反问道：“弟子不知宗主问我这话是何意？南宫家的盗气不是自行消散了吗？那么多人都看着的。”呵呵。邱敏文轻笑一声，站起身来，随着他的动作，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飘入林阳鼻腔，这与秘境中与他意乱情迷时那香气一模一样。邱敏文挺了挺那饱满的胸膛，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道：“本座没兴趣与你玩文字游戏。南宫家的锁灵网是下品盗器，掌握在手，可做到同阶无敌。你能从网中脱身，已是奇迹。你告诉我一件盗器会自行消散，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子？”他停在林阳面前3步之遥，这个距离既不失宗主威严，又让林阳能清晰看见他眼中闪烁的光芒。邱敏文声音突然转冷，说道：“交出来吧，此物留在你手中，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南宫家不会善罢甘休，别的修士也会起贪婪之心。林阳，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懂吧？”林阳沉默片刻，突然就笑了起来，问道：“宗主的意思是让弟子上交锁灵网，来换取宗门庇护，同时也避免了怀璧其罪所带来的危害？”邱敏文微微抬额，说道：“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师父已经向我透露，你想要与世奇交往，锁灵网是最好的聘礼。”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入林阳心脏，他眼神骤然变冷，问道：“所以宗主是在替老宗主传话？”殿内温度似乎骤然下降，邱敏文恼怒地咬着嘴唇，伸手就拍打了林阳一下，嗔骂道：“你这个死林阳，不知好歹！你气死我了！”邱敏文那一副小女人的神态，自然而然就展露在了林阳的面前。这个是潜意识里的情感驱动，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林阳心里一顿，就想起邱敏文偷偷塞进他口袋里的那3200中品灵石，还有那条洁白的帕巾，一股异样的情愫顿时就从心间涌起。邱敏文看到林阳的目光默默含情而变得炽热，他心里一惊，突然就意识到刚才自己的举动很是不妥，有着向林阳撒娇的嫌疑。他很是羞恼自己的举动，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疼痛感让他清醒过来，就急忙稳住心神，表情再次变得清冷，喝道：“放肆！本座一宗之主，岂能为某一人之思念做出此等荒唐事来？”随即他觉得自己又过于严肃，又调整了一下情绪，语气变得又缓和了一些，说道：“一个筑基修士拥有一件盗器，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是会给你带来无穷尽的灾难。林阳，以你现在的修为，还配不上拥有一件盗器的实力。你也应该知道，并不是我师父一个人在打锁灵网的主意。”林阳也站了起来，向前迈了一步，顿时两人近在咫尺。他甚至能感受到邱敏文突然紊乱的呼吸，说道：“弟子当然明白。”林阳也知道，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所有人都认定锁灵网就在他身上。他也知道，这也是邱敏文对他的一片好心。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拥有此等宝贝，就是怀璧其罪，以后会麻烦不断。但是他还要试探一下，看看这个女人到底对他有没有真情。如果邱敏文表面冷漠，而内心炽热，林阳就是把锁灵网送给邱敏文也无所谓。他压低声音，带着一丝玩味的味道：“锁灵网是我从生死战中得来的战利品，也是我将来对抗化神的底牌。宗主觉得我会轻易交出保命之物吗？”邱敏文看到林阳的身体贴近了他，一股阳刚之气扑鼻而来，他心里悸动了一下，本能的后退了一步，身子已经触碰到了软榻边缘，再无退路。他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与秘境中那个体贴听话的林阳判若两人，他身上有着一股倔强，一种坚毅。邱敏文自然不会被林阳这种气势所压倒，一股上位者的威势突然就迸发出来，他神情中蕴含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厉声呵斥道：“林阳，你这个行为就是在找死，你这都不知道，你太想当然了。”邱敏文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化神灵力，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利刃扎在林阳的柔软处。你以为有着青云商会的庇护就能高枕无忧？难道青云商会就没有人打盗气的主意？林阳突然反问道：“那宗主的意思？”林阳的反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目光灼灼地直视着邱敏文。邱敏文被他看得心头一悸，那股在秘境中熟悉的让他又恼又难以抗拒的感觉再次涌上。他深吸一口气，似乎想平复语气，但看着林阳那副油盐不进，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神，无名火就往上窜。至于我师父苏老宗主，却有借机索要之意，但本座召你前来，并非完全为了他。林阳，你扪心自问，若没有本座刚才力保，你此刻还能站在这里与我说话？如果我在离开时交代要你来紫霄殿一趟，现在你都说不定被青兰宗的哪个化神老祖带走了。你知不知道现在你的境况是多么的危险？林阳沉默着，邱敏文的话字字如针，扎在他心头的现实上。他不得不承认，邱敏文说的是事实，混沌空间是他最大的底牌，
但暴露的后果他承担不起。如果不试探出邱敏文的真实心意，林阳是不敢把混沌空间暴露给他的。锁灵网的存在确实是个巨大的隐患，南宫家的报复，还有那些贪婪的目光，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震慑宵小。所以邱敏文见他沉默，以为他被说动，语气稍微缓和，清了清嗓子，说道：“将锁灵网交由宗门是最稳妥的选择。宝物一旦成了宗门的镇宗至宝，就不属于某个人，就连我师父也别想再打锁灵网的主意。这样也可以减轻他对你的压力，免得锁灵网成为你和苏诗琪相处的障碍。南宫家也只是洛尘宗的一个派系而已，自然不敢与一流宗门青兰宗相抗衡，这样所有的矛盾都迎刃而解。”林阳冷冷地问道：“如果我把锁灵网上交宗门，那宗门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邱敏文瞪了林阳一眼，说道：“宗门也会给你相应的补偿，灵石、功法，甚至本座。”他停顿了一下，那白洁的脸颊上绯红一片，声若蚊蝇地说道：“本座允许你常来紫霄殿，本座可以指导你提高的神魂力。”林阳心里咯噔了一下，常来紫霄殿还指导提高神魂力？在秘境里，林阳就被邱敏文指导过，体验到了人生第一次神魂交融所带来的极大益处。这个诱惑可大得去了，难道又是一个温柔陷阱？不过林阳并不相信邱敏文的鬼话，这个女人是说话不算数的。宗主之位在邱敏文的心目中要比他林阳重要。在秘境里，林阳与他两个人可谓是柔情蜜意，恩爱的恨不能两个人合并成一个人。可是，一旦面对现实，邱敏文还是放弃了林阳，最终选择了青兰宗宗主的位置。林阳嘴角勾起一抹自嘲，又带着几分冰冷的弧度，铁着头进一步试探，笑道：“宗主，您说的补偿能抵得上一件道器的价值吗？能抵得上我今日在生死擂台上搏命换来的战利品吗？您说的让我常来紫霄殿，是为了提升你的修为，还是给我这件道器的补偿？”你……邱敏文瞬间被激怒了，一股磅礴的化神威压不受控制的溢出，整个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林阳顿时就感觉心头一紧，就像是有着千斤重顶压在他的身上，感到呼吸异常困难。混沌霸体诀疯狂运转，咬着牙一声不吭，硬撑着这股来自邱敏文的威压。